落日融金，湖光潋滟，水上密布的楼船都沐浴在橙色目光中。说好了，若是和上次那些一般的，我可是一样要打发走的哈。许纯穿着件杏色圆领袍，慢悠悠摇着扇子，眉目张扬，花船一侧橘红色的晚霞照过来，映得他脸上肌肤如通透羊脂软玉。徐小公爷天生一双猫眼，眼大金黄，睫长而密，眸色在暮色下仿似琥珀。与他同行的柳生心里微微一晃神，被他那夕阳下衬得分外璀璨晶亮的眼眸给摄了摄心神，心里不由暗忖，到底谁占了便宜还真不好说。花柳行当中，若是有些名气的姑娘们遇上第一次长得又好的童男子，那是反过来还要给些彩头的。许纯转头看他正发呆，皱了眉头，拢起扇子拍了下他肩膀，干嘛呢？该不会还真的是上次那一群油头粉面的吧？柳生这才回过神来，接上话头，我的小公爷，要说还有谁比你更挑剔更难伺候呢？那些全都是南风院最好的了，你看不上，然后我把戏园子里一等一的武生也给你挑了，你还是看不上。您说说，半年前就开始为你相看，你说要好看的，给你选了南风院最好的清官，能诗善画，结果你嫌人家脂粉气浓，娇滴滴像女娘，还嫌人家年龄太小太任性，不想哄。好吧，不要太小的脾气不好哄，那就给你挑了几个戏园最好的武生，年长些都20多，善解人意又体贴会照顾人，你又嫌弃人家没气节太卑微。不是说这个孔武有力油头粉面，就是说伺候的不好，有些我看着一等一完美了，你看一眼就不要。你说说，小公爷，今儿这一个若是还不能，那我可也是黔驴技穷了。许纯道，不合眼缘啊。他嘀咕着，微微有些心虚，但却又坚定初心。这可是第一次，必得完美无缺。柳生道，放心吧，我觉得这次肯定能成。许纯将信将疑，就你说的那什么四公子之一，不是那种面若敷粉貌若好女的吧？前朝可爱吹捧这种什么貌若潘安态如西子的。柳生道，贺兰将军听说过吗？武将世家触怒了太后娘家，全家抄家流放，成年男丁全斩了。这一位贺兰公子当时未满12岁，据说是被仇家刻意折辱，硬是逼着将他冲入教坊，入了剑籍，命他做了南官。后来太后失势，他年岁也大了，开了家南风院，极少接客了。这要不是你非要挑个年长温柔体贴有经验的，我砸了大价钱才请了他出来陪公爷。许纯道，多少岁？柳生道，28，但身材和相貌都极好的。再说你也喜欢年长的不是？我见过他蹴鞠骑射，非常精彩，那叫一个气宇轩昂，又是能武能文，写得一手好字，气度高华，才华横溢，正是君子如玉，偏偏着实一家公子，可惜命运多舛，无端被折辱。许纯有些恻然，然而却又奇怪，如今太后不是都称病在宫中，丁家已倒了，他还不能脱了剑籍吗？柳生摇头，这世上大多锦上添花的多，贺兰全家抄斩。昔日听说连军中的故旧同党都一起问罪了，如今哪里还会有人去帮他？太后娘家虽然倒了，太后可是当今圣上的亲母亲，无端端谁会去替他翻案？再说了，人已现在风流行当着许多年了，哪里还洗得干净？许纯想了下，怪可怜的，要不我给金兆府递个帖子，替他脱籍吧。至于今晚就算了，这种事情总要两厢情愿，他既一开始就不是此道中人，何必勉强？柳生怪叫了声，我的少爷啊，你这犯什么慈悲心啊？你这是想要找个有经验的试一试，又不是要长长久久。我可是千辛万苦才找到这么个合适的，再说人家要是不愿意就不会应了。柳生忽然想起什么，看他脸色，我说
你该不会是怕吧？不然每次给你找什么人，你都能挑出个不合适来，你这都快能赶上选妃了。他面红耳赤道：看你嘴上胡沁什么？我怕，我会怕。你等着。柳生看出他色厉内荏来，嘿嘿笑着，罢了。这一个你若还看不上，我绝不再见了。你只管等着你那天降缘分吧。他和柳生进了花船上的客厅里，几个唇红齿白的青衣童儿上来给他们倒茶。两位少爷请稍等，我们家公子临时有位贵客要陪，因着事出突然，还请两位公子且坐坐，他换件衣服就来。柳生悄悄对许纯耳语，但凡有些身价的都喜欢吊吊胃口，拿架子。不妨事的，这位贺兰公子是真的值得。船上花厅场轩都开着窗，能一眼看到外边渺渺河水。正是9月的天气，秋高气爽，外边带着河水气息的风缓缓吹进来。暮色已深，淮水之上，风里隐隐传来丝竹声和笑语声。这是金粉河上最负盛名的萧金地，风流旖旎，艳名远扬。许纯闷闷倒了杯茶，柳生看他面色兴致不太高，问道：今儿又是怎么了？家里人不许你出来。许纯道：哪能呢，我爹才懒得管我，你还不知道吗？前儿又纳了一个美妾在家，还修了个园子，天天在园子里吃喝玩乐呢。家里乌烟瘴气的，祖母也不管他，回家就心烦，还不如在外边自在。柳生道：国公爷真是，你家这庶子庶女一堆一堆和养猪似的，你也不担心？许纯并不想深谈，担心什么？庶子又不能成爵。他越是这样名声在外，越不会有贵女进府，都是些卑贱出身的妾室，半奴半仆的。柳生摇头，别的不说，你那个庶兄早早中了举，还才名在外的，明年春闱，你就不怕他一举得官？许纯道：他生母是祖母的丫鬟，又早就没了，本来就没有成爵的希望，能考科举也是一条出路。柳生叹道：罢了，知道令堂心善宽和，但有时候这贤明不如实在的也罢了。许纯心里不知为何，却有些憋闷，起身道：我出去看看。花船飘在水上，10里金粉河，丝竹声波光倒映着无数的灯光，纸醉金迷。许纯看到远处夕阳已渐渐落下去了，却仍然露出一点点橙红色的光。抬头看了下楼船上更高处，似乎风景更好一些。正有些气闷，便沿着楼船的楼梯往上走了几步。才走了几步，忽然就被人拦住了。客人请留步。许纯一正抬头，一眼便看到了楼船最上方的栏杆上，一个高挑修长披着鹤氅的青年公子听到了声音，也刚刚转头看过来，四目相对。许纯忽然愣住了。许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双看尽千帆的眼睛，静如冰湖，深如寒潭，际如飞灰。夕阳之下，那个男子神容寥落，冷漠厌倦，然而却无遮那一身的清华高贵。许纯想起小时候回乡，江心沙洲上落满了雪，有飞卷的白鹭，茕茕孑立，漠漠江湖，长风吹过寂寂寒州，美得惊心动魄。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许纯只感觉到自己的心仿佛被鸟爪按了一下，飞鸿泥爪，却刻骨铭心。他听到了自己的心在急速的跳动着，想起柳生刚才介绍的，忍不住开口询问：贺兰公子？护卫上来拦他，这护卫甚是高大，但许纯却不由自主看着那个青年公子。许是他眼里的渴慕之情太过明显，那贵公子挥了挥手，护卫低头退下，许纯走了上去。楼船顶层晚风鼓荡，走近以后，那男子的容貌越发清晰。他锐利目光从上往下只淡淡扫了他一眼，许纯觉得自己从头发丝到心肝肺胆都被他看透了。他口干舌燥，只听到自己激荡的心跳声：对不起，我唐突了，您长得真好看，太出他的意外了。
他总算知道什么叫一见钟情，一眼就喜欢上了他。青年公子居高临下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神情并不怎么倨傲，语气也很淡，但许纯偏偏就感觉到他是傲气的。他又真心实意觉得对方这样的姿容神魂是有傲气的资格的。他一边心里品着对方的声音，一边低声道：“许纯。”言无许，纯菜的纯，我是晋国公府上的。青年公子似乎回忆了下，脸上露出了个讥诮的笑容。晋国公府上啊，护国贵勋重臣的后人，该当也是肱骨栋梁之才，如何流连在此风月之地，行轻佻之事？许纯不觉有些自惭形秽，乐讷道：“我一向并不总如此，只是想确认一下。”青年公子仿佛很是好奇，确认什么？许纯脸上已仿佛烧起来一般，确认我是不是真的喜欢男子，我就是试一试。声音微不可闻。青年公子没想到忽然听到这么一句直白又实在有些俗气的大实话，慢慢道：“试一试。”许纯感觉到了难以抵挡的压迫感和威慑感，聂如却很无力的辩解：“但是见到你，我觉得不用试了。”青年公子眉毛微微挑起：“哦。”许纯希望还能挽回一点点自己的形象，可能我不一定喜欢男子，但我一定喜欢你。他一时竟然找不出什么词语来形容面前这男子的风姿，他只知道他一眼就确认，他喜欢他每一处。一向不靠谱的柳生竟然靠谱了一次，他忽然心里有了一点信心。既然邀请了他，那就是愿意的吧。他满心都是期待和热切，看向那个容止出众的翩翩公子。青年公子笑了声，慢慢道：“我可从来不需要人喜欢，他只需要别人为他就足够了。”他脸上表情仍然很是漠然，声音里也没有讥诮，但许纯就是听出了那种居高临下的轻蔑。许纯面红耳赤，乐讷说不出话来，却仍然苟延残喘的抱着一丝希望。柳生不是说他们都要拿架子的吗？这样姿容如明月，风度如霜雪的人，他是很愿意哄他展颜一笑的。他鼓足勇气尽力争取：“我能请您喝个茶吗？”不。薄薄的嘴唇吐出了冰冷的话：“脏。”许纯仿佛被锤子重击了一下，往后退了2步，羞耻之心几乎冲破了心。他从未觉得自己如此卑微污秽，仿佛低到了尘土里，几乎恨不得钻入地里，眼睛不由自主垂下，看着船上甲板斑斓的木板面，脑子里一片糊涂，竟不知要说什么。男子看着面前徐小公爷原本滴血一般的面皮倏然褪色，变成了惨白。之前那晶亮的猫眼也不再敢看他，嘴唇微微发抖。他有些意外，见惯了朝廷重臣们互相攻讦，面皮平静下的刀光剑影，他只觉得跟前这少年郎的面皮似乎薄了些，缓缓道：“退下吧，不要再来了，还知羞耻，尚且还有可取之处。”许纯一言不发，只匆匆做了个揖，狼狈的转头，仿佛逃离一般，一路逃下了花船下，甚至顾不上还在船上的柳生，直接几步越过踏板，跳上岸，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夕阳终于沉入了地平线，天上出现了点点星光，与金粉河中的星河互相映衬。贺兰竟将腰身笔挺，犹如一把银枪，头却恭顺低着，拱手回禀：“皇上恕罪，臣昔日落难时曾受过晋国公夫人的恩惠，如今晋国公世子年幼，却似有断袖之癖，晋国公夫人便托人请托于我，希望我能慢慢规劝于他。臣想着离京之前将这人情还了便算了。他只是不太懂事，懵懂了些，倒无什么劣迹，还请主公饶恕他，都怪臣不知道皇上忽然驾临，偏巧约了他今日，倒让他冲撞了圣驾。”谢意转头淡道：“回绝了吧。做母亲的知道年幼的儿子四好难封，不好生管束教诫，到重金请坊间名相公来规劝，倒是一家子奇葩。不过京城勋贵风气糜烂，哪家没有几桩荒唐事？
便是晋国公不当差，他那吃喝嫖赌样样精的名声也是略有耳闻。父亲如此，儿子自然也是个荒唐的，倒也怪不到这晋国公夫人身上。只可惜了少年郎一副好皮相，不多时日，只怕就被风月给浸染成酒囊饭袋的俗货了。贺兰竟将躬身道：“遵旨。”谢意道：“不日朕会命人为你托疾，但不会大张旗鼓。望卿和光同尘，一脸灵前，待到立下军功，时机合适，再为你祖父、你父亲平反。”贺兰竟将：“臣谢恩，臣愿即赴边疆，为皇上守边。”他面容俊美，眉目英朗，神态亦是从容，不卑不亢，身上并无一丝脂粉气，看不出曾沦落风尘多年。谢意注目他良久，微微颔首：“去吧。”这一夜星月淡淡，贺兰竟将怀里揣着兵部任命状，带着亲兵离开了京城。晋国公府的小公爷许纯压根不知道自己见到的不是那名满江南的贺兰公子，满心惆怅的回了府。谢意也只当一件小事，疏忽过了半月。直到内侍总管苏怀小心翼翼来禀报，皇上前日交代的，让奴才派人去将贺兰将军的乐疾给脱了。小的不敢轻忽，立刻吩咐手下去京兆府那边办了。但今日得报，贺兰将军那边却是有人为他赎身脱了疾。打听了，却是晋国公府上的徐小公爷。谢意有些意外，不是说是乐疾不能脱疾？朕倒不记得国公府有这么大的权力，能指使得动京兆尹、京兆府尹江显。可是正经的科举出身，一贯和勋贵不来往的。苏怀苦笑了声：“皇上钱可通神啊。”谢意倒是起了些兴致：“那小公爷花了多少？”苏怀轻声道：“10万。”谢意笑了声：“10万钱就给他赎了身？”江显这眼界也忒浅了。苏怀轻声道：“不是10万钱，皇上，是10万两白银，汇通钱庄的银票。10万两白银。”谢意敛了脸色。苏怀道：“我带了那位去问的。”江府尹知道是皇上问，吓得什么都招了。10万两白银，确实能通神了。江大人倒也并没敢据为己有，只打算用来填京兆府账上的亏空。已如实上了请罪折子，京兆府这边钱粮一直有亏空，都是前任京兆府尹留下来的亏空，一任拖一任。如今亏空已是大到了10几万两白银之多，因此看到这笔银子，且也不过是拖疾这样的小事，无涉国本，因此江府尹便大着胆子收了。奴才问起，江府尹不敢隐瞒，将银票如实上交给在奴才这里。皇上请看。谢意低垂着眉眼，看了眼那托盘上的银票，伸手拿了起来看了眼，冷笑了声：“他倒是一掷千金，国公府那点俸禄够用。”苏怀道：“皇上，许国公的夫人盛氏，乃是出身闽地的海商巨贾，巨富之家。这位许小公爷一直是挥金如土的。”谢意沉默了一会儿，才又冷笑了声：“早听说闽地南风大盛，难怪这位盛夫人得知儿子断袖，不打不骂，还要款款婉转挽回。10万两白银，已是一省1年税收，如此轻质，未免太过宠溺纵容了。慈母多半儿。”苏怀迟疑了一会儿，笑着解释道：“奴才也留心打听了下这位小公爷的名声，虽说确实吃喝玩乐，挥金如土，但倒也未有什么劣迹，也不曾听说过有欺男霸女、包养戏子继子的恶习。”谢意冷笑了声：“那是他年幼，尚未来得及吧？”那日他不就是见色起意？谢意倏然住了口，显然也觉得自己被人见色起意没什么光彩，便不再提此事，直到江显罚俸半年，限期1年内将亏空给填了。至于这10万两，既然是给朕赎身，这份情朕领了。他将那张轻飘飘的银票拈起，嘴角忽然微微一弯：“朕看这位小公爷，可比朕有钱多了。朕虽富有天下，却也不能一口气拿出这么多现银啊。太后前些日子不还嫌朕不肯修园子吗？”
苏怀微微抬头，陛下确实过于简朴了。这承乾宫和御花园自皇上亲政以来都没有修过了，如今是否修一修？谢意摇头，不过是吃饭睡觉，修来如此堂皇作甚？朕一修，慈圣宫那边自然也要修，上行下效，各亲王勋贵看在眼里，人人都来比个公事华美扩大，苦了百姓。只送去工部那边，将侍郎上次说到的新式海船缺钱，给他送去吧。他将那张银票放回托盘，微一沉吟，朕也不白拿。这小公爷如此铺张奢靡，一掷千金，自然用的都是镇国公夫人盛世的钱。查查看盛世如今可有诰命在身，给个封赠好了。苏怀上次陪着谢意出宫遇到许孙，回来早就查过，如今看皇帝垂询，连忙应答，奴才上次陪侍陛下出宫回来后，就已查过了这晋国公府上的情况。现任晋国公许安陵乃是上一任晋国公许安丰的胞弟，许安丰袭爵后给其夫人请了封，然而没多久生了病去世了，膝下只有一女，这爵位便由其弟许安陵袭了。当时许安陵尚未完婚，因此其妻未曾得封，之后按成婚后理应由晋国公上书请封，但礼部未曾见请封的奏折。谢意抬眼想了下，晋国公府的太夫人是不是尚在？苏怀道：是，晋国公府的老夫人以及前任晋国公许安丰的妻子都是一品诰命，如今还在晋国公府守寡，并未改嫁。谢意笑了声，那就难怪了，许安丰朕还有些印象，读书算是有些出息，也能做些事，许安陵就真的是个酒囊饭袋了。妻以芙蓉，这一位晋国公从未当差，寸功未立，能有什么由头请封？盛世又是商户出身，娘家无人支撑，其夫其子看来都不靠谱。府里还有一个太夫人，一个嫂夫人，两位诰命夫人压着，想来盛世日子也不大好过。就给盛世一个一品诰命吧，10万两换生母，一个一品诰命，也算朕没白拿他钱。苏怀笑道：皇上明察秋毫，小公爷前边还有个庶兄，下边又有好几个庶弟，原配盛世不仅没有诰命，膝下也只有一子，因此大概有些过于娇宠孩子了。谢意抬眼看了他一眼，笑道：看来你倒是对那贪花好色的糊涂小公爷印象不错。苏怀陪侍皇上多年，深得圣心，自然也大胆许多。奴才打听了下，这位小公爷花了10万两白银为贺兰将军托己，却专门和京兆府这边打了招呼，说不必和贺兰将军透露是谁花了钱，只说是朝廷恩典就行。奴才又让人去贺兰将军那边不动声色问了问，贺兰将军果然不知此事，只以为是皇上降恩，且之后小公爷再也没去骚扰过贺兰将军。谢意看了他一眼，苏怀道：出了10万银子，却默默无言，到底是有些侠气在的。皇上啊，奴才当年也是家族获罪，12岁以下男女没入宫业，当时哪怕有人出3两银子，就能将我赎出去。苏怀眼圈微微红了。谢意笑了声：什么侠气？我看是个痴傻的糊涂虫，不知稼穑艰难，既然苏公公这么欣赏他，这封告就让你去搬吧。盛世既然出身巨富，也给你拿点油水的机会。苏怀一怔，连忙满脸堆笑：多谢皇上体恤奴才。这封告原本由礼部下发即可，既蒙皇上恩典，由中官送去赏赐，那就是天子亲赐。这晋国公府若是问起这封赏的理由，谢意笑了：你倒是会替他讨赏，既都给了恩赏，不妨也给个体面，就说盛世深明大义，教子有方。徐小公也捐了10万两白银给工部修船，看他年幼，嘉奖其母，再挑几匹云鹤缎赏赐那许纯便是了。苏怀连忙下拜道：谢皇上隆恩，给奴才这个体面。谢意挥了挥手：下去吧。苏怀连忙弓着身退出了书房，果然先命人去礼部那边传了皇上口谕，把礼部的诰命拿了来，又命人去内库挑了2匹云鹤金缎。
贡品文房4宝1套，蜜蜡手串1对。看着礼部听说是中官亲封，很快命人送了来写好的诰命，便传了马车就要出宫。苏怀去晋国公府，只带了自己的小徒弟叫赵嗣德的，才14岁。赵嗣德一边扶着苏怀上了马车，一边笑道：“这等小事怎劳苏爷爷亲自去？小的们跑一次，领了赏来进阶给爷爷。”苏怀笑了声：“你们懂什么？这一桩事我一定得亲自去。”赵嗣德不解，闻说晋国公府上一代不如一代，甚至后手不接，便卖了好些祖产后，不得不和商贾结亲帮补，怎地爷爷如此看重？苏怀道：“等你们懂的时候，你们就能出师了，我也好出去养老了。”赵嗣德满脸笑道：“苏爷爷那是皇上跟前1等1的得意人儿，皇上哪能离了您呢？今儿我看您在皇上跟前回视出来，仿佛是哭过，想是陛下又有恩典。”苏怀道：“你们不懂，皇上就喜欢那等心软又重情的人。譬如这位晋国公夫人，虽说宠子无度，妙就妙在这溺爱无度上。”苏怀收住了话头，再说下去可就要说到范太后身上去了。那一位代皇上哪里有什么母子情分？再看这一位晋国公夫人，明明知道儿子好难封，偏还放下身段，请人如此委婉行事，这爱子之心全啊！皇上面上虽也斥慈母多半，却仍是赏这位晋国公夫人诰命，这才是圣心如渊呢。苏怀意犹未尽道：“你们要在皇上跟前能站定久，只记着一条：重情分，念旧情。”赵嗣德道：“啊，您从前不是总说要忠心义气吗？”苏怀摇了摇头：“忠心义气，那是咱们做奴才做臣子的本分，要比这本分做得更好一些，那就得加点重感情。但咱们也就是奴才，这分寸得拿捏好喽。”他摸了摸手腕上的佛珠道：“还记得年初京兆府有一桩忤逆案上到刑部复核吗？一个秀才因为护着怀孕的媳妇儿，顶撞了母亲几句，母亲大怒，便到官府告儿子忤逆不孝，忤逆是10恶大罪。官府这边你夺了书生秀才的功名，流放3000里。到了刑部复核过了，那秀才自己供认不讳。然而刑部上奏到皇上这边，皇上看了，却命京兆府重审，提了那怀孕的儿媳妇私审，那媳妇儿才大哭，说是婆婆不慈，与邻居官夫通奸，诬告儿子想要独占家财，而儿子仁孝忠厚，不忍揭发母亲丑事。两边细审，再把那邻居奸夫叫来审了，2下都招了。街坊邻居知道他们首尾的不少，但按说儿媳妇出手告婆婆也是不孝，因此刑部那边当实意的是婆婆通奸罪，儿子功名可保，忤逆罪可免，但儿媳妇干民犯意，按律判杖100，休出夫家。那书生却不肯休妻，要求以身代账，不要功名，只求与发妻相守。儿媳妇也上书自请下堂，只求保住丈夫的功名。此判到了皇上跟前，皇上却只说为母不慈，诬告儿子，此为一绝。判那母亲，则其100杖，成其诬告之罪，既不能守，赐其一绝离宗，改嫁那奸夫，家产留给书生继承，赦了书生和妻子的罪。你们说皇上是不是个重情之人？赵嗣德笑道：“这案子我也听说了，我就是不明白，那母亲如此恶毒不慈，又犯了通奸之罪，为何皇上却仍留了她一条命，让她改嫁？”苏怀道：“你这就不知了，若是按通奸论罪，那婆婆通奸罪是要处死的，逼死生母，儿媳妇和儿子身上可就真的蒙上不孝不义之名了。那婆婆本就是寡妇，你也知道皇上是极不赞同寡妇守寡的，既然守不住，索性改嫁了，既是改嫁出去，从了别姓，那就不能再对本宗儿子指手画脚了，如此才好4角俱全，周全儿子儿媳不至于蒙上不孝之名。至于那诬告之罪，打上100板子，
也算罚罪相当。赵四德点头道：“原来是这般，读书人那些弯弯绕可真多。皇上要保2个人，还得考虑这么多。”苏怀一笑：“咱们这位皇上看重的是人情，可不是那些读书读呆了的人。这案子判下来，京里谁不说咱们皇上英明呢？”正说话着，外面护卫们禀报：“晋国公府到了。”晋国公府，许纯正陪在祖母身边。这位太夫人娘家姓王，出身江左氏族王氏的偏支嫡女，其实门第凋零，但一向很以自家文气门风自诩，规矩礼节上要求十分严格，但对许纯倒是一向十分宠溺。这时太夫人却正教训着下面站着伺候的二媳妇盛世，早就说了要给纯哥房里放几个干净放心、知根知底的丫头，待到结婚了再打发出去，这才是咱们世家大族的公子们的教养。你只管阳奉阴违，一直不肯听我的，如今纯哥天天不着家往外跑，我就知道你不过是仗着自己嫁妆丰厚，就一心想着拿捏着。你出去打听打听，满京城里哪个贵家公子18岁了，房里还没安排人呢？盛世低垂着睫毛，媳妇不敢。许纯插嘴道：“祖母，是我不要，我嫌吵。阿爹房里人倒是多了，阿爹不也天天往外跑？”太夫人嗔怪他道：“没规矩，我和你母亲说话，你倒插嘴，你学你爹那没出息的样儿做什么？心疼你娘，那就老实待在家里读书，天天的往外跑着，人影都不见。我给你挑了2个干净知根底的丫头，今儿你就领回去，不许再胡闹了。”许纯看了眼下面木着脸一声不说的母亲，道：“谢祖母赏赐。大哥哥没有吗？”太夫人拍着他手疼爱道：“你是什么身份？他是什么身份？祖母疼你才给你安排。姑哥那边让你母亲看着安排便是了，宫中紧张，倒也没有拿嫡母的私房钱给庶子安排通房丫头的，能替他请先生读书，已是尽了嫡母的心了。待他自己挣了功名，有了俸禄，爱几个丫头就几个丫头，将来议一门亲事也就完了。”话音才落，外边丫鬟一边打帘子一边笑道：“大夫人和几位姑娘都过来了，大爷三爷也过来了。”太夫人连忙笑道：“快进来，都喜欢踩着点过来请安。”一个声音先传了进来：“母亲是来接我和相公了，祖母可不许怪我们来迟。”帘子掀了起来，一个穿着紫绫缎金比甲的年轻妇人挽着大夫人走了进来，后面跟着2个少年公子和2个姑娘，都还年少。太夫人已先笑了：“葵丫头原来是今日归宁，倒是我记差了日子，姑爷一起来了吧？正好有极好的螃蟹，让你叔叔陪着姑爷尝尝，咱们娘几个也亲热亲热。”许纯看到许葵进来，嘴巴微微撇了撇。许葵没出嫁之前和许纯也不和，仍然是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走过来就依偎在太夫人身边，撒娇起来：“就知道祖母疼我，我可想吃蟹黄包了。母亲非要说那个太过寒凉，不让吃。”大夫人白氏一贯寡言少语，面容清冷，只是淡淡看了许葵一眼。太夫人笑着道：“你娘是为你好。”他看了眼屋里的姑娘们都在，没好说什么，但仍是不动声色看了看许葵的小肚子，看起来仍然没有消息，这都嫁过去快满1年了。许葵却一贯肆无忌惮，可不管屋里还有未嫁的姐妹和几位弟弟，直接道：“之前为着韩家要守孝，拖了3年才完婚，他们理亏在先，婆婆哪敢说一句话？再说了，婆婆日日只说让相公用心读书，准备明年春闱。这没消息，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白夫人冷斥道：“姐妹兄弟们都在，看你出嫁了还这么口无忌惮的。”太夫人笑道：“葵丫头烂漫天性不改，说明在那边没受气。你也安安心，别太着急了，咱们好歹也是开国贵勋人家的姑娘，总有一份体面尊贵在，专心春闱是对的。姑爷若是明年春闱金榜题名，迟早封妻印子，给咱们葵丫头
也正个诰命。许奎笑了声，脸上倒是真的畅怀了些，看了眼下面默默站着不说话的许姑，笑道：“大弟弟明年也要春闱了吧？正好今日你姐夫过来，一会儿你可和他交流交流。”屋里三个堂弟，他仿佛视而不见许纯和许伟，也仿佛没看到算是他长辈的盛世一般，只和许姑说话。许姑脸上冰霜一样冷漠的面容微微缓和了些，站起来鞠躬道：“多谢大姐姐照拂。”许纯在一旁心里难受，太夫人在一旁拍了拍他的手，笑道：“说的也对，几位哥儿都出去和你们的爹配课吧。大姑爷可是京里有名的学问好，你们都多和他请教请教。”许奎轻笑了声，声音很是不屑：“姑哥儿还罢了，另外两个连童子试也没过吧？倒让我们家二爷能和他们说个什么呢？论诗文，怕不是笑话。真是白瞎，咱们府上请了贾先生这样的大儒，我听说贾先生原本想要请辞，要不是还有姑哥儿考上了举人，总算没辞了那西席。”许纯起身抬脚就走，一声不吭。许奎冷笑了声，许姑和许伟连忙往上行了个礼，匆匆跟着许纯走了出去。太夫人嗔许奎道：“奎丫头难得回来，也不和纯哥儿好好叙叙感情。纯哥儿是你正经兄弟，将来继承爵位的，你倒去抬举提拔庶弟弟，也不和你正经兄弟和缓关系。”许奎脸带轻蔑看了眼仍然木着一张脸的盛夫人，依我看，二婶婶倒不如指望姑哥儿来日考了科举，作为嫡母还能挣个诰封，指望二弟那还是算了吧。我听说他如今流连花柳之地，出入幽灵戏园，年纪轻轻，倒是子承父业，两父子荒唐的名声，满京城哪家不知？便是我在韩家说起二叔和二弟，那是真的一点脸面没有。都说女子在夫家，娘家就是自己的脸面。可惜二叔二弟，他轻蔑笑了声，白氏斥道：“长辈也是你能指摘的？”许奎委屈，眼圈一红，看向太夫人、祖母。太夫人脸上也有些尴尬，却只能迁怒在盛世身上。俗话说娶妻娶贤，你既不能好生劝说国公爷，又不好好教养纯根儿，好好的一个开国贵勋，如今这般，眼看着国公府一日不如一日，也不知什么时候这世袭罔替的爵位就丢了，我拿什么脸面去见老国公？他说着眼圈也红了。白夫人和许奎便上前劝解，只有盛世仍然木着脸不说话。两位留着的二小姐、三小姐看着嫡母被指摘，却也不敢劝，只是木着脸低垂着眼睫毛。却忽然外面一阵骚动，过了一会儿，太夫人身旁的丫鬟进来匆匆禀报，外面公爷让人进来通报，请太夫人、大夫人、二夫人都带了女眷们赶紧换了衣服出去，说是宫里有中官带了敕令来。正开了大门，百香案呢？太夫人愣了，连忙站起来道：“中官来了，可有说是送什么告书？迁改职务、追赠先祖，又或者是贬斥罪行？”他不由自主道：“若是爵位有变，或是追赠、告封，何该是礼部派人来才对？怎地是中官？”白夫人显然也想到此处，不由自主道：“中官一般都是带军教训传话，难道是国公爷让御史给参了？”太夫人脸色微变，难道是老二太过荒唐了？真的有什么劣迹，被人捅到御前告状了？他狠狠瞪了眼盛世，忍不住迁怒道：“你不好好相夫教子，迟早要给府里惹祸。”他手腕微微发抖，却也知道再问越发府上下全都人心惶惶，连忙起身命人快换了我的诰命符来。一边却又心神不宁，又接连问了一串话。府里已多时不接告旨了，恐怕老二不知道规矩。安排下给传旨的中官打点没？知道是内廷哪一个衙门的内官吗？可万万不要失礼了。还有府里的公子们都安排了没？白夫人连忙道：“我这边让人安排打点，只不知来的是司礼监的哪位公公，可有带侍卫过来？”丫鬟回话：“是公爷身边的冯先生让人传话进来的，
说来的是司礼监的掌印公公苏怀大人，只带了几位小内监乘马车来的，挑了东西来的，看着像是赏呢。几位小公子都现正陪着公爷，在陪着那位内官大人说话，只说看来面色还好，笑意盈盈的。国公爷给他介绍家里的几位公子，也很和蔼，应该是好事。太夫人先是一惊，之后又心里稍微稳了些，但还是道：苏掌印，那可是皇上身边人，哪能那么容易给你们看出来心里想什么呢？只是若是赏，想来是例行给功勋大臣的赏赐，今日不年不节的，大概是皇上一时兴起。从前年节赏赐大多都是打发些小内侍过来，怎么今儿是他亲自来了？他一边推白夫人，你赶紧去换了诰命符，这边老两家的伺候就行了。一抬眼看到盛世，又有些没好气，账房那边恐怕拿不出多少钱来。我记得苏怀祖籍是江南的，一般东西入不了他的眼。上次看到你那里有一座珍珠琉璃瓶，式样新奇，尚且拿得出手，且让人封了，一会儿无论好歹，让人封给他带回去。盛世低眉顺眼应了，这些年他但凡头上身上插戴，屋里摆设略有些拿得出手的，都被太夫人以这种借口拿走。那琉璃瓶还是店里送进来给他看式样的，没几日，这又被惦记上了。但如今内侍上门，不知是福是祸，他又惦记着已到前面的儿子，因此也不计较这个。一阵忙乱后，太夫人终于带着国公府上的女眷都出去了，却看到大堂上已摆下了香案，一侧一位紫衣的公公站在那里，笑盈盈，一手正拉着许纯的手，笑着说话：国公也不必过多苛责小公爷，小公爷迟早要继承爵位的，倒也不必和别家子弟一般，非要去国子监那里挣前程。我看小公爷生有虎目，光彩有神，英气超群，好一个将门虎子，来日定然前程远大。许纯满脸通红，正浑身不自在，历来这种场合，许姑才是那个被郑国公和来宾重点夸耀的对象，且因着他眸色浅淡偏黄，与寻常人不大一样，就连太夫人都为此闲话时问过盛世，是否先祖有一人血统，这还第一次有人夸他一双虎目，前程远大。郑国公许安林正是心里战战兢兢之时，哪里敢说什么，连忙奉承，原来苏公公还善相学，如此说来，下官就放心了。他明明是一等国公，偏偏却对苏怀一脸谄媚之色，卑躬屈膝自称下官。苏怀呵呵一笑，拍了拍许纯的手，看到太夫人上来了，笑着道：老太君，国公夫人也到了，既如此，且先宣旨。他站了起来，上大厅面朝南面，众人忙不迭的都依着辈分排队跪下。苏怀捧了诰命骈4历6地，慢悠悠读起来。而辅国公许安林之妻盛世，秉性柔佳，持恭端谨，温公有克，殊甚其仪，相服以礼，教子有成，兹以秦恩封尔为一等国夫人。于系被相服之端严，在一片安静中，苏怀读完了告封的旨意，含笑对着郑国公道：恭喜国公，恭喜盛夫人，接旨吧。府上一片喜气洋洋，鼓乐喧天，鞭炮声声。内堂上太夫人面色虽然也笑着，却时不时看一眼盛世。自从诰命宣了以后，太夫人就让人给盛世设了座，笑着道：既是得了皇上恩典，今天就是你的大日子了，自然是要贺一贺的，何府上下且赏起来。只是这诰命来的突然，却不知是如何来的。盛世虽也错愕，但却也不知，只是摇头道：儿媳不知。白氏笑道：这告封是要请的，想来是公爷给弟妹请的封。盛世面上却无喜色，他接了旨，心里也猜测是不是丈夫请的封。突然请封，是又有什么天大的事要求自己？他心中惊疑不定，看了眼坐在下手的几个小辈。许姑正坐在那里，面色一派沉稳，斯文如玉。许纯坐在旁边，看起来也是心神不宁。
难道是要为这个庶子谋前程，所以先给自己点甜头？盛世心中猜测不休，但如今许姑已得了举人功名，若需要自己，难道是婚姻了？难道是要自己出许姑的聘礼？但许安林一贯没脑子，只会一味贪花好色，这事情若是太夫人都不知道，那就确实不解了。若只是出些银子也还罢了，就怕想要谋更多。太夫人看了眼白氏道：这么大事，老二怎么没和我禀报？咱们府上也有2个诰命，如今又没有什么功劳，贸然请封，极易招祸。你从商贾出身，不知道经理规矩，请封总得选个好时机，或是皇家有喜事，或是府里有些建树得了皇上的眼，这时候请封才是稳妥。你本就是国公夫人，诰命是迟早的事情。原本我已打算好了，明年孙根入围，若是侥幸得了名次，正好以此为由替嫡母请封，最妥当不过。你们如何按捺不住？他面上已罩了冷霜，盛世确实早已知道这个婆婆总是要拿捏自己的。这个诰封被压了多年，总说要选好时机，一拖了19年，他早已不放在心上。如今虽然得了诰封，婆婆少不得还要拿捏1、2，省得以后使唤不动自己这个媳妇。他木着脸道：母亲教训的很是，只是这诰封究竟谁请的，媳妇确实不知，国公爷并未说过此事。白氏笑了声，想来是二弟心疼弟妹，自作主张了。论理弟妹嫁入国公府也19年了，操持家务，服侍母亲，相夫教子，请个诰封员也是应当的，只是不该不禀过母亲便请封。弟妹毕竟商户人家出身，不知道勋贵失礼人家，最是看重这里的。虽说母亲慈爱，自然不会和那等乡野妇人一般，动不动去官府告忤逆，但这诬告高堂，便越过母亲为妻子请封，到底在孝行上有亏，哪里瞒得过经理的人家？弟妹是拿了一品诰命了，却只会害了姑哥和纯哥，尤其是姑哥，明年便要入围了，若是被御史知道，参上一本，轻则考上了也被处落，重则甚至连诰封也会被回收的。许奎捂着嘴惊道：母亲说的难道是乾道年间那个新科状元因忤逆被褫夺功名的事？太夫人冷笑了声：本朝以孝治天下，你们年轻人哪里知道厉害，只贪图那名头好听，却不知道咱们这等人家每走一步，那都是要仔细筹谬的。他揉着心口，仿佛被气得不行，去请国公爷进来，我还在呢，就已没把老母亲放在眼里，日日吃喝玩乐不提，如今连诰封也当成寻常玩意儿来讨媳妇欢心了，祖宗传下来的爵位，迟早要坏在他手里。他动了大气，盛世只好站了起来，默默无言。嫡母起身，许姑、许纯以及许薇、许荣2个庶女也只能站了起来听训，却也都不说话。许纯倒是知道自己父亲糊涂混账，却又事事都听祖母的，倒不至于会做出自作主张为母亲请诰封的事，但他也知道，但凡祖母教训母亲时，自己辩解1、2，祖母只会更生气，罚母亲更重，只能忍着看到底是怎么来的诰封。太夫人正一叠声叫人去请郑国公时，郑国公许安陵恰好就从外边走了进来，他亲自去送了苏怀出去，回来便听到下仆传话说太夫人急着见他，他也正有事要说，便连忙进了来。太夫人一见他便厉声喝道：我还没死呢，你就瞒着我向朝廷请诰封？许安陵一懵，儿子不敢，不是儿子请的封啊。太夫人满腹怨言被堵了回去，不是你是谁？许安陵脸上又带了些骄傲，刚刚我也奇怪，送苏公公出去的时候，看苏公公和气的紧，这才悄悄问了。苏公公说啊，这是嘉赏盛世教子有方的。太夫人心中一喜，看向许姑，难道是姑哥才名的显？许安陵连忙摇头，非也非也，是纯哥，据说是知道工部那边造船银钱不够，
主动捐了10万两白银给工部造船。皇上知道了，十分嘉许纯根忠义之心，便给了盛世一个诰封。满堂寂静，都看向了许纯。许纯听到10万两白银，也是脑筋一猛。许奎已吃惊道：“纯根有这么多钱？”许安林尚且未决，也是有些酸溜溜道：“可是我也是说，纯根手也太散漫了。当然，忠心是忠心的，为朝廷做事嘛。但是10万两白银，这是皇上知道了呢。若是皇上不知道呢，岂不白捐了？”也没和家里商量商量。许纯心里已知道，定是那天那个孤高如鹤的男子替他捐的。他明明是替他赎身，他不要，却替他辗转捐了出去，换了母亲的荣封。他胸口一阵翻腾，酸涩中又带了一丝甜。他看不上我，10万两白银说不要就不要，但是又为我考虑至此。太夫人看他只是呆愣愣的，脸上倒是慈爱嗔道：“原来是纯根大了，知道报效朝廷了。只是适才听我教训你母亲，怎地也不说，倒让你母亲白白受了委屈。你哪里弄去那么多银子捐？”许纯这才回神过来，勉强笑道：“百善孝为先，祖母教训母亲，做儿子的自然也是有不是，怎敢说个不字？适才不说，实是孙子也不知道母亲的诰封是为着这一桩事。这时是误打误撞了。原是前些日子柳生介绍了位兄台与我认识，那位兄台为人轩昂，十分高洁，我想要结交，听说他最近办差，正需一笔银子解困，可巧手里有着从前外公给的10万两银子，在洪昌钱庄的刚好到了期，便给了他扶忧解困，却并不知原来这位兄台办的差事却是为朝廷造船，阴差阳错让母亲得了诰封，实在是喜事。许安林一击掌：“岳丈实在是太宠你了些，你这位兄弟看来是为朝廷办差造船的了，却不知是哪家子弟。我们正好结交，感谢一二。”许纯脸上一滞，结结巴巴道：“这位兄台性情高洁孤傲，不喜应酬。”许姑难得的开口道：“父亲不要着急，10万两白银，这位高人一文不贪，都捐给了朝廷造船，又给母亲谋了诰封作为报答，想来确实是性情高洁之人。如今急着结交，过于热络，恐怕捣落了俗套，不妨之后办个文会诗会，秦二弟请了他来，徐徐图之，慢慢结交为好。”太夫人接口道：“不错，只看御前苏公公如此热情，此人定然手眼通天，不可上赶着，倒惹恼了他。我们徐徐图之。”许安林一贯听太夫人的话，便道：“好，那就以后再说。再说，柳生居然能认识这样的人脉，看不出，看不出啊。”许姑道：“只怕不是柳生寻到的，是别人知道二弟手里有钱，柳生不过是牵线搭桥的罢了。”许安林搓着手道：“是啊，10万两。”他舔了舔嘴唇，看了眼盛世，实在太多了些。岳丈怎么把这许多钱给小孩子拿着？他又没心没肺对许纯道：“纯根既然手里如此宽裕，正好为父最近修了园子，手头紧，不若也挪给为父几万两。”许纯笑道：“父亲开口，原不敢辞。只是儿子确实手里也只有这10万两，是外祖父陆陆续续这些年给的，孩儿没用，都存着，利滚利出来的。原是看着那位兄台为人实在高洁，这才仗义疏财了一回。如今看来，能换母亲的诰封，这10万也很值了。旁人若是想找这门路，还未必能找到呢。”“值个屁！”一时在场的所有人看着许纯满不在乎天真的神情，全都心里暗骂：10万两白银，一个板上钉钉的诰封而已。论李国公夫人，原本就该有一品诰封，没有请封，只是因为许安林成爵太过突然，没有成婚之后，太夫人故意压着没有请封，只要请封，迟早的事，就白白花了10万两白银换这个。10万两，若是运营得当，搭上苏怀公公这条线，
明明可以换更多的人情，更多的东西。太夫人一时心里十分懊悔，又瞪了眼盛世，只觉得果然是商户人家出身，教导的孩子眼皮子也如此的浅。他心下十分不舍，但面上却仍只能忍着心疼道，纯根也是一片孝心，既搭了这样有用的线，可就得好好把握住了，不可断了交，有机会便把孤根也带上。毕竟立刻便要入围了，来日为官也是极好的人脉。他一眼看到许奎殷切看着他，便也补上，还有韩家姑爷，你大姐姐也不是外人，你须得知道，咱们一家人同舟共济。太夫人絮叨了一回，露出了疲倦之色，便命盛世带领小辈们都出去了，只留下了白夫人仍伺候着太夫人躺下。太夫人斜靠在大银枕上，满脸疲惫，你也回去歇着吧，今天真是累到了。白夫人看着太夫人的脸色带了些紧张，母亲还真的信了纯根一个人能做这样的主。10万两白银，哪家富豪能让不懂事的孩子拿那么多钱？太夫人淡淡道，盛家就是那么有钱，海上巨贾，不然你以为我当初怎么巴巴的为老二求娶？当初老太爷被人嫁祸，上百万的大窟窿填不上，不是我出主意给老二娶了盛世来嫁，如今早已破落户了，一个将来能成爵的亲外孙，那边自然当宝贝疙瘩疼着。10万两算什么？我听说盛家在京里的银庄，纯根一直能凭硬性支取银子，和他们家的少爷一样奋力的。白夫人心下酸道，是媳妇眼皮子浅了，只是可惜，早知道有这般好的路子，若是换上别的什么，譬如户部那边的盐铁茶专营的条子，转手便能卖出去，又或者在工部谋个实在差，老两家的就为了这告封，白贴了这10万两。太夫人道，眼光放远点，盛家那边为了这个爵位，还能出更多钱，这应当不是老二媳妇的主意，莫说他，便是你我，也找不到这样的路子。捐钱就能搭上皇上跟前掌印公公的线，哪有这般好事呢？应当就是孤根那边说的，不是纯根运气好撞上的，是别人惦记上了他的钱，这才牵线来的。想来到底没好意思白拿银子，才给了个告封，一丝一丝，大概也是露一手，等着后边的，这是得长着。纯根到底养的天真了些，倒是孤根看得明白，且先结交着吧。白夫人迟疑了一会儿，那这过继的事，太夫人皱了皱眉，你急什么？由我长着。你也看到了，程家钱多着呢，商贾之家，利益为先，要不是个爵位在这里吊着，哪里肯大把银子送国公府里使？你们这些年吃的穿的，哪样不是这上头来？若是现在就急着把孤根过继给你，那不得正经分家。分出去了，你们吃什么？就算孤根能考上进士，得了官，那也不过是6、7品的小官，还得多少年搓磨历练呢？没有母子名分，老二媳妇怎么可能还出钱帮扶？此事还得慢谋。你不要急，自有我替你做主。这边盛世却先找了心腹老家人民换盛安的问，世子那10万两白银是不是给了贺兰公子帮忙捐的？你不是说贺兰公子回话说你领了差事去边疆了吗？盛安连忙答话，贺兰公子确实这么回话的，说之前欠了盛家的情，以后再找机会还。劝说小世子这事因着另有要事办不了了，还请夫人见谅。前日我还按夫人的指示给贺兰公子送了诚意呢。盛世道，世子捐给工部那10万两银子的事哪里对的？盛安回道，世子在咱们家的银庄柜面上开的银票，没说用来做什么。前些日子确实是工部那边派人来对，说是先提1万两银子走，都足额对了。盛世想了下，吩咐你去把世子身边的春熙叫来，莫要惊动了世子。盛安立刻出去，不多时，果然把许纯身边的小厮春熙叫了过来。春熙已16岁，人机灵老实，也是盛家的世仆。
家人都跟着船出海的，他上来便拜见盛世夫人。盛世便问他，世子那10万两银子是经了谁手捐工部的？春熙满脸茫然，工部不曾见，世子是在咱们荣庆堂提了10万两银子，但是他亲自送去了京兆府那里，说是要给贺兰公子赎身脱籍的。盛世料不到问出来这么一句，定了定神问道，他见过贺兰公子了？春熙道，是呢，去了船上，并没让小的上船，小的只在岸上牵马伺候等着的，回来那天看世子面色不好，我还问世子是不是没看上，世子脸色很难看，还笑了声说，是人家看不上我，我算什么呢？不过一纨绔蠢物罢了。春熙又道，世子那天似乎很受打击，唉声叹气了几天，也不去吃酒听曲了，也不玩斗鸡打球了，在家倒是发奋翻了几天书，后来又说自己不是那看书的料，又丢开手了。夫人也知道，世子想来想一出是一出，那天命小的去找柳生大爷那边攒了个局，好像请了京兆尹府那边的书办吃饭，打听如何给贺兰公子脱籍。听说因着是犯官之后很难脱籍的，但那书办就给世子指了一条路子，说只要能说动了府尹大人那就行，说是府尹大人如今正为京兆府的钱粮亏空发愁，若是能替大人分忧，脱籍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世子后来果然去荣庆堂取了10万两银票，让小的辗转送给那姓马的书办了。盛世这下明白了，想来贺兰公子知道了此事，又不好推这银子，他到底是名将之后，经理想必还是有路子，便替世子捐了这银子，又替我讨了这告封。春熙直愣愣的，盛安连忙宽慰道，世子若是知道10万两就能给夫人讨个告封，定然也不会心疼这10万两的。盛世面上微微带了些惆怅，没说话，只吩咐春熙道，回去伺候世子，不要和他说我问过你，只当我不知道这事。春熙老实应了下去了。盛安看着盛世脸色道，不管如何，世子仗义，也算是孝敬了夫人，夫人也就当世子孝心，和世子缓一缓关系。盛世微微摇了摇头，知道，不必，你管好，莫要让他知道，我知道了。和荣庆堂那边说，这10万两由我垫上，另外再支2万两银票，命人送去边疆给贺兰公子，祝他前程远大。盛安心下微叹，但仍是拱手应了，又问盛世，夫人得了诰命，实是大喜事，我已命铺子上下都赏1月月银了，可是也要遣人回去告诉太公大老爷才是。盛世微微一笑，阿爹若是知道这是纯哥孝敬我的，不知道有多高兴，你派个伶俐人儿回去报喜吧。盛安笑道，太公和大老爷一贯宠世子的，这一说怕是又要给世子塞银子了，就怕国公那边又惦记上了。盛世道，他们是拿纯哥当自家子弟爱着，纯哥其实心里有数着呢。今天国公找他要银子修园子，他直接当着太夫人的面就推了。其实纯哥用度是很知道分寸的，比起他几个表哥来，他可算是俭省的不得了了。盛安笑道，那倒是，这也是经理风气保守，世子不敢太铺张了，免得招了人眼。盛世又问，哥儿回房了吗？盛安笑了声，夫人是知道世子的，我听说那院老太太赐下了2个丫头，正等着给您问安。世子回院子看了眼，看到多了2个丫头，拿了几件衣服，抬脚又出去了。跟着伺候的家人已回话了，说没去别的地方，只在竹枝坊那边留着呢。世子如今也没去那些风流之地了，只在竹枝坊那里。有时候画几笔，不过应该就是无聊。都说人闲生事，夫人不若带他在身边，哪怕教他经营铺子，盛世满面疲惫，挥了挥手，不要再提此事。商贾之事，经理高门都视为下流。世子将来是要继承爵位的，我带他行商贾之事，他以后没法在人前立足。老夫人和国公爷那边也敷衍不过去，便是世子自己
也未必乐意学这些。罢了，索性如今无论如何，总能保他一世吃穿不愁。他开开心心的也就好了。盛安到底是盛氏的心腹掌柜，不比他人，仍是低声规劝道：“哥儿还年轻，总要慢慢教养。老太太尚且知道安排几个丫头，不若咱们在盛家挑个庶女，盛世白首，不必如此。国公府还不是我做主，何必让家里女孩来白给人糟践？嫌我受的气还不够。”他眼圈忽然一红，不知为何心里酸楚。许是今日竟然得了儿子孝敬的诰命，哪怕是阴差阳错，他心中也不免有些感慨。虽则平日里性格刚强，此刻竟也有些哽咽。再说哥儿如今这般没个定性，也不知他忽然找难关，是不是真的忽然好起南风了？如果这般，岂不是对不起家里的哥哥弟弟们，让个好姑娘来守活寡？且再熬熬，等到哥儿成决定性了，也就好了。盛安不敢再劝，只能拱手下去。许纯走到了竹之坊这边的房子，这边他为着在外边玩乐痛快，悄悄用自己的钱置办了一处房子，胡同极深，房舍精洁，明窗净几，花烛萧疏，他自己亲自指点着下仆，收拾的极称意。养了一房家人在这里伺候着，因着怕老太太和父亲那边说，都瞒着，这处地方连柳生也不曾告知，只几个跟着的小厮和护卫知道。有时候在外边喝酒晚了，或是心里不痛快了，便让小厮那边国公府那边就说去国子监读书了，在国子监这边又说家里有事，两头骗着自己一个人留在这里清静几日。但他倒也知道这是必瞒不过母亲，毕竟用的是盛家这边的世仆。这房子买下后，胡同左右邻着的房子立刻也被买了下来。平日里他过来，跟着他的护卫们便去了那里住着。他知道那必是母亲的吩咐，也没有说破。自己在旁人眼里是肥羊无疑，因此护卫跟得紧也是应该的。在闽州那边的几个表哥进出那更是护卫成群，浩浩荡荡。如今他身边已是低调多了，只平日跟着4个小厮全都是盛家训练好了送过来给他使唤的。他进了院门，看门的盛老六上来牵马笑道：“少爷今儿怎地过来了？不是说公府今日有宴？”因着在这边是隐名住着，这边的家人只称呼他少爷。许纯闷闷将马鞭扔给他，烫点黄酒来，让六婆炒几个小菜。今儿宴席压根没吃饱。盛老六连忙道：“正好昨儿发了海参，做个葱烧海参吧。还有海货行那边送来的富鱼，我看够大，一头的就留着了。可巧少爷过来了，用玉米和鸡汁、豆腐煨上如何？再炒个清炒豌豆尖儿，春酒炒河虾，烫个肉燕。”许纯漫不经心，让六婆看着做就行了。六婆手艺好，怎么做都比咱家那宴席上的好吃。盛老六扑哧笑了：“镇国公府上那些是仆，我可听夏朝说过了，银钱过手必要开油，吃的比主子们还好呢。他们几个跟着您，可没少被他们讹的，据说连叫个门都要赛钱。幸好少爷如今在外边住得多，不然他们的月钱只怕都不够填那些奸猾奴才的。”许纯忍不住也笑了，夏朝还是这么管不住嘴，小心被老太太听到又罚。上次他跟着我陪祖母去上香，你不知道他可有多粗狭。当时祖母和大姐姐正说话，大姐姐拿了一盒珠子给祖母，说是姐夫买给她打首饰的。因着老太太身边的巧合最擅长穿珠子，就想让巧合帮忙穿个璎珞。祖母只打开了那匣子看着，结果你猜，夏朝嘴一秃噜就说：“这珍珠这么小，何必费那劲穿孔？在咱们闽州这么小的珠子，都是用来磨粉入药或者做妆粉的。”大姐姐当时气了个倒仰，差点就要掌他嘴。我陪了半天，小心只说他年纪小没规矩，最后到底拿了一顶金攒珠花冠来陪了大姐姐，才算替他免了那皮肉苦。从此后，我和祖母一起，再不敢带他的，省得又白白送出去多少东西。盛老六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掌故，
忍不住也哈哈大笑起来。那米珠在京城也还挺贵的，只是在我们那边确实不值钱，这小子是欠收拾。在本家那边，老太爷也是嫌他太淘气了，还想再养几年教他规矩。只是这小子天生一个狗鼻子，吃食有什么不对的都能闻出来，跟在您身边夫人才踏实放心，这才放了他出来。少爷只管好好管教他，别只纵着他。少爷先进屋里换个家常衣裳吧，这天闷热的，恐怕是要下雨了。饭菜做好了，就去请您。许纯微一点头，果然也径直进了屋去，将身上那会客的大衣裳都脱了，换了深白皱纱衣，浅青色竹布罩衣，果然听到外边霹雳一声雷，然后屋上的瓦片啪啪啪的一阵急响，下起了雨来。这雨来的又急又密，他从琉璃窗看出去，看到才片刻功夫，雨渐已密密麻麻落下，窗外的竹叶被密雨打得不断摇晃着。他这房舍后院却是2层的小楼，外边临着玉湖，下雨的时候在楼上游廊看景吹风，极爽快的。他正是心头抑郁不快之时，看下得雨来，索性走上了2楼游廊，看那铜风铃在风中被打得叮铃直响，远处玉湖果然白茫茫一片，水面上涟漪水花无数，被沉重的雨点打得腾起了水雾来。更远处的荷花荷叶更是被风吹得翻覆摇晃。他凭栏只看着雨景，想着那贺兰公子风致洒然，容止优雅，皎皎然如天上月，皑皑然如山巅雪，也不肯受自己的帮忙，转手却又帮了自己一个大忙，解决了母亲这么多年未封告的问题。自己身为人子，日日只知寻欢作乐，未能替母分忧，贺兰公子看不上自己，那简直是太正常了。一时之间自惭形秽，又觉得懊恼，偏又还想着贺兰公子如此帮自己母亲，是否对自己也有些好感，但自己如何能再见他一面呢？他必不肯再见自己，他嫌自己脏，正心乱如麻。自暴自弃时，雨声中忽然传来一阵马蹄声，蹄音极密，四怒雷突起，中间还夹杂着马嘶声。想不到这样大雨，路上还有行人。他放眼望去，却看到三骑正往这里风驰电掣奔过来。他这小楼院子院墙外正是一条小路，因着临着玉湖边的林子，平日里人迹罕至，没想到却有人骑马从这儿走，想来是想要抄近路，但却不知道这条路的尽头乃是玉园，却是有御林军把守，不让人进去的。他盯着那为首的男子，虽在大雨中穿行，一身黑袍已尽数被打湿，却身姿挺立如枪，威如山岳。他骑着一匹通身漆黑及神骏的马，银顶雪蹄，脚若游龙，身后跟着2人，也都极彪悍，腰间都配着剑，骑着的马虽也矫健，却只是赤色毛皮，看着像是护卫。疏忽之间，那三骑已驰近，前面那人面目渐渐清晰，眉目冷峻，鼻高唇薄，许纯的心忽然砰砰跳了起来。说时迟，那时快，也就是一刹那的功夫，许纯已扑在了栏杆上，向下叫了声贺兰公子。急奔的骏马被勒住了，马上的青年微微抬头看向他，斗笠下双眸似电。后面2骑也勒住了马，跟在青年后，都看向了许纯。大雨滂沱，许纯怕对方听不清楚声音，大喊道：进来避避雨吧，这条路走不通的。青年看着许纯没说话，但也没走。许纯连忙急奔下楼，穿过游廊，跑到园子后门前，将门栓拉开，后门打开，在屋檐下看着不远处3人。雨声急切，雨大，进来避避雨再走吧。我没骗您，这条路走下去会被御林军拦住的，走不通的。谢意眸光微闪，翻身下马，2个护卫连忙也下马，牵着他的马，一个抖开一把油纸伞撑在他头上。谢意走到门前，他身上披的玄色大氅带着雨气，雨点打得油纸伞噗噗的响，许纯几乎不敢直视那如霜似雪射人的容颜，垂下睫毛低声道：请楼上坐吧，
我让下人送热茶来。您这衣服都湿了，换一套吧。我这边有衣裳，都是新座位上身的。成衣店那边送来孝敬东主的秋装，式样都是宽松的，将就着也能穿。我是说，担心您着了凉。他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只感觉到心里扑扑跳得厉害，心里却情不自禁回味着适才青年接近时那惊鸿一瞥的冷淡容颜。谢意迈步往里面走去，楼上怎么走？带路。许纯连忙往前带着他走上楼去，一边有些懊恼平日里这里收拾的不够，一边请着他们上去到了楼上的场厦里，一边拿了一整叠干净的布巾过来给他们整理仪容，亲手替谢意倒了一杯热茶，请他坐了，才道：您先坐，我下去让人送衣裳和梳洗的用具过来。谢意接了热茶在手里，深深看了他一眼，他纵马远远就看到楼上有一人，靠近后看到这少年两眸青炯炯盯着他，热忱关切之色溢于言表，不知为何就勒住了马。也许是想知道这小纨绔知道那10万两换了母亲的诰命是什么反应吧。他环顾了一下四周，只看到这楼上的花厅场厦是四面开着窗，窗外清新雨气侵入屋内，却只让人觉得凉爽。窗子上却嵌着的是大块的绿琉璃和贝母，镶嵌出优美的花纹。从半透明的绿琉璃窗看出去，只看到雨中竹枝摇曳，外面春明湖烟水浩渺，地面上则铺着异国花纹的羊毛地毯，厚而软。整个花厅配着一色的花梨木镶嵌罗甸家具，都漆成深色，上面用考究的洁白罗甸拼出优雅美丽的花叶和鸟蝶，花瓣泛着珍珠一般温润的光泽。南边靠窗半桌上一个汝窑粉青釉瓷瓶盛满水，斜放数枝素心兰，上手排着一张大理石长案，案上摆着一盆红珊瑚盆景，珊瑚颜色似火一般。谢意心里暗忖，难怪都说海商富豪，这栋小楼外边看着平平无奇，进来才发现豪奢华美如此。两个侍卫，一个站在门口把守着，另外一个上前替谢意宽了外氅衣和斗笠。却只听到楼板声响，一个婆子带着一双童儿上来，童儿一个手里捧着整齐衣物，一个手里捧着铜盆，老婆子手里则一手提着一个巨型铜壶，一手提着一桶清水。婆子面色黑红，粗布衣长袖子挽着露出粗壮手臂，上来鞠躬道：老婆子见过公子，我是来送水的。另外少爷交代，问问贵客，已是晚时时刻，正好厨房的菜也都做好了，请问公子是否稍用一些？老婆子做的菜还过得去，这样大雨，喝点热汤也好，有清鸡汤，还有上好的腹鱼。谢意看那婆子将铜壶里滚热的水注入铜盆，热气蒸腾，动作麻利，说话又很是爽快，便道：有劳这位妈妈安排了。婆子笑道：公子可有什么忌口的？谢意道：没有。婆子将水倒好，扶了扶这两个童儿，服侍公子洗手宽衣，我先下去准备摆饭。说完直接下去了。另外一个童儿机灵的上前递了衣裳，请公子换了湿衣裳吧。这边屏风后是侧厅，正可以给贵客收拾。谢意抬眼看去，果然侧面6联的屏风上是野鹤图，数只白鹤或飞翔或栖息于野外苇丛中，雪翅长颈，身姿洒落，栩栩如生。走过去看是云母和贝壳拼出的白鹤和深绿色的尾叶，光泽流转，巧夺天工。童儿看他赏那屏风，便道：这屏风上的画还是我们少爷画的呢。夫人看了喜欢，便让匠人按样做了来。谢意有些意外，看了眼那童儿，你叫什么名字？童儿声音脆生生的：小的秋湖，那边是东海。小的服侍公子。他将手里的托盘放下，上前替谢意解衣。谢意伸手果然脱掉了外面的玄裳，一边道：既然有秋冬，那自然有春夏。秋湖道：正是，我们还有2位书童，一个春熙，一个夏朝，他们2人跟着少爷出外多一些，
我和东海主要伺候少爷内务，比如衣裳和笔墨之类的杂事。他捧了谢意的衣裳，赞了声：“公子这鹤氅贵重，绝好品相。”谢意看了他一眼：“你小小年纪，眼光倒好。”秋胡露出了个腼腆的笑容：“我家一直是开绸缎布行的，所以对这方面略懂些。公子这是上好的羽纱面料，应该是蚕丝为筋和羊毛为尾织出来的。又细细拈了鸟羽绣进去，可不容易了。这上边还麒麟暗纹呢，太讲究，没一整年织不出这么好的羽纱。若是一般的羽，应当不会湿，可惜今天雨太大了，小的这就拿下去替您拾掇好，保证完好如新给您。”谢意看他整套里外衣乃至靴袜都拿了来，准备的很是齐整，里边是整套的白绡中衣，外层则是天青色的外袍，看着珠光流动，微微闪烁，面料也不凡，便又问他：“你家公子这外袍又是什么面料呢？”秋胡笑道：“这两样倒也寻常，这中衣的面料有个名头叫雾柔绡，只图它轻软滑薄，贴身穿着舒服不捂汗。这天青色的便是天水碧罗了，难得的是颜色。别家做天水碧都是用靛花染的，染的再好也没这么纯净。您看这样纯碧倒带了些透明的，那是因为这丝本来就是碧色的，这是单独喂养出来的龙吃天蚕吐的碧玉丝，才能织出来这样一色的天水碧。这外袍少爷从前只说暴殄天物浪费了不肯穿，如今公子过来，少爷巴巴的让我专门找了出来，说只有公子才配呢。”谢意看了他一眼，嘴角含笑：“你倒是很会为你家少爷说话。”秋胡忙不迭的为谢意披上了那碧色的外袍，一边道：“小的从小跟着父母在布铺里干活，一心逢迎客人，耳濡目染，油嘴滑舌了，公子勿怪。”谢意似笑非笑：“我也不好和你们这些小童老妈妈计较，也只好都受了他的好意，是不是？”秋胡赞叹：“公子真是一等一的聪明人物了。我家少爷下来和六婆说，六婆，您菜做好了吗？外边雨大，我想留个客人在这里用晚饭，六婆您替我留一留。”我当时也正想着呢，少爷自己如何不留，倒让六婆来留客。如今听公子说才知道，这是看准了公子仁慈心善啊。谢意看着小童机变如是，面色始终带着笑，毫无惊惶胆怯之色，句句都为自家少爷描补，想来当真是从小在市井中长大，倒也心下有些佩服，也不再言语为难他，只换好了衣裳，连湿了的鞋袜都换了干净的丝棉袜和软靴。他走了出来，看两个侍卫果然也都在东海伺候下换好了，又接过了秋胡递过来的热布巾，将头脸和手都擦过，把发髻松下来，用布巾擦干，用宽尺梳梳过，松松系在脑后，果然全身都干爽舒适了。秋胡便又引他去楼下花厅，下面饭菜也都摆好了，请贵客们一步去喝点热汤，暖暖身子。谢意起身下去，看了眼一旁伺候叫东海的小厮，这童儿与秋胡年岁相仿，却始终一言不发，倒与这个多话机灵的秋胡相映成趣。花厅很是通透，仍然是镶嵌着大块绿色琉璃的长窗，全套黑漆嵌罗钿家具，琉璃绿花瓶上插着花枝。许纯站在花厅门边，亲自替他打了帘，脸上仍然有些拘谨：“贺兰公子请上座。粗粗几道菜，不知道合您口味不？”圆桌上摆着好些菜式，都热腾腾，分量很足，一看就是殷实之家。谢意平日并不太重视这些口腹之欲，此刻闻到香味，竟然也觉得有些饿了。他安然走了过去，坐在上手，许纯陪在下手，两个护卫并不敢坐。谢意命他们道：“作罢，盛情难却，不要辜负了主人的煞费苦心。”许纯知道他意有所指，面色微微发红，伸手替谢意倒茶，一句话不敢说，只看到之前那婆子挽着袖子，端着一钱瓦缸上来，放在正中央，揭开盖子，香味喷鼻，赫然是一大盅瓦罐鲋鱼。一眼看去，只看到鲜嫩金黄的玉素米粒
浸泡在汤汁里，犹如一粒粒饱满的珍珠，鲜亮醇厚，汤汁浓稠，里头一只一只的富鱼个头极大，竟是贡品都未必有这品相好。婆子满脸含笑介绍道，用的鸡汤和苞米入味，苞米棒子嫩着呢，掰了好些时间，味道清甜的很。这儿还有椒盐焗好的蚕豆，粗盐烤的螃蟹，豌豆尖和千张，豆腐滚了鸡汤，烤笋尖，韭菜炒河虾，红烧牛尾，都是老婆子仔细做的，干净的很。客人们慢慢吃，有什么只管吩咐老婆子，我在厨房候着。另外一边又一个之前没见过的青衣童子端着酒壶酒杯进来，许纯问谢意，刚刚淋了雨，恐有寒气，我让人烫了酒来，是枸杞桑葚酒，偏甜的，今年才酿的，喝一点吗？谢意微微点头，可以喝3杯。那童子便上来倒酒，只看到那酒浆倒出来，在玉白酒杯内呈深红色，晶莹浓稠，酒香浓郁醇厚，果然不俗。谢意微微含了一口，尝在嘴里，却看着那童子问道：“这童子叫春熙了？”许纯一怔，那青衣童子裂开嘴笑了：“公子，小的叫夏朝。”谢意微微点头：“秋湖管衣服，东海管笔墨，想来你就是管饮食了。”夏朝嘻嘻笑了：“是的。”谢意饶有兴致问他：“既是管饮食，想来年岁虽小，在饮食上倒有些特长了。”夏朝目光灵动，看了眼许纯，没说话。许纯低声道：“他舌头灵敏。”谢意微一点头，仿佛只是随口一问，含笑着低头看面前盛上来的深碗里4只饱满的半透明的馄饨，拿起勺子捞起来慢慢吃了，才问许纯：“是肉燕？”许纯道：“是。”谢意又捡了只富鱼尝了尝，果然丰腴细嫩，纯和之鲜。他慢慢开始吃着，举止优美，姿态也毫不拘泥。许纯只觉得赏心悦目，根本食不知味，只时不时悄悄看一眼谢意。谢意对那双猫眼实在是印象深刻，看他总是偷眼看自己，也不在意，只慢慢用过了，将筷子一放，许纯连忙给他倒了杯茶。谢意喝了口，只觉得口感甘甜醇厚。这是什么茶？许纯道：“是金线莲茶。”谢意不太了解，看了眼夏朝，夏朝机灵，连忙上前解释道：“这金线莲却是闽地一带珍稀药茶，只有深山老林才长着的，很是名贵，又是十分滋补养生，清热凉血，祛风祛湿，止痛镇咳，能治百病呢。”谢意微一点头，却是知道这是前朝贡品。他虽不热衷于此，却也知道太后十分喜爱这个金线莲，每年进贡来的金线莲都送往太后宫里去了。许纯轻声道：“调了几滴槐花蜜，怕您喝不惯。”他又喝了一杯酒后，借着酒力壮胆道：“我母亲的诰命，是贺兰公子从中斡旋吧？”还没有多谢公子。谢意看着他道：“你打算怎么谢我？”许纯被他一双寒潭秋水一般的眼睛扫过，口中干哑：“公子若有什么事我能帮得上的，请您只管驱策。”谢意笑了声：“不必，我已收了酬劳，且酬劳不低，10万两银子，可通神矣，何况是一个令堂原本就该有的诰命。”许纯面色涌上了晕红：“是我不孝，家里没人替母亲请封，母亲出身商贾之家，朝中并无故旧，无人从中斡旋。此次多谢公子助力，上次您教训我的话我也听着了，并没有再去风月之地。”他结结巴巴，浑然不知自己在说什么，只是细碎说着。好在谢意也并没有和上次那般轻蔑的拒绝，而只是拿了那杯茶慢慢喝着。看许纯只喝了一杯酒，心眼微行，腮边也涌了些赤红，便知道这少年其实并不善饮，大概是，却也不揭穿，只放了茶杯，看了眼窗外，雨已停了。许纯看他看窗外，便也知道雨停了，贵客也留不住了，心里越发舍不得，低声道：“想来贺兰公子有事在身，我命人给您和2位遵从备了琥珀油衣，以备不时之需。”
谢意微微点头，多谢。便也起身，果然看到春夏2个小厮又捧着黄色的琥珀与尝过来。这是绸缎衣料用桐油多次刷上，做成了一口中的氅衣式样，表面犹如琥珀一般的油光色泽，市极轻便，也很是昂贵的羽裳。他知道许纯豪富，却也不推拒，只披上了那羽裳。看马也都细心被喂过梳理过鬃毛了，心里暗自点头，知道这家奴仆果然极干练。翻身上了马，点头与许纯作别。许纯很是恋恋不舍，心头回味那匆匆一句此一别，下次再会渺茫，只在心中反复咀嚼对方神态举止，辗转反侧，寤寐思之。这后劲竟如酩酊大醉，数日不醒，就连柳生再找他出去耍，他也样样不乐。柳生又一连给他推荐了好些个年长体贴又会照顾人的男官，许纯却坚辞了。柳生暗自称奇，笑道：料不到小公爷这是洗心革面了，既不愿去那风尘地方厮混，那不如我给你找几个斯文俊俏少年子弟，也是好南风的，两厢情愿。小公爷这般样貌，这般家世，断无人会拒的。许纯仍是摇头，只捡些奇巧星细看了，心中却只想着从前读诗读到曾经沧海难为谁知不解，竟是我无知了，却原来是这般光景。见了那人，再见旁人，任在如何，比起那人真如黄土一般了。秋日过得极快，转眼便入了冬，朝廷也辍了朝要过年。过年的时候是难得公府安详宁静的时候，因为上下节礼备办，府里祭祀、宴饮、宴客等等大事，都要靠盛世这个国公夫人操持。平素只说平头百姓年关难过，谁知道钟鸣鼎食之家过年也是大关呢。要知道各地庄子收上来的租子，那是万万不够年下的各种打点宴饮的，因此便是老夫人对盛世也会难得的和颜悦色，上下和气的过一个平安年。今年盛世得了一品诰命，各方少不得都送了礼来贺，家人和客人络绎不绝，不说盛世这个当家的，便是连老太太、白夫人都不得不出来会女客，倒是国公府近几年来难得的热闹。而这每一次恭贺，显然都让老太太不太高兴，却也只能强撑着笑脸。白夫人毕竟双居，只出来过一次二次，见过自己娘家的来客，之后便不再会客了。上下倒成了盛夫人的主场，她有了诰命在身，加上经理高门，互为婚姻，消息灵通，多少都知道盛世这个诰命不是礼部按理颁发，而是宫里亲自吩咐出来的，那意义自是大不一样。盛世还是第一次如此受欢迎，幸而他出身豪富之家，在家便已主持生意多年，倒也不是那等怯头怯脚的深闺妇人，因此迎来送往落落大方，一时在高门中竟然名声还不错。这日初七忙碌一场回房，盛夫人习惯性又问世子在做什么。盛安回道，世子一大早便嫌吵闹，去闲云坊那里去了。盛夫人道，到南魏他在家里安生了这些日子，那边生意如何？盛安道，虽说是世子开着玩的，但利润竟也还不错，又送了几本书开印了，只是盛夫人问道，他要印便给他印罢了，横竖养着那些工人也是白闲着。盛安笑了声，夫人为了世子开这铺子，特砸钱买下这印书厂，那印书厂之前都开不出工的，如今天天有活干有钱发，正念叨着东主恩德呢，哪有不做的？只是你也知道，世子如今心性越发没个定性，这些日子较坎坷的，都是些南风的本子，还有些画本。盛夫人脸色青了些，仍然道，随他玩着开心吧。盛安偷偷去了他脸色，甚至世子自己还画了一本。盛夫人手中一抖，深吸了口气，终于忍不住了，和他说了自己画着玩便算了，坎坷拿去卖那是绝不许的，将来他是要继承公府的，这种东西岂能流出去？盛安笑了，好，老奴好好规劝世子。盛夫人摸了摸手上的镯子，抱怨道，
我怎么就摊上这么个混世魔头呢？盛安道：恐怕世子是故意折腾，就等着夫人管教呢。盛夫人面色又微微转白，过了一会儿才低声道：随他去吧。盛安也不知道这母子之间如何疏远隔阂如此，想来这高门背后不知道多少奇怪规矩，他们商贾俗人是理解不来的，也只好躬身道：那老奴再好好劝劝世子。其实世子虽说是开着玩，但是老奴看着世子开的书坊还是戏园，都挺赚钱的。老爷子都说咱们老家正经几个公子，怕都比不上咱们世子的经商天赋。单说书坊，这城里不靠着国子监、官学、族学教材刻印就能赚钱的书坊，怕是只有闲云坊了。谁能想到世子能想出收社费便能免费看书，又借着看书的茶室卖茶叶、卖字画、卖书签、笔墨纸砚等等，反倒赚回一笔呢。我听说但只是茶水花生瓜子的零嘴，一月盈利就颇为可观，这等小处偏偏获利极丰的。更不用说千秋阁那边的热闹了，多少戏班子杂耍班子捧着银子想要进去演出呢。说起来世子不过18岁，只做了这2家生意就已如此轻松，难怪老太爷说起世子来都要高兴的。盛夫人苦笑了一声：国公府世子要什么经商天赋，咱们自己说说便罢了，千万别说惯了被人听到，要贻笑大方的。盛安笑道：夫人的福气还在后头呢。许纯不知道自己母亲又为他的新爱好多么苦恼，他其实只是突发奇想想要印，但被盛安劝阻后，虽然没说什么，但心里还是打消了这念头。倒不是为着那所谓的国公世子的身份，他只是想着自己好奇画一画，自己看着玩也便算了。若是真印出去了，来日被贺兰公子知道，岂不是觉得自己脏？从前自己放浪形骸，颇有些肆无忌惮。如今一想到那日贺兰公子那矜持冷淡的情态，他心里似乎也有了一根线，坠住他不再放纵。一想到贺兰公子，许纯心里又越发猫爪子轻轻挠着一般。他也知道自己这是害相思害的，在屋里忍不住持笔又画了几笔，把贺兰公子站在船头那情景略略画了几笔，到底觉得画不出那红鲜凤丽的洒然风姿来，又置了笔，在书房里自己叹气。外间伺候着的春夏秋冬4小厮已忍不住笑了。秋胡端了杯热茶进来道：罢了，大年下的少爷何必有唉声叹气呢？我看这大年下的书房生意也冷清，大概穷书生们都躲债去了，也不看书。不若少爷去千秋阁那边听听戏，热闹热闹，那边正是最热闹的时候，也省得少爷在这大过年的把好运气都给探走了。许纯满脸无趣，将那夜话放回绿窗屉下晾着，道：也没什么新的戏本子，如今书生们都不愿意写这些，一个好本子都没看的。再则过年人多，去了撞见人倒不太好，上次迎面撞到老爷，倒让我没去，他竟还好意思罚我抄书。若是让他知道那戏园子是我开的，怕不是要打折我的腿。夏朝正在靠着炭炉烤板栗，脆声道：国公爷再不会为这个罚少爷。但老太太那边知道少爷有这么个日进斗金的营生，必要打主意的。春熙年岁大些，戳了下夏朝不许他背后掰扯主子，只对许纯道：上次后千秋阁那边掌柜吩咐着专门修了个后楼梯，保管少爷一路上去包间，撞不到外人。夏朝也怂恿道：我听说千秋阁那边又收了好些戏班子送来的戏本子了，就等少爷您挑了。都说咱们戏园子的戏最好看，都不知道那都是少爷挑的本子好呢。许纯袖手道：罢了，那就去一次吧，我看是你们想看戏了才对。夏朝吐了吐舌头：少爷疼我们呐，现在过去正好晚饭时间，再让整治几个京戏菜，今晚就打发了。外边下着小雪呢，我给少爷备雪场去。许纯一笑，便换了场衣，刚走出书坊廊下，便看到书坊管事罗宇洲正在前边和书童说话。转头看到他眼前一亮，小跑着走过来道：少爷，有位书生说
有书想卖给我们，但又一定要见到东主。我们也说了，留着我们自会送给东主，他却等不得，只说一定要见到东主，看他似有急事。这位贺书生是我们书坊的常客了，一直抄书换钱的，因此也都识得我们上下管事，都知道我们不是东家，倒不好太推脱。您看，许纯从2楼往下看，果然看到一个青年书生站在前边书坊阴暗处，身上衣衫单薄，目光一直看着内外，似是避着人，神态焦虑，想了下道：请他到那间书房那里吧，上点热茶和糕点，胡饼请他先用，说少东家一会儿到。罗宇舟愣了下，还是小跑着出去了。夏朝问道：少爷一向不是不和这些书生打照面吗？怕他们万一中举了认出你来。许纯道：看那书生只避着人多处，衣着毕露单薄，想来是遇上了难处，有什么难以启齿之事。若是在前厅，文人清高面皮薄，恐怕不好意思。再则天气寒冷，又是大年下的，先让他垫垫肚子，定定神。另外，既然是经常抄书，想必家就住在这左近。夏朝，你派人去打听下这个书生家里是有什么难处，尽量不露痕迹。他回了里头，又自己喝了一杯茶。夏朝果然派人去打探回来，脸上也十分意外，掏了点钱，问了几个中人媒婆，打听清楚了。这书生名叫贺知秋，看着只是个穷酸书生，没想到竟然已得了举子功名的。据说今春就要参加春闱了，可惜摊上的赌鬼父亲欠了一屁股债，过年的时候被人打上门来，其母亲气病了，躺在家中。没想到那赌鬼父亲听说讨债被人打断了2条腿，如今瘫在家里养伤，却被债主堵门，要求卖房还债。许纯有些意外，既有举子身份，则可挂靠些田地，也得些银两，且难道族中先生同学竟无人帮扶吗？可问了欠了多少债？罗宇舟道：光是赌债就已欠了100两之数，他们家早就借光得罪了全族的人，连祖上的田都早就卖光，听说连岳家那边都嫌丢人，断绝了关系。他连束修都还欠着，同学也早就借过了，之前议亲的人家也忙不迭的退了亲。贺举子大概也是借无可借了，如今听说就是族长出面调和，对方债主才许了先收房抵债，过年后再另行筹款。许纯点头叹道：原来是摊上的混账父亲，又有什么办法呢？越是他们读书人，越发不敢摊上个忤逆的大罪，那就越发没前途了。人啊，到底没法选父母，这贺举人已是污泥滩里使劲挣扎出个人样了。春夏秋冬4书童在一旁竟全都没敢接话。许纯抬眼看到仆从们的脸色，自己倒笑了，看什么？国公老爹虽然混账，到底没赌出个烂摊子来，运气无敌呢，爵位有钱的岳丈，能干的老婆，谁不说他有福呢？看看这贺书生，我已算是投了个好胎了。他看了眼墙上中客，打量着那书生应当已吃过几块点心，这才起身慢慢走了过去。贺知秋在书房里看书童捧了热腾腾的茶点和刚烤过的胡饼过来，又笑着和他道：先生先用些点心，我家东主还有几笔账未对完，对账完了便来见您。贺知秋一大早粒米未进，又忍耻在风里守了半日，此刻确实早就已饿得全身无力，看那碟子里的胡饼香得发昏，肚子越发饿得挠心挠肺。看那书童放下茶点，鞠躬便出去了。四下无人，书房里炭炉又暖洋洋的，衬托的饥饿更是鲜明起来。他看那茶点甚是丰盛，一大托的油炸米花，有果子，胡饼都切成小块，叠了满满一盘子，上面撒着芝麻，又有一盒装着红枣、核桃、蜜饯、果脯等干果子，十分齐整，便知道这是富商待客常用的，吃上一些并不明显。便就着热茶水拈了米花、红枣、樱桃、果脯吃了，却没有动那大块的食物，怕书坊东家来了不好看相。糖米花酥脆可口，
壶柄热腾腾的馅里甚至还放了珍贵的胡椒。几块下去，贺知秋腹中有了垫底，立刻便有了些精神。灌了一口茶水，这木樨芝麻熏笋泡茶，撒了些盐，味道与鲜汤无别。半杯下去喝下去，浑身都暖僵起来。贺知秋很快填了半饱，靠坐在那柔软靠背椅上，鼻子里闻到熏暖的沉香味，再看看这书桌里的华丽屏风，多宝阁上的精致摆件，墙上的名家书画，无一不显示出富贵气象。他心中微微一动，叹息想着，果然富贵动人心。便是自己明年考取春闱，或取个一官半职，也不过是九品末流小官，不知还要经营数年，才能由此享受。此刻竟不由也有了一丝弃文从商之念。然则自己读圣贤书多年，好不容易考上举子，前程近在眼前，可不能被这富贵迷了心，功亏一篑。贺知秋心中想着，又想到今日来意，有些忐忑起来。耳朵里却听到了门外脚步声起，想来是那店东家来了，便抬眼看去，只见门口挡风的暖帘被书童掀开，一个少年披着雪白狐裘长衣走进来，头上戴着青绒金泽，襟上结着鲜明宝珠缨子，焕然耀目，神采飘逸，但细看眉目尚且有些稚气，显然尚未到及冠之年。贺知秋心中疑惑，来者虽然衣着华丽，但实在太过年少，应当不是店主。他站了起来，不知如何称呼。许纯未语先笑，作揖道：“劳先生久等了，鄙人姓许，是闲云坊的东主，年下事多，听管事的说先生是我们书坊的老主顾了。如今听说是先生大作，想要复印售卖。”贺知秋这才知道来的确实是这书坊的东主，压下心底的意外。作揖道：“彼姓贺，贺知秋，乃是住在这左近的，因近日家母病危，急需银钱。我听朋友说，闲云坊内也收一些书稿，若是刊印，也可给一些稿费分红，因此特来毛遂自荐。”许纯面上带了些忧色，关切道：“先生一直是我们闲云坊的老主顾了，又有锦绣才华，论理是该收了书，以谢先生之忧，好让令堂尽早康复。但想来管事应该也已告诉过先生，因着这刊印书籍售卖的周期长，加上坊间列位街坊识字的不多，销路其实很是一般，书价并不能定太贵，而书方制版排印成本也高，因此一般来说，各家书坊收的书大多是名家素儒，才能保证不赔本的。先生也知道我们一向不靠卖书赚钱的，只靠着每月的闲云社费以及卖的字画、笔墨纸砚等勉强糊口罢了。”贺知秋如何不知？但他今日来卖的却不是一般的诗集文论，但到底太过耻辱，开不了口。许纯看他脸色难堪，便善解人意道：“先生若是对自己的书有信心的话，也可以用寄卖的形式，即我们书坊垫支刻版排印装订的费用，之后从售卖里头扣掉，余下的都是先生的盈利。但这也是细水长流的事，依我们平日看，若无提前想好的销路，1年2年都未必能收回本钱。我看先生若是急用钱为令堂治病的话，恐怕来不及。”贺知秋脸上涨红，他自然早就打听过这些行情，但他如今情况实在糟糕，甚至无法顶到年后的春闱。历来借急不借穷，更何况大多数人家也是自身难保。许纯看他面色，又问道：“先生的书想来必是好的，可否先给小可看看？想来人面也广，若是能与其他文人同年联系，找一些书院、族学、私塾提前订书的话，可能回款会快一些。确保销路的话，我们书坊这边也可先提前兑付一些分红给先生。”贺知秋张了张嘴，十分难堪，终究没说什么，只将手中包着包袱皮的书递了过去。许纯接过那书，打开看到封面写的《游仙记》，署名楚管客。再一翻开里头，看到袖背中鸾凤双飞，牙床上秦晋共写几句，心中已明白
这原是那浮浪子弟们最爱看的浮词艳书。这贺书生到底是身负举子功名，是有真才实学的，写的比那等粗肉露骨的话本又要含蓄多了。骈4例6排下来，显然文采更好些。他看了眼贺书生，见对方面皮子胀，便含笑道：“先生果然文采斐然，这类书我们正缺的厉害。我看先生这文笔甚好，不知先生打算是一次性买断呢，还是打算分红呢？要价多少？”贺知秋心中无地自容，只道买断。他咬了咬牙，想起之前辗转打听的，咬牙道：“50两银子，一次性买断，书方拿去如何卖？我皆不再过问。”他脸上已成了猪肝色，知道外边书方预支顶多10两银，已是非常丰厚，但自己如今无法可想，看着闲云书方生意甚好，只能忍耻前来。父亲在外地滚历，已欠了上百两银，如今腿断，无法继续赌了，但也要治伤，又有母亲被弃的重病，从前家里收入靠自己做西席，和一些挂靠田亩的收入以及母亲织布的收入，如今杯水车薪。50两银子刚刚够还最急一笔赌债，保住房子，剩下的少不得再周转一番，待到过了节春为是了。若能中便好，若不能中，找一户西席预支束休，也能将就过了。许纯道：“50两银子有些高了，我最多只能先预支20两银子给你。”贺知秋面露失望之色，难道只能再去找下一家？他想到再经历这般一次去低声下气求其他的书方商贩，心里的屈辱几乎要冲破心头。许纯却道：“不过若是贺先生在半个月内再写一本和这本文词差不多的书，那我可以再给30两银子买断。”贺知秋心情大起大落，连忙道：“要写什么？”许纯其实哪里有什么要写的，不过是找个理由给这书生解围罢了。他认真想了下，笑道：“如今市面上却是难收到南风的本子，在下正好有些生意在闽地，顺路想收一些南风本子，不知道先生文词若此，能否也写一本好的？”先生只管放心，我们书方这边一定为先生保守秘密。南风？贺知秋愕然，看了眼面前的少年公子，只看他香狐毛的衣袖敞开，内里露着品红宫绣麒麟袍，向上带着金灿灿的八宝璎珞，腰间悬着金嵌宝双鱼佩，面容俊俏，双眸晶亮如星，一点唇珠丰润，笑时自带风流，端地一副好相貌。心下不由揣测，这富商家的公子难道竟是好南风的？看他口音，仿佛是带了些闽地的口音，闽地正是南风最盛。许纯看对方沉默不语，还以为对方不善，原本也只是随口提的条件，便只能描补道：“若是南风本子的，我们愿加价到40两一本。不过若是先生实在为难，不擅长于此，也不妨事，就再写一本类似的来，我可先预支。”贺知秋打断道：“可以的。南风本子字数有要求吗？”许纯看他应了，展眉笑道：“不拘多少，先生写得好看，词藻朗朗上口便好，销路定然不错。如此还要麻烦先生了。因着我也不常在京里，到时候只管封了匣子送过来给罗管事就行，我会交代他的。要喊东海去拿我书架屉子上那一封银子来，我记得昨儿下边铺子送来的，刚好60两官银。”贺知秋眼看着另外个沉默寡言的书童走进去，不多时果然捧了一匣银子过来。这下他注意到这富商少爷身边的几个书童都是粉妆玉琢，眉目清秀的，身上一色都穿着墨绿色绒直身，腰间带着锦绣香包，脚上踏着绸缎鞋，穿着比他身上都要华丽许多，不由对这许少爷又多了几分揣测。许纯却不知道对方心里想的什么，他原本也是好南风，又并不遮掩，因此只拿了那匣银子递给他，又另外从怀里拿了一个红色封包出来，放在匣子上。大年下的，正好先生上门，我们生意人就爱讨个好意头，这是给先生的润笔之资。
请先生务必收下，岁岁年年吉祥如意，祝先生早日金榜题名，升官发财。贺知秋看那红包轻薄，也没想太多。听说男人商贾确实好讨一头口彩，笑着拱手道：“多谢徐少爷，祝生意兴隆。”他打开匣子验了数，看到果然是6锭雪白银丝官银，心中安稳，又急着想要回去保住房子，便起身告辞。许纯拱手亲自送了贺知秋出门。送走贺知秋，春熙才道：“世子爷，这贺知秋不是什么大儒名人，他的书恐怕卖不出什么价，60两实在太高了。”夏朝也吐了吐舌头道：“再者，世子您让他写那什么南风的书，盛老管家若是知道你要印那等书去卖，怕不是要告到夫人面前去。”许纯道：“不卖，书收着吧，不过是看他困难，找个由头给他些钱罢了。哪怕他是个举人，他写的书行情都不可能卖到60两银子。若是贸然给出去这许多银子，他现在当面是松了一口气。回去回过神来，细想说不准，却要怀疑书方是不是别有用心，倒不如钱货两讫。”秋胡赞道：“世子仁厚，这人已是举子了，到时候若是春闱得了进士功名，到时候定然感激咱们世子。”许纯摇了摇手，可千万别提，他困顿如此，不得不写这等俗艳文字来卖，到时候等真考取了功名，做了朝廷命官，只怕要以此为辱。无论是否得进士，你们任何场面再遇到他，都只做不认识他才好，也要保守秘密，不要说出去，否则就结仇了。夏朝愕然道：“如此，那不是白给了这许多银子？60两银子，便是在京城也能置办点田地了。”许纯笑了声道：“60两银子还不够我爹请个戏班子唱1日呢。旁的不说，便是外公那边，我也是知道的，60两银子也不过就打套首饰罢了，横竖都是花出去，不若还能帮人水火之中。再说了，我也不图他什么，只不过连他倒霉催的，明明文才前程尽好的，却大年下被亲爹坑成这样。不过他还知道低下头俯下身来卖文谋生，能屈能伸，不会潦倒久困，来日必有一番造化。罢了，不是说去看戏吗？走吧。”贺知秋出了门，腹中饱暖，一刻不停，直接去了债主家。先将50两银子还了，将抵押的房契拿回后，便又将剩下的10两银子兑成碎银铜钱，趁着大年下一一登门债主家，将之前所欠银两奉还。又送了给先生的节礼，给母亲买了药和一些肉、鸡、米粮。一口气做完这些，已回到家中，却听到赌徒父亲在床上听到他回来，咒骂着：“去哪里去了？1日不回来，我腹中饥饿，腿痛的要死了，不孝，我要去官府告你忤逆。”贺知秋也不理他，只从篮子里掏了2只冷硬的粽子进去扔在他身上。贺父也顾不得冷，两手一边拆了粽叶，狼吞虎咽，一边含糊着咒骂，无非是骂他不找大夫来为自己看腿，又骂他故意不给自己饭吃。贺知秋脸上默然，只出来拿了让药店帮忙熬的药进来给母亲喝。贺母在床上看到他进来，泪水就落下来了，还买药做什么？别人都要收房了，这房子虽然贫旧，平日好歹也能卖个100两，如今却被恶意做了低价，可恨无人帮忙。今日你母就过来，给了我300钱，你且拿去另间房，先安顿下来，省得误了春闱。贺知秋看慈母谆谆叮嘱，眼圈发红道：“母亲不必着急，我已找到门路，将我写的诗稿卖了些钱，房契已赎回来了。母亲且安心养病。”又拿了刚买回来的蒸好的白糖万寿糕和5香鸡蛋来放在一旁，母亲且用餐，早日病好，孩儿才能安心备考，不要将这事告诉父亲，只说我找了人拖着，可暂缓一些，省得父亲知道还了赌债，又要生事。贺母哭得哽咽难当：“我儿辛苦了，是我们没用，
你父亲是个混账，好在如今断了腿，以后想来也不能出去赌了。你好好备考，总走出个人样来，叫那些狗眼看人低的都看看我儿有多优秀。到时候给你一门好亲。他原本就是为着焦虑才卧病在床，如今一看儿子已解决了最大的问题，房子保住了，心一宽，要再喝下去又吃饱了肚子。病境一下子好了一大半，竟也能起身自己熬煮鸡汤，又张罗着也给躺在床上的贺父送了一碗，到底让他停了咒骂。贺知秋心中也是恻然，但到底松了一口气，如今还欠着一本书，又要春闱考试复习，时间不多，只能安抚了母亲。又回了自己房里，掌灯拿了纸出来，开始想那南风书如何写来。贺知秋忙乱一日，静下来却又觉得腹中饥饿，不由有些想起今日在书坊那里吃的糊饼滋味来，今日却担忧卖不出，因此当时也放了一卷糊饼在袖中，想着回来可给母亲充饥。后来得了钱，便在外边买了新蒸的万寿糕，倒把这饼给忘了。想来虽冷了，却也是实打实的放了胡椒的，便从袖中摸了摸，摸出一卷薄饼来，却又顺手带出了一个薄薄的小红包。他愣了下，才想起来是今日那许公子给的润笔资，估计里头也就装些铜板，讨个好意头。便打开那红包抖将出来，却抖出来一片镂空金叶子出来，是一张纯金剪成的银信笺，光灿耀目，还串了细细的丝流苏。原来这却是一张金书签，可用来夹在书中做标记的。贺知秋想起来，确实在闲云书坊内看到过有售卖这类风雅精致书签的，这纯金的也有些厚度，想来也有好几克，尤其是这手工精美，也能卖个几两银子了。看来这富少还真是手面豪阔，不过是顺手一个红包，便也随手撒金。贺知秋放在手中赏玩了一会儿，将那金银信书签顺手夹到了书内，想着如今手头转还过来了，这书签暂且也不必卖了，且存着也算个继任，来日若真能铸一点额，皇榜标明，再回报这位年轻的少东主吧。许纯却早就将这顺手为之的事忘了，当晚去了千秋阁看了戏。一个人其实也没什么意思，看完戏看看夜也深了，不想回国公府，便溜达溜达，骑着马回自己竹枝坊那小宅子去。他最近是又喜欢竹枝坊，又怕回竹枝坊，因着一回去便想起贺兰公子起来，越发难受。更深路重，夜已尽了，接近宵禁时间，许纯站在楼上往下看着寂静冬夜，想着那日急雨中看到贺兰公子一路行来，破风斩雨，如龙行云中，晚上略喝了几杯果酒，一时醺醺然，索性放纵自己，沉醉在回忆和想象中，却似乎隐隐又听到了马蹄声。他一怔，一时竟有些分不清是自己的臆想还是真的这样。寒夜又是宵禁，怎地还有人在这本该无人经过的小道上纵马而行？他低头循声看向那马蹄声，果然见浓重黑夜中一匹神骏之极的马穿行在寒露中。那匹马能看得出全身漆黑，但额上银顶和四蹄银白，正与那日看到的贺兰公子的马相似。马上骑士肩背笔挺，身姿如枪。他的心砰砰跳了起来，整个人几乎趴在了小楼栏杆上，伸着脖子紧紧盯着那马上的男子。近了，晚上喝下的酒仿佛随着热血涌上了头。他激动喊道：“贺兰公子！”马飞奔了过来，男子拉住了缰绳，抬眼看他，漆黑夜里看不清五官，只看得到双眸凛冽。许纯激动兴奋后，又有些暗自后悔，不知该说什么，却看到骑士身躯一摇，竟然从马上滚落了下来。许纯大吃一惊，几乎飞跑着跑下了楼，打开后院后门跑出去。房里伺候着的夏朝和东海看到他跑下去，不知缘由，却也连忙跟着下去。院墙外，马正低着头围着男子不安的嘶叫着，许纯几乎是扑上去一般跪在谢意身旁，也顾不得地上寒霜冰冷，他低头去扶着谢意，感觉到手下人身躯滚烫，呼吸急促，急声问道：“
贺兰公子，您摔着了吗？能站起来吗？谢意声音低弱，扶我进去，马也拉进去，有人追我，不要留了痕迹招祸。许纯连忙伸手扶起谢意，两个书童连忙上前帮忙。谢意却浑身发软，根本站不起来，看许纯正扶着艰难，却忽然看到院门里又出来两个小厮，其中一个上来道：“少爷，我来。”许纯看到春熙大喜，春熙快把他抱进去，东海去拿药箱来。恐怕是摔到哪里了。谢意头晕眼花，却看那叫春熙的小厮上来，竟然一把就将他整个人抱了起来。另外几个人过来拖着他的腿，几步便进了院子内。那小厮显然力大无比，举重若轻，就将谢意抱上了2楼卧室内，将他轻轻安置下去。另外那个叫东海的小厮提着也跑了过来，许纯一叠声道：“快去拿跌打的药油过来。”谢意伸手按着他，声音虽然低微但冷静，不是跌伤，是毒蛇，找些驱毒的药来。蛇我打死了，扔在马鞍带上，拿下来看看是什么蛇。许纯大惊失色，东海也变了脸色扑了过来，咬了哪里？咬了多久了？谢意已觉得眼前阵阵发黑，眼皮发重，只想睡觉，右腿内侧。1刻钟前，我用腰带扎了下，避免毒血蔓延。许纯立刻掀起他衣袍，果然看到右腿上有腰带捆扎着，下面裤子上有血迹。东海已上来剪开袍裤，倒吸一口气。下面夏朝已拎着那断成3节的蛇又跑了上来，屋里灯全点上了。雪亮的灯光下，东海看了眼那蛇，银环蛇，不好，需要赶紧把毒血都给挤出来，别让他睡。许纯眼泪都要急出来了，低下头便将嘴凑到谢意腿上，要吸那毒血。谢意伸手挡住，小厮们已全慌乱都冲上来：“少爷，世子，别乱来，让小的们来！”一通乱喊着。倒是中心，谢意嘴角忍不住想笑。东海已道：“别慌，听我的。”春熙哥下去找老六，要他治风湿的水蛭上来，整缸都扛上来。少爷，太公给您的药囊香包拿过来，我记得里头有解毒的药。七叶一枝花做的，调些黄酒来给他服下。许纯这才想起，之前确实外公那边给过他随身携带的应急药丸，里头确实有解毒的。手抖着从腰间解了下来，倒了出来。东海拈起黄色的蜡丸捏碎，将里头药丸拿出来递到谢意嘴边。夏朝捧了黄酒过来，许纯连忙接了黄酒来看着谢意。谢意张嘴喝了几口黄酒，将药丸嚼碎吞下去。只听到春熙扛了水缸上来，满头大汗喘息着：“让开，水蛭到了。”东海伸手拿了筷子去夹那水蛭上来，放在伤口处，一连夹了4、5条，看水蛭开始扒着吸血。许纯抱着谢意的身体，低着头看伤口。谢意感觉到许纯拥着他的手臂都在发抖，伸手拍了拍：“别紧张，生死有命。”许纯颤声道：“别瞎说，会好的，您别睡。”他一垂睫，眼泪就啪啪往下落。谢意低头看着腿上那几只水蛭吸了血，身体卷曲成一团，啪啪的陆续都落在地上。东海又快手夹了几只上来贴着伤口，水蛭仍又吸了上去。谢意想着，宫里那群太医恐怕都想不到这等民间的野路子吸毒法，大过年的前面辍了朝，值日太医没几个，今夜又都被太后招了去，说是身子不舒服。自己夜里喜欢一个人在宫院后山骑马的事不算什么秘密，略一打听都知道。马鞍内侧放上冬眠的毒蛇，太医都被召去了寿康宫中，又是宫门落药，此刻若是自己回去召太医，恐怕太医到了诊断再找到治蛇毒的药，自己也凉了。谢意闭上眼睛想要歇一歇，却被许纯摇晃：“您别睡。”贺兰公子。谢意有些无奈，睁开眼睛，看着这纨绔子猫，眼里涌满了泪水，急切焦灼盯着他。他道：“无事，药效已发挥作用了，我好些了，放我躺下吧。”
许纯只紧紧抱着他，哪里肯放，又看向正在拿着银针的东海，怎么样了？东海观察着谢意眼睛的瞳孔和唇色，又掰开嘴巴看舌头，道：处置及时，毒血未蔓延上来，别慌，我给他下几针护住心脉，再去请我师傅过来看看。公子您别着急，有得救的。精疲力尽兵荒马乱的一夜，谢意后来终究还是睡着了，又或者是晕迷了，因为他失去知觉前还看到许纯盯着他的眼睛里满是泪水，恳求他：贺兰大哥，求您别睡。他似乎迷迷糊糊，呼吸有些艰难，但还是宽慰他：无妨，我只是累了，歇一歇。其实死了万事空倒是省心，但是那猫儿眼含着泪水看着他，他有些不忍，想着死也还是别死在这里吧。他倒还有心情想，若是真在这里崩了，恐怕这小纨绔全家都要被连累了。东海的师傅是盛家开在京里的同安堂的坐堂大夫周彪，半夜得了信，匆匆来了，满脸大胡子，声如洪钟。先叫东海拿了蛇来看，低头把了脉，又看了伤口上敷的药，问过用方，点头赞许，一般外敷一半内服，银针护心脉，水蛭吸毒血，不错，处置很及时。他又翻开看了下谢意眼皮，不妨事的，心脉还好，能救。烧起来正常，用重楼是对症的，再添蟾酥、蜈蚣、地锦草几味药，以毒攻毒，消肿定痛，息风强心，继续再灌血。东海在一旁默默听着，道：蟾酥拿来了，我刚才没敢用。周彪道：大胆些，蛇毒发作往往会呼吸困难，用蟾酥可强心，预防休克，以毒攻毒。一边命他去熬药，不多时送了过来，一副要灌下去。不多时果然稍慢慢退了下去，眼看着呼吸也平稳多了。许纯听到周彪说了，终于放了心，眼睛红肿，麻烦周大夫。他若不是抱着谢意，感觉到他身体的体温和胸口的起伏，他总怀疑对方随时没了气息。周彪道：表少爷不必客气，莫慌，咱们药铺里解毒的药很是齐全的。这银环蛇在乡间时常见，经常有村民被毒蛇咬伤来要糖治，只要救治及时，不是很难治，救治迟了容易失明。许纯道：也不知外面林子里竟然会有蛇。周彪看了他一眼：少爷，这显然是人养的，蛇冬日都是要冬眠的，哪里来这样的老蛇？亏得这位公子发现的快，斩断蛇头够快，又扎了腿，不让毒血蔓延到心脉，这都是后宅惯用的阴私手段了。这位公子想来是惹到仇家了。许纯听到越发心疼，贺兰公子脾气清高，恐怕是招人急了。他又想起一事，连忙道：他刚才是说有人追他，不让留痕迹，去看看院墙边那坠马的痕迹，想法子遮掩一下。春熙道：世子放心吧，已收拾了，而且外边如今下雪起来了，等天亮雪后了，必没痕迹了。许纯松了一口气，那就好，传话下去，让上下都把好嘴上的，若是有人来打探，一律遮掩好，不许透露出去。周彪补充道：医馆那边我会打招呼，蛇毒不好治，无非就那几种药，一打听一个准。一边说话一边开了几样要命人抓来现熬了，重新敷药后，又叫春熙等人灌了药进去，行了针，看脉息平稳了，便也下楼歇息去了。谢意在醒过来的时候，看到外面天特别混沌，他动了动，便感觉到仍有一只手臂紧紧揽着他。他微微转头，有感觉到有个热乎乎的头脸几乎紧紧贴着他的胸膛处。他身体疲累之极，但仍然伸手推了推，许纯倏然醒了过来。他几乎是惊跳起来：你醒了！又连忙扬声叫：东海，东海，快请周大夫！周彪昨夜原本就宿在楼下的，听说醒了，又上来把了脉，问谢意伤口如何。谢意道：眼皮沉重，眼睛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才说完就感觉到了
那小纨绔握紧了自己的手。周彪低头翻开他眼皮看了下，不必勉强睁眼，只是蛇毒引起的暂时失明。待过几日，蛇毒排清，便能恢复。我给你敷点药在眼睛上，再开些排毒利尿的方。你尽量多排尿，多歇歇，这些日子都得好好养着。净吃发物，忌生气，晚点看心脉稳了，我再给你新针。许纯脸上苍白，但声音却还努力仿若无事。贺兰公子，你别担心，周大夫是世代行医的，蛇毒他常医治的，他说没事就一定没事。谢意十分沉静，双目微合，倒没有一般病人骤然失明的慌乱感。只道好，周彪便出去命人调外敷眼睛的药。许纯握着谢意的手，小心翼翼道：你饿吗？想吃什么？我让人煮肉粥给你。对了，你别太担忧，昨晚下了大雪，你那些堕马的痕迹都被雪盖了。同安堂也是我外公家开的，我已吩咐下去封口，谁来打探都不许泄露你在我这里的消息。你且安心休养。谢意听他安排的妥当，倒有些意外，这纨绔的心细如发。微一点头，多谢你。许纯看他睫毛低垂，面容似冰雪一般，早已看呆了，笨嘴笨舌道：没事，贺兰公子您安心养伤，什么都不用担心。谢意道：叫我九哥就好。许纯啊，你排行第9吗？他忽然恨不得咬掉自己舌头，想起贺兰家是全族被问罪流放杀头的，连忙道：好，那我就叫你九哥了。谢意低头，仿佛沉思着什么。外面东海捧了药进来，药调好了。贺兰公子，我为您敷药。许纯连忙道：以后就叫九公子。东海道：是，我来为九公子敷药。许纯扶着谢意躺下，东海将那厚厚的半缕透明的药膏往谢意眼睛上厚厚涂了一层，又拿了纱布来将谢意眼睛缠上，一边道：别太担心，毒素侵入不深，我师傅说根据经验都能恢复。这药膏是五倍子、大青叶、黄连、黄柏、木香、白芷调了珍珠粉等做的，清热解毒、消肿的，效用极好的。谢意记得这个叫东海的小厮之前都是沉默寡言的，如今说起医理药物来一套一套。再想起昨夜忙乱之中那个春熙小厮力大无比，之前秋胡的则是灵力机变，徐小公爷身边这几个小厮倒是都是一等一的人才。许纯看纱布缠好，又出去命人端了鸭肉粥来给他，慢慢拿了勺子喂他，一边道：是将整只鸭和西螺、金丝莲炖了汤，再把鸭瘦肉都撕成丝，与熬成绿豆沙、精米调了鸭肉粥，很鲜美的。我刚才也喝了一碗，清热解毒，又能给你恢复些元气。谢意张口吃了，果然觉得粥羹软滑鲜美，他确实咽喉肿痛，口舌涩结，并没有什么胃口，但还是强撑着将那碗鸭肉粥喝完。许纯便轻声和他说让他休息，谢意却道：有件事还要麻烦你。许纯连忙道：九哥请说。谢意虽然眼睛看不见，却依然能想象许纯现在是怎么样一双眼睛在热切专注的看着他。圆而亮的琥珀色眼睛，眼尾微微翘起，眼皮褶很深，看得出受到南方母亲的长相影响很深。他盯着人看的时候，会让人觉得他实在是非常专注和有精神，像是一只猫。谢意慢慢道：我仓促出来，身边人恐怕仓皇，但仇家事大，上次和我一起来过你这里的，有个是在禁卫里当差的，叫方子兴，你找个机灵点的小厮，秋胡就不错。他见过秋胡也认得，去登草而巷第3户姓苏的人家那里，说是要找方子兴，等他来了就说我在你这里做客，请他和苏管家配合，稳定府里的局面。对外就说我骑马受了风寒，卧病休养，不见外客。许纯连忙道：好，你放心，一定给你办好了，只是要有个什么信物不？谢意想了下，从腰侧摘下了个麒麟玉佩，拿这个给他。许纯接过来，看谢意苍白的脸和
和微微带着青涩的薄唇，心里又敬佩他生死关头猝然失明，依然冷静沉稳。又联系他，拿了锦被过来替他盖好了，低声道：“我派人去办，你好好歇歇。屋里一直都有人服侍，就春夏秋冬他们几个，你都认得，有什么需要只管开口。”谢意轻轻嗯了声，他其实疲累之极，思维已有些涣散，想要沉入睡眠，但始终温文有礼。许纯恋恋看了他几眼，才悄悄退出来，过来吩咐了秋胡去办事，又吩咐4个书童这些日子都在这边伺候着。他心里惦念着，先回了公府向祖母爹娘请安，只假装说与朋友约了吃席，借口着又要外宿。他手头散漫，原本这京里就有不少纨绔和他一块玩耍的，大街下无人拘束，越发兴头了。晋国公府上门防收的帖子无数，便连晋国公本人都不如他受欢迎，毕竟每家纨绔背后都议论着。晋国公本人没啥钱，还得从夫人手里讨月银，但晋国公世子可就不一样了。晋国公酸溜溜的，见到了他还要摆起父亲架子批他几句，且少和那些没出息的狐朋狗友厮混，还当结交些正经人，前途才好打算。他满嘴应了，把书坊那边收上来的1块鸡血石孝敬了老爹，下边伙计刚收上来的，我看爹应该喜欢，给您拿着。晋国公一看那精美嵌着罗钿的盒子，心下就满意了，正要找1块好些的料子刻个章，又叮嘱了他几句，才放了他走。老太太那边平日在不管他在外边吃席的，但此时倒是提醒他道：“门房上送来的帖子我都看过了，倒是顺亲王世子开的赏雪文会，居然给你下了帖子，你不可怠慢了。顺亲王妃林氏正是国子监林祭酒的女儿，因此这文会定然京里有些才学的公子哥儿都会去，你去的时候带上姑哥儿，他也能帮你应答一下。”许纯随口答应着，叫下朝去取帖子看时间，和一旁的许姑道：“那到了日子，我和大哥哥一起去。”许姑只沉静做了个揖，老太太却道：“仓促之间也来不及做什么新衣物了，好在新年也刚做过衣裳，只在佩戴上。老二媳妇，你且上点心，不要出去丢了我们家的脸。我们这等人家，便是出去的管家，也得体体面面的。”盛世本来就在下边伺候着，此时也只微微躬身道：“媳妇知道了。”许纯满心只想着谢意，对这些全不在意，走出来却又在房里乱翻了一会子，将平日里房里备着的好药都找个包袱装了，这才一溜烟又离了府，回了竹枝坊。秋胡到了灯草而巷，按只是数了第3家，问了果然姓苏的人家，去敲了敲门。过了一会儿，一个童儿出来应门，看着训练有素，左一问道：“我家主人不在，请问哪位有事，请先下帖儿。”我家主人说了会一一答复。秋胡将匣子递了进去，受人所邀来寻一位方子兴大人，还请转告，事情重要，小子在此立等答复。那童儿显然有些迷惑，但仍然是接了过去，又问了方子兴3字如何写，这才关了门进去。童儿走进去，正看到苏怀坐在里头喝茶，看到童儿捧了匣子过来，问道：“又是谁家的拜帖？”童儿道：“义父是一家小厮送来的，说是要见方子兴，看着像是商户人家的。”苏怀一怔，接过那个匣子打开，看到里头的麒麟玉佩，脸上微变，将那玉佩握紧在手里，道：“那个小厮呢？”童儿道：“还在门口等着答复。”苏怀道：“立刻请进来到书房里，让他吃点糖果，然后立刻派人去叫方子兴过来。方家老爷子病了，方子兴前儿才到的家。”想到此处，他忽然又微微皱起眉来，又道：“派人去宫里问问赵嗣德，皇上如今在做什么？”方子兴没到，宫里打探消息的人先到了。嗣德哥哥说，昨夜皇上骑马后便出了宫，御马监那边伺候的内侍传话说皇上交代了有些事出宫，并未回来。苏怀脸色微变，赵嗣德这混账，皇上连夜出宫，
竟也没让人来立刻通报于我，哪个侍卫跟着的也没打听清楚，竟是白白教他一回。他起身又催问：方子兴来了没？徒儿道：还没有。苏怀想了下，又道：回去让赵四德打听清楚，哪位侍卫陪同皇上出宫的，另外再打听太后在做什么。小童应声又跑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方子兴来了，苏怀先接了他，低声便往里头走，边低声说了事情，给他看了那玉佩，又和方子兴道：这玉佩居然是陛下佩戴的，在我休假之时，你偏偏家里有事请假，皇上身边你我都不在，又有人递来皇上身边的东西，此事甚为蹊跷，他既指明要见你，你且出面，我在后头看着照应。方子兴愣了下，苏公公是觉得我家老太爷病是被人算计。苏怀道：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家老太爷上了年纪，想要老人家病那太容易了，我随便想想都有几个法子，你且先去问问那童仆。书房里秋胡仍然还坐在那里，他连茶水都没有用，只端坐着等人，听到脚步声立刻便站了起来，看得出来规矩良好。苏怀站在书房屏风后头，看着那书童，心中猜测着。方子兴走进来，看到秋胡，却是一愣：你是那？秋胡以干脆利落行礼道：秋胡见过方爷。贺兰公子昨夜被蛇咬伤，如今寄居在我家公子家里，公子今日清醒过来，命小的前来报信，倒是请方爷和苏管家配合，稳定府里的局面，对外就说贺兰公子起码受了风寒，卧病休养，不见外客。方子兴惊怒交加：什么？公子受伤了？他一时握着拳头，双目圆睁，只见哗啦啦一声，屏风后苏怀也已转了出来，满脸严肃：我家公子如今住在哪里？可请了大夫？只见秋胡并不紧张，只拱手问道：请问这位老爷是？方子兴道：这就是苏管家，还请小兄弟说清楚。秋胡逐条回话：贺兰公子昨夜被毒蛇咬伤，幸而被我家公子救助在家，用了家里解毒的药丸，又给他请大夫来用水蛭吸了毒，请了良医看了，如今只是眼睛受了毒伤，有些模糊，大夫说了不妨事，过几日毒排清了就好了。苏怀又问：你家公子是哪个府上的公子？如今住处在哪里？可有稳妥人伺候？秋胡垂手回道：小的主人是晋国公世子，如今贺兰公子在公子在外的私宅休养，并未泄露消息，宅子里衣食医药都是不缺的，还请苏管家放心。苏怀眸光一闪，已反应过来，原来是那位10万两给贺兰公子赎身的小公子。他脸上浮现了一丝笑容，原来是许世子。我家公子得世子相救，实在幸运之至。他心念数转，那许世子见过自己，自己自然是不好再出现了，但必须得安排2个小太监过去，才好互通消息，再让方子兴过去。他心念数转，已既定，连忙道：我们家公子既是在世子这边休养，我们自然是放心的，只是我家公子既然如今眼睛不便，他平日饮食起居颇有些忌讳，恐怕又不好意思使唤世子家的高仆，我这边派2位童儿与方大人一同过去服侍我家公子。秋胡道：来之前公子有交代，说是全由方大人定便可。苏怀连忙转身进去，叫了5福和6顺过来吩咐了一番，又包了许多全新上好的内山药物和茶叶，让那2个小太监陪着方子兴，叫了个马车从后门出去了。方子兴气喘吁吁，带着2个小内侍赶到竹枝坊的时候，谢意正在喝汤，听到他来，只淡淡说了句：旁边候着。方子兴看着皇上眼蒙白纱薄唇，带着些紫色，心中惶然，却也不敢打扰，只静静站在一侧垂手等着。5福和6顺大气都不敢喘，也只跟在后头侍礼，看着徐小公爷亲自端着汤碗，小心翼翼一勺喂汤。待到一碗汤完，夏朝过来用手巾给谢意擦嘴，
扶着他半躺下。许纯才含笑着对方子欣点了点头，带了下朝退下去了。方子欣看屋内无人，命五福、六顺都到门口去等着，才低声上前一步道：“爷，您如何了？需要去请太医来吗？”谢意冷笑了声：“不请太医，可能我还能多活几年。”方子欣垂手，眼泪几乎掉下来：“爷，请保重身体。”谢意淡道：“宫里什么情形？”方子欣低声道：“苏怀命人进宫打听过了，太后前夜就说不舒服，命了太医在慈安宫里值守，静妃娘娘伺候着，并无什么奇怪之处。皇上一夜未归，御马监那边又有陛下取了马的出宫的记录，因着怕打草惊蛇，没敢去查殿前司和兵马司的记录，但宫里看着是太平的。”谢意笑了声：“静妃在伺候太后，若是当时我崩了，太后和废后倒是立刻就能扶一个上位，尊为太皇太后和皇太后了，倒也是便捷，可惜朕不知所踪。他们现在也很慌吧，恐怕如今正在宫里到处找我呢。”方子欣不敢说话，这静妃乃是废后，当时为着皇上一意孤行，直出终止废后，朝堂上御史们见章犹如雪片一般，内阁联名上书劝谏，皇上全然不顾，一意孤行，但也让了一步，为顾全皇室体面，未废为庶人，仅降为静妃，别居侧宫，不予觐见。陛下年幼健作，12岁就已在太后和摄政王主持下封后。皇后被废以后，宫里无妃子主持，一直无有嫔妃进幸。后宫凋零如此，太后与皇帝关系不好，便是在废后一事上也一言不发，只在慈安宫里念佛。当初朝廷多少重臣反对，皇上还是把皇后给废了。如今谁敢提静妃一个字？更何况这大冷天的皇上被毒蛇咬到，若不是救助及时，恐怕如今宫里现在已改天换日了。谢意慢慢躺下道：“你找个人扮成我，弄个马车，再让苏怀一起护送回宫。回宫后就只说我进修读书，不见外人，让苏怀守在宫里，谁都不许进去。横竖还在年下辍朝中，一时半会也露馅不了，且看他们还有什么动作。尤其盯紧他们联系了宫外什么人，包括阁臣。”谢意冷笑了声：“四殿二阁必有内应，就等着我归天之后，你只另立新帝，否则他们不敢如此大胆。盯紧了。”方子欣凛然应了。谢意又淡道：“去吧。”方子欣却有些犹豫，属下再调些侍卫过来。谢意断然道：“不必，御马监、殿前司一定都已有了内应，不可轻动。再说我在这里反而安全，有你和苏怀护送进去，他们只会以为我受伤了，回宫休养，不会怀疑。”方子欣仍然劝说道：“我从家里调些家将来，留几个人在这里更放心。”谢意冷笑了声：“你家里那点子家将，恐怕比不上盛世海商精心留在世子外孙身边的那几个书童。你以为这堕马痕迹，请大夫解读的种种痕迹，不是这国公世子身边人得力，如何掩得住？再说起衣食住行，这巨富之家的讲究之处，宫里只怕都比不上。我若没料错，这附近的房舍恐怕全是这盛世的护卫，否则昨夜那般举动，邻舍全无觉察，可能吗？”方子欣听了也有道理，低声道：“臣遵旨。”谢意道：“一律称呼我九爷就行，不可在许纯跟前漏了行迹。另外，他问道：带了钱没？拿1万两银子给许纯，作为我这些日子的用度。找一下24衙门和内务府那边留一下，安排个黄差给盛家买办，给他们个皇商的名头。”方子欣知道这是皇帝历来不喜欠人，就驾这功，总要赏的，这是拐弯赏赐给盛家了。这次也确实多靠着盛家的家仆和医馆，他也是捏着一把汗，心中对盛家是感激的，躬声应道：“是。”许纯接了银票，倒没觉得什么，九哥看着就是一副清高样子，怎么会白占自己便宜呢？他原本只担心九哥的家人和朋友来了，
要把他接走。没想到那方大哥来了又走了，只留了2个伺候着的人和银子，让他好好照顾他们家九爷。他心花怒放，越发殷勤问前问后，又命人1天3天去问周大夫，日日只在谢意榻前打转，3餐饮食，煎汤换药，样样过问，那是一番无微不至，温存小意。便是谢意之前觉得他纨绔不堪的，此刻也觉得孺子尚且可教来。琉璃窗外天色明亮，屋内药香袅袅。东海小心翼翼将移注1条烤红，快速在谢意一封肩背等穴位施却浊酒。这是按周彪大夫的要求行的艾灸，每次都要半个时辰左右。谢意外袍尽解开，露出瘦削的身体，光滑白皙的肌肤被火热的一条酒过后，点点红晕落在绷紧的肌肉上，鬓角汗湿，鼻尖也沁出了冷汗。侧面透出了潮红，他这一副虚弱的样子落在原本就心目他的许纯眼里，却又是别一番遐思。仗着谢意看不见，许纯紧紧盯着谢意，看着他汗湿的额发，紧蹙的眉头，缓缓起伏的胸口，潮红的脸，湿润的唇，只觉得一颗心砰砰直跳。起念顿生，东海看到自己家世子的呆呆的眼神，忍不住轻轻咳了几声，想提醒世子不要如此失礼，毕竟虽然九公子看不见，服侍着的那2个童儿可也不是瞎子啊。谢意虽然眼睛仍然蒙着，却仿佛仍能感觉到许纯那灼灼目光，心中想着这纨绔儿痴迷自己，应是年幼无知，步入歧途，念他救驾一场，少不得耐心教他些道理，容忍他则个。想着便开口道：“许世子。”许纯忙应道：“九哥有什么吩咐？”又忙道：“九哥叫我世子太生分了，我排行第2，九哥可以叫我二郎。”谢意道：“二郎可有字？”许纯有些窘迫道：“并无。字一向都是师长好友所赐，他父亲是个混蛋2世祖，师长尽皆看不起他，平日所交友都是些酒肉朋友，因此至今并无字。”谢意道：“见秋风起而思纯庐，此为怀乡念亲之意。我赠你一字为思远。左传有云：大道行思，取则行远。你看如何？”许纯眼睛一亮：“许思远吗？好听，这是思远行吗？古诗云：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谢谢九哥，这字我喜欢。”谢意见他竟发散如此，有些诧异。人生天地间为萧统的文选中的清清灵上百，其意不详，但他原本也是不拘小节之人，加上许纯这姐的牵强附会的，便也不理会那一掠而过的阴影，只温声问许纯：“思远喜欢读文选？”许纯有些窘迫：“我是不学无术的，大部分诗我都背不下来，只这文选的诗我觉得很容易懂，也好背。”谢意道：“文选乃是五言之冠冕，直而不也。千古至文，你多加研读是有益的，只是其句意太悲远。你是少年人，不必沉溺于此，可多读些慷慨昂扬之作。平日做文章，也勿要取那颓废旷荡之句，科考的主考官们大多不喜。”许纯满不在乎道：“哎，我反正也不考科举，他们喜不喜欢没关系了，嘿嘿。”谢意想他是国公世子，将来确实是要袭爵的，来日总会发现自己是皇帝，到时候这少年时的恋慕之心自然也就散了。他不过是无人教导，被宠溺太过，何该好好教育一番，便能走回正路。便道：“思远这里可有书？长日无聊，若是思远能替我读书，解解闷就好了。”许纯自然是一口答应：“好，九哥想听我读什么书？进阶说来，我开有一家书坊呢，什么书都能找到的。他这里倒是有文选在，也有不少话本，但九哥看着严肃端谨，显然对文选也不太赞同，便也不敢提议。”谢意略一沉吟：“汉书吧，我前阵子读时只读到这一半，没读完。
许纯肃然起敬，这史书特别多的，9个学问真好，我这就叫人把《汉书》整卷送过来。谢毅摇头道：“不必，就选《明信传》那一卷过来就行。我记得我当时看到这一卷。”许纯出来叫了春潮去书坊，把这一整卷书都拉过来。果然不多时，春潮用马车拉着，将整卷的《汉书》都拉了过来。许纯挑了那《明信传》那一卷来，进了房间内，便从头读起。只是他学问实在不怎么样，才读了几句，额上就出了汗。看过去好些字不认识，更不必说这句斗究竟如何断句，一时进退两难，暗自后悔，适才应该在外边找魏先生替自己断一下句斗。他心虚，读得更是结结巴巴。顾孝会时，郎世中接官，卡壳了。谢毅淡淡接着道：“顾孝会时，郎世中接官郡身，背带父之粉。”许纯嘿嘿笑了声：“原来九哥你读过这个了，这个是什么意思？”谢毅道：“郡身是锦鸡的毛语，可是官的。背带是海贝所饰之带，意思是因为皇帝喜欢美貌的大臣，因此大臣们尽皆华丽装扮自己，好取悦迎合帝王，这是信臣所为。”许纯干巴巴道：“哦。”他忍不住拉了拉衣襟，遮住自己那玳瑁，保住腰带。虽然明知道谢毅看不见，他还是觉得心虚。之后读得断断续续，凡有断错句斗的，又或者读错字的，谢毅都流利的读出来。那他读不出的字，他心下大感，佩服九哥博闻强记之时，又后知后觉，隐隐感觉到了，九哥应该是早就读过这书了。缘何今日忽然让自己读这个？待到读到柔曼之轻易，非独女德，盖亦有男色焉。他忽然醍醐灌顶，汉帝多好男色他是知道的，九哥这是在暗讽自己吗？九哥身世可怜，定然十分厌恶此事，自己对他的恋慕，恐怕在他心中是污浊不堪，和那些宁性一般。他心中越发疑心，一走神起来，读得更是结结巴巴，坑坑洼洼，惨不忍听。勉强读完这一卷，谢毅才慢慢又重复道：“然进不由道，未过其任，莫能有终。所谓爱之事，足以害之者也。”谢毅道：“思源可知道这句是什么意思？”许纯仿佛到了那可怕的课堂上，被夫子拷问。明明是大冷天，偏偏汗湿虫衣，只干巴巴道：“意思是这些佞幸们尽信于天子，晋身不是从正道，德不配位，因此都没有好的下场。这就是帝王虽然爱他们，却偏偏害了他们。”谢毅微微点头，似乎十分满意。正好此时艾酒也结束了，他将衣襟拢起，慢慢靠在大银枕上，面容凛然如冰。许纯此刻早已起念全无，心下想着九哥可能厌恶我，自厌的情绪升了起来，越发羞愧，只喃喃道：“九哥你好好歇着，我得回国公府一趟，明儿要去参加宴会，长辈有命让我带着兄弟去，因此不能陪在九哥身边。九哥有什么需要，只管吩咐东海他们。”谢毅微微点了点头，却又问道：“是去哪里赴宴？”许纯看谢毅终于不再拷问那本《明信传》，心中大定，道：“是去顺亲王府陪世子赏雪的，其实我是不想去的。这种宴会一去多半要作诗，最怕这种场合了。但是外祖母说让我带着庶兄一起去，他今年要参加恩科了，需去认识一下人。”谢毅道：“顺亲王世子，他诗文上倒也寻常，我听说他喜欢收集各式各样的画。你若是能找张市面上稀罕的字画送过去，或可投其所好。”许纯眼前一亮，他也喜欢画画。谢毅也。许纯赧然：“我闲了也会画几笔，既然是喜欢画画，我正好有海外带回来的极难得的颜料，不如送他一盒好了。就不知他会不会嫌礼物太轻，我再搭上几张字画吧。多谢九哥告知，我回去找找。”谢毅道：“会喜欢的。顺亲王世子谢斐，
经常与宫廷画师在弘文院自制颜料，既是海外的颜料，自然是难得的。他又叮嘱道，字画不必选太过贵重的，勋贵和宗室不必走太近，不过布施便可了。我知道你手里有钱，但送太贵重的东西，旁人要么觉得你炫耀，要么觉得你是想要结交宗室，总不是什么好事。许纯道：好的，谢谢九哥提点。谢意又问道：怎么我听你说还有庶兄？这京里哪家权贵能闹出庶长子这样的笑话来？论嫡庶嫡为贵，论长幼却是长者尊，庶长子这尊卑当如何论？正常仕宦大家，但凡知礼些的，都不会让正经媳妇进门前生下庶子。许纯害了声，要不怎么说咱们国公府是笑话呢？九哥你别笑话，我爹那就是个混账，听说是悄悄和老太太跟前的丫头有了首尾，老太太也不知道，就把那丫头放回家去嫁人了，结果婚事都谈好了。那丫头发现有孕，哭着回来求老太太，老太太心慈，看着那丫头伺候了她好些年，若是强行打胎，有伤天和。又觉得许家人丁不旺，便做主生了孩子后送回府里养着，把丫头打发远嫁了。谢意笑了声，这是欺负你母家了，不伤天和，让丫头生了给些钱，在外边养着便罢了。进任回来，那丫头已放出去了，谁能证明定是亲子？你爹糊涂，老夫人也糊涂了，尤其是侍射爵位，岂能随意认回？许纯道：我娘也生气，但真见了大哥，也没好把气往孩子身上撒。老夫人也说了，许家人丁凋零，子嗣不旺，多养的孩子也不费什么柴米，若是侥幸成才了，也是个臂膀，这也是给我娘积福。后来大哥确实读书也有天分，12岁就考出了秀才，去岁考了举人，传出去别人也只说我娘贤良呗。谢意微笑，国公夫人确实心慈，让庶长子读书越过嫡子还罢了，看许纯这也毫无嫉妒打压的心态，显然心底一派纯良，这京里竟还有这般正派的主母和天真的纨绔，也是稀罕。许纯眼神有些暗淡，谢意虽然看不到他，但也知道他情绪有些低落，便不再提此事，只笑道：既然是赏雪，也还是背上几首赏雪诗，有备无患。这也容易，你试着写几首，我替你改一改。他艰难道：九哥你身体未愈，余弟这点小事就不劳烦您费心神了。谢意道：几首赏雪的诗还用什么心神？这不是随便湖州就能凑个10首8首吗？许纯他道：九哥您歇着，我下去看看晚餐做得如何了。他一溜烟就跑了，谢意这才微微含笑着躺了下去。东海看着谢意神色，心道：这位九公子明显是在逗咱们世子爷呢。咱们世子爷年轻不经斗，只这位九公子一看就不是简单人物。世子爷眼光是高的，一喜欢就喜欢上这样几手深沉的人，恐怕来日是要伤心上几回的。许纯回了国公府，果然命掌柜弄了一套丹青颜料来，又选了一幅中规中矩的画，一对梅瓶，将就着也就看得过去了。他的心倒不在这上头，却只是命掌柜捡了金丝燕窝、赤嘴鱼胶、阿胶等名贵食材来，命夏朝亲自送过去，到竹枝坊里给六婆做些滋补养生的汤羹给九哥。连日大雪，这日一大早天气放晴，淡淡阳光落在雪上，晶莹凛冽，果然是个赏雪的好日子。许纯披了狐裘，到了外院马车的地方，看到许姑已站在马车旁等着他了。他面容仍如平时一般漠然，身上也披着裘衣，一身打扮并不比许纯差什么。虽说是为了国公府的体面，但盛世出身巨富，又不愿意落下苛待庶子的名头，因此一因吃穿用度并不曾亏待了许姑等庶子庶女。许纯拱手道：大哥的久等了。许姑微一点头，拱手还礼，没说什么，自转头上了自己的马车。他这个庶长子身份微妙，也因此哪怕他考上了举人，他在府里
仍然对嫡母恭恭敬敬，在许纯跟前也基本不会冲长兄的派头。平日里和许纯出门，也从来不会自己先上车出行。许纯知道庶兄身份尴尬，向来也不去为难他，这倒是母亲言传身教。盛世出身巨贾，和气生财，从未与人面上决裂，哪怕心中再不喜，面上也总是含着微笑，行事自如。顺亲王世子赏雪的园子叫汇丰园，离晋国公府其实不远，马车不过2盏茶功夫也就到了。许纯和许姑到了汇丰园门口下车，也来了许多客人，络绎不绝，都是衣着华贵的。许纯和许姑走进园门，递上帖子，跟着的春熙熟练的指挥着下仆将礼物奉上。王府长季辉笔记上晋国公府里梅瓶1对，蛱蝶戏花图1张，丹青颜料1套，一边连忙命人将画送进去暖阁上挂起。秋胡好奇问道：“这是要把今日送来的画都送进去给小王爷赏画吗？”那王府长季笑道：“正是，我们家王世子好画，因此平日里也攒了不少画，每次宴会也能收到不少画作。如今天寒，小王爷恐宴席上大家无趣，索性命人将画都挂起来赏。若是今日有送画来的，也一并共赏。”春熙笑道：“原来如此，果然王府气派不同别家。”一边熟练塞了一个小银颗子给长季：“管家辛苦了，我们爷第一次来府上，有什么不对的，劳烦您指点。”长季收了银子，满脸笑容，登时带上了真诚。想不到晋国公府原来仆从这般知趣，笑着与春熙聊了起来。却说前头，许纯和许姑一路跟着迎客的仆人一路走进去，到了园中暖阁里。今日请好，宴会设在暖阁场轩内。这场轩四面都镶了玻璃，因此光线极明亮，雪光穿过玻璃窗，照耀在场轩四壁上挂着的诗符和画，满堂华彩，文气氤氲，衣冠俊达，济济一堂。画还在陆续从外边有人送进来挂起，许纯看自己送的那幅蛱蝶戏花图也被挂了起来，便也知道顺亲王世子好画，这是赏雪顺便赏画了，不由暗自佩服九哥，幸好九哥提醒了一句，否则自己若是真送太过名贵的字画进来，少不得要引人瞩目。如今四下看了看，大多数画都指本朝的，偶有1-2幅前朝的，也不是特别名贵的画。而自己送的那幅蛱蝶戏花图，因为画师没什么名气，又不是什么古画，因此只挂在了不起眼的地方。这正合了他不能冒尖的意，只也和许姑站在画壁旁，一幅一幅观看起来。许姑低声问他：“二弟若是看到前日替你捐银的那位兄台，还当与我说一声，我们兄弟何该当面致谢才好？”许纯含糊道：“他这些日子病了，只在家中休养，不会来参加这些宴席的。”许姑眸光微闪：“如此，那二弟应当上门探病才好。”许纯道：“他好清静，我已让人送了些药材过去了。”许姑微微点头，解释道：“我也是慕其高洁义气，又是为母亲请得了荣封，想着来日见到，总不能失礼了。”许纯也没放在心上。好，却见一阵喧闹笑声从外面传来，原来是顺亲王世子被一群贵宾簇拥着，正从外边踏雪回来，后边跟着几位貌美侍女，手里捧着梅瓶，里头插着刚刚折下的梅花，一群人都衣着华丽，恍如神仙妃子一般拥进了宴会厅里。为首谢斐穿着一身孔雀羽直氅，墨绿呢底上绣着穿珠云龙，腰间垂下翠色玉滴的碧玉龙纹佩，头上戴着卷云冠，正含笑拱手和客人们说话，举止风度神采飞扬，雍容娴雅。许纯从前也见过他1-2面，但毕竟不是一个圈子的人，并不曾有资格近身相处。只看今日宾客大多是他不认识的人，便也知道从前混的不是一个圈子。自己从前那些结交的纨绔，多是经理不入流的子弟，与他结交也不过是贪图他花钱慷慨罢了。许纯遥遥看着世子谢斐，
却忽然发现柿子长眉修目，笔挺唇薄，猛一看竟觉得有些眼熟。心中好奇，又仔细看了眼那又浓又直的眉毛和含笑的双眼，忽然恍然发现，原来和九哥竟然有些相像。只是九哥境遇坎坷，眉目间郁郁寡欢，这谢斐却是富贵闲人，顾盼神飞，意态风流，显然生活极优越悠闲的。他忍不住心里嘲笑自己，这才出来半日，这又是又想九哥了吧？想到九哥，他心里就有些神不守舍起来，一心又想着赶紧应付完这宴席，回去还能陪九哥下午斟酒喝用晚餐。眼见着赏完画，应该也就入席了。再听个2、3折戏，酒过3巡，今日也就算完成任务，可告辞了。他漫不经心离柿子那群贵客远一些，站在了不起眼的角落里，随便挑了幅不起眼的画，只做品鉴样，其实整个人早已神游万里。许姑看他怔怔发呆，又看到从前学里的童年，便和许纯打了个招呼，邀他一起过去应酬。许纯原本就对这些读书人敬而远之，自然连忙摆手让他自去应酬，他自便即可。许姑走后，许纯更自在了，幸好今日都没有认识的客人，不许应酬，只管装着看看画便好。前面谢斐与众宾客以一幅一幅画开始鉴赏起来，谢斐确实好丹青，品鉴起来也颇有几分功力，画的确实精深的便多说几句，只是一般的便点评2句直接越过，一时堂内十分热闹。许纯想着自己那幅画没什么名气，便也不在意，只远远避着他们，却没想到谢斐路过那张蛱蝶戏花图时，却站住了脚。众宾客只以为是什么大家之图，连忙细看，却见画上全无提拔年月，看色则焕然如新绘，显然不是古画。整幅画纸团团画了数只缤纷蛱蝶，在画中围着海棠花飞舞，颜色十分鲜艳，蝶翅上甚至用金银粉勾了斑点，富丽华贵，那只海棠花也粉白中泛着珠光，整个画面颜色艳丽，栩栩如生，但这在文人看来却有些过于富丽贤贵，过于追求技巧了，失了清雅古朴的意境。有宾客大着胆子笑问还在仔细端详的谢斐道，小王爷可是觉得这画法别致？今日这许多画，倒是这幅显得鲜亮。谢斐笑而不语，靠近仔细看了看那幅蛱蝶图，又命人将附近窗子的绒帘挑起，将光线更亮一些，对着画面又仔细看了看，这才笑道，这是哪家送来的蛱蝶画？众人都摇头四顾，一旁服侍着的夏仆已笑着上前回道，回小王爷，这是晋国公府上送来的画，今日晋国公世子送来的，名为蛱蝶戏花图，画家不详，这上头也无提拔落款。一时众人都有些意外，谢斐却笑了，晋国公府世子在哪里？宾客喧闹，许纯原本看着画发着呆，忽然听到众人叫，尚未回神，却早有顺亲王府的亲客夏仆过来请了他过去。他有些愕然，但仍然上前作揖，在下许纯见过亲王世子。谢斐仔细打量许纯，却见这传说中的纨绔子弟竟有一副好样貌，看着不过是17、18岁，十分年少，面容俊秀，一双猫眼湛然若星，光彩熠熠，身上穿一领青灰色裘衣，里头露出暗红祥云纹衣袍，看着并不醒目。但谢斐到底出身皇家，见识不凡，已看出那青灰色的裘衣乃是狐狸下汗部位的皮毛，极轻柔昂贵的。谢斐笑着道，早有闻名，敬畏相识，许世子送的这画有心了，我看这画风格大意中原，彩蝶宛然若真，呼之欲飞，其色光耀夺目，绘制的颜料似是以宝石矿物为材料，与一般丹青颜料大不相同。闻说许世子外家有海外门路，想来这画乃是海外艺人所画。许纯脸上微热，小王爷喜欢就好，这是海商从外边带回来的海外彝人研制的颜料，当时为着推销，同时赠了这画给小的做样的。
我看这蛱蝶翩翩飞翔，画得栩栩如生，颜色亮丽，十分喜庆，便留了一套，这画也便收着了。这次承蒙小王爷邀请小的来赏雪，想来小王爷稀罕东西见过多了。左思右想，听说小王爷好丹青，便想着当时收着的这颜料留在我手里也没什么用，不若赠与小王爷，若能给小王爷的画上添些光彩，也不枉这些丹青颜料漂洋过海一场远法了。谢斐听他不仅仪容出众，说话流利又有趣，丝毫没有矫饰，也不曾刻意迎合，越发心中喜欢，携了他的手笑道：好一场远法。许世子用心了，我这些日子正想画一幅画，却一直不得灵光，如今见了许世子这画，竟有了些意头。一边命身旁仆人去把许世子送来的丹青拿来，也给今日的大家开开眼，见见这海外的颜料必然不俗。暖阁中间的长桌上早已有侍童熟练过来调桌安椅，设摆纸张、笔架，各色调颜料的钢碟、乳钵一罗列，又有2个童子抬了那盒颜料过来。原来说起来一套丹青，真正却是结结实实一大乌木匣，颇为沉重。谢斐料不到这般排场，微笑道：倒是生受了你这般厚礼。许纯只能谦辞2句。谢斐含笑携着许纯的手走到案前，一边又招呼客人道：大家都开开眼，看着西洋的颜料。众人围了过来，看那一个黑漆捏丝镶金五彩大盒子打开，里头隔开无数个小格子，每个小格子上都有银色小签子，写着佛赤、泥银、藤黄、太白、赭石、朱砂、胭脂等颜色，格子里则是一个个小水晶玻璃瓶，瓶身透明，能看到里头颜料都磨成了极细的粉，缤纷多彩，数一数竟有60种色，每一瓶约有3两左右，果然十分稀罕。许纯介绍道：这签子原是我找了金鱼变色的行家一样一样变了色写上的，但也说了因着没有起风，若是真调色画在纸上未必准，若是小王爷画时觉得色不准，可以自行改了。不过之前兜售的海商可是和我说了，这颜料都是烧制过的，因此不容易变色。谢斐笑道：色是画在纸上才准，是这个理儿，便是不同纸出来的颜色都不大一样，还得日光下看才精准。一旁客人少不得啧舌惊叹，私下估算，这一套下来，光那大匣子和60个水晶玻璃瓶，成本就以数千两，更不必说那些珍稀颜料了，只那佛赤、泥银就是实实在在真金白银磨细的，还有好些都是珍贵宝石磨成的细粉，有些认不得晋国公府世子的，少不得相互打听。自有人低声说了他母亲出身巨富的底细，一时议论纷纷，众目所投，便连许姑的童年都忍不住赞他道：这是你们府上送来的礼，果然够雅，这丹青一般人也用不起吧，也只有府上能用得起了。伯玉于这丹青一道上也颇有些造诣吧，一定也用过吧。伯玉是许姑的字，说话这人正是许姑师出同门刘鹏飞，却是今年未能中举，乃是仕宦，平日里颇有些看不上许姑。一个没落的国公府上的庶长子，运气好嫡母让读书罢了，却偏偏一向很得师长亲眼，如今明知道这般贵重丹青，恐怕人家正经世子也没用上，但还是故意刺上许姑几句。许姑却是今日出发才知道备下的礼单是什么，当时看到一套丹青颜料，还觉得有些意外。毕竟嫡母一贯豪阔，这里稍微轻了些，王府哪里会缺颜料？但还有一对梅瓶在，也算过得去了。再者自己也没智慧的余地，便也不曾言语。此刻看到这样一份丹青颜料，也颇觉有些震惊，并没理会刘鹏飞的言语挑拨，只盯着许纯和谢斐看，心中却只想着不知道之前嫡母被封诰命一事是否与小王爷有关。毕竟嫡母一贯精明，怎可能不为亲生儿子安排前程？这礼单表面低调，说贵重也不过是一套颜料，但却偏偏又是喜画之人最珍贵之物。而许纯一贯烂漫无机心，
偏偏对这帮他走通了路子，换了母亲诰命的人讳莫如深。难道会是这一桩事吗？许姑的好友名叫卢墨轩的，却看不惯刘鹏飞平日里眼高于顶的模样，忍不住嘲道：“没听刚才许世子说了，只留了一套。”刘鹏飞嗤之以鼻，不过是故意渲染奇货可居罢了，商人一向手段。一旁另一位童年只摆手道：“小生看小王爷画画。”刘鹏飞被堵了回去，面露不忿，却也只能近身看向中间那粉油大案旁站着的谢斐。谢斐提了一只水晶瓶起来，凝眸细看，只看那晶莹剔透的瓶内盛放着宝蓝色的颜料粉，色泽银灿，光彩焕然。他有些吃惊道：“这季蓝色好生特别。”他命一旁的侍女上前调色，且调来看看如何。几名貌美侍女上前来，有的捧碟，有的倒水，有的画胶。谢斐倒了些霁蓝颜料粉在碟子内，亲自滴了画颜料的水，调了颜色，提了一支大着色来，饱蘸了墨水，提笔沉吟了一会儿。笔锋落下，吐起弧落，不假思索，不过寥寥几笔，浓墨侧锋，飞白流空，便已抹出了几只蝶翅，又寥寥数笔，枯笔点勾出虚足。一时夸赞声轰然而起，有的夸这蝶翅浓淡均匀，如风抹云痕，翩跹袅娜，韵味无穷。又有人道：“这是写意画法，小王爷画技娴熟之极，极是难得。”谢斐显然已习惯这种夸赞声，有些无奈笑了笑，看向许纯，果然好颜色，颜色明亮，覆盖力强，而且看起来非常稳定，掉水后只影响浓淡，丝毫不影响其色泽。难得，许世子用心了。许纯拱手道：“小王爷喜欢就好。”谢斐却笑道：“看来许世子也是能画上几笔的，否则那海商为何会无端向你推销？”许纯赧然道：“我是个大俗人，从前是从几位画师学过几年，但画师都嫌我构图太满，立意平庸，过于匠气，太俗，大抵是没什么天赋在这上头的。”谢斐笑了：“无妨，今日反正是试色，不若世子给我这画上添上几笔，看看颜色效果。”许纯却是看出来谢小王爷身份尊贵，画上几笔是看到颜色好寄养，但真叫他继续画下去，给这些地位不如他的宾客看，那就无端降了身份。但既是试色，总要多看几样颜色，于是这才将他推出来，自己却是不好推却的，只好接过那笔，看了下颜色，伸手拿了几样颜色，请一旁侍女调色，却是选了只小蟹找来，蘸了墨，落笔画了起来。众人只围观着，许姑在一旁看着许纯画画，卢墨轩在一旁道：“呀，小王爷是写意画法，你这二弟也应当继续用写意才对。拿着勾线笔，怎地看着要工笔？不太合适，伯玉不如上去解解围。”许姑道：“且看看吧，我这二弟确实是学过画的，他就是跟着二弟一起学的画，虽然并不好丹青，但他很珍惜这严师学习的机会，也很是用心学了几年，但却也知道他们两兄弟其实画技上很是一般，盛世砸了大钱请画师为他们授课，但老师一方面嫌自己缺灵气和痴迷，又嫌弃许纯构图太满，太琐碎太俗。卢墨轩却摇头：“既然画人物，小王爷是要试色，以这碟来说，自然是画些花草最取巧，颜色也缤纷，写一法画花草也容易，可惜可惜。许兄不如还是上去劝一劝。”人们窃窃私语，看来看法也和卢墨轩差不多。刘鹏飞却笑了声阴阳怪气：“卢兄还是莫要为难伯玉了，那可是世子，平日还罢了，这样场合他上去踩着笛子在小王爷跟前露脸容易，回去只怕要被嫡母为难的。”卢墨轩哑然，有些抱歉看向许姑，许姑却不以为意，只微微一笑：“我二弟确实善人物，画的肖像很像。像有什么用？那民间画匠才力求像，画像原本就以神似为主。”卢墨轩也不说话了，
只看着那小柿子要如何画，却见许纯寥寥数笔，线条流利，却勾出了一人大袖飘飘，侧卧于山石之上，一膝屈起，一手托头，冠巾带垂落在山石之上。男子闭目仿似睡着，眉目不过数笔，却有孤冷之色。山石周围数丛兰花旖旎而下。许纯勾完线，转手又换了支小着色，蘸了之前的霁蓝，几笔点染涂抹在那身宽袍上，宛如行云流水，袍袖垂落在山石之下，颜色自浓而淡，衣纹飒飒漂浮，凛然有风雪意，正与上头的蝶意相呼应。染完衣袍，许纯又换了支大着色，蘸上了胭脂色，大开大合，肆意涂抹染出了大片云霞，又换了支大蟹爪，点了赤金色，给云朵都勾出了绒金亮边，仿似镀上了金辉，越发晕染着那一只宝蓝色的蝶，栩栩似仙魂。如此一来，下边的高士风姿卓绝，如冰雪寒意逼人，又似神灵不染尘埃。上面烟霞烘托出的蝶魂整体暖亮，令人一眼看来便神为之夺。胭脂粉霭与鲜亮的宝蓝配在一起，竟有一种迷幻的光影之感。一时众人都安静了下来，这时候便是之前窃窃私语的人也都看出来了，这位徐小柿子恐怕手上还是有几分功夫的。谢斐已笑了，这是用的庄周梦蝶之点，用色很是大胆。许纯道：是。又有顷刻笑了，这是画的小王爷吧？这神态眉眼神似，只是略有些病容，轻减了，更增出尘之态。众人也都看着谢斐，都纷纷赞同。谢斐细看了眼，不知为何却觉得不太像，但也只觉得眼熟。想来既然大家说像，那便是像吧。他笑着拉了许纯的手，想不到许兄弟也是精于画技，却不知亲可有字。今后我若是开画社活动，何该邀请亲来聚一聚？许纯有些腼腆，小的自思远。谢斐又笑了，见秋风起而思纯卢，思远这字极佳。如此以后，我便以字相称了。我字飞羽，思远弟也可唤我字，以免太过见外。一时众人都以心羡目光望着许纯，许纯只能硬着头皮谦辞了几句。谢斐却四极高兴，牵了他的手出去一并入席，席上又与许纯说话，问了些日常，这在众人眼里已是极看重，便连忆起来的许姑都接了不少名帖。宾主尽欢，直到酉时，这宴才散了。谢斐送走了宾客，刚想要趁着酒意再画上几幅，却见侍从来报，倒是苏怀公公到了。他吓了一跳，连忙整衣来见。苏怀面上含笑道：小王爷不必多礼，是皇上听说小王爷今日赏雪，画了幅梦蝶，听说极有神韵的。如今皇上年下无聊，便让小的来取画回去看看，以消长日。谢斐慌忙命人取画来，一边笑道：这等小事，公公怎地亲自前来？可是小的哪里没做好，惊动了御前？面上却浮现了些忧色，反复怀想，那画上不曾犯了什么忌讳吧？苏怀亲手打开那画看了看，目光落在那闭目沉睡的高氏脸上，心中哎呦一声，心想这世子果然有几分本事在，难怪皇上冒险也要留在世子那里养伤呢。一听了世子和小王爷画了一幅画，立刻便让人传话，叫自己来把画取回去。瞧这画的龙颜，可不正是皇上那神态？还有这动作，这眉毛，这才几笔啊！真是活龙活现啊！苏怀心中咂舌，满意将画卷轻轻卷好，亲自捧了。小王爷不必担忧，这画画的真好，皇上看了一定会龙颜大悦，必然有赏的。谢斐连忙道：有劳公公御前解释，只是这画并非我一人所画，这上头人物却是晋国公府的许世子画的，不敢贪功欺君。苏怀微微一笑，心道皇上肯定不会还这画了，以皇上那不肯欠人的脾气，自然会厚厚赏谢小王爷的。只又与谢斐说了几句话，
便回宫不提。太后命人过话说想要探望您，被苏公公挡回去了。他大概看苏公公镇定得很，也没说什么，只和静妃每日念经修福而已。宫里西门守卫有个兵士回家说是晚上喝醉酒摔入河里溺死了。谢意斜靠在榻上，眼睛上仍然蒙着绷带，整个人看着苍白倦怠。但方子兴一点不敢懈怠，一丝不苟说着这2日查到的东西。谢意淡淡问道：范木村那边呢？方子兴道：查了，范家如今颇为老实，过节都是闭门不出。范木村只说守孝在家读书，似乎并无与宫中通信的。谢意却笑道：我若身死，太后立谁为帝才能最快稳定朝局呢？方子兴不敢说话。谢意道：他翅膀羽翼都被我剪掉了。范家贼心不死，但要说服朝臣，必然要选一个成年皇子，还要有些贤明在外。方子兴垂手示例，谢意却又问道：也不知苏怀把话娶了没？方子兴连忙陪笑道：苏公公接了通知，立刻动身了。他办事一贯牢靠，九爷放心。谢意道：谢斐就是那个被选中的人。方子兴一怔，但为着许世子去赏雪，今日我也派了几个人去了顺亲王府保护他。我看肥小王爷仍和从前一般，只是好诗话。谢意道：要的就是一无所知，如此这才能正大光明成大统。朝臣们怎么会坐视外戚再次掌权？太后要的也只是报仇罢了。但顺亲王必不会置身事外，细查顺亲王。另外，内阁几位相爷定然也有人呼应，应该是李梅牙。盯紧了他门上进出拜访客人。方子兴怔了怔，垂睫道：是。谢意冷笑了声，本来朕这条命活得也没什么意思，但一想到太后心里不高兴，那朕可就高兴了。方子兴看谢意其实早已是怒极，只能劝他道：九爷息怒。话音才落，就听到外边的六顺脆声道：见过世子。世子不是赴宴去了吗？怎地这么晚还过来呢？方子兴连忙不再说话，只听外面许纯笑道：宴早收了。回了国公府见了长辈，又被祖母留着细细问了一回。用过了晚饭才回来的。九哥用了晚餐没？大夫说了，九哥现在可以多喝些汤。今儿我让人送了鸡尾石斑鱼过来，让六婆烧汤。也不知九哥喝了没？六顺轻声笑道：原来是世子送来的，九爷喝了一碗，剩下都赏我们了，托世子的福尝了些，用了好些胡椒呢。鱼片滑爽鲜美，喝汤后全身都暖洋洋的。里头五福仪走了出来，迎着许纯道：世子请进，我们九爷正要喝药了歇下呢。可巧您来了。许纯笑着道：吃药？我看九哥的药里头有熊胆，虽则明目有效，但必定很苦。我今儿从府里带了些糖荔枝过来，给九哥配着服药呢，去苦味。他看向谢意，谢意仍然靠在床边，面上一贯没什么表情，但身体是放松的。许纯仔细看着他的面色和唇色，似乎没那么苍白了。一侧势力的方子兴转头叫了声：许世子。灯下去看许纯眼角带着红，一副眼型骨软的带醉意的样子，笑道：世子这是喝了酒还没散呢？想来今日宴会还不错。这其实是知道主子看不到世子样子，不知道世子带了醉意。怕这许世子酒后言语冲撞了皇帝，索性提醒一句。许纯已凑了过来，坐在床边，看五福端了要过来，便连忙从袖中掏出了一个玻璃瓶来，拔了木塞，从岸上水果盘里拿了把银签子，插了一颗晶莹剔透的糖荔枝，递到谢意嘴边，先吃一颗糖荔枝，再喝药，喝完了再吃一粒，一点都不苦。谢意唇边便被抵入了一枚软甜清香的荔枝肉，张嘴含入吃尽，果然味道十分甜蜜。他接过药汤一口气喝完，许纯又递了一粒过来，他不得已张嘴又吃了。许纯只喜滋滋道：这是荔枝剥壳了和糖浆煮的，还加了点玫瑰酱，很香吧？谢意问他道：
今日宴会如何？可有让你写诗？许纯道：不曾。果然你说的没错，谢小王爷好丹青，因此宴上不曾作诗，都在品画来着。我送的颜料倒是合适，其他也没什么好说的，无非吃吃喝喝就散了。谢意早听了方子兴回报他当席作画，很得谢斐赏识，如今却看到许纯只字不提，心中有些不快，只问他道：你觉得谢斐其人如何？许纯道：凤子龙孙吗？自然是龙章凤姿的。谢意不再说话，方子兴却早已几乎心跳都要出来，却又不知道该如何提醒许纯皇上，这是心中不快了，只能硬着头皮道：九爷。那小子先回去了。他看了眼许纯，其实是提醒许纯一起走，没想到许纯喝了酒，又是灯光昏黄之时，猛然不觉。谢意淡道：去吧。方子兴退了出去，只替那徐小世子捏着一把汗。谢意仍然只躺着下去，一声不言。许纯替他盖了被子，谢意也不理会他。许纯悄声殷勤问他道：明儿还喝鱼汤吗？还是我弄点小牛肉来给你？谢意道：许世子请自便吧，我不过是借居养伤的客人，世子不必抚就敷衍。许纯一怔，这才后知后觉，发现谢意生气了，忙道：怎么了？我哪里没做好，你只管说。你病着呢，别把气存着，往心里去了，倒不好养伤。谢意道：连什么凤子龙孙龙章凤姿的冠冕堂皇的话都说了，还说不是敷衍。许纯反应过来，连忙道：九哥这是误会我了。实在是，其实我是有些想法，但我算什么人？借斗之威罢了。云霓之别，怎好妄凭皇室贵胄呢？再则，我也怕您觉得我小儿妄言。背后指摘人。谢意道：不过闲话几句，如何算得上妄言指摘？他发现自己似乎和许纯在一起，确实居高临下，教导的口吻多了些，难怪许纯不敢在他跟前造次。谢意稍微反思了下对许纯的态度，是不是该改改，但略一思忖，仍然觉得许纯还是得严管起来，不然总要长歪了。许纯这才压低声音道：我也就只和你说，我觉得肥小王爷并不是真的那么好丹青，当然喜欢肯定也有的，到底皇室中人嘛，可能要避嫌，所以只好做出无心权位的姿态。谢意道：哦，你怎么看出他并不是真心喜欢画画的？许纯道：若真心喜欢画画，见到我那套丹青颜料，必定忍不住多试几种颜色，当然他技巧确实很高，画得很好，必定是有天赋在的。谢斐一开始看到那叠画和颜料，其实并不如何惊艳，毕竟那画也不过是西洋匠人普通画罢了，自己都觉得不甚出彩。之后是画，也似乎对自己其实有些了解，知道自己能画上几笔。所谓让自己是画，更像是给自己一个出风头的机会，好哄自己罢了。而后来自己真的画了，谢斐的笑容仿佛才带了些实意，似乎对自己有些改观，大概不是他之前以为的纨绔草包吧。但这倒不好，和九哥说这些，好像在炫耀自己画的怎么好。更何况今日自己一时情急，为这心中有所思，其实画的正是九哥。他含含糊糊道：所以我才不好和你说这个，也并没有什么实在的依据。你知道我外家精于商贾之道，我自幼也于这察言观色上有些长处，这感觉我说不出来，就是觉得他并不是真的非常稀罕我那套丹青颜料。今日为着那套颜料，他还降尊纡贵和我说了好些话，我倒觉得从下帖子开始，大概我无论送什么，肥小王爷大概都能找到由头和我说话。毕竟这几年参加宴会也不少，极少有当堂赏见众人送的礼的。他迟疑了一会儿，唏嘘道：想来我那10万两白银为了个诰命的事，已传遍了京华，大家结交我，不过是看在我那冤大头的名声上了。只是他原本是悄悄施为，让这事被宣扬开来的。
正是眼前九哥，但自己也确实拿了实惠，因此并不敢露出一丝不满。如今话赶话说到这里，他怕九哥不痛快，只以为他不肯说真话，也只老实说了心中的想法。谢意面上微微现了些笑意，能想到此处，算你还有些眼力。谢斐一贯孤高自诩，这一番造作定然是为了你身后的盛家。晋国公是个纨绔，何今谁人不知娶了个商户女？虽则有些钱，也不过是晋国公众多不堪传闻里头一笔谈资。但晋国公世子豪掷10万元为母谋告命，这就完全不一样了。这说明晋国公这位年满18岁的世子能够随手调动至少10万两白银。这消息传到京中权贵中，谁能不动容？便是自己当时知道，不也吃了一惊吗？更何况这小世子当初浪掷10万两，竟只是为了给贺兰晋江脱籍。若是被人知道，简直是无知稚子闹事持重金而行。谁不想分一杯羹？许纯道：我省得的，今上未定储位，听说还把皇后给废了。如今储位不定，不知道来日还要生多少事呢。平日里我们也都避着让着宗室的，这次下了帖子，推举的话更不合适。祖母有命让我带着大哥去，下次还是找机会装病推了。谢意微点头，许纯替他盖了被子，九哥早点些罢，明儿拆纱布，说不定就能看到了。他低头看到谢意仍蒙着纱布，但一双剑眉直飞入鬓，秀意非常，忍不住悄悄碰了一下，然后假装为谢意整理枕边的头发，又捋了捋，这才心满意足起了身，退了出去。谢意五感敏锐，自然对那蝶翅一般的一处棘离有所察觉，但却不觉得僭越亵渎，倒觉得这少年心思浅显，也还算有几分眼力，至少能看得出那谢匪接触他必有所图。只不知谢匪是知道自己亲父顺亲王的心思而主动参与呢，还是假作不知顺水推舟，想要做一个坐收其成、洁白无瑕的圣君。他平素多疑多思，平日里其实对谢匪印象也还不错。虽则顺亲王有些昏庸，但从前外放在藩地，平庸是福，倒没和太后、摄政王那些有什么瓜葛。当年他平了外虏，顺手撤了藩，命所有宗室回京居住，赐宅邸，宗室子弟一律进太学读书教养。顺亲王也是当初回的京。谢匪进京之时还年幼，不过10来岁年纪，样貌出众，在太学成绩也算过得去。最近几年因着好话，在弘文院领着差事，素无大志，但才干还是有的，在一干平庸的宗室子中，已算鹤立鸡群了。他原本还想要给谢匪一些差事历练一二，但如今知道他别有用心接近许纯，心中就无端生嗔，有些不喜起来。第二日清晨，谢意才醒，便已闻到了一股清幽花香味。他起身，五福过来扶着他起身，盥洗如厕。谢意伸手在水盆闻到花香气愈发浓了，闻道哪里来的花香？六顺道是许世子一大早不知从哪里带了几盆兰花来放屋里了，说是下边掌柜们孝敬的。他看这花香，专门带了来给九爷的。谢意问道：兰花开的什么颜色？六顺道：玉白的，金银似冰花一般，有7、8件呢。每根花杆上开了10几朵，香味特别浓。谢意微一点头，这是与沈兰，这可是名产贡品，极珍惜了。不过他早就停了这些先帝沿用的莫名其妙劳民伤财的花鸟食贡，国库一贫如洗。地方民间还抢征贡品，竭力供应皇室，这些玩物不能吃不能喝，于国无功，于民无利。如今被富商重金购置的话，大概那花匠还能得养家糊口。这徐小公爷确实是生活豪奢，连他这个皇帝也托付今日才得由此享受。兰花太过娇贵，饲养不易，宫里冬日日常只敢奉着水仙、腊梅等凡物，再不敢进这种贵重兰花的，是怕入了天子的眼。
年年都要，那可就兴师动众了。只是他养病这几日，屋里不曾断过香味，却又不是点的香，而是桌面上摆着的佛手，想来是许纯从前自己喜欢的。但冬日已深，今日全都换上了兰花，这是特意为看不见的他置办的了。谢意想起昨夜睡前那轻微犹如蝶意的触碰，这般款款动人的温存小意，若是去追求旁的女子，又或者是男子，只怕是无所不应。只看这几日一衣一食，舟车轿马，无不极尽舒适奢华，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偏偏读书上连字都读不顺。这是全然无人用心教养，这般豪阔，但凡请上几个好些的言师，岂会学成如此糟糠？许纯18岁了，还未定下婚事，这在京中高门已算迟的了。当然与他昏聩混账的父亲以及出身商户的母亲不无关系，但找高门联姻不容易，找个官宦家庭的女子订婚还是容易的，却无人操办。想来是晋国公府中并无人真心为他操持，而他的商户母亲大概在这上头也做不了主，无诰命就无法正式进入京城权贵的交际圈中。晋国公府中还有2位诰命夫人，一位老了，一位守丧。许纯还有一位庶兄，也未定亲，却已考中了举人，即将参加春闱，一旦成为进士，确实一亲更有优势。但一位私生庶子被光明正大任回国公府，借着富有嫡母的仁慈和资源，读书中举成才，眼看将能再次在婚姻中改变命运。与之相比，真正的嫡子却养成了奢侈无度的纨绔，不仅没有能结下一门有力的婚事，甚至还被人引诱，好起了南风，走上了歪门邪道。好一个庶子励志中踏青云路的好故事，竟是可以编上一出戏的，这能算是无心插柳。谢意自幼在宫廷中长大，不知见过多少魑魅魍魉，经历过多少阴谋诡计，事关爵位，哪一家豪门关起门来不是龌龊满满，没一家清白的。谢意可从不信天下有这般幸运儿。谢意原本便是思虑过重之人，又兼心细，许纯既被他划入了管教范围，少不得分了点心想晋国公府这一点。洗漱后有人送了早饭来，却是送的鸡丝汤鱼面、虾仁小馄饨、蟹黄鲜肉汤包3样主食，另外甜的有花椒羹、燕窝汤2样，另外又配了淮山糕等几样糕点及冬梨、蜜瓜几样难得的瓜果。谢一看养伤，这将也7、8日了，每一日的餐点竟都不同，据说都是那六婆亲手所做，实在也有些叹息这精心。随便吃了点，剩下都赏了5福和6顺吃了。才撤下去没多久，许纯就带着周大夫来了。周大夫过来替谢意把了脉，又看了伤口，道伤口已开始愈合，脉象平稳，外敷换些贝母、白芷、生大黄、木香之类的解毒消肿散结，加点冰片清热生肌。内服继续原来的药汤，减掉黄柏，药量减半，晨起含片参片固本，慢慢养着吧，夜间可还能安睡。谢意知道对方医术极高，也不隐瞒，人偶尔有些经济不安，醒了难眠，不过这也是从前就有的。周大夫皱眉道，病人思虑太甚的缘故，我看尊驾天资绝顶聪明，心性高强，想来平日少不得心重多思，还当放宽心怀，不必事事要强，长久下去，七情郁结，气滞血凝，不思饮食，精神倦怠，不是好事，倒是纵情多玩乐些，给个尽情一笑，或有改观。谢意一笑，不置可否。周大夫也知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也不勉强，只有吩咐东海去解了纱布，看看眼睛。东海起身和六顺等人服侍着替谢意解纱布，许纯心中紧张，却仍是起身走到了窗旁。虽然今日天气阴郁，云层厚重，光线并不明亮，他还是将窗子掩上。五福看到许世子这般，知道是怕光太亮了刺伤皇上的眼，心中不由有些感动。这位许世子，别看外边怎么说纨绔，
这些日子待皇上那是真实实在在的好啊。纱布一层层解下来，东海让人备下了热水，拿了热金子替谢意将眼睛上敷着的厚厚油膏整层的抹下来，一连换了4、5把热手巾，才把眼睛擦拭干净，又轻轻擦上一层清水茶油，这才请谢意睁开眼睛。谢意缓缓睁开眼睛，一眼就看到了许纯圆溜溜的眼睛盯着他看，关切之极，他慢慢眨了眨眼睛，就看到对面立刻移开了眼神，耳后变得通红，腼腆之极。周大夫问他如何，谢意道：能看到了，虽然还有些模糊昏暗。周大夫仔细看了看他的瞳孔、眼睛等部位，满意点了点头，和之前想的一般。接下来服3花9子丸就行了，食物里头可放些枸杞明目。这些日子少用眼写字看书，多看看远处，去外边走走，畅怀舒心些，动动身子，读牌的也快一些。周大夫放下袖子起身，叫上了东海出外开药。许纯紧紧跟着周大夫后面，他听周大夫的吩咐，心里很是在意。出来后看周大夫开了药方，才低声问周大夫：周爷爷，九哥那思虑太甚的郁症严重不？当如何调养疗治？周大夫道：你那九哥一看就知道夜间难寐，心思重的，经事多的人都这样，好比上了年纪的人，一到夜深人静，半辈子的事历历在目，睡不了。这是性子定的，我看他必定凡事无论大小都竭尽心力。譬如狮子搏兔亦用全力，虽则青年岁数，偏却是枯脑焦心，憔神淬力，以致情志不舒，气机郁滞，这症状只怕已有数年，一时半会消散不了的。许纯却道：怎么能让他开心一些呢？周大夫翻了个白眼，正常人吃喝玩乐都会开心，但你那位九哥心里不知多少恨呢，肯定不那么容易开心的，歇歇吧。许纯却道：谢谢周爷爷，能开些疏肝理气的药膳方子吗？周大夫呵呵一声，没说什么，顺手开了几个方子，抬脚就走了。许纯亲自送了他出去，回来看到谢意拥着狐裘，正在院子里垂睫看着墙边假山石下摆着的几只巨大鱼缸，鱼缸外边厚厚包着棉毡，围着炭炉，是为着保暖，里头养着许多活鱼。深色鱼缸旁，谢意披着一身清冷，郁郁孤标，实在落寞。许纯怕他身体未恢复，在院子里站久了着凉，笑嘻嘻跟过去：九哥这是看鱼吗？看着鱼是养眼，这鱼是六婆养着备餐的，你看看喜欢吃什么鱼，捞出来咱们一会儿就吃。谢意看了他一眼，我在想庄子濠梁观鱼的故典。许纯呆呆道：九哥要作诗吗？既知梦蝶，如何不知观鱼？谢意盯了眼水里悠然摇动的鱼，忽然有些失笑。他知道这小纨绔担心自己的郁症，特意跟出去问大夫了，所以特意在这里等着他解释一二，让他不必费心在此。但这小子不学无术，显然听不出他子非鱼的话意，一时竟没法说下去了，所以和这只惦记着吃喝玩乐的纨绔讲话，还得直来直去。这让深宫里长大的谢意很是有些新鲜，须知他自幼便是大儒轮着教导圣人，微言大义，又在摄政王和太后手底下讨生活，听惯了话中有话，凡事多思多想，说话模棱两可，留着余地，哪里见过这样浅白到一望即知的人。许纯看谢意一笑，越发心神荡漾，连忙道：九哥在家里养病多日，定然无聊了，今日天还好，不若我陪九哥去戏园子看看戏，听听曲儿。谢意原本对这些娱情宴游之事均无兴趣，但去戏园子一则观察京中民风，二则也可以借机让方子欣打听下那几家的消息，便道：可以，但我不喜见陌生人。许纯大喜，连忙道：你放心，那戏园子是我开的，咱们从后楼上去，直接到我的包房，保证一点不会遇到陌生人。他一叠声命人备车，又提醒小厮们带上药炉。
手炉等等操心非常，很快一切收拾好。许纯亲自陪着谢意上了车，谢意看这马车果然也极尽华丽。外面看着只是普通青铜漆的高马车，里头却很是宽敞温暖，用的水晶琉璃窗铺陈极尽华丽舒适。谢意坐在铺着柔软虎皮的榻上，看着许纯将桌子翻起，茶壶、画本等等一应俱全，忍不住道：“你倒是受用。”许纯还在兴致勃勃谋划着，这些日子总下雪，等雪住了，西山那边放了晴，我们坐马车去西山那里赏雪打猎。我有个别院有片小山林，可以冬猎，烤点鹿肉、羔羊给你尝尝，补些元气。也可以去湖里划船耍子，还可以冬钓，我钓上来过好大的鱼。这几日你身子还没养好，且在城里逛逛好了。谢意看他果然于这吃喝玩乐上十分在行，也没扫他的心。年假快结束了，该复朝了，节后就是春闱大事，自己也该回宫了，自是不可能一直在这里白耗着。他看到桌子一旁八宝屉子用软布包着几本书，想来是闲坐车上打发时间无聊的，便顺手抽了一本书打开要看。书挺简陋，只用针缝了书脊，封面是普通的油纸，写着玉树记，署名储管课，字倒不错，笔势很急，鼓励倾诉。打开内页一开头一段便是玉树后庭前，瑶草妆镜边，去年花不老，今年月又圆。末教篇，何月何花，天教长少年。他点评道：李后主后庭花破子放这里，倒有些意思，字也有些品格，奇巧超逸，只是写的潦草了些。这是写什么的？戏本子还是画本？许纯随口道：应该是下边人送来的戏本吧，九个看看，有喜欢的一会儿让人唱来。他抬眼去看那本，一眼便看到那封面上赫然写着玉树记，却是那穷举子贺知秋才写好了的南封本子。书方那边今日命人送来，下朝问了一句如何处理，他只随口吩咐收着罢，哪想到下朝自作聪明收在这里了。许纯吃了这一下，魂灵几乎要从天灵盖出窍，连忙劈手要去夺，九个眼睛才好，还是别在车上看书了。谢意看到许纯满脸通红，伸手来夺书，将书往内收了收，并不给他。怎么？什么书不能给我看？琉璃窗透过的光打在少年神情焦灼的脸上，神采生动非凡。谢意也促狭起来，戏谑道：难道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书？许纯急得大冬天出了一额汗，心里一边骂着下朝，一边可怜兮兮看着谢意，是下边书方收的画本子有些轻屑低俗，莫要脏了九哥眼。谢意慢慢翻开一页，神情玩味：没事，我看看说什么的。你没看过？许纯满脸窘迫，到底不敢硬抢。没有。谢意又翻了一页，看那玉树临风的少年骑马踏花，遇到一位游侠儿，仗剑行侠，一见如故，意气相投。于是把碧同游，饮酒作乐，当夜便睡了同一张床。忍俊不禁明白过来，原来是南封本子，看来前儿读史没学明白。许纯恨不得钻入地里：九哥，您信我，我没看。我书方那边前些日子一个穷举子来兜售他写的书，说是家贫母病，急需钱。我想着要周济他，又怕他读书人面上过不去，就随口说了需要收南封本子，给了他一笔钱，说是定金，其实他写不写没关系。没想到这举子到手信诺，昨日交了书，书方那边便让人送了来，我也没打算印，只让人收着罢了。谢意慢慢翻了几页，嘴边噙着微笑，文才是不错，词藻清丽，风流秀曼。许纯支吾着解释道：我是看他风姿超逸，文才也不错，可惜他被赌徒亲父所连累前途，再者也是我们书方的老主顾了，一向在我们书方抄书换钱的，不是那等好逸恶劳的，确实是穷途末路了。父亲欠下赌债，又被人打断腿，母亲生病，过年债主逼上门来，他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实在无路可走，写了几本验本子，大概是哪里听说的这种本子才好换钱。那日遮遮掩掩的来，我看他确实窘迫，这才出钱帮他。他说的很细，只怕谢意误会他。谢意看他眼圈都急得微微发红，知他所言为真，便问道：你那书坊开在哪里？许纯道：叫闲云坊，开在城东灵湖处，九哥闲了也可以去那里吃茶看书消闲的。谢意慢慢重复许纯刚刚品评那个书生的话，风姿超逸。许纯看向他，似乎有些不解，眼尾还带着些红晕。谢意却是想到那一日，这纨绔子不也是第一次见面就说心悦自己，贸然搭讪，声音带了些揶揄。卿当日也是第一次见我便上来搭讪，莫非也是一眼相中了这穷书生？倒是个巨眼风尘识英雄的好话本。许纯急了，他如何能与你相比？九哥如何把我看作那等轻浮色批？我若是有那想头，便让我出门被雷劈死。谢意沉下了脸，不过和你开玩笑，怎地拿身体赌咒起来？我若不在乎，与我何干？我若在意，你这般轻贱自己，难道我又会高兴？许纯愣了，过了一会儿才讪讪道：我只是想说，九哥和旁人如何一样？是九哥先拿我开玩笑。他声音越来越小，讷讷不语。谢意反躬自省，却是自己一时失仪，他才满月就见走登基，自幼受到便是帝王喜怒不形于色那一套严格教养，不知为何和这少年在一起，就有些失之轻浮了。正色作揖道：是我的错，你虽年幼无人教导，但疏财仗义，行事有侠气，我不该如此揣测你，何该向你赔礼？许纯得了他一句有侠气的赞，脸上腾的一下通红，竟然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手足都不知如何放。幸而马车停了下来，外面春潮禀道：少爷到了。他慌忙迫不及待跃下马车，一边命人来扶谢意。谢意看了手中的书一眼，又将那屉子里绸缎包着的书都拿了出来，提着下了车。方子兴果然已在车旁侍奉着，他顺手便将那提书递给方子兴。方子兴有些不解，但仍然接了过来。谢意吩咐了句带回去。方子兴明白，连忙交给身后的心腹，吩咐了几句。心腹接过那包书，小心收好了。一旁五福打着伞为谢意挡风。谢意抬眼看了，是一座高楼，前面隐隐传来笙箫，他们却是从后院下了车，早有熟练管事上来给许纯行礼，然后被春潮几句话打发走，然后一路因着他们从后楼的楼梯上行，一直行到3楼一处包厢内。上去后果然看到那房间内一面窗子设着看台栏杆，正对着正中央的戏台子，高台上正是数位女子着粉衫正在跳舞。谢意坐在了座位上，几上已预备下许多细果香茶。许纯拿了菜单子问小心上来跟着的春潮：问过了吗？这边厨房今日有什么好菜色？春潮道：让小夏去看过了，说有熊掌还行，让他们做了蜜煎的，另外再捡些羊汤和新鲜菜蔬，另外看看九爷公子有什么想吃的，还有戏单子，看好了我命人演起来。许纯拿了菜单和戏单递给谢意：九哥。他耳根还有些热，看着谢意的眼神也带了些亲昵。得到面前这人一句赞扬，他只觉得这些日子种种都得到了报偿，他心满意足。谢意道：你看着点就行了，我不挑。他也没有挑食的余地，自幼被以帝王规矩严格教养，衣食住行不可表现出偏好，更不可有癖好。帝王若是好歌舞爱看戏，那简直是亡国之君的爱好，他平日也知道克己，毕竟太师太傅们也和他说过这其中道理。许纯想来也知道九哥这些日子从未在衣食上挑剔，便道：这里肉燕做的还行，九哥尝尝。他将单子再次转给一旁春潮，又拿了戏单子来递给谢意：九哥要听什么戏？谢意仍是道：你挑你喜欢的就行。许纯想了想，
却是挑了一出《点秋香》。谢意其实没看过几出戏，太后在他幼时过生辰看过，都是些咿咿呀呀的太平戏。听他点了，问道：“点秋香？”许纯道：“对，九哥听过那故事吧？唐介元三笑姻缘，这是南方来的戏班子，上次听过一次，唱得好，演的也好。唐介元那风流才子的模样真演活了。”谢意重复道：“唐介元。”许纯解释：“唐伯虎诗画双绝那个六如居士。”谢意明白了，写但愿老死花酒间的那个。他知道唐伯虎，却不知道什么三笑姻缘，想来是民间典故，却也没有哪位大学士跑皇帝跟前说这些。许纯点头：“我收有他一幅仕女图，极好的。九哥若是有兴趣，我们回去了可以赏一赏。”谢意看下面戏台子上歌舞撤了，幕布落下，过了一会儿，鼓乐齐奏，幕布拉起，一个青袍书生摆着扇子出场，果然风神俊秀。顾盼含情，满天星当不了月儿亮，金风起，透纱窗，檐前铁马响叮当。注：王转戏词。谢意便问：“有戏本子能看看吗？”许纯连忙吩咐春潮，让人把戏本子送上来给九哥看，挑字大一些的，莫伤了眼睛。一边看着茶上来，许纯连忙亲自拿了茶壶给谢意斟茶。谢意看茶里浮着乌梅，喝了两口，问道：“放了肉桂？”许纯正盯着他看，笑道：“是凤凰单丛自带的香。”然后调茶的时候额外加了一点肉桂和乌梅。周大夫说是补阳气。生津液，香气很特别吧？九哥喜欢喝熟茶吧？而且九哥特别喜欢天然的花果茶香味，不喜欢点的香。我说的对不对？他说完，笑得双目闪动，一副讨赏的样子。谢意一怔，他这些日子养病，并没有在茶水和吃食上表现出特别的喜好，上什么茶他都喝。对方是怎么看出来的？所以那些兰花也不是意外了，是刻意送进来的。还有之前从没断过的佛手，但可从来没谁敢在皇帝跟前询问皇帝喜好的，那可是窥伺帝宗的大罪。许纯替他又斟了点茶，沾沾自喜，自己揭了谜底。九哥遇到不喜欢的口味，喝茶喝汤就会很快，若是喜欢的就会慢一些。这里的肉燕做的肉皮极薄，汤又鲜，九哥一会儿尝一尝，一定喜欢。谢意不说话，只拿了那戏本子过来看。许纯没得到回答，也不觉得窘迫，只拿了只柚子来，亲自拿了银笔包了柚子肉，掏了放在谢意手边的碟子上，又去剥松子。谢意看果然也都是自己喜好吃的，有些吃惊，却实不明白许纯在这短短十几日内如何看出来的。仅仅只凭吃饭时的快慢，不至于能到此，只能说对方确实十分关注自己的细微举动。谢意不再理他，专心看着下面的戏，不一会儿居然看进去了。唐伯虎三笑见秋香，风流才子放浪荒诞，乔装置宦家卖身为奴。清俊书生换了青衣，与那眉目秀艳、体态绰约的青衣小环呢呢浓浓。待看到唐伯虎惊叹何物女子于尘埃中实名是也，已忍不住笑了出来。果然是这纨绔少年的喜欢看的戏目无疑了。许纯其实之前并没有看完这出戏，忽然听到这一句，竟如此巧合与适才谢意调侃自己巨演风尘识英雄的话相同，一时面红耳赤，坐立难安。好在谢意适才已暗自反省自身，又给许纯道了歉，自不会在这上头继续指摘，只是心中想着这少年既好就风尘，稚子持重金，若是遇上贪婪无德之人，总要被算计。也没有个靠谱长辈教引他，少不得花些心思扳一扳他，也算报偿他这些日子救驾大功。抱着要好好教导许纯心思的谢意，一边看着戏，一边开始闲谈。六如居士，你可知道是哪六如？许纯他只仿佛回到了私塾课堂，被先生忽然抽答功课，目瞪口呆，无法可答。谢意慢慢教他，
金刚经上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映，作如是观。因此唐伯虎这六如便是从这上头来，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许纯恍然，原来如此，多谢九哥教我。谢意却又耐心道：你看唐伯虎当时屡遭失意，被卷入科场舞弊、藩王造反这些案子上，境遇坎坷，半生凄凉，因此他自号六如，万物皆为此短暂易逝之物，原就是消极避世之意。再读他写的诗，比如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居功车马前；比如贺诗30愁千万，长断春风谁得知，多为厌世伤神之作。看他性情又十分傲岸不平，你觉得他会为了个奴婢一笑，便隐姓卖身，小义温存，求美取婢吗？许纯，九哥好认真，他当然知道戏本子上都是编的，但他看着谢意耐心盯着他，一双漆黑眸子刚刚治好，青姿无双，不管他说什么，那都是在关心自己。他一身骨头都轻了，只连连附和，九哥说的极是。谢意道：你只看他画美人绮丽风流，看到却看不到他心中快乐，怅然神伤。须知人生毕竟不是那戏本子，只看个热闹便可，万不可真将那戏本子画本上写的故事都当真了。你看这戏台上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贪嗔痴恋，聚散离合，可不正是如梦似幻，如露如电？许纯，九哥教导的是，心中却想着，九哥果然心中不快活。人人看戏只想到热闹开心，九哥只看到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只想到六如居士那些境遇坎坷，怕不是也是自己心中快垒难消？半生怅然，得找个什么法子让九哥开心起来呢？调马射雕，寻芳踏春，倒也得花些心思才好。谢意不知许纯心中却是想着他的狱政，看他受教，满意点头，又问他：这戏园子是你开的？国公府同意。许纯连忙摇头：家里不知道，我外公那边的规矩。盛家12岁就开始拿钱试着做生意，我也是试试手开着玩。当时就想着开个戏园子，看戏方便，想看什么就找戏班子来演。开书坊也是为着喜欢看画本。他声音有些低下来，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谢意点头：你年少就善于经营，这是好事，只是经理权贵轻贱于此道，你自己知道，不要声张便好。父在子不立，若是拿你私下置产的事来说话，你是站不住理的，须得仔细。许纯看谢意待他宽容，心下越发高兴。我以为九哥要嫌我行这商贾之道，是个大俗人呢。谢意道：俗不俗倒不是看这个，那10万两银子可帮了大忙，工部那边大船修起来了，工部尚书仿佛都年轻了几岁，上朝走路都带风，面君也振奋精神，忠心仿佛都多了几分。若是户部有这样善经营食物的人在，他哪会这么捉襟见肘？俗的不是钱，这孩子虽然糊涂，却可一点不俗。待人已成，行事颇有侠风，只需要有人替他把一把方向。他心中存了这点想法，不由上下打量了下许纯。晋国公世子的话，去户部补个主事，问题不大，就只是到底还是年少了些，真进了官场没人护着，这样性情很快就被人算计的骨头都不剩。看起来4书5经也不扎实，学问不大通，若是好好请个师傅教上几年，他心中想着。许纯却看时间要到了午时，连忙让人送了肉燕上来。谢意看那金黄汤底鲜香扑鼻，雪白肉燕在里头剔透可爱，果然是自己会喜欢的口味，又有蜜饯的熊掌切了片与生片鹿茸蒸了来。知道这还是补身的食膳，这几日在许纯这里的衣食住，比他在宫里1年用的贡品还多，倒也算的是个笑话。听了戏，吃了丰富的午餐，许纯又陪着谢意回去。看着他吃药后，谢意才又想起来什么一般，上次你读史读到哪里了？
许纯连忙道：“你如今眼睛不好。”谢意道：“正是眼睛不好，才需要你读一读。”谢意眼睛里带了些笑意：“我好些日子没读大学了，劳烦你给我读读吧。”许纯心里想着，他明明都背的，但是还是认命的起身出去找了本大学回来，坐在那里开始读起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谢意闭着眼睛听着，睫毛密密附着，面容仿佛玉雕也似。许纯一边读着，一边偷眼去他，眼神流连在他高高的鼻梁、薄薄的唇，偶尔上下滚动的咽喉，一时又有些心猿意马。这书读起来也没那么不情愿了。谢意合着眼睛，却忽然开口问：“此谓成于中，行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句何解？”许纯果然是要拷问的，他就知道逃不过。得亏他刚才抓紧在外面等书的时候，抓紧看了几页大学释义。他磕磕巴巴捡了那本心语者相，心物一体，知行合一的释义说了几句，其实自己都有些一知半解，不过是适才硬背了几句。谢意睁开眼睛看了他一眼，道：“你本心难得赤诚，这段应好好体会。你习的应当是心学一派的释义，这也是如今大儒们多推崇的，可且学着。”许纯汗出如浆，又结结巴巴、认认真真将整篇大学读完，身上已出了一杯汗。谢意道：“不错，还有哪一句不明白的吗？”许纯待要不说，又怕谢意问，只好硬着头皮捡了几句问。没想到谢意耐心的给他讲了一遍，又问了几句，索性给他通讲了一遍，然后才道：“你回去背一背，明儿背给我听听。”谢意道：“正好也看看你的字，明儿你默写吧。”许纯偷偷看了谢意几眼，谢意看着他很是坦然：“怎么不愿意？你才18岁，读书明理这道理不用给你说了吧？”许纯连忙道：“九哥能教我，我心里可开心呢。九哥您先歇着，我回国公府有点小事，晚上一定把书给背了。”谢意看他表情倒不太像勉强，心中不由呐喊，但还是挥手令他去了。许纯出去后，却是上了马，回了晋国公府。原来是秋胡派了人来传话，说是盛夫人找他。他回去见了盛夫人，盛夫人拿了封信递给他看道：“明日你表哥常州到京了，想来是家里有什么事，你明日且去港口接他一见。”许纯一怔，大表哥怎地忽然进京？他一贯不是都在闽州掌着家事呢？可是外公那里有什么事？盛夫人道：“我也想着正是这个缘故，才让你先去接了他。盛安陪着你，安顿好你表哥。府里人多眼杂，你祖母那边也从来没正经把盛家当成正经亲戚。你大表哥第一次来，在家里又是未来家主，没受过一日委屈，没得进咱们府里受气。你先在外边接着，问清楚进京的缘故，能处置的就替他处置了，回来报与我，选个好日子再上门走个形式便好。”许纯领会，还是听说盛家长辈只是盛夫人嫁进来的时候送亲来过一次，之后就每年只派子侄辈的送节礼，想来当初定然是被慢待过。他笑道：“母亲如今也是诰命夫人了，盛家来客如何不是正经客人？待我替母亲招待好表哥。”盛夫人凝视他一会儿，眼圈微微发红，笑道：“你如今大了，多和你几位表哥亲近一二，他们总是要帮衬你的。”许纯笑道：“几位表哥自然与我是亲兄弟，母亲不必白叮嘱这一句，只管放心。”又问了几句寒温，便出了院子，却又想到明日九哥要考自己，不由有些神伤，只怕九哥要误会，以为自己逃避功课。但大表哥忽然过来，确实蹊跷。要知道盛家家主如今正是大表哥的父亲，大表哥作为未来家主，也是基本不远行，在闽州坐镇，帮着整治家业。突然进京，必有大事，也难怪母亲紧张，让自己去接。他想了下，叫了秋胡过来去竹枝坊报信，又特带了一罐杏仁蘑菇酱
和鸡丁蘑菇酱过去给九哥。却说竹之方这边，谢意看许纯走了，正叫了方子兴问话。方子兴道：专门安排了人在药店守着，并不曾见有人查问。兴许是别的渠道，皇上说的那几户人家也都盯着了，并不曾见有什么来往。宫里太后和静妃娘娘那边也很是安静。谢意冷笑了声，这是没探听到妾室消息，没人敢轻举妄动。毕竟如今可不是摄政王那会儿，有藩王有边将和他们里应外合了。呵呵。方子兴不说话，谢意想了下道：安排下，明天朕回宫。方子兴一怔，谢意道：自然得有足够香的诱饵，才能引蛇出洞。方子兴却道：方才听见您说要给许世子明天考功课来着。谢意看了他一眼，让他先默写，封了卷子送来给朕。方子兴应了，谢意却道：明日让吏部送一份太学和国子监如今任教的博士、学政和学官的名单、履历都送来给朕看看。另外问清楚许纯在国子监第几间，如今是哪个学官教他。看来这许世子要倒霉。方子兴忍不住有些幸灾乐祸的偷笑，却被谢意看到，是他笑什么？朕教导他是他的福气。方子兴连忙正色肃容，皇上说的是两榜进士才有资格称为天子门生，他如今能得皇上亲自教导，可不是祖上积德呢。谢意蹙眉，却又改了主意，罢了，明儿等考了他再回宫。横竖他一贯来得早。方子兴刚应了，却听到外边五福高声道：九爷，下边春熙来报信，说许世子明日客人要接，可能不得空过来陪九爷。九爷这边若是有什么交代的，只管吩咐管家盛老六，或是叫下朝东海去办也使得。自己还想要等他，他倒先有事了，该不会是逃避功课吧？谢意眉毛微抬，一眼看到方子兴又是一副忍俊不禁的样子，斥他道：还不下去办事？许纯一大早便骑马带着家仆出去运河港口，果然远远见了盛家的大船进港。盛安带着一群掌柜管家的先骑马跑去接船，安排脚夫货物搬运，联络熟识经济等事。不多时便有盛家的仆人飞跑来报：周大爷过来了。许纯便下了马等着，不多时果然看到一队马车过来驻了马，仆人们连忙上来打帘子，只见一个24、25岁的青年从马车上下来，剑眉星目，穿着深紫色外袍，衣饰并不十分华贵，却举止端重。许纯以大喜扑了上去：长洲哥！盛长洲一手扶住他：嘿，又高了些，怎的还是这么不稳重？许纯抱着盛长洲的手臂，笑嘻嘻：哥，你怎地进京了？长云长天哥怎么样了？怎不叫他们来？老爷子身体好不好？盛长洲笑：这么一串话，叫我先答哪个？罢了，等我拜见过姑母，再置一喜，和你好好说话。许纯道：我娘知道了，她说府里事多，叫你先在外安置，等择个时间再教你进府拜见长辈。娘还说外祖父使唤你特地进京，定是有什么大事。在府里人多眼杂，让你先和我说了，有什么能办的我就办了。盛长洲有些意外，上下打量了他一眼，眼里含了笑意，看来我们幼龄生长大了，能为姑母分忧了。先去汇丰楼吧，我住那里，顺便把这次带来给姑母和你的礼物交接。若是宋国公府太招眼，你外边找个地方放好了。幼龄却是盛家太公赐的乳名，当年盛太公在天后宫为女儿产子祈福，夜里却梦到天后娘娘自云间至若金鳞一片，灿然生光。数日后接到京城来信，世子小外孙出生，一算日子时辰正是做梦之时，只觉得神意祥瑞，便写信给盛夫人，给许纯起了乳名幼龄。回了国公府里，老太太却嫌这乳名不好，不许府里人叫，因此只有盛家人这边叫着。许纯听到表兄唤乳名，只觉得亲切非常，满脸笑容。
点头翻身上马，好。两人连派而行，很快进了城里，去了汇丰楼。这是盛家的产业，盛长洲上京一次，自然也带了不少货物随船，因此要先交割清楚。盛长洲一边命人置席，一面携了许纯的手往里头说话。我听说前儿你捐了10万两银子，为姑母换了个诰命。许纯有些不自在，误打误撞，无心插柳罢了。盛长洲道：值得，天下有钱人多了，这诰命却是银子都换不来的。祖父高兴坏了，让我进京了，好生夸夸你。许纯道：祖父、舅父、舅母身体可好？盛长洲道：都好，这次进来还是为着一桩事。之前接了姑母诰命，咱们上下都高兴。过了没多久，咱们却是得了闽州刺史府和通博司那边传来了官牌，却是钦定了给咱们盛家为内务府的皇商，专供外洋舶来物给皇家。许纯一听大喜，果真？那是好事啊，皇商可以捐免不少税呢。盛长洲道：是，连采办的银子都一并拨了下来。虽说银子一年不过10万两，但难得的是皇商的名头，上下一年能免不少车船税、港口税。咱们合计了下，原本海商进内陆，因着税高，咱们一直没怎么走上。如今这么算下来，竟是天上掉下来偌大一个便宜事，一年下来，光是车船税就能省下几万两。更不用说有了这名头，各路地方官也好说许多，不需样样打点了。但这般好事如何能掉到咱们盛家头上，祖父也是摸不着头脑。想着恐怕是姑母在京里打点了什么，这才让我进京摸摸底。许纯一怔，母亲这边恐怕没做什么，咱们盛家偌大海商世家，做个皇商也够资格吧。盛长洲笑了声，真是孩子话，皇商哪是咱们这些没根基的人做的，那都是祖上有功有恩应的。盛长洲拉着许纯手，亲亲热热到席上坐下，流水般的菜肴便上来了。盛长洲一边给许纯解释，西边的晋商，东边的浙商徽商，咱们都不说了，只说闽州的皇商主要是范家的珍珠专供，张家的茶叶专供，鲍家的海货专供，算得上垄断，其他零零碎碎的药材、皮毛，那都是不成气候，基本就那3家把着。咱们海商一向被他们扣上一商一匪的帽子，名声不好，虽说生意做得大，就连范家、张家、鲍家许多货也从我们这里拿，但皇家的生意咱们是一点都沾不上的。说起来海商暴利，其实每年税都是极高的，时不时还得应付抽丁、剿匪这些徭役名头，要不小心伺候打点着地方官，地方官一个通匪、饲养兵丁的名头扣下来，咱们就得大出血，否则便是灭门之祸。许纯自然是听过外祖父说过这些，宽慰道：这些年不是都慢慢往内陆发展了吗？我看咱们在京里的商行利润也算稳定。盛长洲摇头，要不是为这个，当年祖父如何舍得把姑母嫁到国公府呢？还是和京里有了这么一层关系，咱们这些年才算安生了些。料不到如今竟然从天而降一项皇家专供的供奉，咱们打听了下，竟然闽州巡抚府这边包括范张鲍3家竟是一点不知，反来向咱们打听如何拿到的。祖父也没对他们漏口风，只和我爹说，看来是姑母在京里这边做了什么，连忙使了我进京，就怕姑母这次花了大钱。祖父说了，一则不能让姑母亏了，无论如何该出的钱都由咱们出了；二则探探底是哪家贵人帮了忙，可需要做点别的什么，既施此大恩，恐怕另有所图。许纯茫然，如此大事，母亲怎可能不和祖父商量就擅自做主呢？我看不像。再说母亲在京里一直因着没有诰命，被隐隐排斥于权贵社交圈外，如今虽说得了这诰命，其实也并没有结交什么真正有权势的人，除非对方是为了盛家的偌大财势。祖父所虑显然很有道理，
突然加此重恩，只怕是别有所图。若是一不小心卷入什么，那还不如早日将这人情给还了。难怪派了嫡长孙过来主事，显然派别的孙辈过来，并不能做主。若是派了家主过来，又显得过于大动干戈，引人注目。许纯蹙着眉沉思了一会儿，忽然心中一动，犹豫道：对了，前些日子我送了一盒海外的彩色丹青颜料给了顺亲王世子，他很是喜爱，大家赞赏，难道是因着这个缘故？顺亲王世子？盛长洲一听，眉头就微微皱了皱。许纯道：长洲哥是担心牵扯到宗室。盛长洲道：咱们这等人家看着轰轰烈烈，其实顶不住当官的两张口，更不用说天界威严。多少荣华富贵，钟鸣鼎食的豪门权贵，倾覆朝夕间，冰消瓦解，家破人亡，更何况是我们商户人家。祖父也是担心姑母在京里无人帮扶，你又年少。他犹豫了一会儿，许纯却顺口接上：外祖父是担心母亲和我被哄着将盛家拉上了破船，万一再沾上夺嫡之争，那就是大祸临头。盛长洲一顿，叹道：幼龄长大了。许纯笑了，亲热拢着盛长洲的手臂：咱们一家子骨肉兄弟，不必避讳这些。我和母亲受家里照应许多，岂会不顾盛世偌大骨肉亲族？你别着急，待我打听打听，找机会去拜访那小王爷，探探口风。若果然是他帮的忙，我们找机会还了这情，想办法将这皇商给辞了便好。盛长洲凝视着许纯，万没想到表弟如此通情达理，已是好几年没见了，上次见他还一团孩气，如今居然行事有度，言语老成。这次盛家忽然接了皇商专供的差事，祖父和父亲合计了一回，都猜测应当是因着姑奶奶这边得的恩泽，但却又未必是福，却也绝不能伤了姑奶奶的心，因此千叮万嘱把自己派进京，一则自己小辈，若是说话有什么不周全，得罪了姑母，家里长辈还能有个转圜的余地；二则自己年轻，和表弟借着交际之机摸清楚到底是哪家权贵底细了，也能及时早做决断。他来之前千万般打叠话语在肚内，也不知如何与姑母说话，又不可伤了姑母的心，却没想到这个在自己心中一直和常云、常天一起憨吃憨玩，有着纨绔之名的表弟，却是如此聪明。他叹息道：怪道祖父时常说林弟比咱们兄弟三个还要聪明，又说若是姑母是男儿，这家主未必是父亲当。我从前只将信将疑，如今才知道林弟果然天分绝高。许纯扑哧笑了：常州哥如何倒给我灌起迷魂汤来了？都说了一家子骨肉，表哥把那生意场上的手段施展来，教我如何受得住。到时候骨头轻了，常州哥如何给我兜底？盛长洲也笑，握了许纯的手道：林弟善解人意，祖父和父亲临行前都有交代，姑母为了盛家做了许多，我们只有感激姑母的。皇商于盛家如今看着有利无害，便是对方若是真的别有所图，我们也自慢慢化解。天下凡事无非是谈交易，成不成都有价格在，咱们摸到底线就好办，最差也不过是海外一艘船去寻那世外桃源罢了。许纯一笑：有常州哥做主，我自不怕的，常州哥多待几日。如今正月里正放年学呢，我一定查清楚这皇商的前因后果，让外祖父和舅父放心。盛长洲也笑了，两兄弟亲亲热热吃了午饭，盛长洲便拉着许纯去看带来的礼物。琳琅满目摆了一整屋子，盛长洲只是笑道：有外祖父亲自带的，我爹娘送的，有个房长辈亲戚们送的，都贴了条子。这边另外有2箱子，都是长天长云特意指了让带来的，好些都是淘换来的稀奇古怪的东西，你自己慢慢看吧。这边却是我孝敬姑母的，这一箱子是单给你的，另外这几箱是孝敬府上老太太、姑父等长辈的，由姑母做主送罢。你再看看，
一会儿便让管家来替你开了礼单。他说着，两个童子过去一一打开香笼，展示各色礼品。正是午间时分，庭院中阳光明亮，只见珊瑚树、琉璃瓶、各色宝石盆景、珐琅瓷器、白玉摆件等物灿然陈列在院中，琳琅满目，珍异非常。许纯一眼却看到一件浅金色球衣挂在衣架上，阳光下看金毛根根顺滑，光艳艳如日光投射在水面，不由自主走过去捡起来看了看，但见入手轻软绵密，浅金色的毛针光灿非常，却认不出是何等珍兽皮毛。盛长洲笑道：“倒是识货，这叫极光球，入水不如，入火不焦，不容易得。”许纯忙道：“这件给我留着，不要列入礼单，单独给我包起来，我要送人。”盛长洲笑了，这球衣就贵在颜色亮丽，想来幼灵是有心上人了。许纯嘿嘿一笑，盛长洲看他不否认，大奇，果然真有了。是哪家闺秀？姑母可知道？如今你这年龄也是该一亲了，我明儿见了姑母，替你提醒几句。许纯摇头，快别提了，一会子又给我安排些莫名其妙的屋里人，我觉得我不喜欢女子。盛长洲一怔，忽然大怒，可是长云长天那两个混账教了你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是带你去了什么下九流的地方？带我回去禀明祖父，让他们好好跪了祠堂再说话。许纯慌忙摆手，莫怪他们，并不曾有，是我自己想着的。长洲哥你莫管了，我自有主张。他看了看天色，想起九哥还说要教他读书的，慌忙道：“天色不早了，我还有些事，先回去和母亲说说这事。明儿我再来接你过府，皇上的事你莫着急，我定给你打听清楚了。”他挥了挥手，却没忘了提了那包好的大敞包袱，一溜烟出去了。盛长洲又好气又好笑，才说长大了，如今又是这么个火急火燎的孩子性子，一时又想到表弟说的不喜女子的事，心中忧愁。也不知道姑母可知道这事没有，春夏秋冬四童也不知如何伺候的主子，何该拿来审上一审。许纯出了府，连国公府都没回，径直先去了竹枝坊那边，没料到却撞了个空。六顺垂着手上来禀报道：“我们九公子今儿说离家太久了些，如今眼睛好了些，且回去料理些家务，过几日有空再来。”许纯看了眼房里原本五福六顺带过来的九哥用的东西，全都没了。虽然知道那两个服侍的小厮一贯十分能干，但心中还是升起了一些空落落。他也知道九哥眼睛好后应该就不会住在这里，但看他之前仿佛被人追杀，如今回去是否会遇到新的危险？但九哥不信任他，到如今自己还不知道到底九哥住哪里。九哥为了什么郁郁寡欢，又招惹了什么样的仇家，让他躲躲藏藏，却不肯受他帮助。他能偷得这些日子的陪伴，已是侥幸。他将那包裹递了过去给六顺，麻烦您给九哥带过去，就说今儿偶然得的球衣，颜色很配九哥，天还冷，请九哥多多珍重。六顺接了过来，满脸含笑：“好的，小的一定送到。我们九公子说他再来还是要看世子写的功课的，还请世子功课上不要懈怠才好。”许纯样样道：“九哥教导，我自是听的，九哥什么时候来？只管随时遣人过来说一声就好，有什么需要的，或是还需要周大夫的，都可以让人传话。”六顺满脸笑容：“是。”许纯便命春熙赏他，六顺并不敢收，坚决推辞了。收拾剩下的东西，就这么离开了。许纯料不到九哥说走就走，心中空落落，想起还有表哥的事还没能和母亲禀报，只能没精打采自回府中找母亲商议不提。第二日天亮，许纯又亲自出去接了盛长洲进府，先拜见了老夫人和盛夫人，送了礼，这才出来进国宫见了见盛长洲，然后命许姑、许纯两兄弟招待盛长洲。
许纯带着盛长洲回了自己院子，命人在暖阁里摆了小宴。喝了几杯，许顾略坐了坐，也就起身辞了。不多时，盛夫人伺候完老夫人，这才匆匆回来见了盛长洲。盛长洲起身作揖，一番私见，续了寒温和一路平安，又问过家里长辈身体。盛夫人眼圈通红，长洲不必客气，难得进京，多留几日，让幼林陪你好好走一走，你正好也好好教导你弟弟。盛长洲笑道：惭愧，幼林如今仪容出众，行事有度，我昨日与他说话，如今见识竟已不如表弟多矣。他又这般孝敬姑母，祖父知道定然高兴。盛夫人笑道：不过是求个健康平安罢。对了，我竟忘了，前些日子我得了好些新鲜好看的花样册子，正让人收拾了出来，要给常州带回去。给嫂子的，纯根儿你且去我房里，命清钱取了过来。许纯应了便出去，果然去了盛夫人院里。清钱正是盛夫人的身边的大丫鬟，也是盛家的家生子，见到许纯说要拿那花样子，有些意外，笑道：世子且先回去，我找到了便亲自给大爷送过去。许纯只坐在那里纹丝不动喝茶。姐姐慢慢找吧，母亲定是有什么话要私下交代表哥，特找了借口把我支出来的。盛家什么花样子没有，哪用巴巴打发我来取这东西呢？清钱扑哧笑了：世子太过聪明了，叫我们奴婢今后还怎么行事呢？什么事都瞒不过世子眼。许纯道：姐姐是母亲身边最聪明能干第一人，如何谦虚呢？姐姐，我那还缺个极能干的大掌柜，姐姐什么时候有空替我长眼呢？清钱抿嘴一笑：世子要能干掌柜，只和夫人开口，要多少能干的没有呢？哪里用到奴婢使力？许纯道：我娘每日里那样多大账，我那些许小生意哪好惊动她呢？更不敢夺了母亲得用的人，到时候心不甘情不愿的到了我那里也不好，还是姐姐私下看看哪个好使唤的，悄悄告诉我才好。清钱道：人倒是有几个，世子既有交代，待我有空问问他们口风好了。许纯笑道：有劳姐姐，事成了我请姐姐看新戏。抬头却见另外个大丫鬟白碧从外边提了提篮走进来，看到他讶异道：不是说表少爷来了吗？世子不去陪表少爷，在这里做什么呢？清钱又笑了：又来个感人的，夫人正和表少爷说话呢，想是有什么生意上的事，要让表少爷回去给老太爷说，世子好容易过来一次。白碧姐姐还不赶紧拿好茶来？许纯知道清钱这是婉转给母亲解释私下说什么话，怕自己心里和母亲有隔阂，也只笑着道：只要是白碧姐姐泡的茶都是好茶。白碧道：什么好茶不先送去给世子挑？依我说，世子还是早点过去，我依稀听说今儿表少爷来。二小姐三小姐在屏风后边看了一动，刚才周宋两位姨娘前后脚去了老太太那里请安，结果不曾想正碰到了，两人只尴尬着，最后支吾着只是和老太太问好，到底宋姨娘没忍住，问了句今日来的盛家的表少爷可议亲了没？老太太耳背没听清，两位姨娘面薄没好意思继续问了。老太太身边的桌服当笑话说给我听，我一听可就明白了，那是在打我们盛家的主意呢。清钱大为讶异，骇然笑道：两位姨娘若是真想谋这个，也当来讨好咱们夫人才对，如何倒是去找老夫人？老夫人成日口口声声嫌弃盛家是商家，平日里也只说要把二姑娘三姑娘嫁给有功名的，就算两位姑娘看上表少爷人品，姨娘们想要钱，老夫人也再不会同意的吧？白碧冷笑道：这府里只用钱的时候记得咱们太太，平日都是去老太太跟前讨巧，自然是觉得老太太发话，咱们太太必是要听从的，只想着又多一个捞钱的口子罢了。呵呵。清钱忽然笑起来：怎地你也忽然太太太太叫起来了？却是一直使眼色，不让白碧再指摘主子。
白璧冷笑一声，当初我才到夫人身边伺候，年纪还小，看府里的奴仆回事。那边白夫人叫大太太，我就想着也说我们二太太，结果被大姑娘跟前的乳嬷嬷讥讽了好一顿，说太太只有诰命的夫人，年过30方才叫的二夫人，哪怕是国公夫人，一日没得诰命，一日喊不得太太。如今少爷争气，给咱们太太正了诰命，我呀就偏要喊二太太在他们跟前，叫那起子小人气死。这下连许纯都忍不住笑了。白璧姐姐气性好大，快坐下来喝杯茶。白璧瞪了他一眼，少爷还不想想办法，回去提醒表少爷。许纯道，表哥虽然未成婚，但太公和舅父舅母必已有了打算，再则母亲定然也不会同意，母亲不同意的事，他们嫁不成的。母亲毕竟是他们的嫡母。白璧道，就怕太夫人又装病。许纯道，这些年只要母亲打定主意，祖母何曾能让母亲让步过？我记得祖母当时说要把姐姐拿去身边伺候，母亲一口气买了4个大丫鬟给祖母，硬是没让步。还有大伯娘那边说想要安排她侄儿去咱们家荣庆堂，母亲不也没松嘴。白璧冷笑一声，少爷还不知道，当初夫人才嫁进来，老太太不许夫人抛头露面出去外面行走，咱们夫人说的多干脆，咱们盛家为着我家在京里，这才陪嫁了15家商铺银庄和田庄，但这些币都要我掌着，否则家里人只能派子侄过来监管。老太太若是非要扣着我在家里，那我也只好和家里说，派个侄子来接管了。许纯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忙问道，后来呢？白璧道，老太太自然舍不得，便说要派个得力家人去协助太太，结果去了不几日，便贪了500两银子，还私卖了主家的田庄，逃了。后来告了官府，抓了回来，老太太丢了脸，便再也没说派人去的事了。许纯诧异，那可是国公府的侍仆，真就这么眼皮子浅？白璧抿嘴一笑，自然是夫人有法子了。许纯忙问具体如何办的，白璧和清钱少不得细细和他分说。正说的热闹，却见外面花妈妈走了进来，看到许纯满脸带笑，世子过来，可是夫人有什么吩咐？2个妮子只管在这里闲颗牙，还不赶紧替世子办差？许纯站着起来笑道，妈妈不必责怪他们，是母亲在和表哥叮嘱吩咐私房话呢，我过来拿个花样子就回去了。妈妈这是从哪里过来？花妈妈道，才从前面过来，国公爷那边叫了我去。旁敲侧击问常州少爷是否已议亲，我只知吴着道前些年依稀听说已在闽州议了亲，确实不知道带禀了夫人在做打算。白璧已笑了出来，这是哪位姨娘恃宠去国公爷跟前嚼屈了？我看啊，咱们这位爷这是有了咱们夫人做摇钱树还不够，如今还想做盛家家主的岳父了。花妈妈脸上变色，看了许纯一眼，斥白璧道，主子也是你指摘的。许纯笑了声，妈妈不必怪他们，我看阿爹难保还真有这个想头，晚点你好好劝我娘，委婉拒了便是了。他起了身，拿了那包花样子，和清钱又说了几句，才离开了。花妈妈连忙送了他出去，看着一个小丫鬟跟着走了。回来沉下脸来对白璧道，早和你们交代过，不许在小世子跟前说国公爷的不是，你们一个个尽做耳边风，看我今日非要禀了夫人，好好罚了你们才是。白璧冷笑道，妈妈何必做那粉饰太平的样？世子难道不知道国公爷什么样吗？这满京城谁不知道国公爷荒疏的名声呢？这满院子的姨娘通房，庶子庶女，我看世子心中明白的很。花妈妈怒道，你们懂什么？再明白，那也是世子亲爹，一个姓打断骨头连着筋的血脉亲人，来日是要传承爵位的。将来世子长大了，父子一条心，心中疏远了夫人，又怪罪你们刁奴居中挑唆挑拨，直接打杀发卖，那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这京里打死仆人，也不过是递张帖子
给官府便抹平了。现还有老太太和大太太在那边呢，你们祸从口出，来日不要怪我没提醒过。清钱连忙上来居中调停道：妈妈莫生气，世子心中明白的很。他在外面弄那些生意，一心儿没瞒着夫人，却都没和国公爷说。但平日里见到国公爷，也还是恭恭敬敬的，但不过是口惠罢了。我看世子通透着呢，心里明明是偏着咱们夫人的。花妈妈长叹一声：你们懂什么？夫人和世子，他面上带了些苦衷，到底没说下去。直到今日国公爷问我，二爷一口气能拿出10万两银来。常州少爷既是长房嫡长孙，承继家业的，必是手面更豪阔了。不知可有什么生意门路，也能让他入一股。白璧呵呵一笑：我说什么着？这算盘子都想到天上去了。花妈妈道：夫人已够艰难了，你们能少说2句吗？白璧转身甩手进去：妈妈不必天天只说着世子如何，世子体恤夫人着呢。夫人待世子也是无所不给，我只不信世子来日会丧了良心。虽然我们到夫人身边伺候的晚，比不得妈妈陪房过来的，和夫人一道长大的。我只知道妈妈这般日日小心翼翼，表面上是谨慎，其实把世子还是当外人，当许家人一般防着。妈妈这般做，我看世子才是真寒心呢。花妈妈站在房里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才对一旁的清钱道：你们哪里懂呢？他跺了跺脚。清钱看出似有隐衷，便问道：我看白璧说的也有道理，母子之间能有什么隔夜仇？若是有什么误会隔阂，还是早日化解的好。花妈妈惆怅摇了摇头：你们年轻，不知道夫人的苦衷，以后再说吧。而这一边，盛夫人正和盛长洲说话：你既在京里了，除了查这皇商一事的缘由，还当规劝教导你表弟。他如今不知为何忽然好上了南风，前些日子还留了魏公子在外面私宅那里住了好一段时间。我如今愁得很，却又不好和他说这些，幸而你如今来了。你从前在家里，父亲就一直夸你最是稳重不过，正好劝劝你表弟。盛长洲怔了怔：表弟这是养相公在外宅？盛夫人摇了摇头，只隐隐绰绰听说养了个样貌不错的男子，年纪比他大一些，十分爱重，挥金如土，这些日子也不知在各处柜台搜罗了多少珍罗一品，都是讨那男子欢心。如今我也犯愁，不知如何是好。盛长洲微微带了些诧异：姑母若是觉得不妥，只管教训表弟。我看表弟极有孝心的，姑母若严加管束，他定听从的。况且少年人心性不定，恐是被那些浮浪子弟引诱勾搭着好奇，或者贪个新鲜。姑母好生教导，不许他结交歹类，好生读书，恐怕过几日就好了呢。盛夫人摇了摇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若他果然好难封，当着我的面阳奉阴违了，也没什么意思。前些日子我原本请托了贺兰公子去劝劝他，结果贺兰公子有事已赴了边疆，不曾劝的他，倒是替我搭桥，讨了这诰命。盛夫人将那诰命的事前因后果细细说了，又道：这孩子其实从小有股牛心左性的犟劲儿，自幼若是自己认定了，绝不肯低头认错的。他父亲有次打他，他当时才6岁，跪着一声不吭，也不求饶，那次就为点小事被他父亲打得奄奄一息。我吓得求你祖父派了周大夫过来京里替他调养了好久的身子，又讨了几个得用的小厮来服侍他，这才慢慢养好了。盛长洲惊道：适才拜见国公爷，看国公爷待表弟也还算和气，如何教训孩子起来这么重手？盛夫人冷笑了声：为这桩事，我让他足足吃了1年的冷饭素餐，身上1文钱没有，也不敢出去应酬，后院姨娘庶子庶女们的份里，我也一概捐了。既是国公纳的妾，自然从国公爷的禄米来养，我只生养了这根独苗。他既敢如此，大家玉石俱焚，日子都不用过了。
若不是后来歌儿好转了，今日还不知如何呢。盛长洲扑哧一声笑了，姑母治得好。盛夫人道：虽则如此，你表弟那边我也不知道如何教导。你一向稳重，你们年岁相仿，你且慢慢替我规劝一二。盛长洲不明所以，心中只觉得大为奇怪。这位姑奶奶，听说从前在家里那是极能干好强的，偌大生意他一个人盘账，多少大掌柜都盘不过他，如今为何在教养孩子上如此失于溺爱？盛家子弟们哪个敢在外边寻花问柳，捧养戏子幽灵？置办外宅的矮板子跪祠堂，那都是轻的，扣分吏尽足尽分红。居在宅子里读书不说，连父母都一并要罚。教养不好子孙，那就不必领差事做生意了，股份分红都一并扣了。因此盛家子弟虽然手头阔绰，但绝不敢在外吃喝嫖赌的，只生意应酬来往踏足下风月之地，私置外宅豢养相公的事却绝不有的。他心中诧异，但面上却也不敢指摘长辈的不是。指恭敬应了，看着许纯笑嘻嘻拿了花样子来，甚至还拿了几大包的茶叶过来。这是我娘藏着的好茶叶，我知道大舅舅爱吃茶，就拿了些过来。这还有一包是宫里御医们配的药散，什么补心丹、养荣丸、强身散都是周大夫也说好用的，表哥拿回去给外公备用。盛长洲连忙笑着道：多谢姑母厚赐。盛夫人一笑：这是你表弟自作主张一片心意了，我早让柜台上安排了。药材补品、布料等都是极好的，盛安迟些让人送过去给你。父亲和家里个房都有安排了，不过这些也确实都是些好东西，既是你表弟拿给你的，你自留着。许纯却笑道：母亲可不知道，我刚听说今日妹妹三妹妹看到表哥一表人才，两位姨娘都连忙去给老太太请安，恐怕要打表哥的主意呢。盛夫人笑了，看了眼长洲，促狭：你二妹妹三妹妹自然是要嫁到官宦人家去的，莫要打趣。盛长洲也微微一笑，作揖不提，又说了些闲话，这便起身告辞。许纯送了盛长洲出去，盛长洲便试探着问道：听说你外边置办有宅子？姑母说我刚到京城，恐怕住不惯，国公府里头也不方便安排，可以住在你外边的宅子，咱们兄弟也好增进情分。许纯一口答应，长洲哥要过来同我一起住，那自然求之不得，再好不过的。说完便命春熙道：你跟过去，把长洲哥的行李都叫送到竹枝坊那边去，今晚就让六婆好好做几道极好的京城菜给表哥。盛长洲原不过试探，若是许纯果真养着外宅，必是会以不方便等推却。没想到许纯却一口答应，越发心下大奇，笑道：不急，还有几家时常往来的商户，我要略走动走动，再去弟弟宅子那里住着，以免扰了弟弟的清静。许纯满不在乎道：我一个人住着难免无趣，长洲哥过来正好有伴，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正好我先要筹办一席，请那顺亲王世子，有表哥替我参详，越发周密妥当了。盛长洲听这声口，许纯似是一人住着，越发奇怪了。既然特意为那爱宠讨了极光球，自然是爱重非常，如何说这仿佛并不把那人当人？还是说自己过去，他便要遣走？盛长洲心内觉得蹊跷，却也并没说什么，只含笑和许纯说了几句，便带了春熙走了。回去后果然找了春熙来，正色问他：我听姑母说，你家世子在外宅养了的相好，如今我过去住，是否大有不便？姑母交代我规劝表弟，你须老实说来，莫要带坏了小主子。春熙垂手道：不敢瞒表少爷，前些日子世子是在竹枝坊收留了位贺兰公子，却是因毒伤流落在外，公子收留他为他治了伤，可巧昨日伤好才刚辞去了，因此竹枝坊如今之公子住着。这位贺兰公子却是替夫人讨了诰命的，算是有恩于国公府。咱们家世子也是投桃报李，仰慕室友，
却并不曾有倾泻之事，一直只以知交相处罢了。盛长洲一怔，心中诧异，姑母不是说这位贺兰公子早就离京了吗？这里如何又来一个贺兰公子？怕不是年幼中了仙人跳？盛长洲却也不说，只细细问了春熙贝细，得知果然世子对那贺兰公子一片痴心。这些日子极力供给古书奇画、真传家符、药材布品，莫不真挚。但那贺兰公子却始终冷傲非常，因此表弟虽然十分倾慕，却并不曾得清方泽。他原是极能干之人，也不和春熙说自己揣测，只将疑点按下，安排了能干家人细细去查贺兰靖江以及此事里头的苏管家的门户，方子兴等人的底细不提。他初到京中，自然是琐事缠身，许纯这是一时倒也不急，只先命人查探，自己却又出门去赴宴。原来盛家少东家到京，自然有今年交好的商家在酒楼包了宴席为他洗尘，却是推却不得。他应酬到了将近子时，宴席才散了，带了些酒意走下酒楼，正等着小厮们去叫马夫赶车过来。酒楼极豪华，院子走廊里四处都举着灯烛，照耀的院子里来往客人们须眉毕见。盛长洲站在廊下，一眼看去，却看到一群侍从拥着一位贵公子快步穿过院子，一行人皆是行色匆匆，居中那贵公子目不斜视，身量颇高，腰间佩剑，衣袍翩然，最外却披着一件碎金华美斗篷，灯下金彩闪烁，宛如日光流动，十分耀目。他一眼便认出了那正是极光球，吃了一惊，酒后精神恍惚，竟脱口而出：“贺兰公子！”那行人原本都并无反应，只有那位贵公子忽然站住了脚，转头看了他一眼。盛长洲只看到那贵公子一双黝黑深邃的眼眸，把他从头到脚仔仔细细的扫了一遍。他只觉得遍体生寒，浑身汗毛竖起。他常年经商，阅人多矣，这贵公子眸光锋锐，这等威仪绝不是怅人幽灵所能有的。电光火石之间，他慌忙拱手行礼，致歉赔罪：“对不住，我醉酒，认错人了。”那贵公子摇摇站着，并不接话，微微侧头对旁边人交代了一句：“人拿了来，勿惊扰地方。”然后转头直接走了。而那一群侍从中，已立刻分出来4个人，腰间暗刀倏然几步，已围上了他。盛家家仆护卫全都色变，纷纷也暗刀上前推让：“做什么？”气氛一触即发。为首那位侍从走了出来，面上含着笑：“这位少爷，我们九爷请您过去说说话，还请贵仆留步，否则伤了人，可就不美了。”盛长洲暗自懊恼，自己初到京城，不是在闽州了，竟还如此莽撞，口无遮拦，眼看祸从口出，只能挥手命家仆们退下，不必着急。此位国公世子的朋友，我前去一叙，你们在此等着。家仆管家和护卫们犹豫着，到底在盛家多年，训练有素，少东家有命，还是按着刀退后几步，但仍然目光炯炯，神色不善看着对方，气氛剑拔弩张，一触即发。那青年护卫正是方子兴，他看了眼那些护卫，虽则身材瘦削矮小，但好几个面上有伤疤，目露凶光，太阳穴鼓起，腰间带刀，衣衫下鼓鼓囊囊，想来是弓弩等暗器，知道都是见过血杆杀人的好手，心中暗忖，都说海商海盗多为一家，这盛家海商出身，豢养着许多狠角色，只怕打起来自己这边未必讨到什么好处，皇上必定还是要偏着许世子这边的，伤了他表哥不好说了。想着便微微一笑，只是主人请过去说几句话，安全无忧的。少东家放心。盛长洲转头又安抚了护卫们，在这里候着，有事会喊你们。盛长洲迈步向前，一路引到了院子深处，出了门去，又进了一处宅子内。宅子十分寂静，但路上石子青砖路，纤尘不染，应是有人时常收拾。那护卫引他到了门口，门口有人迎着，
小声提点盛长洲：“小公子一会儿据实回话，不要引火烧身。”盛长洲只好拱手道：“多谢管家提点。”那位管家模样看他谦和上道，礼度娴熟，不由脸上微微露出了个笑模样，不必担忧。许世子与我家九爷情分极好的。盛长洲心下稍定，知道果然是那贺兰公子了。进去后，果然看到之前那青年贵公子坐在上头，已脱去了外裳，坐在那里。他似乎有些惧冷，座位上厚厚铺垫了熊皮垫，下边还放着暖炉。贵人一身玄色袍衣，阔袖长巾，神容沉郁，容貌俊美，手里持着茶杯，似乎正在沉思。盛长洲连忙上前行礼道：“这位公子，在下盛长洲，刚从闽州来，今夜与同乡宴饮，酒后眼拙，认错了贵人，还请贵人恕罪。”谢意凝目慢慢打量了他一会儿，看他面容俊秀，眸色深褐，依稀面目与许纯有些思像，便问道：“姓盛，与晋国公府上的盛夫人是何等关系？”盛长洲道：“晋国公府夫人乃是小的姑母。”谢意微微颔首，这等说来，前日许纯说去港口接的亲戚，就是你了。盛长洲心中越发肯定，晋国公世子许纯正是在下的表弟。谢意道：“今日许纯也并未与你同行，你是如何也认出我的？”盛长洲道：“惭愧，贵人适才穿着的那件裘衣，正是在下管家们从外洋购置带来京中的，许世子看到喜欢，便和我讨了，说是要送人。”谢意脸上微微带了些意外，转头看向一侧侍奉的苏怀。苏怀连忙笑道：“确实是昨日许世子让六顺送来的，还未来得及禀九爷。小的看过这么多毛料，竟识不出是什么皮毛来。但既然世子巴巴让人送来，想来定不是俗货。今日匆忙出行，看天阴着，恐晚间要下雪，便让人随身带着，想着找机会再禀九爷的。”盛长洲笑道：“其实小的也不识的，只是听说卖货的人说这名叫极光球，入水不如，见火不烧，因着这颜色难得，因此小的一见便认得了。”谢意点了点头：“极光片羽，珍贵无匹，想来这也是国内商人牵强附会，以售卖高价。实则因为海外的异兽，也算极难得了。多谢尊驾，此前多受惠于许世子，此次又得了尊驾重礼，少不得投桃报李，却不知盛少东家此次进京是为何事？”盛长洲微微一顿，不由看了眼适才那位回话的管家。那位管家微微点头，显然是示意他如实回话，便道：“想必贵人也知道，我们盛家在闽州世代为海商，平日主要是走的海上贸易。前日我们忽然收到了市舶司的通知，认了盛家为皇商。这实是天大的恩惠，盛家虽有报国之心，却也一向未曾为朝廷建功。忽然得此大恩，心中忐忑，不知当如何报效朝廷。于是家主派小的进京来，想借着国公府问问这究竟。”谢意面上似笑非笑，想来是担心若是哪家权贵别有用心，利用这皇商之名，想要借盛家之财势，索性便进京来打探一二吧。盛长洲连连拱手：“贵人也知道，我们乡野之民不通礼仪，朝廷深恩自是粉身难报，但这皇商差事干系重大，究竟如何办差，我们盛家无有经验，因此少不得要进京找找门路，看看这每年采办何货物，这才能得了宫中欢心。”谢意看这盛家少东家温厚聪明，言语有度，实在是比许纯要机变聪明了100倍也去，心下呐喊道：“这盛家果然有些人才。”点头道：“幸好你今日遇到我，若是问旁人，你是问不出底细的。”盛长洲连忙深深一揖：“有劳贵人教我。”谢意道：“市舶司历来由内臣提督，是我吩咐闽州提督太监夏完与你们盛家一桩皇家买办的名头，因着你们一贯行的是海商，因此定的差事是专供外洋舶来物这一样。
想来此差事你们盛家办来，应当不难。盛长洲看他轻描淡写吐出闽州提督太监的名字，心惊胆战，深深拜下。原来真佛在此，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鲁莽冒犯了，却不知贵人是有何要求。谢意道：此前徐小公爷捐了10万两银子造船，因此我便牵线还了盛夫人一个一品诰命，到此算两清。毕竟小公爷用的也就是程夫人的钱，第二桩事是我前些日子受人暗算，幸得徐小公爷救助，收留在家养病数日，这才痊愈。此又是欠下徐小公爷一个人情，晋国公此人庸庸碌碌，再则徐小公爷请的大夫伺候的人也都是盛家的人，如此说来，还你们盛家一个皇商名头，也算得上还个人情。盛长洲面上恍然，谢意慢慢道：我生平不喜欠人，说与你知，是打消你们盛家的顾虑。皇家买办这差事，你们只管尽心办差。外洋多有些精细巧思之物，如农器军械、民间工艺，又或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譬如良种、药材、香料等我国无有之物，皆可带回来供赏。朝廷会安排有司示众试用，若是能发现引进一些高产的良种，又或是农械得以改造，有利于国计民生，来日盛世无饥民，也算是你们盛家大功一件。盛长洲连忙躬身道：贵人赐教，敢不从命？谢意微一点头，今日你我偶遇，也是缘分，但此事不必再与许纯说明。你既为他表兄，何敢好好规劝他，进学修德，莫要结交浮浪子弟，进出非礼之地，更是该改了那好南风的脾性，好好为他物色名门闺秀为妻，走上正道才是。盛长洲听这话意十分正大光明，心下洞明，这人必然不是什么贺兰公子，想来出身极贵，且手握权柄，两次环抱盛家也是为了长情，并无其他所求，分明是为至诚君子。特意点名让他规劝纯根改掉断袖脾性，这是委婉表示他对纯根无意，更是打消他们心中的隐忧，不由深觉可敬可佩。心服之余，盛长洲连忙道：幼龄年少，想是一时误入歧途，我等一定好好规劝，严加管束。谢意却打断了他的话：幼龄。盛长洲这才发现自己一时心中放松，竟习惯性说了许纯乳名，连忙解释：幼龄是世子表弟的乳名，从前祖父去天后宫为姑母祈福，祈愿平安产子，回来后梦到天后娘娘自云中掷落金铃一片，之后果然小世子出生了，祖父便给世子起了这乳名。谢意饶有兴致，原来是鳞片的鳞，那又便是幼小的幼了，倒有些意思。金铃吗？令祖父梦中可看到那是鱼鳞还是龙鳞？盛长洲拱手笑道：这却不曾听祖父说过，心中却呐喊：贵人果然见识广博，一般人听说鳞片，自然以为是锦鲤金鳞了，如何倒敢想到龙鳞上？谢意微微一笑，心里又念了幼龄这乳名一遍，暗存果然这少年与自己有些缘分。盛长洲看他面色转缓，带有愉悦之色，比之前严峻冷漠大不相同，连忙又上前带着胆子称谢道：盛家全族上下受君之大恩，感佩在心，还请教贵人姓名，来日图报。谢意微一摆手：不必了，此间是两清了，你们既去了疑虑，只管用心办差便是了。苏怀上来请盛长洲：少东主请吧。盛长洲离开那宅子，又是之前那护卫一路送着他回去，他跟着的家仆们正都是心惊胆战，看到他全虚全已回来了，全都喜笑颜开拥了上来。盛长洲此时方觉得大冷天的他汗湿重衣，心下竟有险死还生之感。他虽年纪轻，却是懂事，就已跟着父亲行商，生意场上经营多年，自然知道今日确实对方举手便可将自己和盛家覆灭，他长吁了一口气，
先交代了封口令，今日的事一字不可透露，心中想到小表弟，却又五味杂陈。自己这位小表弟还真是喜欢上了一个了不得的人啊！要说样貌，的确是姿仪天出，风神如玉，但寻常人见到他，却是先被那威仪所慑，哪里敢去注目于对方容貌，甚至还敢肖想倾慕对方。自己表弟甚至似乎还将他当成了那江南的贺兰公子。虽则贺兰公子为人诬陷，境遇堪怜，但表弟将这样贵人视为难关。对方竟未发作，也不以为忤，不仅周全了诰命、皇商两事，竟还谆谆叮嘱，让自己好生规劝教导，正可谓君子高义了。盛长洲想到此处，越发冷汗涔涔，不知该如何劝说表弟。满怀心事回了下处，立时命人收拾行李，明日便要搬去竹之坊与表弟同住，必定要好好劝说表弟。待到了竹之坊，看风竹敲窗，碧影微凄，倚窗望去，楼外水天相融，淡秀如画，不由赞叹了声：表弟好生受用。许纯一边带着他上了2楼卧室，引他看房内诸般家事摆设，嘻嘻一笑：这些都是我亲手给表哥挑的，表哥闽州的房子比我这宅子扩大豪气多了，莫要嫌我这里钱窄简陋，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只管和我说，或者交代程六，我叫他们办去。盛长洲假意嫌弃道：听说前些日子你留宿了位相公，这房子该不会是相公住过的吧？许纯却正色道：表哥，这房里上下伺候的都是盛家的小厮，我那点子小事须也瞒不过表哥，这话却是和表哥说清楚。一则九哥那是我心目的人，在我心中与表哥一般敬重的，虽则心目，九哥却待我如友，我们之间光明磊落，并无苟且。二则九哥养病是在我房里住的，我在书房睡的，如今这间却是新收拾出来，无人住过，我对表哥是与九哥一般敬重的。盛长洲心下一阵惭愧，不觉对这个表弟又额外有了些认识。从前以为他年幼不懂事，又无人教导，还需缓缓栽培之意，如今一番话说来，竟是至情至性至诚之人，深觉感佩，但仍是委婉叹道：是我的不是了，表弟勿怪。我只听说那贺兰公子是你在风月之地认识，还花了大价钱替他赎身，想来此事另有内情。许纯顿了顿：九哥，我猜他应该不是贺兰公子，我那日却是去贺兰公子船上应约，遇到了他，因着慕他风姿上前攀谈，被他拒了，让我从此以后不要再去风月之地。我大为羞愧，又兼着怜惜贺兰的境遇，便想着替他解了乐疾。事后私下找了京兆府通气，没想到他却将银钱给兑换成给我娘的诰命，当时只以为他从前朝中有故旧牵线，做成此事。后来想起来，世家大患，也不至于能有如此能耐，请得中官帮忙。再则，我那10万两银子是真送到京兆府引去填亏空的，如何又变成了给工部修船的捐银，再加上颁诰命的礼部？这一件事牵扯如此多的衙门关节，一般人如何能行得通？也不能细想。后来因缘际会偶遇，陪他养伤，他让我唤他九哥，看他举止雍容，学识广博，谈吐清雅，性格高洁傲岸，于那玩乐之事全然不沾。周大夫和东海替他针灸，他大大方方，宽衣解带，十分习惯受人服侍，显然养尊处优，久居人上。细细想起来，他从未说过他就是贺兰，在那贺兰年幼便被人逼迫沦落风尘，若是如此一尘不染的性情，怕活不到今日。想来九哥应该是贺兰公子的客人罢了，那日应该是有什么事与贺兰约见船上，是我错认了。他大约也有什么顾虑，不便向我透露真实身份。那方子兴说是九哥在禁卫里当差的朋友，但对着九哥那种恭敬之态非常明显，更不必说衣食住行，无论他拿出多珍贵的东西，九哥也只做寻常。生死间处变不惊，
谈吐见识广博，性如冰雪，神若星月。这样的人怎会是普通人呢？许纯这些日子相处下来，也隐隐明白过来。盛长洲一惊，料不到许纯竟也早发现了那贵公子不是贺兰晋江。他笑着问道：那表弟可去探查了他的根底，可要为兄帮忙？却是担心表弟莽撞，揭破了那贵人身份，反倒被怪罪。许纯微微摇头，带了些怅然。他不想我知道，我也就不知道了。凡事也不必追根究底，我只识的他是我九哥，虽则不曾互通姓名，离去也只是匆匆，至始至终不知归处。但他却能感觉到九哥待他实是耐心爱护的。九哥隐姓埋名，终日郁郁，生死之机尚要掩盖行迹，显然过得不大好。既能交通衙门关节，又豢养侍卫，为何偏还被人暗算到生死一线？甚至连就医都要藏头露面。必然仇敌势头非小，不通姓名，很大可能反是保护他。只求九哥与自己在一起时能略微忘忧，便已遂心愿，不敢谋求更多。但这些东西也不能和表哥说太细，盛家得个皇商都要顾虑。若是知道自己惹上这样背景难料之人，恐怕会更担忧了。再则九哥是他极恋慕之人，常州表哥是他血脉兄弟，他是不愿表哥对九哥有一言半语的微词。盛长洲哈哈一笑，心中再不敢小觑这位面上糊涂，心中却七窍玲珑的年少表弟，只携了他手笑道：放依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难得糊涂。表弟这是聪明做法，不必再想这些，我们兄弟难得聚首，不可虚度了。且叫六婆上些好酒好菜来，我们好生作乐才是。许纯笑，常州哥多在京里多待几日，接下来春闱后放榜，清明、上巳节、浴佛节等等，可热闹了。我定带着常州哥把这京城里好吃好喝的都尝过才好。盛长洲叹道：却是不能在京里陪你太久，马上便是天后诞辰，得回去帮阿爹主持祭祀呢。许纯这也想起来，惋惜道：那也是大事，没关系，咱们来日方长。一边又嚷嚷着叫六婆上酒来，指明定要那新酿的羊羔酒来，正想纵情一醉。幸好今日有常州哥在，我们今夜不醉无休。盛常州失笑，看下朝捧了羊羔酒上来给他斟酒，一边道：大少爷是得尝尝，这羊羔酒咱们闽州没有，糯米浸浆和肥嫩羊肉，杏仁木香酿出来的，味道醇厚甘滑，蜜甜蜜甜，确实好。盛长洲看杯中酒果然澄澈清美，却不及喝，只执杯笑道：只怕你们世子是为着私人纵情一醉，白白拿了我当幌子，我却不当这挡箭牌，明日姑母见你烂醉，怪罪我教坏你，我可担不起这教唆罪名。许纯举杯敬了下一杯，直接饮下去，面上浮起红晕，笑嘻嘻：你把书狂徒一醉，对酒当歌，抢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盛长洲一贯稳重的，此刻也有些把不住了，拿了酒杯笑道：连诗都会背了，看不出幼灵帝竟是个情痴种子了。许纯叹了一声，他看不上我。热酒下去，滑入愁肠，许纯此时竟真有些伤心起来。他想我好生读书，可惜我读不好书。盛长洲看着许纯面上晕红，一双圆溜溜的猫眼此刻湿漉漉的，想起那贵公子确实命他规劝表弟进学修德，也常常叹息起来。表弟这是注定要伤心的，不若陪他一醉，过些时日，许也就忘了这一时的荒唐念头了。茂勤殿外等候殿见的那个学士，六部重臣都平生静气在外排队候着。殿内谢意在与内阁大学士欧阳慎说话，朕意已决。先生不必再多言，如今要务乃是春闱，为国选良才才好。欧阳慎叹息道：陛下，天下举子齐聚京城。这个时候
命太后和静妃娘娘出宫去皇庙居住，只怕于皇上名声有碍。谢意淡道：母后这些日子时时梦到先皇，日夜忧思，立心要去皇庙清修，为先皇祈福。朕自然也心难安，苦劝不住，既怕母后忧思成疾，但要承顺此命，又担心皇庙清冷，无人伺候，慢待母后，索性竟非为君分忧，主动提出陪同母后去皇庙祈福。朕心方安，这才顺了母后之意。谁不知先皇与太后相敬如宾，先皇在世多次想要废后，被臣子们苦劝后放弃，甚至有疯传先帝临终前出了废后的旨意，最后被摄政王给压下了。再说静妃，皇上当初为了废后闹得沸沸扬扬，满朝文武谁还不知皇帝深恶静妃，竟在废后旨意上毫不遮掩写上不予觐见，决绝若此，史书难见。两代帝后都闹成如此，以至于嫡系子嗣不封，先皇至少还有皇上。虽说年幼，到底也平安成嗣，又长大了，也算得上是个圣君。偏偏就在子嗣上越发凋零，至今后宫一个皇子公主都没有，甚至已有人开始怀疑陛下是否有疾，臣子们战战兢兢，只觉得这太平年代又过不了几年。欧阳慎拜了拜，不敢说话。谢意看了眼欧阳慎，若是朝臣有哪位忧心皇太后的，朕可允了他们随皇太后一并去皇寺，服侍太后，替朕尽孝。如此有忠臣贤妃在，朕就越发安心了。欧阳慎迅速改变话题：陛下，清更礼先残礼在即。自后位空虚后，一直由皇太后带领命妇行清残礼，是否待清残礼后再去皇庙？谢意随口道：誉王为宗正亲王，请誉王妃出面主持。欧阳慎长叹一口气道：誉王妃年事已高，还能主持几年呢？还请陛下以宗庙子嗣为念，早日封后，广纳妃嫔普恩泽。谢意将奏折往御案上随手一扔：卿无别事要奏了吗？欧阳慎只得又将几样紧要的事禀了，才退下。趁隙苏怀上了茶过来，谢意喝了两口，问道：怎么换了茶？苏怀笑道：听五福说，陛下在许世子那里用的都是这金丝莲茶。小的问过太医，都说这清毒健体，很是有用的。市面上一般人想尝可尝不到呢。便是福州那边供过来，每年也是有数的，都进供给皇太后那边了。如今许世子让包了一大包过来，皇上也该龙体为重，不必一味省俭了。谢意道：母后去皇庙清修，自然是要诚心敬仰为要，吩咐鸿胪寺这类过赊的供应都可捐了。苏怀嘴唇几乎要咧到耳朵根上。是。谢意又问道：下一个觐见的是谁？苏怀道：是顺亲王世子等候回事。谢意想起来，谢斐吧，排他最后一个，留着和朕用午膳，不必与他说。先宣其他阁臣进来回事。苏怀连忙应了下去传话。谢斐一大早进宫必见，并没怎么敢吃东西，站在外边候着。没想到内侍出来，却不是传他，而是传了下一个。后面是内阁学士林静，十分紧张，一边偷眼看着谢斐，再三问道：公公未记错吧？何该先请顺亲王世子觐见？小内侍只是木着一张脸，奴婢接到传话，便是请林大人进去，快请吧。谢斐只是含笑向林静颔首，十分谦和，其实心中也十分忐忑起来。虽说从宗谱上说这位皇上是自己的表兄，但皇帝自幼登基，素性简默端重，不苟言笑，深沉又极有帝王心术。对付他上位的摄政王、生母都极冷酷，宗室中对这位杀伐决断的冷面皇帝都是又敬又怕的。内阁大学士一位位进去，始终不曾宣到谢斐。谢斐开始神情尚且还轻松，但渐渐拘谨起来，又不敢回议政厅那边坐着。内阁阁臣、六部尚书都从他跟前走过，虽然也都行礼，但眼神渐渐都带上了好奇、揣测，
甚至忌讳。他仿佛被罚站一般，众目睽睽之下站在廊下，又渴又累，却一声不敢出。今日他面君穿的是冬日的礼服，在廊下春风凛冽，他手足冰冷，但心中又烧着一把火，不上不下，一时十分难挨。直到午时将近，苏怀才笑盈盈迎了出来，向谢斐行礼道：“见过顺王世子殿下，皇上有命，传您陪他一同用午膳。”谢斐一颗心才缓缓落下，但面上神情仍然谦和，只含笑着给苏怀递了个银刻子，有劳苏公公传话，圣上今日心情可好？苏怀笑道：“天下太平，国泰民安，陛下自然心情是好的。”谢斐听了这套话，却没敢放松心神，但看苏怀接了银子，心中就微微定了神，连忙进了殿内大礼参拜。他从未如此拘谨认真行过面君大礼，甚至连头都不敢抬。谢意看到笑道：“起来吧，难得你我兄弟今日得闲。可巧鸿胪寺最近得了一批石鲜刀鱼，另又有春笋等，正好与亲尝一尝这春日头鲜。”说完下来，携了谢斐的手，便往里头走去。午膳安排在庆丰阁，御花园里绿柳出蒙，另有一番春意。御膳房这边果然上了一桌刀鱼宴，做了鱼饺、鱼饼、鱼面等，又清蒸了上来，另外添了笋丁、春酒、荠菜肉丸等，满台春鲜，看得出都用心做了。然而谢意不知为何却有些嫌弃，今日可用心做了，再不行继续换。苏怀笑道：“换了个擅做南方菜的御厨，已说了不要那些稀里糊涂混着做的菜，只挑那新鲜的，细细做了，分量要少，口味要多，只以菜食物本味为主便可。陛下且尝尝，这个再不行，小的再去找个擅做闽菜的御厨。”谢意眉毛一蹙，偏甜也不好，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看来还是徐小公爷私宅的厨子最好。苏怀没说话，嘴角眼角却全是笑纹。谢意命谢斐坐，用膳吧。谢斐小心翼翼擦着边坐了，心里只呐喊：从前一直听说皇帝生性简朴，随分从时，从未在膳食衣着等小事上挑服侍人的毛病的。如今看苏公公在皇上跟前颇为随意大胆，显然皇上确实随和，但如何在这膳食上又如此挑剔？听起来似乎还换了好些个御厨。谢斐心中想着，神色始终保持着恭顺，去着只捡着面前的挑了边角的菜，用了些汤羹。谢意才淡淡道：“笋汤还罢了，刀鱼饺子也还行，给斐世子上一份。”苏怀连忙亲自过来舀了。谢斐受宠若惊，也小心翼翼将皇帝赐的饺子吃尽了，一时用了午膳，饮了餐后茶。谢意这才起身道：“咱们去弘文院走走，赏赏那边的新字画。”谢斐亦步亦趋跟着他，谢意带着他一路走到弘文院的格子里，去赏完宫廷画师们画的新画。谢斐看着四下一个画院供奉都无，便知道这是皇帝要有话和自己说，越发打起精神，一个字不敢遗漏。谢意含笑道：“去年交办你负责弘文院的书画修缮，差事你办得很好。原本年下想要赏你的，后来朕病了一场，没顾上。如今总算有空了，看看你要什么赏。”谢斐大气不敢呼：“皇上圣体安康，就是臣等最大的福分了。为皇上办差，自是戮力以赴，臣不敢引以为功。”谢意却笑道：“你我兄弟，不必见外，说来。你我名字中都有羽字，我是立羽，你是飞羽，实在有缘呢。我听说你字飞羽。”谢斐几乎想当场晕倒过去，他眼皮垂下，汗湿重衣，臣犯会死罪，求陛下赐名。谢意漫不经心道：“拘泥什么？上次朕见你，你还疾风去的，今日如何如此拘谨了？这算什么犯会？不过是兄弟间同步罢了，朕也就是闲聊罢了，不必在意这些。朕确实是有事要交给你办，这事只能宗室来办，不机灵的人办不了，
朕看来看去，只有卿能办。谢斐连忙表态道：“臣愿为陛下分忧。”谢意道：“皇太后思念先皇，日夜忧思，如今立意要去皇庙清修，为先皇祈福，朕只能承顺此命。又担心皇庙清冷，无人伺候，慢待太后，太后不以为念。只以素质，如今已命钦天监看过了时候，本月15是绝好日子。但朕这边要忙于清耕、春闱等国务，皇庙那边只怕难以分身兼顾，更兼朕出行，亦应铸币太过繁琐是奢费。汝为朕堂弟，朕可带朕先去将皇庙那边安置好。内务府和鸿胪寺这边尽由你安排调度，切勿委屈了太后。待到15，亲自送太后过去皇庙清修。此外，每月初1、15，卿都带朕前去探望母后，如此可否？谢斐听着又已出了一身汗，但此时绝不敢说不的，只能跪下道：“臣愿为太后、为皇上效劳，定尽心尽力。”谢意便笑了，命苏怀扶起他来，还是太拘谨了。朕私下问你，就是给你个回圆的余地。毕竟太后年岁长了，服侍上累人，你肯分担，朕就不必再物色其他宗室子了。这几年朕冷眼看着，宗室子中只你还成些样子，能办些差。谢斐看皇帝和颜悦色，又一路携着他的手，一边看着字画，一边赏鉴，竟是和他聊起天来。一会儿说这画师用色不够好，一会儿说这字太过懒散，又问谢斐：“听说你经常举办些文会，如今春日将近，可又打算去哪里宴游？”朕身居宫中，不得自由，听卿说说也是好的。谢斐道：“昨儿才在春明湖畔举办了个赏茶的宴，邀人尝了些新茶，做了些诗，有几首诗写的还成，又有几位点茶高手，点了极好的茶话，很是令人瞩目。在前些日子，我还办了个赏画的宴会，就是陛下打发了人来取画的那次。”谢意之前眼睛未遇，只是知道许纯画了幅梦蝶图，便让苏怀去取了带回宫中。回宫后，他诸事缠身，也没顾上看看这画，便道：“对了。说起这事，那日朕后来有些不舒服，竟没看到卿画的画，如今正好与卿共赏。”苏怀连忙道：“都是小的不是，画已送在画院里装裱了，这就送过来。”谢斐笑道：“想来陛下圣体不安，苏公公也未说明。那画我只画了一只蝶罢了，剩下的都是晋国公世子许纯画的，立意甚好。”谢意含糊道：“是听说用的庄周梦蝶的点，因此朕也是听了闲话，一时兴起，待到苏怀取了来，朕又忘了这事。晋国公许安陵似乎有些庸庸碌碌，其子如何？”谢斐道：“倒是十分不俗，虽然年少，却言辞通达，为人伶俐。他昨日才刚下了帖子邀我，请我去赏百鹤图。据传话的下人说，许世子自幼好画鸟，因此也收集了许多真情名画。如今正好攒了100张鹤图，于是邀我前去赏鹤，极是风雅。”谢意面上笑容淡了些：“是吗？”谢斐道：“陛下见了便知，此子实在为其父名声所累。其实本人英姿焕然，谈吐大方，性格可喜，又有一副玲珑心肝。”谢意淡淡道：“卿如此夸赞，朕倒好奇了，有空定要找机会见上一见。”却见苏怀捧着画过来，命人挂了起来，只看满纸氤氲成云，绚烂烟霞，蝶翅焕然飘飘若仙魂，下方雪满山中。一男子眠于山石幽兰之侧，眉目微蹙，袍袖垂落，随风飒然，孤标幽微。谢斐赞道：“时隔数日，今日看来，这画仍是笔意超卓，意味深长。若无这漫天魂梦烟霞，蝶翼相尘隐映，衬不出下边寒士这极冷极清。山林秋壑应言，古今中外画的人不少，梦蝶图画的画家也不在少数，但也多清逸悠然，如何有这一冷一暖、一动一静的超然？谁能想到
许世子才18岁呢。谢意凝视着那枚倒在山石之上的文士的面容，忽然唇角露出了一个笑容，画的果然好。他看了眼苏怀，苏怀低着头侍立在旁，但眼角笑纹焕然。谢意便知道苏怀这是故意不说，当日只说小公爷画了浮梦蝶图，这是存心要等着自己看出来。伯龙颜一跃，谢斐道：“陛下也觉得是佳话吧？虽然欠缺些功力，但难得的是利益，毕竟他那日是临场远比利就。少年人如何见到蝶便想到庄周？恐怕平日虽然名声纨绔不堪，心中却有老庄之处诚意，实在难得。”谢意看了他一眼，看他神情诚恳，这夸奖竟不是虚言。想来那日是真心对许纯改观，但显然也没敢把那画上的人往眼前的自己身上关联起来。毕竟本也没几个人能窥伺地眠。他唇角含了些微笑，果然不是庸才，想来在学画上还是用了些功夫的。难怪知道梦蝶的点，却不知道关于的点。庄周梦蝶古今画者众多，他既学画，自然是见过的。然而这一幅确实上佳，自然是思慕甚矣，才能远比利就，画得如此神似。谢意心下怡然，加冕谢斐道：“太后这是办妥了，朕还有差事要交办给你，你且妥当办吧。”谢斐看皇上神色带了些和缓亲切之气，那股自面君后一直让他惕惕然如临深渊的威压，仿佛也放松了。皇上似乎又是平日那深沉寡言的圣君，连忙跪下再次谢恩。谢意和颜悦色，又勉励了他几句，打发他下去。待到人走了，谢意却又问苏怀：“朕记得内库中似乎有一把龙鳞剑。”苏怀道：“是，传说是欧质子大师打造的，剑身有龙鳞纹路。”谢意吩咐道：“去取了，让方子兴送去给许纯，就说朕刚得的剑，觉得适合他，赠他护身。”苏怀看皇上面上带着微笑，连忙应道：“是，奴婢立刻去办。”他又细细看了那幅画一会儿，命苏怀道：“把这画挪到碎雨殿去。”碎雨殿却是谢意平日起居读书的内殿，取的会祈雨之意。平日无诏不许人入的，苏怀便知道皇上这是极称心了，笑道：“是，小柿子画的可真像啊。”小的那日一看，便也觉得这神似陛下。闻说徐小公爷学画并不久，又是临场作画，仓促急救，就能绘出陛下这龙章凤志，可见这却是用心了。谢意含笑道：“画的这样好，是当赏的。”方子兴动作很快，当晚就送了龙鳞剑到竹之方。许纯见到方子兴专程送剑来是高兴的，劳烦方大哥专程送过来一趟，烦您多多向九哥转达谢意。九哥身体可还好？眼睛恢复了吗？我这里又请人配了一副解毒丸，方大哥麻烦您转交给九哥吧。另外还有好些伤药，给方大哥您留着用吧。方子兴看他说话仿佛怕他立刻就走一般，迫不及待的，也忍不住笑：“你先看看这件吧。九爷说觉得这件合适你，特让我走一趟，给你送来。”许纯却忙不迭，先指挥东海去把刚配好的2匣子药拿过来给方子兴，上头每包药都写了用法用量，这红匣的给九爷的，这绿匣的是给方大哥和兄弟们的。方子兴接了过来道：“九爷眼睛恢复好了，身体也强健，小公爷不必太过挂念了。”许纯这才拿了那龙鳞剑在手里把玩，看到是鲨鱼皮鞘，外边还镶嵌着金红宝石，拔开那剑，只看到细窄刀刃，寒光四射，血气逼人，忍不住赞了句：“好剑。”他满脸笑容对方子兴道：“这般宝物，九哥怎不留在自己身边防身？”方子兴道：“这剑名龙鳞，传说欧质子大师打的。九爷身边还有别的剑呢，这饼单特别挑了出来，说给世子。”许纯插回去，满心欢喜：“爱不释手，替我多多谢九哥。”方子兴心道：“这可是君恩啊，找机会你自己谢吧。”他又看了看手里那匣药，又觉得虽说陛下
这龙鳞君恩深重，但这小公爷待皇上一片赤诚，也着实难得。那解毒的丸子，恐怕万金难配，应是行商人留着途中保命用的。之前给皇上用了一枚，如今又配一枚，定不是容易得的。他和许纯应付了几句，便要回去。许纯连忙拉了他的手，笑道：“方大哥，明日我要宴请顺亲王世子，却又请不着特别合适的陪客。方大哥明日不知当值不？可能赴宴？若能，我现在就给你一张帖子，或是方大哥能带什么朋友来也使得，就当放松放松。”方子兴一迟疑，世子还请了哪些客人？许纯道：“怕人多扰了清静，只请了威镇将军府上的三子柳生，平原侯府上的二公子李香瑜，其他并不曾多请。”方子兴道：“我家里有事不能去，不过我回去问问看，有几位朋友，若合适，便让他持帖子来。却是不敢自专，得回去请皇上示下。”许纯不疑有他，欣然道：“太好了！”连忙亲手去拿了一张花帖过来，还请尊有一定赏脸，地方就在京外鹿角山下的白溪别业。这帖子后会有地图。方子兴接过那精美的帖子，看到封面套印着白鹤，笑着作揖便要告辞，才出来便撞到了盛长洲。盛长洲一眼看到他面色惊疑不定，许纯在后头却没注意，抬眼看到盛长洲，笑道：“表哥，方大哥，我给您介绍，这是我表哥盛长洲，才从闽州来京里探望我娘的。这是方子兴方大哥，九哥的朋友。”方子兴笑盈盈，拱手只做出见，原来是盛少爷，幸会幸会。盛长洲立刻也换上笑容可掬：“方大人，久仰久仰。”方子兴笑道：“叫我子兴就行了，我还有些事先回去，改日再与世子盛少东主长叙。”盛长洲与他作揖，送了方子兴出去。许纯这才喜滋滋拿了龙鳞剑给盛长洲看：“长洲哥，看，九哥专门让方大哥送来的，说是见到这件觉得合适我。”盛长洲拿了那件在手中把玩，看那剑锋锐利，吹毛可断，赞道：“果然是好剑，可有名？”许纯道：“叫龙鳞剑呢。”盛长洲原本要将剑内还剑鞘，听到此处手微微顿了下，笑道：“道和幼灵相配。”许纯笑得眼睛都眯起来，将剑小心翼翼收在腰间，这可是正是心有灵犀呢。盛长洲忍俊不禁，心想人家是知道了你的乳名，这才巴巴找了这件送来，说不得也算是有心了。盛长洲看许纯这一副情窦初开的样，又有些伤脑筋。幼灵都这般情有独钟，这位九爷还要这般用心待他，又是赠剑过来，倒是叫幼灵越发沉溺了。他只好问道：“咱们这时候就该出城去白溪别业了吧？我白日粗粗看了一回，都安排好了。”许纯点头道：“好，我刚又送了张帖子给方大哥，明日多留个位置才好。”盛长洲道：“你那位九哥来吗？”许纯微微摇头：“不来的，他不喜见人。方大哥说他回去问问他朋友能不能来。”盛长洲点头道：“好。”两人收拾了一番，便乘车出城去安排宴席不提。另外一边，顺亲王府，谢斐回到顺亲王府，立刻便有人请了他去顺亲王书房。顺亲王谢凯看着他，仔细问了今日面君事项。谢斐只好细细说了一回。谢凯道：“前边先晾着你，待到了时间又赐你陪膳。你看皇上神情如何？会不会是内侍故意作怪，没有传话清楚？原本皇上就是想让你陪着午膳，内侍们却不传话，让你白等着。”谢斐道：“苏公公一直笑容满面，他也一贯不是那等弄权的。不像我，倒是觉得之前皇上用膳和看话的时候，一直注目审视着我，似乎在考量什么。安排我差事的时候，似乎表情也只淡淡，显然心情不悦。”顺亲王叹道：“太后与皇上关系不好，你办这个差事，办得好是福，办不好就是祸。
谢斐道：“横竖我们只忠心办差便是了，父王不必太过担心。如今宗室都在京里，倒也省了皇上猜忌的心。”顺亲王点头道：“皇上自幼深沉寡言，圣心莫测。当初摄政王都着了他道，如今太后算是生母，也只如此。你今日说入宫，我一颗心提到现在，你可知道？内阁大学士李梅牙今日被参，如今停职在家反省了。”谢斐吃了一惊，李大学士是犯了什么忌讳？顺亲王道：“听说前些日子上了折子，不知如何触怒了陛下。陛下不喜，斥责了他一番，让他暂时停职，回去反省去了。打听了一回，滴水不漏，听说只在御前斥责的，竟无一言半语露出。”谢斐道：“皇上这性子着实深沉了些，确实摸不透。”顺亲王道：“明日你不是要去参加那晋国公世子的宴会吗？既然李学士停职在家，恐怕无聊，你可邀请他去。横竖那许世子声名在外，听说十分精于吃喝玩乐之道，也让他散散心，毕竟当初他与我们可是有恩的。”谢斐道：“平日只怕皇上猜忌我们结交朝臣，并不敢如何亲近。我若相邀，他不一定来。”顺亲王道：“试试吧，也算一表心意罢了。”谢斐点头道：“好，我立刻派人去邀他。”他沉默了一会儿，又道：“父王当日让我去结交那许世子，是想要通过他结交后面的盛家吗？”顺亲王道：“是，如今都在京里住着，这开支巨大，说不得找些开源节流的门路罢了。盛家海商，门路多。我听门客们说，那日你与他相谈甚欢，如今他又还喜于你，可见也还算入得了你眼吧？可以结交吧？”谢斐长长吐了一口气，低声道：“是个好孩子，和传闻中不大一样，倒叫我惭愧起来。”顺亲王笑道：“既还能相交，岂不是更好？王府虽则开支大，倒也不差这一时半会，你只管安心当个知交交往着便是了。我知道你不喜俗物，只凭心结交便是了。”谢斐躬身应了，顺亲王又叮嘱了几句，才出去了。谢斐便命人送了帖子去给李梅牙去。却说方子兴回到宫里，将帖子和那两匣子药都呈了谢意。谢意道：“既是给你的，你就拿了药吧。帖子是什么？”方子兴便说了许纯的意思。谢意拿过帖子看了看，又问：“除了谢斐，还邀了谁？”方子兴道：“听说是威震将军府上的三子柳生，平原侯府上的二公子李香瑜，还有盛家的那位少东主。”谢意神情意兴索然，都是些酒囊饭袋，这还是为了打听那皇商的根脚。想来盛长洲不好说明白了，只能应酬一二罢了。廖谢斐也不敢冒认功劳，他拿了那匣子过来，打开，拈出那枚用蜡裹着的朱红色药丸，在灯下注目着。苏怀在一旁笑道：“皇上可要送去给御医核验一下药性？”谢意冷笑了声：“不必，不用他们，朕大概还能多活几年。”他将丸子递给苏怀，缝进香囊，朕以后随身带着。苏怀笑道：“陛下当真是相信徐小公也？”谢意道：“既是海商，上了船就在海上航行数月甚至数年，自然是有救急救命的药方子，便连那大夫也是治法生猛的野路子大夫，号脉准确，开方大胆，和御医那些稳打稳扎只求无过的心态不一样，如此反能治病救人。”方子兴道：“陛下，您看这帖子。”谢意想了下道：“你和沈梦真不是世交吗？你把帖子给他，让他去。”方子兴偷眼看谢意：“陛下不是厌恶沈梦真挑达不羁，放浪形骸吗？”谢意道：“人虽讨厌，但才华是尽有的。你给他传话，说朕准备给他找个徒弟，他明日去宴上看看，回来告诉朕想收谁为徒弟。”方子兴：“皇上是想让他教许世子？”谢意淡道：“先看看吧，许纯这人明明天生美质，不知为何在学问上一塌糊涂。
一般的博士讲习，寻常教法，孔也教不了他。且看看他们有没有师徒缘分了。沈梦真正在家里听人唱曲儿，看到方子兴上门是意外的，怎么今日忽然有空来？老太爷病可好些了？我明儿再去探望探望。方子兴拿了帖子给他，自是有好事，这是明日晋国公世子举办的观贺宴。我有事不能去，应了徐小公爷，见一位朋友过去。沈梦真接了帖子，打开看了眼，晋国公世子的观贺宴。你什么时候和这些纨绔子玩一起去了？我记得他年岁还小得很吧？又未在朝中当差，请的人估计都是少年纨绔，虽然也是吃喝玩乐，玩不到一起的。而且闻说他学问一塌糊涂，这什么赏贺，必定也只是个焚琴煮贺的宴会，没什么意思。方子兴道：我明日要当值，徐小公爷邀了我，盛情难却。沈梦真将帖子一掷：我好歹也是四品主事，你让我去参加这小纨绔的宴会？我想起来了，前阵子10万银子买诰命的傻狍子就是他吧？都当成笑话了。只有工部那边白收了10万两，笑得嘴巴都裂开了。咱们礼部却成了个笑话，人人都问我们，诰命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怎地钱是工部收了？甚至还有人拿了银子来私下打听，问还能买不？绝了！方子兴轻轻咳嗽了声，捡起那帖子道：明日徐小公也请的顺亲王世子，因是没有合适的陪客，这才请到我头上。沈梦真冷笑了声：什么？他脑子有问题吗？让你去陪客？那位谢肥小王爷啊，听说人才清标，雅好文艺，尽理闲事，但若是折节和徐小公爷结交，只怕是冲着钱去的。他轻轻又咳嗽了声，这才正色道：皇上口谕，请沈梦真去赴宴，朕有一良才要他教导，让他明日自挑个学生。沈梦真一怔，站了起来，垂手道：臣沈梦真领遵口谕。方子兴这才又将帖子递给他：这是皇上意思，老实去吧，别又误了皇上的意思。你这风流狂生，什么时候能改改呢？天子门生翰林才，好端端从翰林院被贬到礼部做个小主事，还不悔改吗？沈梦真脸色难看，皇上难道想叫我教导谢肥小王爷？方子兴语重心长，好好抓住这次机会吧，至少皇上还看重你才学。沈梦真他忽然拉住方子兴手：子兴兄，你我是交一场，皇上这究竟是何原因？就我这样声名狼藉的，能教导宗室子？那不都是太学的博士们好好教导着吗？他忽然反应过来，难道皇上是想捧杀，让我带坏那小王爷？我说教坏小王爷，顺亲王得先把我给砍了吧。方子兴哭笑不得：你就放心去吧，别想太多，皇上光明正大，你迟早要坏在你这嘴上。明儿先去吧。他又安抚了沈梦真几句，到底滴水不漏，什么都没说。沈梦真很是无奈，拿了帖子反复看了看，第二日果然随便让管家安排了一套青田10张作为礼物，直接去了城郊鹿角山白溪别业。鹿角山两处山峰弯弯而起，玲珑俊伟，形似鹿角，因此得名。山道上远远能看到数道水从峰下落为水瀑，注入深潭，颇为壮观。沈梦真一路航向山间，只见乱石丛中，山涧流落，泉石清峭，草花丛生满谷，沿路遍种桂树、桃树、梅树、玉兰等，春树新绿，桃花初绽，点点粉色，春意盎然。他原本心情暴躁烦闷，此刻耳朵听到莺啼阵阵，溪水潺潺，心情不由微微放宽了些，心道横竖是皇帝差遣，人生得意须尽欢，无非就是宴游唱和，听戏作乐罢了。烦恼什么？大不了不过是辞官罢了。如此放宽心怀，倒是自己骑着马一人入了白溪别业门前，看到早有精干管家迎了出来，
一边指挥小厮牵马，笑容可掬。客人敢问高姓大名？小的好通禀主人家前来迎客。沈梦真一人一马孤身前来，一个童仆不带，看对方管家仍然恭敬热情，丝毫没有失礼之处，心下暗自点头，将帖子和李匣递进去。我姓沈，是方子兴的朋友。管家连忙双手接了，递给身旁小厮，小厮一路飞跑进去。管家又躬身请他上了软轿，4个仆人上前抬着他，一路走到了二门。沈梦真便看到一位少年从里头迎了出来，身着墨绿圆领团花克丝锦袍，面上含笑，目若悬珠，风采卓然。沈梦真心中一怔，这便是那人傻钱多的纨绔子小公爷许纯。许纯却也看向这位姓沈的方大哥的朋友，有些意外。这位沈先生年岁因已近不惑，清瘦俊挺，但面目俊美，举止旷达。远远看他从轿子上下来，袍袖垂落，风姿潇洒，真似闲云野鹤一般，不由微微有些心折。几步上前深深一揖，原来是方大哥的朋友，大驾光临，许纯这边有礼了。沈梦真还礼道：在下沈梦真，子兴说小公爷今日在这里赏贺，他有事不能前来，我只有一人后言前来叨扰了。许纯连忙道：方大哥的朋友自是超逸博学之士，能够光临寒舍，蓬荜生辉，沈先生还请里面走。沈梦真看他听了自己名字毫无反应，想来是真不认识自己，边走边笑道：你这里还是寒舍，这天下没几处能看的了。许纯笑道：得了先生夸赞，那也不负这山水妩媚了。沈梦真又看了他一眼，许小公爷与传闻大不相同。许纯满不在意，万千世人与我何干？先生请这边走。顺亲王世子已到了，一会儿我为先生引荐。沈梦真看他们进了二门，一路回廊高阔，雕栏花墙上嵌着琉璃，屋宇精洁，花木萧疏，回廊两侧就着山石，引着山涧溪水蜿蜒而下。远处几处亭榭参差，山峰荡漾，涧石清寒，更有数只不知品种的野禽百鸟栖息其中，天地自洽，毫无穿凿。又有远处不知何处亭台，远远传来琴笛声，调清韵美，声入帘笼，宴上品味十分卓绝。他心下暗赞一句，与许纯一路行进了别业大堂之上。眼见正是一处场厦，外边游廊上全用的琉璃明瓦，分外敞亮，又能在游廊上观溪赏鱼、垂钓，而场厦内已立起了数面云母被屏风，上面挂着数幅字画，细看去全是画鹤的。原来这才是观鹤宴的意思。沈梦真心下点头，走过去细细一幅一幅赏鉴起来。厅堂中四面都是琉璃窗，光线明亮，还额外在画旁点上了许多粗如而碧的巨烛，蜡烛后都射着明镜，反射烛光，所有画都看得清清楚楚，纤毫毕现。沈梦真一路行去，果然看到诸般鹤画，有于松下徘徊，有翔于九霄，有湖边群聚，有独鹤孤飞，甚至还有那幅鼎鼎大名的《瑞鹤图》，青蓝色，天上群鹤散飞，如云似雾，清妙绝伦。他不由走过去细看，这才发现这却是魔画，但磨得极佳。那青蓝色晴空尤为醒目，颜色亮丽，鹤身白色颜料亦隐隐闪着珠光，鹤眼漆黑发亮，十分醒目。他目光一亮，站在画前不动了。许纯看他独对这一幅有兴趣，笑道：先生也喜欢这瑞鹤图吗？这却是魔画，原画藏在宫中，我见过一次，构图大胆，动静相宜，格调清俊潇洒，用色更是细腻绝伦。一个声音在后头响起，许纯转头看到，却是谢斐数人从屏风后转过来，柳生、李香瑜、盛长洲等正陪在后，连忙笑着作揖道：小王爷，我来介绍，这位是沈梦真沈先生。沈梦真做了个揖。谢斐眸光闪动，笑道：原来是诗酒风流的沈大人。久仰久仰。大人。
许纯一怔，谢匪一旁那位李先生已冷哼了声。沈大人果然交友广阔，但凡适龄文人，菊坛名角，歌姬戏子无所不交，青楼翠馆无所不至，就连今日这山野清艳，竟然也能引来沈大人。沈梦真看到那李先生已微微改了面色，也冷笑了一声：“我倒是谁呢？我要知道，原来是李相在此。我是断然不敢来污了李相的眼的，却不知停职在家反省的李相反省的如何了呢？”一时李梅雅脸色微变，谢匪连忙笑道：“我今日受邀，听说徐小公也很是收藏了好些名画，这才邀了李相一起来赏鉴。既然得遇沈大人，闻说沈大人亦是胸罗星秀，学识渊博，书画坚决，正可以花会友。谢匪身份高贵，又样貌俊美，如此恭维他，沈梦真一时倒不好继续针对李梅雅，只能拱手为礼。小王爷谬赞了，我也是听闻徐小公爷这边有几幅古画，朋友推荐，特意来赏鉴。”许纯连忙笑着上前介绍了一回，见礼了一番，心中却想着适才小王爷带着李梅雅来，也没仔细介绍，只说是李先生，如今看来都有些来头。他让着列位宾客去了正堂入座，命人上茶上菜，到底找了个机会给柳生使了个眼色，出来悄声问了是否知道那两位李先生、沈先生的来头。柳生原是个消息灵通的，自然了解，悄声和他说道：“我的小公爷，谁想到你能请到这两位大福哎。”李梅雅就不说了，贫寒举子，随母改嫁后考上科举，回归本性，耿直不阿，才干一流。那个最年轻的大学士副相，前些日子不知道如何触怒了皇上，皇上命他在家停职反省，如今朝中正观望着，也不知皇上之前一贯倚重他的。另外那位沈大人可真就是名声在外了，他是两榜进士，又是豪门士族出身，他父亲也是入阁做过相爷的，祖母还是公主，可惜进阶不在了，门庭凋零。因着长辈进阶不在了，一个人无人管束，从年轻时就有不拘行迹、放浪形骸的狂生的名声。听说文才极佳，书画都好，还十分旁学杂收，善意其蹴居，又偏有个爱好，爱唱戏，甚至时常在自己家里的私人堂会客串登场的。许纯听着笑道：“听起来确实是个诗酒放旷的风流才子啊。”柳生道：“可不是，因着他才华极好，原本在翰林院里清清贵贵待着做翰林侍讲学士的。之前李相还没入阁的时候，在御史台做过一段时间御史大夫，就看不惯他，似乎参了他一本，淫邪纵情，有伤风化。你也知道，经上极严谨深沉的，只看重那守正务实的官员，最不喜轻佻浮躁的，于是便将他触落到了礼部，做了个小主事。据说是御口说了，让他到礼部去学学礼。”许纯一怔，原来是这般。柳生道：“可不是吗？”这下两人就结上了仇，经理宴饮都是要打听着两人错开了请的。许纯若有所思。柳生道：“也不知道你怎么请来的，依我说你还是离他远点，毕竟今日的主宾是小王爷，李相可是小王爷带来的。再则李相一贯实干，这突然触怒皇上，也只是停职在家反省，并没有什么处分。皇上还是倚重李相的，迟早是要起复的，你还是莫要得罪他为妙。他性子执拗，耿介刚直，这些年他参倒的皇亲国戚也不知有多少了。”许纯心想，沈先生是方大哥的朋友，自然就是九哥的朋友了。论起亲疏远近，自然是沈先生才近，我自然是要偏着沈先生的。但面上也没说什么，只一笑而过，又出去吩咐了管家上菜。一时之间，侍女如流水一般捧了菜肴进去，各色长桌上百味珍馐，水陆备至，俱是名贵菜肴，珍稀酒水。许纯进去的时候，却看到盛长洲正在介绍海外货物、闽州风俗、
伤势民风。谢斐显然十分感兴趣，接连问了几句。许纯想起之前的话，笑着接口道：“小王爷若是有兴趣，不如迟些，我让我表哥送些海外舶来货到王府上，让王府看看。我这表哥家却是刚领了皇商的差事，将来进京的时候还多呢。小王爷若是有什么想要采办的，尽可吩咐。”谢斐好奇问道：“刚领了皇差，却不知负责的哪一项？”盛长洲道：“却是专供外洋舶来品一项。”谢斐点头赞道：“是个好差事。俗话说，货无大小，缺者变贵，外洋舶来的物以稀为贵，利润大。再将我朝的货物往外运，闻说外洋对我朝的瓷器、丝绸等物十分珍惜，正可扬我朝国威。”盛长洲含笑点头，小王爷说的极是，心中却想，这小王爷和那九爷一比，高下立见。说到外洋生意，一般人只想到利润、国威，那九爷却只想着民生国计，造福百年。李梅牙却忽然道：“出外洋去，盛少东家还当多多关注良种。若是能引进些耐栽又产量大的好良种，倒是造福黎民之大功。”盛长洲一听此人竟与九爷不谋而合，心下肃然起敬，拱手笑道：“领遵李相君命。”李梅牙道：“不必如此，李某有负天恩，如今停职在家，无官一身轻，一介寒生，不过是从前穷过，知道饿的苦处罢了。”谢斐笑道：“李先生果然时时以为任，我却未曾想到，佩服佩服。”沈梦真以阴阳怪气道：“向天子，活百姓是内阁之责，咱们这些人人人都能关心天下，关心百姓，小王爷却不好说的。”一时座中诸人都沉默了。谢斐看他语意直白，失笑道：“沈先生饶了在下，咱们还是来说说话吧。我看徐小公爷适才那幅瑞鹤图虽则不错，但看得出魔画的人看来是没见过真正的瑞鹤图，因此用色上是失于富丽堂皇了，精巧有余，意境就欠缺了。”许纯笑了：“小王爷一语中的，这幅画确实是我磨的，我看到的也是魔画，因着喜欢这漫天白鹤千姿百态，反复魔画，这幅是我磨的最好的一幅了，因此今日才斗胆混在旁的名家画中供各位先生们赏鉴。可惜这画藏在大内之中，无缘一观。”李梅牙道：“徽宗这画是惊绝了，但为君却只沾沾自喜于这祥瑞，又万般精力不在治国育民，却在笔墨书画，可怜亡国之相从一时也。不看也罢。”谢斐看沈梦真面露讽刺之色，显然又要争执，轻轻咳嗽了声：“李先生说的也有道理，只是弘文院内的藏画也并非全无机会一观，我正好在弘文院内也当这些差事，每年亦有清点库房晒画之时，又有请宫廷画师一并赏鉴摹画的时候，等我到时邀小公爷一并摹画，正好一观此画。”许纯连忙拱手：“有劳小王爷费心。”李梅牙却显然不知道就这台阶下，反而执着道：“适才我就想说了，民间有俗语，稀有一，稀时有时，今日这宴会如此奢侈，厅堂如此豪阔，客人不过寥寥数人，宴席上这许多食物，尽皆要浪费了，暴殄天物。更不必说为观这画，大白日点燃这许多蜡烛，何其糜费！民间囊萤映雪，凿壁偷光，尔等却白日举烛，附庸风雅，不务正业，何其遗憾！”一时席上诸人面色都有些难看，尤其是许纯身为主人，年岁尚少，面皮薄，登时就面红耳赤。盛长洲到底在商多年，已起身拱手谢罪道：“都是小的不是，考虑不周，因着从闽州到京，想着来日要办皇差，这才央着小公爷举办宴会，引荐贵人。小的不了解京中风俗，只怕怠慢了诸位贵人大人，这才糜费了些，平素并不这般铺张的。小的这就命人撤去明烛，撤下多余的菜肴，
命人舍与附近田庄农人。沈梦真却已冷笑一声站了起来，好个耿介直白铁面无私的李相公，小王爷带你散心，主人唯恐怠慢，尽其所能殷勤待客，何错之有？你倒又打算踩着大家的脸皮以全你的清明了？李梅牙面色不变，冷漠道：交辽巢于深林，不过一只；鼹鼠饮河，不过满腹。注：沈大人日日酒酣乐作，客醉淋漓，须也要记得惜福养生的道理才好。要知道人无受邀，路尽则亡。沈梦真已大怒，谢斐心下暗道不妙，慌忙拉了沈梦真道：列位稍安勿躁。李相苦口婆心，虽则话不中听，但也是一片冰心。沈梦真却啐了一口，怒容满面道：李相若是参加宫宴，也敢如此出言不讳吗？不还是欺负主人无权无势，好以此做法子博取美名？他这求名的心比我等还要大得多呢。什么公道正义、耿直不阿的名声，不过都是他苦心经营以为容身之梯。我知道你是为了什么，你牺牲所有，断亲绝友，博那孤臣正臣的美名，无非就是为了权势尊显。李梅牙忽然站了起来，面无表情，拂袖转身而去。沈梦真冷声在李梅牙身后仍然高叫：我知道你是为了什么。众人面面相觑，唯有远处的乐班子不知宴会厅上变故，仍然悠悠然奏着丝竹。谢斐尴尬道：是我的不是，我代李相给徐小公爷赔个不是。沈梦真呵呵了一声。许纯勉强笑道：不敢当，确实是我等此前未考虑周到，还请小王爷和诸位大人不要怪罪。柳生等人也都上来打圆场，一时众人又重新言笑晏晏，但到底场面窘迫，最后又饮了一巡酒，谢斐便先起身告辞。送走了谢斐、柳生、李香雨等人才告辞，沈梦真却只留到了最后，拿了酒杯饮至酣然，笑着与许纯一一将那些贺图品评过去，这才要辞别。临行前持了许纯的手道：小公爷。许纯颇有些感动，只以为他有什么话要交代，忙道：沈先生请讲。沈梦真正色道：人无远虑。许纯肃然听着，看沈梦真慢悠悠打了个酒嗝，继续道：必是有钱。许纯愣了，盛长洲已是笑了：沈大人好生风趣。沈梦真放声大笑起来，对着许纯和盛长洲道：多谢款待。翻身上吗？纵马沿着山道，一人一马仍如来时下山去了。被他这一打岔，许纯之前那郁闷也散了些，转头反去安慰盛长洲道：表哥莫恼，这经理都这样的，动不动便要扯上些大道理大规矩。盛长洲却反过来揽了他的肩，不必宽慰为兄。生意场上为兄什么人没见过，在闽州那些地方官员，莫说正经官员了，便是个小吏，也能有一套一套道理教训咱们呢。如今既接了皇商的差事，已是腰杆子硬了许多了。倒是幼灵无地，今日为了盛家受了委屈了。许纯被表哥揽着，心中一暖，笑道：横竖咱们目的也达到了。看来这皇商确实不是小王爷建的，只不知究竟是哪里来的，待我再打听打听。盛长洲却道：幼灵不必再打听了，我仔细想过了，这经理藏龙卧虎，无地到底年少，这般冒撞四处打听，只怕反得罪人。既然是天恩浩荡，那咱们就忠心办差，若是真有人别有用心，迟早也要主动找上我们，如今犯不着四处摸着。横竖就如下棋一般，见招拆招罢了，不必太过心忧，咱们按规矩办事便是了。许纯一听也是，表哥说的有道理。盛长洲携了他手笑道：今日也累了，不若就在这别夜歇下，明日再回去了。我已让人收拾了房间出来，你先下去换了衣服，喝些茶，醒醒酒。许纯却有些心中烦闷，只恐盛长洲看出来心中内疚，只笑道：昨日来得及，书坊那边却还有些事未处理，我且先回去处理下，再与母亲说一声，表哥今日操持宴会，也累了，
且先在此安歇，明日再进城不迟。盛长洲也不勉强，只叮嘱了一番春夏秋冬四书童，又妥帖安排了管家、车马等，命人仔细将小公爷送回城。许纯回了城中，却自回了竹之坊，却是自拿了房中留着的酒来，自斟自饮，一边看着月色，一边心中想着，昔日只知我和阿爹名声不好，原来被这些清流当面比驳，是如此难受。原本就不是一路人，以后倒也不必强容，他们做他们的清官，我们自走我们俗道便是了。只是九哥也是如此看我吧。许纯想到此处，一时心中酸楚，又饮下了好几杯酒，却不知就在不远处，刚刚回城的沈梦真就已被苏怀命人带回了宫里，灌下了一壶醒酒茶，洗漱一番，这才将他送到了军前。沈梦真原本也没喝醉，此刻被忽然急召进宫面君，早就吓清醒了，上前拜下不提。谢意看他道：“平身吧，卿今日赴宴，可择了哪一个为学生？”沈梦真借着酒意，大胆道：“臣奉君命考察学生。”却见晋国公世子许纯天然美质，未经雕琢，可堪教导。谢意微微一笑，沈梦真看到君上面露笑容，心下一松，知道猜对了，果然不是谢匪。谢意却问：“许小公爷荒唐之名，满京城皆闻，你却不惧？”沈梦真道：“臣也打听了下，他虽有纨绔荒唐之名，却并未做什么欺男霸女的恶事，唯一闹得比较大的，还是豪捐了10万两银子为母换诰命。这样的事论理也能算得上是孝。这京里纨绔二世祖还少吗？比许小公爷还荒唐10倍的臣都见过。只晋国公府这荒唐名声传得到处都是，倒像是有人推波助澜。”谢意微一点头。沈梦真躬身道：“臣回去后就让人传话，晋国公筹办拜师宴。”谢意摇头道：“不必，此事容后再议。你且先将今日宴会情状都说了，不可隐瞒。”沈梦真一一说了。看皇上一直面容淡漠，无动于衷，他心中忐忑，尤其是说到李梅牙说的那些话时，他也不敢增减，只原样说了。谢意笑了声，然后呢？沈爱卿性烈如火，就没反驳几句。沈梦真迟疑了一会儿，到底不敢隐瞒，只含糊道：“臣即驳斥他，只为好名，辜负主人殷勤待客的好意，做个断亲绝友的孤臣，不过是为了沽名钓誉，恋战权位罢了。”谢意淡淡道：“朕知道他是为了什么，不过是为了摄政王罢了。”沈梦真深深低下头去。谢意道：“摄政王英年早逝，游猎之时坠马而亡。李梅牙年轻时受过摄政王恩惠，不肯信那是意外，因此只想查出真相。”沈梦真不敢再言，谢意却道：“李梅牙抗旨敢言，嫉恶如仇，务实能干，是个能臣，朕都不介怀，你也不必介怀。君子和而不同，尔等只当一心为民，相国辅政，朕便都一般看重。”沈梦真心服口服，拜下去，皇上英明。谢意却又道：“晋国公世子有经济之才，只是年幼无人教导，学问上有些欠缺，朕欲磨练其才，故才教你今日去观其品质。你行事虽挑达放旷，但始终不失大节。如今既在礼部学了几年礼，谨慎当差，想来也知错了。不日吏部会有任命，你且去太学任博士祭酒，掌教弟子，长成问对。望你今后都改了那等纨绔风流习气，既为人师，不可误人子弟。”沈梦真连忙再拜领命，心中却暗自揣测：太学，皇上难道要让那晋国公世子入太学？但也不敢问，只在内侍引导下告退了。谢意却转头问方子欣：“打听了吗？许纯今夜在城外还是回来了？住晋国公府吗？”方子欣道：“只留了盛少爷在城外别夜收拾安排，许小公爷今夜回了竹之坊。”
对苏怀道：“去弘文院库房把那瑞鹤图取了来，朕要出宫。”苏怀连忙应了下去，命人立刻去开了库房取画。一边看了眼漏客，这已接近子时了，宫门早落药了。哎，不过这位主子什么时候把恭敬放心上过？要不是他一贯喜独处骑马，时常独自随意出宫，哪能那么轻易被暗算呢？只能说幸好小公爷住得近。听起来孩子受了大委屈，一腔热诚精心待客，反被撅了个冷屁股，扣了顶大帽子，不定这时候多难过呢，是得去轰轰。谢意忽然到了竹之坊，春熙、夏朝等人是吃了一惊的，正要上去禀报，谢意却道：“不必禀了，我自上去找他。”他睡了吗？夏朝道：“并不曾睡，从城外回来就闷闷不乐。”梳洗后就要久一个人在楼顶阁楼那里喝着。谢意转头看了他一眼，十分严厉：“你们世子尚年少，又是刚饮宴回来，他说要喝酒，你们就真给？不怕纵酒过度伤了身体？”东海连忙道：“并不真敢给那禁足的酒，只送了那酸奶酪酿的梅子冰酒，酸酸甜甜的，那也就借一点酒意，便是孩子都能喝上几杯的，不醉人的。”谢意这才微一点头，直接往上走去。五福和六顺连忙拦住了春夏秋冬几位书童：“走，几位哥哥们，咱们一边吃点心去，刚带来的新鲜面点。”谢意走进去时，许纯正趴在阁楼上卧榻上已睡着了，显然之前是趴在大银枕上往下透过琉璃窗看着下边风景边喝闷酒。屋里只点了一只琉璃灯在墙边，月光烂银也似，照得小小阁楼内通明如昼，能看到旁边榻上放着的矮几，几上摆着酒壶、水果、葡萄等。谢意看许纯头发散乱，身上仅穿着宽松的银缎袍子，双足也围着袜，一双小腿光着随意压在软背上，毛毯软被一大半都滑落在榻下，他只抱着个大银枕望着下头，侧面看到睫毛湿漉漉，再一看那枕上已湿了大半，一只手尚且还捏着个空琉璃杯，已快要落到榻下，所幸榻下也铺着厚厚的地毯。谢意怎么伤心成这样？也不盖被子，这天尚且还寒，就这么任性光着脚，衣着单薄。素日看着几个童仆尚且伶俐，竟也不知照顾自家公子。他将带来的书匣放在一侧，挥手命跟从的人都下去了，伸手拿了张毯子替许纯盖了盖，也未惊动他，眼尖却看到自己送他的龙鳞剑正压在枕头下，露出了剑鞘来，也不嫌睡觉硌着。和下边卧室的宽敞不同，这阁楼很小，两人在就已显得极窄了，但收拾的纤尘不染，甚至还散发着淡淡的香味。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的一只鸟展翅欲飞，寥寥数茎草在一旁，旁边潦草写着独鹤与飞，看得出是许纯自己画的。床边灯下有一张十分舒适的竹躺椅，上面铺着厚软的狐皮褥子。他坐下来，便看到旁边的矮柜上摆着个八宝盒，盒子打开着，里头一套活灵活现的木雕，雕着小猪、小猫、小狗等憨态可掬，都摸得油光水滑，看着普通，拿起来细看便闻香气沉郁，原来都是沉香木雕的。另杂着几颗很大的宝石原石，虽未经雕琢，仍是看得出成色极佳，与一些精致颜色的贝壳、螺壳、砗磲、雕花球等扔在八宝盒里，显然只是孩童随手把玩的玩具。谢意拿了几块宝石摸了摸扔回去，看矮几下便隔屉里放着几本书，抽出来一看，果然不是画本子就是画册。他抽了本画册，打开发现上头竟然画着的每一页都是自己，线条都很简单，有的只是一个侧脸，有的是站在院子竹下，有的是闭眼安睡，还有眼睛上蒙着纱布，衣衫半解的，竟然连颜色都上了。肌肤细腻，微微侧着的左肩后还点了一粒朱砂小痣。谢意，他几乎想要解意看看那边是否真有一颗痣，随手翻看完，顺手纳入自己袖中，然后又拿了本画本翻着看。
一边在桌上捡了只水晶高杯，倒了点奶酪酒喝。果然酸甜清冽，味道极好。他往后倒入躺椅内，发现脖子、肩膀、腰背和手肘都得到了妥当安置，整个人如同陷入云内，十分舒适闲适。谢意从未如此没有仪态过，翻了几页画本，又看了眼许纯。他鼻息均匀，甚至打起了小小的呼噜来。这小小的阁楼内，万籁俱寂，月明似水。谢意闭了闭眼睛，心里冒出来一句送人的诗：醉来拥被高眠。嫩弟有何不可？注：背首一，有何不可？他自懂事就是皇帝，懂事起就要读王用勤政。万国以前，天下万民都是他的责任，朝堂陈宫都需他来统帅。学的是朝前夕替工部唐捐，习的是焚高祭鬼欲入于城。竟然是在这小纨绔这里，他感到了放松闲适来。许纯迷迷糊糊，也不知睡了多久，翻了个身，睁眼忽然看到谢意坐在床头，低着头拿着本书看，只以为自己在梦中盯着看了好一会儿，心想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九哥真好看啊。他怔怔盯着谢意好一会儿，谢意便觉察了，转眼看他呆呆的似未酒醒，便问道：醒了？这竟不是梦？许纯吃了一惊，连忙坐起来，却起身猛了一阵头晕。谢意见状扶了他一把，将他按着坐回了榻上，顺手拉了毛毯替他盖住腰腹，不必起来了。我听方子兴说了白天饮宴的事，想着你恐怕受了委屈，特意来看看你。谢意没说话还罢，一说便是直戳中许纯伤心事。原本忽然见到九哥，许纯又惊又喜，只想问九哥身体如何，却被问起白日所受耻辱，又是羞又是愧，这等丢人事体竟被九哥知道。想来也对，那沈梦真是方子兴的朋友，他回去自然要说的。眼睛一酸，不争气的眼泪扑簌簌又落了下来。他越发恼自己这不听话的眼泪，这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人家还唾面自干呢，但九哥不比旁人。谢意果然也没有笑他，只从袖中取了帕子与他拭泪，莫哭。李梅牙不合时宜，咱们不和他计较。许纯擦了泪水，哽咽了好一会儿，才平了气息，让九哥笑话了。我是自取其辱了，他们读书人原本就看不上我们。小王爷不过看在我那送的礼上和颜悦色几句，我就以为人家真的青年有加，上赶着送上去给人扇耳光。我和表哥为了这宴会布置了许久，只恐怠慢了贵人，没想到带累表哥和我一起受辱，表哥心中不知怎么想我呢。先还夸我长大了能为家里分忧，如今表哥心中肯定好生失望，我这个表弟太过纨绔，没能给盛家长点脸。平日里外公表哥有什么好的，立刻派人送来给我，如今我却带他吃了好大一场挂了。谢意道：这有什么？你表哥既行商多年，这还放在眼里？再则他们这是先抑后扬，先把你和盛家打压了，你们自以为配不上，少不得以后就听他们的罢了。不信你只看着，过几日那小王爷必然要回请你，款款挽回你。你和盛家被打击后，自然觉得京城不好混，朝廷步步惊心，动辄得救，他耐心指点你们，你们当然要觉得他是好人了。许纯一怔，原来是这般。小王爷当时看着也很是尴尬窘迫，看起来不像是提前料到，走之前还一直向我致歉。谢意满不在乎，李梅牙那脾气，朝堂谁人不知？谢匪好端端把他带去你的宴会，无论谁的意思，横竖都没安好心。他们难道不知道你要招待宗室？你又一贯手里散漫，不把银子当银子的，自然是尽其所有招待贵客，以恐怠慢。李梅牙寒门出身，家贫极清苦，随母改嫁，不知吃了多少苦，一贯对富家做派是嫉恶如仇的，又是历来耿介刚直，任凭什么王公贵族，在他那里也不算个什么。来这里看你们花钱如流水，岂有不说的？许纯委屈道：既是招待贵人，
食物自然是丰盛为上。人之盛家是皇商，若是招待宗室贵人，还上些自家普通饭食，反被贵人嫌弃怠慢。更何况这经理备办宴席也大多如此规格，并非我极力炫富。盛家海商，那些海珍鱼内陆贵重，于我们来说却只是寻常，都是自家加工的。再则因着官画，那日光总有些阴影，官画颜色自然有差。既然是要赏鉴，我便想着用银镜反射烛光，便能看得更清些。谢意伸手按住了他嘴唇，不必变白。许纯感觉到那根手指在自己唇上按了下，耳根立刻滚热起来，遗忘了自己要说什么了。他原本满肚子的委屈变白，只恨不得拉住那李梅芽的手，好生变白，如今却只盯着谢意的面容。月下依稀能看到九哥披着自己送他的那件极光裘，眉目一如从前冷傲，看着他目光却十分关切温和。谢意缓缓解释道：你如今年少，遇到事急着变白，却不知这样时候如何辩驳，你都已落了下风。今日情形我听说了，沈梦真的反应才是最符合朝堂公节的老辣反应，直接攻击他立身不正，沽名钓誉，刻薄好名。他看将手指收回，含笑道：这才刚开始呢，来日你若是继承了国公爵位，少不得也有这一天。御史封文奏事，被弹劾的官员第一反应往往不是自辩，而是上书朝廷请辞。你可知道原因？许纯有些尴尬道：我爹还年轻的很，而且朝廷嫌他不中用，压根没差事。九哥说是什么原因？谢意道：官员们知道辩白如何，都已落了下乘，直接请辞。若是朝廷不准，那说明上峰尚且还要保他，君上对他还信任，请辞不准，朝廷诸官员立刻也就知道了皇上的态度，这尚且有回旋余地。此时风向逆转，自然会有另外一派官员去找那参合之人的污点来，同样攻击。一旦对方被抓住弱点攻击成功，那对方所合之事便也都成了诬告。许纯，原来这就是不辩白的意思。谢意道：你若和他当庭对辩，上折自辩，都应该是在尘埃落定的胜利后的补充，否则之前种种都是无用，反而陷入了无限的纠缠和怀疑。许纯低声道：那若是真被人冤枉，难道能忍得住不辩白？谢意道：被攻讦之后辩白是人之常情，便连皇帝也不能免俗。昔日有个皇帝被人议论的位不正，他尚且忍不住要下发诏书，向朝廷、向子民、向后世辩白，因此真忍不住，也不必责备自己不够坚韧。许纯睁大眼睛看着谢意，谢意含笑道：据我所知，从前有个大臣用人乳喂猪，蒸食后献给皇帝食用，又有位官员喜吃黄雀座，仓库里满满的全是黄雀座。有官员母亲只爱吃鸭舌，便每日宰杀鸭子数百只，只为取鸭舌。前朝内阁首相出行要32人抬轿，远的不说，就说近的，之前坠马死的摄政王，他的王府里用的都是金钱铺地。他信好打猎，府里养着猎犬宝骏无数，光是一日便能糜费1000万钱在饲料上。负责喂养猎犬和马匹的狗奴和马奴有上百人。谢意脸上微微露出了点讽刺的笑容。摄政王若是如今还在，李梅芽当初受过他恩惠，看到摄政王如此奢侈，恐怕也不会当着客人直言讽刺。因此你却当知道，旁人胆敢当面驳斥，确实就是因为你太弱，无权无势，不能把他怎么样，只能安心受着。当然除去背后故意带李梅芽的人的用心不说，仅仅只说李梅芽此人，他是内阁大学士，又做过御史，便是皇帝他也能当面弹劾，渐渐的皇帝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他做御史的时候，满朝文武哪个没被参过，便是皇太后也被参过，也没看哪个就真改了的。因此他批评你，你也不当差，吃用都是自家的，
能把你怎么样？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必放在心上。于赤贫灾荒之中的饥民来说，三餐饱食、四季衣裳便已是奢；于寒士平民来说，袖袍缎履、佩金饰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为奢；于士大夫来说，酒池肉林、修建楼台、蓄养姬妾、纵欲无度为奢。奢侈不奢侈，这是你自己心中当有个底线。总以惜物恤民为上，若是四体不勤，还暴殄天物，那便过奢了。许纯愧道：我知道了，九哥宽慰教导我，我都听了。九哥之前住在我这里，看到我生活奢侈，是不是也觉得不妥？谢意摇头，我只体会到亲赤诚待我之心。许纯并不怎么信，眼睛只看向谢意，九哥这还是在宽慰我。我知道九哥其实颇为简朴自律，不讲究这口舌之欲。谢意轻轻笑了声，人皆有私，怎会无偏好？我小时候有一年生病发烧，嘴里什么都不想吃。当时服侍我的一位妈妈便花了些银钱，让厨房做了食鱼豆腐汤来给我喝。我第一次喝，只觉得十分鲜美，很是喜欢，全都吃尽了，还和那位妈妈说晚上还想喝。许纯想象着小谢意定然也欲学可爱，我是看九哥挺喜欢喝鱼汤的。谢意摇头，结果没到晚上，我母亲就带着那位妈妈到了我房里，命那妈妈跪着数落他，教唆我奢侈之罪，又与我说我父亲从前如何简朴，这食与百姓获取极为不易，出水便死，从南方运到京城，耗费诸多人力，因这多次做起来也耗费人工，诸多人工人力，只为供应我一口汤，一旦形成分例，年年都要供应，此事为大罪。然后便当着我的面命人将那妈妈拉下去杖毙了。许纯震惊看向谢意，谢意看着他笑了下，我当时也与你一般，十分愧疚，既后悔自己为着贪吃一口害死了服侍自己的妈妈，又憎恨自己贪图口腹之欲，不恤名利，不知自律。之后整整1个月没有吃过一口肉。许纯震惊坐起道：九哥，这不是你的错。谢意微微一笑，对，我后来才知道，那食鱼原本就是厨房采办预备供应给母亲的。母亲那边一直是有单独的厨房，想吃什么都有菜单子送上去给母亲勾选，厨子精心做来。莫要说食鱼，什么山珍海味，但凡想到的都能供应。便是不应季的瓜果鲜菜，除了设冰窖贮藏以外，还有温泉庄子特搭了大棚，里头再点上炭火，种了10仙瓜果来供他食用，每岁数千万花费在这上头。许纯睁大眼睛，谢意笑道：他这般待我，无非是要控制我罢了。当然，用的道理也很是光明正大。直至今日，我每吃一口贵重难得些的食物，穿略微糜费人工一些的东西，便有罪恶感，觉得那是民脂民膏，不该享受。许纯不由自主伸手握住谢意的手，九哥，他自幼锦衣玉食，从未在这上头被苛待过。他只隐隐知道九哥应当出身高贵不凡，权势青天，却没想到九哥竟是如此被严苛管教，心中不由又怜又惜，只恨不得没有早日遇见谢意。谢意低头看着许纯，含笑道：如此你心里好受些了吧？但凡要责备人，随便就能捡出大义凛然的大道理，这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端地只看对方的目的，是真的为你好，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世上无完人，不必为着旁人苛求自己。他看许纯情绪平复了，这才道：我还给你带了好东西来，把灯点亮些，别伤了眼。许纯连忙将脊上的油灯抽开拨片，灯亮了起来。谢意这才发现原来脊上、墙上都有灯枝，对面许纯正跪在踏上去，将墙上的灯架也一一点亮。双足又露在外边，小腿肌肤薄而透，脚踝血管清晰可见，充满着少年人的勃勃活力。头发胡乱披在肩上，
一身袍子揉得稀皱，侧脸鼻头通红，眼皮尚且红肿，睫毛湿的，眼珠子被眼泪洗过，灯下看着亮而剔透。谢意心中暗自叹了口气，转身先将那卷轴打开，铺在几上。许纯转头看到这画展开满纸青绿，宫阙上群鹤翔集，失声道：“是瑞鹤图。”谢意笑道：“对。”许纯又惊又喜，低头下来仔细看了看，震撼道：“好像是徽宗真迹，不是说收在内宫珍藏了吗？”谢意道：“宫里时不时会举办义卖，将内库里的东西通过内务府义卖给各皇商买办，拍卖只记账，不收现银。各地皇商回到本地后，将所认的钱折成粮食，存入各州县役仓，以供灾年之备。这是定例了。这话去岁就已卖了出来，主人正好与我有些交情，知道你喜青鸟画，前些日子我就已与他要了来。本就备着要送你的，太忙了，一直收着。可巧今日正好听方子欣说了，索性便带过来给你。”许纯大为感动，心中知道能买到宫廷义卖之物的，定然不是一般人。九哥讨了这话，必然付出了大人情，且未必是之前要的，只怕是知道今日自己受了委屈，才巴巴的去拿了来，深夜拿给自己。他低声道：“这样的真迹，宫里也舍得拿来义卖。”谢意轻描淡写道：“亡国之君的话，留着不详，不若卖了，还能活些鸡鸣。晚上看画也看不清楚，你先收着吧，明日光线好了，你再慢慢赏玩。我还有旁的东西要给你。”说完，却是从下边提了一个书箱来，给他道：“这几本书，你有空自己看看，若有什么不懂的，只来问我。这是禁书，不要让外人看到。”许纯正打开那箱子，看到里头几本书都是半旧了，但书页平整，看书名分别是藏书、史评、焚书、出坛集等，里头批注甚多，看着字迹银钩铁画，超逸嗅觉。许纯注目于那字上，一边问道：“禁书？”谢意笑道：“是，这都是李卓吾先生的著述。我少年之时偶然读了，觉得很有益处，便将他的书花了点心思收起了。学了数年，这最后一本是我读书的时候顺手写的一些心得，你也可看看。”许纯看是如此珍贵的书，手轻轻拂过那字，心里想着原来这是九哥的字，写得这般好，一边心中惭愧，退缩道：“可是九哥，我不学无术，这样珍贵的书您还是留着，放在我这里。”“浪费了。”谢意道：“你看了就不浪费。这位卓吾先生也是闽州人，和你母家一般，亦是出身海商世家。原本姓林，因着祖先得罪了御史，家族被扣上了谋反的罪名，家境败落，不得不改姓李避祸。后来考科举进官，十分有才学，千古卓识，可惜离经叛道，狂傲不羁，最后被诬下狱，自刎于狱中。他曾说过：我有20分识，20分才，20分胆。”许纯道：“他的书为什么会被禁？”谢意道：“因为他说人皆可以为圣，庶人非下，侯王非高，皇辈乖谬，非圣无法，大逆不道，所以朝廷正统容不下他。”许纯睁大眼睛，似乎有些不解，似乎又有些震惊。谢意看他眼皮还微微有些肿，不忍继续吓他，笑道：“你会喜欢的。这位卓吾先生的一些想法，比如反对重农抑商。他说，不言理财者，绝不能平治天下。”许纯小心翼翼问谢意：“九哥读这些书，也是因为反对朝廷正统吗？”这话问得奇，平日种种蛛丝马迹，这少年不在乎不探问，不问他仇家为谁，不问他究竟住在哪里，不问他究竟日日忙什么，却忽然平地生惊雷问一句：是否反对朝廷？谢意注视了他一会儿，对方目光诚挚，仿佛若是自己真的谋反，他也要想着如何帮他。
他倒是想问问他是否会不顾一切站在自己身后，但还是不忍下他。对方毕竟身后有着亲族，偌大盛家，何必让他担惊受怕？想到此便微微笑了。我读他的书，不一定就是我都信他。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他有句话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事贵为己，勿自恃。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道，万事明教也好，旁门左道也好，能为我所用，即为自己的道。圣贤亦有过，你当多读书，读多了便不会尽信书了。许纯怔怔将那些书放好，看着谢意，哪怕他仍然有些一知半解，此刻却也知道谢意待他良苦用心，他心中涌起一阵暖意，心下想着，虽然九哥无益于我，待我却也绝无鄙夷轻贱，他只希望我好好学罢了。谢意看他呆呆看着他，只觉得这孩子很是有意思，摸了下他的头，捋了捋他乱七八糟的头发。好了，天快要亮了，我家里还有事，我先回去了。你好好看书。许纯怔怔拿了那书，看谢意下了榻去就要走，慌忙也跳下榻下道：我送九哥，九哥什么时候还来呢？我若有看不懂的地方，怎么请教你呢？谢意转身看他光着脚，皱眉道：先穿鞋，别受了凉。才接着道：我接下来很忙，等空了就来找你。你先看着，有什么问题可以写了信给灯草巷那边，五福六顺都在那里的，会帮你送信的。许纯恋恋不舍，只仓促穿了鞋，送着谢意下了楼，从后门出去。方子兴带着几个侍卫在那里等着他，遥遥给许纯拱了拱手示意。许纯眼巴巴看着谢意，尚且还披着那件极光裘，翻身上了马去。月下得的马蹄声响，离去了。春日春暖，桃李烂漫，夭夭灼灼，经理侍女风行远游踏春。文会宴会更是络绎不绝。许纯因着被李梅牙当面嘲讽过，索性也不出去交际，与盛长洲将经理的生意重新盘了盘，又备办齐全给外公的礼，便送走了盛长洲。竹枝坊瞬间又静了下来，春日竹枝翠色可爱。许纯索性抹了几笔翠竹除鸦，悄悄做成了厚铁书签，又让工匠镶上了金镂边，制成了一对书签，放入书桌上的梯红书匣内。这却是要送给九哥的功课。眼看已将到春闱之期，谢意果然一去就十分忙碌。许纯心中虽然想念九哥，却也认认真真看了几篇九哥给的书。难得的是，这位卓吾先生的书果然十分合他脾性，且又有九哥的批注，倒也看得懂，因此日子倒也不十分难过。他甚至还将看不懂的地方写了下来，让秋胡送去灯草胡同。果然第二日必然六顺便会亲自送了匣子来，里头有九哥细细写下的示意。国子监那边过了年重新开了课，他也和其他高门子弟一般不怎地去，只让书童去替他点卯签到。外人看着他和从前倒是一般荒疏放纵。国公府里，太夫人却开始惦记起许纯的房里事来。这日却照了之前安排去许纯身边伺候的两个丫头来问话。年都过完了，眼见着国子监又开学了，你们现在竟然是连一次都没侍奉过世子。池梅和枣兰站在地下，低着头都不说话。太夫人看之前两个丫鬟明明是自己看着调教好的，恼怒道：枣兰，你先说说，你如今在世子房里担什么差事？是不是有人从中作梗？世子身边原来的丫头，哪个不服的，你们和我说，我替你们罚了。又或者是二太太不许你们服侍世子？枣兰站了出来，低声道：回太夫人并不曾有什么人作梗，我和池梅妹妹到了世子身边，世子待我们也挺和气，问了我们两人，知道我擅长沏茶，池梅擅长制香，便派了我们两人差事，一人掌茶，一人掌香。世子身边原来的两位姐姐，青金长着月银和内务，银珠长着针线，对我们也很亲切，并无藏私之处。至于二夫人，也只把我们和青金银珠一般看待，并无分别。
太夫人道：那你们天天忙什么？伺候世子不尽心。早兰道：世子说让我尝试叫茶叶，说要梅花香的，说太夫人最喜欢梅花香，让我趁着如今梅花盛开的时候赶紧调试，多试试几种花香，到时候给太夫人多尝尝别的味道，说太夫人一定喜欢的。太夫人面容微微缓了缓，世子虽说贪玩背懒了些，但在这孝心上确实是一等一的。迟眉道：世子让我调试古书上说的镇灵香，说是和别家公子约好了，开春后就要斗香，务必要让我调出来，到时候若是能斗香赢了，必要重重赏我。太夫人，我是让你们是侍奉世子枕席的，不是让你们管这些旁枝末节的。迟眉道：太夫人，世子时常夜不归宿的，我们连二门都出不去，哪里知道世子去哪里了？便是偶尔回来，也极少在房里睡，时常说是在书房看书累了就睡了。太夫人听着心烦，挥手道：左右是你们两人无用，留不住世子的心。罢了，且先下去吧。两人对视一眼，拜了拜下去了，直出了太夫人房。穿过花园，早兰才低声道：太夫人不会又想把我们换走吧？迟眉道：你不想走？早兰瞪了他一眼：难道你想走？在世子房里，活又轻省，人又少，二夫人从来不骂人，还动不动赏银子。青金银珠也不是那等爱口舌的人，都是老实人，一点是非没有。更不必说咱们俩做的茶叶和香，如今卖出去的都有分润。虽说一个月不过2-3吊钱，那也是份力额外的，材料都是进着使。世子还说了，做的果然好，还要给我们请先生来教我们，将来能上柜台正式售卖了，许我们长期分红，那可是长长远远的。迟眉道：你眼皮子也太浅了些，我听说二夫人跟前的白币和金钱拿的份力是和外边柜面掌柜的一样，年底还有分红，而且10几家店的掌柜们挑了30岁以下的来给他们选，看中谁就嫁出去，还有嫁妆。早前的花妈妈、云妈妈都是陪着夫人陪嫁来的，如今在外边都是有铺子庄子的，一般人家哪比得上？早兰叹了声：可惜我们身戚都在国公府，不比他们的。太夫人指望我给世子做通房，将来娶正头娘子的时候，我们俩哪里还有立足之地？倒不如安心和银珠青金一般做丫头管事，至少还有钱呢。两人嗟叹合计了一番，才要下去，迎面撞到许姑走进来，吓了一跳，连忙行礼：姑大爷。许姑压根不敢直视他们，只侧身让路，十分守礼。两人只能连忙走了，待到走远了，才又低声议论道：姑大爷不是要考春闱了吗？这些日子不是都在跟着老师在院子里苦读，怎地今日忽然出来了？早兰道：是来给太夫人请安的吧？迟眉道：太夫人免了他请安的，也是说让他苦读，什么都不必管。要说大爷一贯也是棘手里的，样貌也生得好，可惜是庶子。早兰轻声笑了声：庶子也轮不到你我伺候，等大爷考上了进士，你等着瞧吧，太夫人必有安排，听说早就看好人家了，要为他议一门高亲，也算给国公府一个避主，因此特意的只安排了粗使丫鬟和小厮伺候，一个近身伺候的大丫鬟都没安排。两人悄声议论着，早兰却忽然道：我看大爷突然来定有些事，带我去打听打听，万一一会儿世子问起来，我们也能答出来。迟眉却已看出早兰的意思，你是想讨好世子爷？早兰低声道：我们俩自幼就在老太太院子里伺候，老太太性子你还不知道吗？最是个口惠实不至的，满口大道理，其实把我们奴婢当成猫狗罢了。二太太虽然是商户人家，却带下人们实在都是实打实给钱的，与其等世子夫人进门，我们被打发出去，还不如靠着咱们手里这点技能早做打算。你看看银珠青金又比我们强到哪里？不过是早到了世子身边，
世子其实极好说话。说完，悄悄转头绕过游廊，却是往里探看。许姑却自己一径走到了太夫人屋外，和太夫人跟前的巧合说话，请巧合姐姐帮忙传话，就说我来请安。太夫人听说许姑来是有些意外的，她正与白夫人对着拈佛豆说闲话，便命许姑进来道：马上就要入围了，不好好读书，还惦记着请安做什么？可是缺了什么？只管说，我让你母亲给你办了来。还有你大姐姐那边前儿让人送来的文选，你可看过了？你大姐姐说了，你姐夫好不容易淘换到的，你看一看，哪怕压到一篇，都必有受益。许姑连忙道：有劳祖母关心，有劳伯母、大姐姐、姐夫关心了。我温习功课一切都好，只是今日听到外边沸沸扬扬，说我们府上的事，孙儿有些担心，这才来和祖母禀报。论理祖母年高，此事不该和祖母说，反让祖母担忧。但孙儿也不知该和谁说，毕竟此事也不好和母亲说的。太夫人忙问道：什么事？许姑道：我昨日听闻二弟在外宴请顺亲王世子在城郊白溪别业，结果宴上十分奢侈糜费，顺亲王世子那日偏巧带了正在家歇息的李梅牙过去。祖母不知道那李梅牙是个极耿介无私的，看到二弟宴请十分奢侈，便在宴上嘲讽了一番，拂袖离去了。顺亲王世子见状也无趣，便也走了。宴席不欢而散，此事成为笑话，都传遍了京里文人官宦家庭了。太夫人一听，气得捂住胸口，浑身发抖。我早就说了，这孩子不管教是不行了，快叫人传了国公、国公夫人来。国公府几辈子的面子全都没了。白夫人连忙唤巧合，拿了太夫人平日吃的顺气清心丸来用水化了，请太夫人服药。不多时，晋国公许安陵、盛世都到了。太夫人一叠声问：二爷呢？他爹娘都来了，他还没到。盛世道：媳妇陈琦有些头疼，便让他去替我问问大夫配药去了。太夫人怒得脸色都变了，你还替他遮掩，他压根就没回来。慈母多半儿当我老糊涂了不知道吗？他一个月着家的就没几日，日日都在外边斗鸡走狗，花钱如流水的，都是你纵着他夜不归宿。盛世不说话。许安陵堆起笑脸道：母亲一大早莫要为我们气坏了身子，到底吩咐我们爱做什么？纯根儿不懂事，您担待些。太夫人道：若不是姑哥听他师长同学说了，我还被瞒着。如今满京城都知道纯哥邀请顺亲王世子，宴席办得太过奢侈糜费，席上被李梅牙怒斥退席的事，咱们晋国公府几辈子的名声，几辈子的脸面都给败干净了。许安陵满脸迷惑，顺亲王世子是谁？李梅什么又是谁？纯哥也是的，花这大价钱宴请还被数落，还不如把钱给我办，定然妥当。太夫人几乎气绝过去，白夫人连忙替她拍着背心。太夫人转头手抖着对许姑道：姑哥给你这不争气的爹说说。许姑道：顺亲王世子谢斐是宗室里颇为出挑的了，平日里好文，是林继久的外孙，因此在士林中也颇有些名声，平日里也与大学士李梅牙交好。李梅牙是内阁最年轻的大学士了，22岁时连中会员、状元。授修传，年方36岁便已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参与军机要务。他前些日子因奏折触怒皇上，皇上敕命他停职回府思过。听说日前又以复职当差了。为人即是耿介刚直的，若是将宴席过于奢侈参上一本，父亲也逃不掉一个管教不严的罪过。许安陵听到他被停职，松了口气，不是被停职了吗？御史们本来就爱参，我也不是没被参过，无非就是罚俸。我又不当差。太夫人双眉竖起，你懂什么？内阁大学士怎可能随意罢免？皇帝再生气，
顶多也就是让他在家反思几日，也就回去了。你可知道，内阁大学士一旦弹劾，便是首辅也要先递了辞呈，在家等候朝廷问询。你一个小小的世袭爵位，那还不是皇上一句话就撤掉的事吗？许安林睁大眼睛，什么？纯哥儿好心请吃饭，便是奢侈些，也是东主一片好意，他怎么好意思反过来参奏咱们呢？这不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吗？也太不知人情世故了吧！他没有师生故交、上级同僚的吗？难道平日参加别人宴会也敢说？谁还敢请他啊？太夫人被这个赖皮狗一样无能的儿子气得没法，也知道和他没法说话，只高声问道：纯哥儿呢？怎地闯下这等大祸还不来？来日害得抄家灭族，除绝问罪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在哪里逍遥呢。许安林皱眉道：母亲，好端端如何口出不详？纯哥儿不过是淘气些罢了，何至于此？许姑低声道：父亲大人容禀，原不想惊动祖母和父亲母亲的，只是二弟此次听说还和盛家的大表哥一起宴请的顺亲王世子，此事闹得沸沸扬扬还罢了。若是李梅崖大学士不追究，过几日也就淡了。但晋国公府上的世子私宴顺亲王世子，与宗室结交，疑惑长远。许安林满肚子糠，压根没听懂，满眼茫然，疑惑什么？他年过40，样貌还算过得去，但实在是脑子空空。绣花枕头一个。盛夫人淡淡看了许姑一眼，许姑不敢看嫡母的眼睛，只作揖道：还请父亲母亲大人饶恕儿子鲁莽，实在是如今经理士林官学尽皆已传遍了，加上上次10万两因此捐朝廷换诰命的事，如今人们只知晋国公府极有钱且奢侈无度，二则带着富商亲戚和宗室交好，这样的名声传在外边，时势招祸的苗头还须得好生想个办法的好。太夫人冷笑道：老二一把年纪了，还不如你儿子看得清楚。我早就说了，得好好管束纯哥儿，一样请的素如名师教他们。你去打听打听，贾先生是一般人能请到的吗？若不是我央了父亲下的帖子，再三邀请，你拿多少束修也请不到。姑哥儿就能沉下心来学，纯哥儿呢？学不会还不许打，慈母多半儿。盛夫人一言不发，白夫人叹息道：可惜姑哥儿马上要入围考试了，如今这般沸沸扬扬，多少有些影响。太夫人被提醒了，连忙道：姑哥儿莫要再想这事了，赶紧回去仔细温书去。无论谁来问你弟弟的事，你只说不知道，都在外边温书呢，其他事情我们处理。许安林懵懂道：那如今要怎么补救？太夫人怒道：把纯哥叫回来，打一顿板子，让他跪祠堂禁足去。然后派人分别去给李梅崖和顺亲王府那边都致歉，只说是顽童无知，私下宴请，并未禀过父母，将这消息传扬出去便好了。人们只知道这是他顽童擅自做主，不会觉得是我们大人不懂事。盛夫人轻轻咳嗽了声，许安林身体微微一抖，连忙道：回来禁足就算了，打板子就不必了吧。老二身板子弱得很，万一打坏病了，可怎么得了？太夫人看了眼盛夫人，知道盛夫人必是心痛，想了下道：你道我舍得吗？纯哥在我这里养大的，我还不是含在口里，怕化了，捧在手心怕碎了，只是对外总要做个样子，略教训教训，再不教训，纯哥以后还更大胆，到时候抄家灭族不过须臾之间。许姑却轻声道：还有一事，荣孩儿上禀祖母、父亲母亲。太夫人问道：什么事？许姑道：这次流言传得厉害，我才知道前些日子二弟在外边一直流连戏馆和风月之地，结交幽灵，则选男官戏子，放了话出去说务必得物色长得好又知趣的试一试，二弟到底是世子。
只恐是年少被人勾引着走了邪路，孩儿听了十分担忧，不敢不报长辈，只恐二弟不知悔改，索性借着这次机会管教一二才好。许姑此话一说，太夫人已气得浑身哆嗦，难怪从来不碰房里的丫头，竟是被人勾引着如此。我晋国公府何时有这般门风？传出去还得了？哪家名门闺秀还敢和我们议亲？便连其他根的婚事也要影响了，还不叫人押了他来？太夫人一时又忽然想起什么来，和盛夫人道：难怪你们盛家好端端送了4个小厮来给哥儿用，咱们府上规矩书童多的是，如何非要在外边挑呢？如今看来，个个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早听说闵帝就兴这些歪门邪道，如今好端端的把爷们都给勾引挑唆坏了，叫我如何去见老国公啊？他气得老泪纵横，直拿了帕子捂脸。盛夫人无端被扣了这样一顶大帽子，皱了眉头。白夫人扶着老夫人道：老夫人缓缓，弟妹未必知道这些，但身为主子身边的小厮，知道小主子学坏，还不赶紧报给弟妹知道，好及时颁正。这般大胆小厮是该好好惩戒一番的。太夫人想到此处，已回过神来，那几个小厮哪有这般胆子？他们生气都是盛家的吧，怎敢不报？盛夫人道：小厮们是说过，老二正想着给府里养一班小戏，给太夫人祝寿用的，因此这段时间正在外边物色着。我想着也花不了几个钱，何该给太夫人些惊喜，便没说。再则他少年人和国子监的同学们去楼子园子里应酬应酬，也是正常。想来姑哥儿恐怕是一时听差了，以讹传讹也是有的。他一双明亮眼睛扫了眼许姑，眸光带着深深威胁。许姑垂了头，不敢再说话。盛夫人又看着晋国公道：这事儿我也和老爷说过的，老爷还说若是哪里有新戏，老爷一年捧戏子花的钱没有1万也有几千了。这京里不都这些风气，如今自家清清静静养上一班小戏，平日宴会的时候都能唱，自家想听随时能听，岂不好？只是小戏第一要求便是年龄好，声音要轻，又要请师傅好好教，不容易找到好的，纯哥儿这才多花了些时间。许安陵连忙道：正是，确实和我说过。太夫人瞪了他一眼，仍道：无风不起浪。又催道：如何还不见老二过来？盛夫人心中却是想着，事才见不好，已让夏朝去通风报信，命许纯无论如何不能回府，明日再随便诓个落马扭伤的事糊弄过去。却不知道夏朝一贯懵懂，也不知能办好不。却说夏朝得了令，早已一溜烟跑到了竹之坊。许纯却是正刚刚从六顺手里接了朱漆剔红的书匣，满心欢喜打开，取出了谢意写好的事宜的纸笺出来，一边将提前写好的疑问封好放回六顺的匣子中，命人赏六顺，正好昨日刚得了一盒琥珀松子糖，味道极好，送给你尝尝，另外有一盒五色糖，还劳烦你带给九哥。六顺连忙接了过去，满脸笑容，谢世子赏。许纯却问六顺：九哥身子如何？可好了些了？可有什么想要吃的？我让人办了来。六顺道：九爷一切都好呢，世子不必担忧。却见夏朝已大呼小叫冲了进来，见了许纯也不及行礼，只匆匆道：不好了少爷，府里大爷去太夫人跟前告了一状，说你宴请顺亲王世子，被李大学士宴上讥讽，过于奢侈糜费，如今传得满京城都是。现太夫人怒了，正叫了国公爷夫人过去斥责，又叫人立刻传你进府。夫人说了，你千万莫要回去，明日只说扭伤腿回不去便是了。许纯一怔，笑道：既是我惹的祸，当然是我去揭罚了，怎能叫父亲母亲白替我挨骂呢？我还是回去吧，一味避着也不是个事，还不如早罚早好。也不过是跪跪祠堂罢了，祖母一贯十分宠我，我不去，
必要把气撒在母亲身上。夏朝跺足道：“我的世子哀，这是小事吗？这可是朝廷副相，听说早已启用了，皇帝可看重他了。再则，我临出来前，早兰姐姐悄悄找人给我递话，说大爷连你在外边找小官的事都捅了出来，让你仔细着。现老太太嫌我们4个盛家的小厮教坏了你，要赶了我们走呢。”许纯道：“你们生气又不在国公府，赶走不也还是住这里？没关系的，大哥多半是嫌我得罪了朝廷大臣，挡了他前程罢了。”他起了身来，便要回去。春熙想了下道：“夫人那边必有法子应付，世子不如且再等等，派人去打听清楚再说。”许纯道：“不必了，何必让母亲替我受苦？”一边笑着对六顺道：“六顺先回去吧，回去和九哥莫要提我这边的事，以免他白白担心。祖母一贯宠我，不会有事的。”六顺满脸笑容，只鞠躬点头，却嘴上一句不曾应。许纯也没注意，只担心母亲被罚，快步下了楼。春熙、秋胡等人阻拦不得，只能紧紧跟着在后头。六顺捧了匣子，自回了灯草胡同，却是连忙换了衣服进宫去，找了苏公公，将这边所见所闻说了一遍。苏怀沉思了一会儿，六顺道：“看这时辰，应是皇上与内阁大臣议事的时辰，一贯不许人打扰的。要不，公公您和方子兴大人说说，去晋国公府上拜访下，兴许就解了围。”苏怀摇头：“糊涂，子兴是什么身份？你也不怕晋国公府老太太吓死？这事得赶紧禀皇上。”六顺满眼茫然，可是皇上从前定的死规矩，与阁臣议事，非军机要务，不可打扰。苏怀弹了下他额头：“你们还有的学。”他拿了那匣五色糖打开，看里头是雪花藕片、红色脆枣、芝麻糖、琥珀橘饴糖、松子糖4种，微微一笑，还都是陛下爱吃的。他拿了托盘来，亲自捧了，往议事的勤政殿去了。勤政殿里，阁臣们虽然都蒙皇上赐座，但人人正襟危坐，肃穆澄净，鸦雀无声。谢意沉默了一会儿，问道：“列位臣工可有良法？”李梅牙道：“可先将金穗边营挪用赈灾，秋收税后再补上。”兵部尚书苏振义愤然道：“不可！金穗天寒，边境恐有滋扰，边饷不够，或恐边事生变。”李梅牙轻蔑道：“军务年年告急，地方筹饷银给你们，尚且不足，军政废弛，积到4起，为患滋扰地方。剿匪也不见上报战功，民为本，如今饥民饿殍遍野，自然先顾灾民。”苏震怒道：“李大学士，你如此日复一日的针对边军，若是当真边境生变，拿什么去抵挡外敌？拿你的如盾面皮和4刀口舌吗？”李梅牙哼了声，似要继续反驳。谢意轻轻咳嗽了声，诸位大臣立刻肃然，不敢再说话。谢意道：“朕记得金穗原本留了20万两银子修京城城墙和疏浚运河的，先把那笔银子拿去赈灾了吧。幸而只有1周雪灾，若都能用在灾民身上，应可无恙。”诸位阁臣都身躯一震，尤其是京兆府尹江显站了起来，脸上几乎能凝出苦之子：“陛下，京城城墙必须要修了，去岁东南角勉强修补着，否则都要塌了。臣好不容易填了10万两银子的亏空，再不能腾挪了。”前些日子领了责，他召了京兆府上下官吏镇下一番，将那些刀笔师爷奸猾老吏申斥一遍，让他们把从前吃进去的都吐出来，再写信去给前任府尹，让他认赔部分，好歹上下分摊着将这亏空给补上了。他如今到哪里再去找这修城墙运河的银子？谢意看了他一眼，这内务府把内库里挑些书画古董，召皇商来举办义卖。母后去了皇庙，一心俭省修行，从前一些俗物都已捐免闲置了，正可义卖筹资赈灾，为母后积福，为先帝祈福。阁臣们沉默，心生震耳欲聋。
皇上若是说这些话的时候，神情不要仍然如冰雪一般凛冽，那才会显得更母子情深一些。可惜连一贯敢言直言的李梅牙也没有讽上几句皇帝不孝不成，反是隐隐赞同的样子。是了，闻说这拗酸子从前就弹劾过皇太后寿诞过奢，如今能赚上一笔赈灾银，自然是赞同的。其他大臣心中不由一起鄙视起李梅牙来，却见苏怀忽然从门口掀了帘子进来，然后捧着2个匣子进来，分别放在了御桌上。大臣们虽然松了一口气，有人打破这尴尬的时候，又全都不由自主悄悄看向皇上。勤政殿内议政时，内侍护卫非军机大事不可擅入，违者斩。而眼看着御前第一内侍苏怀神情平淡，轻手轻脚，只是打开匣盖，一盒梅花匣子摆着5色糖，看着并无特别之处，另一匣子却是剔红书匣。皇帝似乎也并无责备之色，反而伸手从里头取出了一张金边书签，在手指头拈了下，看了眼，又放了回去，然后起了身来，吩咐苏怀道：“叫御厨那边送些紫苏引来给诸位大学士们喝，朕更衣。”大学士们慌忙纷纷起身谢恩，恭送陛下。谢一直转身回到了后边，问苏怀：“许纯那边出了什么事？”苏怀陪着笑脸道：“是六顺送了皇上的功课示意过去，却是撞到了国公府上的管家过来通报，说是小公爷那日被李大学士嘲讽奢侈的事传得满京城都是，且小公爷四处流连风月之地，好难封的事也被捅到了太夫人那里，太夫人生气，正叫人传他回去，听说恐是要挨打罚跪。”谢意眉毛一皱，这事都过了这大半个月了，怎地才传开？而且那日就没几个人，谁传这话？苏怀没说话。谢意道：“正好前日沈梦真的任命刚下了，这事也才安排好了，今日也就提前定下也不妨。你派几个人到前日拟好的名单上的人家去，传他们家子弟进宫考核，再把如今在太学读书的宗室子都传到烟波殿，就说朕要考学。”苏怀连忙笑着应了。谢意道：“你这里不用伺候了，盯着去把这事办妥了。”苏怀连忙应是。谢意迟疑一会儿，看了眼天色，又道：“恐过去也晚了，吩咐御医候着，若是挨了板子，也要进宫来，即命御医调治。”苏怀正色道：“是，小的准备好软轿，懂医务的内侍随行，保管不让小世子受一点委屈。”谢意微一颔首，这才转身又去了勤政殿。苏怀连忙招了赵四德来，亲自教了他一篇话，打发他先去晋国公府，又再找了几个内侍来交代清楚，分别出去传话不提。谢意回了勤政殿，一眼看到正随着大臣们起身行礼的李梅牙，便有些没好气起来，看他十分不顺眼，坐下便道：“此次赈灾事关重大，国库紧张，这赈灾银子好容易挪了出来，若是又被地方贪官污吏就中取利，又或者安排不当，倒叫百姓倒霉。”内阁首辅欧阳慎道：“陛下所虑极是，可派一赈灾钦差前往督办。”谢意道：“欧阳爱卿可有人选？”欧阳慎心中一顿，一时竟还想不出合适人选。要知道这赈灾既然有皇命，要保证赈灾效果，要保证颗粒归公，这就实实在在是个苦差事了。又是去到乡地那么远的地方，还是雪灾，一路饿殍饥民都要安抚，路上必有匪徒，还要兼着剿匪，该举荐谁不会得罪人呢？他迟疑着未答话，苏振已呵呵一笑：“这不是现成人选吗？我看李大学士廉洁奉公，历来是个能力，自然非他莫属了。定然每一文赈灾银都能花到灾民身上。在场臣子不用这么明显吧，老苏。”李梅牙已站了起来道：“臣愿为君分忧，赴蒲州赈灾。”谢意道：“准了，卿即为钦差赈灾大臣，即日启程前往灾区，一路当以民生为重，沿路地方一仓，皆准你随机调用。”李梅牙道：“臣遵旨。”
谢意看了眼一旁幸灾乐祸的苏震，灾区沿路必已有盗匪为患，且命苏震为赈灾副使，领兵1000护送赈灾银两，一切行动听从李大学士调度。苏震慌忙起身领旨，脸上眉目尽垮，如丧考妣。谢意道：卿这些日子确实懈怠了些，军务废弛，无怪乎梅衙当面直言。卿此次去赈灾，好好看看百姓民生，方知将帅肩上责任，不是日日只看自己那1亩3分地，被人拔根葱也要跳起来4村头无赖相争。朝堂之上，岂可如此失之体统，不识大体？苏震慌忙跪下请罪道：臣知罪，臣此次定一心相助李大学士，绝不敢公报私仇。谢意又看向李梅衙，梅衙直升震天下，却也当知水清无鱼，莫要总是鸡蛋里挑骨头加人罪名，以谏言自命。前些日子命卿在家反省，则当自知简述，务实为上，少些好名之举。李梅衙起身躬身道：臣知罪。谢意又道：众卿亦当如是，尔等皆为朕之肱骨，当以国计民生为重，绝不能因私废公，互相攻讦却置大局不顾。欧阳慎连忙带着众大臣起身领训。谢意这才命大臣们都下去，看了看天色，心道也不知那小纨绔挨打了没有。上次略受了几句挤兑，便哭得眼睛都肿了，若是挨了打，也不知要如何哄了，连功课都要耽误了。太夫人作为长辈教训小的，自然天经地义，但若是许纯真挨打了，朕少不得也只能打你儿子出气了。谢意拿了匣子里的书签出来，在手中，心中森然想着，子不教父之过，许纯受了多少板子，就如数翻倍打回晋国公屁股上好了。晋国公府里，许纯回来后，果然立刻被叫到上房，太夫人将那话厉声问了他一遍，他倒是一口都应承了，确实那日宴请了顺亲王世子，确实为着外公那边遣了表哥进京。前些日子祖母也见过的，表哥进京原是因为盛家前些日子得了个皇商供奉的恩典，祖父这边担心盛家没办过皇差，特意让表哥进京探探路。幸好之前顺亲王世子待我很不错，正好还席，并且打听打听。皇商？太夫人一听大吃一惊，什么时候得的？怎地也不和长辈说一声？这皇商还是高祖之时定了8家大的，之后一直严控着。如今盛家既然得了，这是大喜事啊！这样大事，应当好生合计，打听差事是对的，但不该你们少年人胡乱撞着瞎打听，这里头门道忌讳多着呢。他看了眼盛夫人，又责怪他老二媳妇如何也不说这事。你们商户人家不知道这皇商买办乃是内务府中官管着的，历来发下去采办的银子，大多都要孝敬1、2打通关节，如此这般才能好办差，否则采办回来的货物上供之时，随便给你挑个毛病，轻者拿掉你们这供奉赔钱不算，重者牢狱之灾都是有的。盛夫人仍然木着脸，一言不发，心道如何不知这其中凶险，否则阿爹也不会派常州这个最能干的孙子上京了。只是常州前日和自己说，让自己不必心忧，已打听清楚了，确实是盛家全族的际遇，正是借机转舵，让自己不必担忧。常州一贯稳重机敏，他说打听清楚了，那自然是清楚的，但临行前又叮嘱自己不要和表弟说这事。此外还宽慰自己说，表弟倾慕的那个公子是个至诚君子，品格贵重，且无异于表弟，且表弟其实极聪明，让自己不必干涉太多。盛夫人一言不发，心下早已想到一旁。太夫人原本极烦他这面上承顺其实一身反骨的性子，眉头一皱，继续道：你们商户人家眼界短浅，只看到眼前利益，一味钻营，哪里知道其中险恶。许纯替母亲辩解道：阿娘不清楚这事的。常州表哥只含糊说了句，却是担心母亲在内宅，
光着急，只让我帮忙引荐权贵罢了。那日李大学士教导了2句，顺王世子也只和我们说不必在意。那李大学士从前做御史的，连皇太后他都敢参呢，难道人人都没脸了吗？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们又不在朝中当差，不打紧，日子久了也就淡了。他却是将9个安慰他的话移花接木，为谢肥小王爷说的了。果然太夫人面色和缓了些，此时他早忘了数落许纯自作主张包养南关的事了，心中只想着那皇上的差事，少年人不懂其中厉害。我娘家那边略有几个叔叔侄儿在户部当过差，于这内中道理最清楚，到时候这差事让他们给你们指点指点，不然出了事倒连累了我们国公府。许姑在一旁插嘴道，莫非盛家皇家这差事是顺亲王世子居中谋下来的？否则二弟为什么要请顺亲王世子？太夫人和白夫人面色都微微变了。白夫人道，姑哥儿读书人，想得长远，商户人家见识短浅，恐怕只看到眼前利益，却不知我们若是真与宗室扯上关系，这挣的太多又有什么用？到时候一不小心卷入，他欲言又止。太夫人面上也带了些紧张，看向许纯，许纯摇头道，并不是顺亲王世子。起先我也疑心，因此才专请了谢小王爷，但席上他倒向我们打听海外风光如何，平日主要卖什么货物，却也是全然不知盛家刚得了皇商。若是他们运作，岂会不认？太夫人这才松了口气道，如此甚好，以后也还是远着小王爷些。如今盛家既然是皇商了，这些官场中的规矩且得学起来。他想了下，忽然有些自得道，恐怕上边正是看在盛家和国公府有姻亲关系，这差事才能接得到。要知道，若是这皇差办得好，盛家也是可因入国子监，子弟前程也是尽有的了。想到这里，太夫人却又想起一事来，之前嫌盛家门第不够，如今既然盛家得了皇商，那日来拜访的盛家长孙就是极好的联姻对象了。且看那长孙相貌堂堂，举止谈吐也上佳，很可以够得上国公府女婿，且也不过是庶女，以老二这生孩子的功夫，只怕很快又要有屋里人怀孕。当下忙道，你那表哥可还在京？明日我们办个赏花宴，你们兄弟姐妹年轻人正可好好聚一聚。他又看了眼许姑，姑哥过2日要入围，便不必参加了。许纯道，因着要回去给天后娘娘过生日，已赶着回去了，因怕扰了祖母和父亲，未能面辞，下次吧。虽然下次的机会很渺茫，毕竟是长家的长孙，平日一贯不远行的。太夫人有些惋惜，又刚要问盛夫人盛家还有几个兄弟，却又想着还是长孙更配得上国公府的门第，一时犹豫。却已听到外边丫鬟慌慌张张通报道，太夫人，外边门房管家来报，说是宫里来了内侍，要传我们世子进宫。一时房里众人尽皆变色，全都起了身来。太夫人忙问，可是着急听差了，传的不是老二吧？怎么会是世子？丫鬟满脸无措，许安林却慌了手脚，好好的叫我进宫做什么？难道真的是那李大学士要参我一个管教不严的罪过？许姑提醒父亲道，父亲还是亲自去迎了那中官到花厅去，祖母和伯母母亲不放心的话，可在屏风后听着。太夫人忙道，对，就依你所言，快准备下赏银。一阵忙乱后，许安林带着许纯、许姑出去迎了内侍进来，只看到一个年轻小内侍约13、14岁的走进来，态度倒是十分谦虚，上来就行礼拜见道，小的拜见公爷。许安林看那内侍年岁极少，且面容和蔼谦虚，心内安定了一半，快起来，却不知这位小公公姓名如何，今日来是办何差事。一边将准备好的沉甸甸的赏银香囊塞给了那内侍。小内侍笑道，奴婢赵四德，许国公不必客气，奴婢今日来是办差事，奉皇上命，
传国子监内功勋大臣家里14到20岁的恩印监生，即进宫去考核，选拔些读书好的生员入太学，为诸位宗室子伴读呢。这下轮到许纯慌了，要考试。许姑眸光闪动道：“这可是天大的恩典了。”赵四德笑道：“可不是，各府上都派人去传话，历时3刻就要进宫呢。”一边向许纯行礼：“这位是许小公爷吧？请即出发吧，车马轿都在外边了。”他仔细看着许纯腿脚，看着似乎还好，面色虽然不太红润，但也有可能是听到考试下的。适才行走出来，似乎看着走路也正常，这么看来是没挨打了吧？还好还好，这差是办妥了。许纯却大着胆子问道：“若是考得不好？”赵四德笑道：“考得不好，仍在国子监读书，无妨的，小公爷不必担心，今日考卷都将成预览，是绝大的恩典呢。”许姑宽慰他道：“二弟莫担忧，既然如此仓促，想来多半就是写诗罢了，不难的。如今春暖花开，多半是咏春一类的试题，可预做些准备。”许纯越发吓人了，开始搜刮枯肠，回忆自己脑海里有限的辞藻诗韵。赵四德躬身请他，他只能转身和许安林告了退。这才出了府门，一眼便看到一架青色软轿停着，旁边还跟着数名小内侍，见了他都行礼。他有些怯，但仍然还是上了软轿去了。赵四德在一旁看着他，笑容可掬，还扶了他一把：“小公爷小心。”又上前亲自替他放下轿帘，这才命轿夫起轿。许纯在轿子上晃晃悠悠，提心吊胆，一路进了宫，被抬到了烟波殿前下了轿，便有内侍上前引着他入了一殿内，引他在一张几案前坐了下来。几案上摆着纸笔砚等，已注入了墨在砚台上。他左右悄悄一看，殿上以中间红毯分为2侧，对面已入座了不少，一看便能看到谢斐等几个宗室子弟，想来是太学的宗室子们了。而自己这一侧左右也果然都是国子监平日见过的监生，有的认得，有的不认得，他本来极少去的，自然也都认不全。看起来自己竟是到的最晚的。柳生和李香雨也都到了，和自己对视之间，果然都是一副愁眉苦脸。另外有些诗文好的监生就面有傲色，显然十分有自信。过了一会儿，人都到齐了，便有人引着数位官员入座。许纯只看到沈梦真坐到了中央主位上，穿着祭酒官服，额冠博带，面容肃穆，与那日许纯见到的又大不一样。沈梦真坐定后才拱手道：“奉陛下命，今日考核主要为考察学业，请诸生多多用心。”说完便示意一旁，便有太学官员上前宣布规则：考学时间1个时辰，漏课为准。内侍们四处发下卷子，卷子上页已命人誊好2道题目。许纯原本面色苍白，心中打鼓，但低头一看到2道题目，心内忽然大定。这上头2道题，一道是策论，论算民告民法之得失，这题他会。盛家为海商，明明豪富，却时时谨慎。小时候他不解问过祖父，如此豪富，为何还要低调谨慎？祖父当时就举过这汉时的算民法来举例，另又有明时沈万山之例，语重心长和自己说了道理，当权者之手翻覆，财富积蓄流失也不过是朝夕之间。而前些日子看着吴先生的书，他便含糊着写了算民告民法，带着胆子点评了一番。九哥在上头画了几个圈，倒没说他说的不对，只列了几本书让他去找来看。他找了来看了几本，还说要重新写一份给九哥呢。如今将这算民告民法前因后果写了，判刑此册后的利弊再写了，也比交白卷好了。另外一道对他来说就更简单了，竟然是数算题。今有一府，每年收盐茶酒专卖收银若干两，商税若干两，一仓收税若干斗，麻卷收个若干匹。其中以卷麻折带劳役若干匹，
另有江河港口竹木抽分若干两。问其府丁口数约几何？这题他也会啊。盐茶酒为专卖，河税无关，商税为商户上缴之税。和人丁无关，竹木抽分为过路的税，和人口无关。因此这些数字全是迷惑用的。真正和丁口有关的是义仓收到的粮税。人丁粟米30，也可折为绢麻布2匹，而服劳役者也可以绢麻折带服役，需要减去。这么一除一减，丁口数就出来了。许纯心中精神大振，笔下如飞，开始在稿纸上先草算起来。在侧对面的帘后，谢意站在那里，看着许纯眉飞色舞，几乎要飞起来一般，唇角微微翘了起来。苏怀在一旁凑去道：“这六顺去和那几个服侍徐小公爷的书童去打听清楚了，确实没挨打。倒是一张嘴说的太夫人忘了生气，只一心想着如何和盛家再走动亲密些了。”谢意道：“他于这人情世故上倒比朕通透些，大抵也是盛家商户人家，凡事只看结果赚不赚。”低低头弯弯腰不妨事，教得他也委婉行事的脾性。朕从前若是肯退一步，他到底没说下去，心中想着，朕若是低头退步，只怕早就成了挂在皇庙里头的先帝了。如今看着人没事便好，孝字当头，他知道不吃眼前的亏便好，来日方长。这场考试原本就是为着许纯才办的，否则谁费心去管太学这些闲事呢？他又看了一会儿，便离开了。烟波殿内须1个时辰便过去了。许纯考完交了卷子，心情愉快，估算着看着其他学生的脸色，便知道好歹自己写出来了，不会是最差的那一个，无功无过，又混过一次。他喜滋滋出了宫门，看到家里车马已候着了，知道家里人担心，连忙也先回了国公府。果然一回来便被叫到了堂上，太夫人等连他爹娘长辈都在，也不等他行礼，便一叠声问道：“考得如何？考题是什么？”许纯道：“还好，答完了，没事，没考诗文，就考了个策论和一个数算题，横竖没交白卷。”太夫人忙问：“竟没考诗文？策论题是什么？数算题又算的什么？”许纯道：“策论是论算民告民法之得失，数算题就是出了些税收数让算一府的丁口。”许安林猛道：“这都什么跟什么？国子监考这么难？”白夫人道：“难道是想又征资税？”许姑摇头解释道：“汉武行算民，乃是度之不足，又要远征匈奴，如今尚且有人批号大喜功，穷兵黩武，如今数朝都未采用了，弊大于利。若是真以为皇上是要开征资税，这题必不能取中。这题不过是测一测学识见解罢了。经上一贯务实，见生因生原本就是个勋贵恩印去读的，自是不要求诗文才学，只以经世务实、安国济民为要。出这策论和数算题，自然是要看办事能力如何了。毕竟见生毕业后是可受实官的，更何况又让去太学学，那就更以实学为主了。”白夫人道：“既如此，春为科考题的实策，也当以经世治国为要，姑哥儿当留心才好。”许姑拱手道：“多谢伯母指点。”太夫人却问许纯：“都写了吗？没真的交白卷吧？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许纯随口道：“写了，我哪能说同意不同意？不过是把利弊都给列举上去罢了。那算术题应该没算错，不过不是不垫底就好了。太学里头全是爷，去那里不自在。”心里却想到，去了太学是不是就是沈大人教导？他应该和国子监那些老夫子不一般吧？白夫人笑道：“纯哥有弟妹教导，旁的不说，这算账上定是精通的，我看老太太不用担心。”太夫人嗔道：“哪能次次那么运气碰上考算术？这诗文策论上也需上点心。不过去太学是容易惹祸，
还是老老实实在国子监里读完就好。说完也松了口气，想到今日这一场闷气会这么没发作成，就莫名其妙收了场，看着蠢儿子和二媳妇的脸越发不顺心，打发道：“都散了吧。”一时众人散了，太夫人在房里和白夫人酸溜溜说话，盛家还真是好时运。白夫人道：“难怪母亲选的那等伶俐丫头，唇根都看不上，原来竟是在外边招引相公，姑哥也是良苦用心了。特特来说，只怕要被弟妹给记恨上了。”太夫人道：“姑哥这是规劝管束幼弟，他难道不知道嫡母宠溺？说了要得罪嫡母，还要这么说，可见他反是他知礼重情之处。老二媳妇这点倒还是好的，不嫉妒，不迁怒孩子，不至于为了这小事记恨姑哥儿。况且这春闱在即，姑哥儿若是中了，他也脸面有光。”白夫人面色晦涩，太夫人看了他脸，宽慰道：“韩姑爷那边也定没问题的，你莫担心。”白夫人道：“我倒不怎么担心，他才学是有的，便是这一颗不中，下一颗迟早的事。我只是担心葵姐儿肚子一直没有消息，来日婆婆跟前不好立足。”太夫人随口道：“这一点倒是随了你，身子瘦弱，看着就不大好生养。我当时就说过，让你好好给她调养身子，别和你一般奸于子嗣，你也不当回事。”白夫人随口一句担忧，没想到又引来婆婆排炫，想到从前一直生不下儿子受过的气，面上就难免有些不自在来。太夫人也懒得看媳妇脸色，便索性也将她打发走了。一个人喝了茶，却见丫鬟又来报说姑大爷来了。太夫人有些诧异，但还是命人传了他进来，想了下，知道许姑如此定有要事，便命人都退下去门口把守着，不让人偷听。许姑果然进来，便对太夫人跪下道：“祖母，前日告了二弟的状，接了二弟的短，恐怕母亲心中对我有了芥蒂，还请祖母慈护周全。”太夫人道：“不必如此，你好好读书，春闱在即，只专心考学再说。盛家刚得了皇商，正志满意得，不会与你计较。再说你提醒正是良苦用心，孝悌之行，难怪你母亲一直不给你弟弟安排通房，恐怕真的是被盛家那边给引诱坏了，竟连相公都玩起来了，可知这商户人家到底不成气候。可恨我本来想替你谋一门好亲，他这般名声，倒也还得仔细分说。”许姑道：“祖母，春闱后无论考中与否，孙儿希望便能过继到长房。”太夫人看了他一眼：“你这么着急做什么？可是庙会又催你了。便是过继了，你的嫡母还是白氏，没他什么事，你不要太过心软，这个关键时候绝不能出错了。庙会是个糊涂虫，当初要不是他瞒着，愚昧蠢钝，何至于害得你如今这么名不正言不顺？留他一命已是还了生恩了，他尚且不知足，倘若被白氏知道了，他如何会忍？你不能再去见他了，须得将白氏敬为嫡母，他才会真心实意帮你。盛家如今得了皇商也是好事，春风得意，应当不在意你过继出去的事，恐怕还高兴去了眼中钉。盛世一贯在庶子庶女上是大方的，倒不嫉妒，但你要想清楚，你若是中了进士，无论是能留在京里还是外放出去，都是需要银子疏通的。你急着过继，一则老二媳妇恐怕会觉得养不熟你，二则老带媳妇这边也不能给你多少支持。”许姑低声道：“孙儿出身不堪，承蒙祖母周全，任回国公府，又操心学业婚事，国公爷和国公夫人待我也极好，孙儿确实心中有愧。孙儿无法选择出身，却也无法厚颜继续用盛世的银钱。此次春闱后，若能侥幸中举，便谋一任外放，待杨氏出去，他生养我一回，总还了他生恩便是了。至于爵位，我既能中举，自能走出自己的路来。封侯拜相不敢说，自当尽力为官，造福一方，建功立业。
祖母不必再为此操心。二弟与我是兄弟，我们唇齿相依，守望相助，对晋国公府才是最好的，不可再一直宠溺纵容，让他一路荒唐下去了。他才18，尚且来得及扳回性子，只需要严格管教，否则来日闯出覆灭门庭的大祸，到时候悔之晚矣。也请祖母不必再提爵位归还长房的事了，过继一事，主要为了归宗认父，仅为使生父宗嗣不断，告慰先人罢了。我未见过生父，但听祖母说来，他温良恭俭让，是最至诚不过的君子，一定也会支持我这般做的。许姑抬头去看太夫人，面容恳切，眼中泪光闪动。太夫人看着他，面容缓和了下来，低声道：“你和你爹真像，当初你爹也是读书一看就会，再聪明没有，在家也护着弟弟，又心软又重情，祖母总是会帮你的。”3日后，国子监公布了遴选入太学就读的国子监生，许纯大名赫然在上面。一时之间，晋国公府上下喜气洋洋，盛夫人大喜过望，给全府上下仆妇一律都发了双倍月银，又打点着给许纯做新衣，便连晋国公也借口朋友贺自己要还席，从盛夫人手里支了钱去请吃席去了。许纯有些无奈，但看母亲是真开心，也少不得配合着做了新衣裳，又请兄弟姐妹们在家里吃了一席。许姑原本这些日子只在专心苦读的，却也来贺了他。平日里他们兄弟俩说话少，今日他却专门敬了许纯3杯酒，自己也都满饮了。许伟、许荣等都敬了许纯之后，许姑才寻了空私下和许纯说话。前日去祖母跟前告了二弟，二弟是否还在心中怨怪于我？许纯有些诧异，这个大哥和自己一向疏远，前日忽然告状一反从前极力撇清自己的姿态，他很是奇怪，但如今又一本正经来道歉，仿佛情深意重，越发古怪了。他对许姑道：“大哥不必道歉，是小弟行事荒疏，得罪了御史和大臣，连带着大哥一起名声受电受辱，在外受人指摘。”许姑苦笑了声：“你若这般想我，那便是心中还是对哥哥起了芥蒂了。”许纯怔了怔，很是有些歉然：“大哥春闱在即，一向才学必极好的，势必将来科举晋升，前程广大。我行事不慎，结交宗室，又奢侈无度，引来御史斥责。大哥一贯惜名好学，极重前程，嫌弃弟弟也是应该的。我并不怨怪，总是我行事不慎，给大哥添了麻烦，没能给晋国公府添些光彩。但我横竖是读不成书的，晋国公府来日发扬光大，还要靠大哥了。”许姑抬眼看许纯一双眼睛圆盈如明珠，看着自己眸光恳切，他说的竟然是心底话。许姑喉咙一阵热，哽了一会儿，低声道：“二弟，我待你是心中有愧的，待母亲也是。来日若能春闱晋升，大哥定会有所报答。”许纯茫然，许姑道：“我只是希望你好生改了那些恶习，好好读书。我记得你从前读书也不是这么差的，算学甚至不用算筹，一看就能算出。结果贾先生说你习商贾之道，还要打你戒尺。”许纯一笑：“贾先生为人古板，也是为我好。从前我不懂事，总记不住诗文，又写不完课业，还总偷偷堵他水烟孔，偷换他的水烟，惹得他大怒。”许姑道：“二弟如今考进了太学，此乃极好机缘。若是能遇上合适的老师，沉下心来，一定能学有所成的。从前贾先生待你太苛，动辄戒尺，你那时候还小，不该如此。你今后好好学书。你那些狐朋狗友都绝交了吧，都不忘你好的，整日勾引你去那些风月之地。你被李相讥讽一事，我事后和家人打听，你那日只请了数人，如何传得这般沸沸扬扬？定是你那般狐朋狗友不靠谱，背后当笑话传了。再则顺亲王世子虽然礼贤下士，
济弱扶危，但顺亲王本人人品不怎么样。你切莫真和那世子莫逆相交，他们不过是看上了你的钱罢了。结交宗室绝不是好事。许姑觉得自己大概是喝了酒，心中的话忍了太久。那个年幼的孩童细嫩雪白手掌被戒尺打得红肿透亮，哇哇大哭。一双猫眼里满是泪水看着他喊哥哥，他那时候却没有站出来维护着他。那时候他以为自己是被偷了抢了爵位的人，而对方是蠢笨幸运儿。然而书一天天读，一天天日子过下去，他终究于心有愧。一头是生母祖母的恩情和期冀，一头是自己卑劣的野望，一头又是宽待施惠自己的嫡母和天真烂漫的幼弟，今年拉扯，在他心上层层叠叠拉锯出无数伤口。何为孝悌？何为忠义？何为恩荣？何为廉耻？沉甸甸负疚，再也负担不住，前些日子终于下了决心，到祖母跟前表了态，不再觊觎那所谓虚无缥缈的爵位。一旦做了决定，心头多年沉重负担挪开，他心头豁然开朗。去外任，穷乡僻壤又如何？自有他一番天地。而且去到外地，无人认识，也能对生母一些补偿。他再也忍不住那些多年的话语，你才18岁，还来得及。在太学里，让母亲替你再寻个良师，要年轻不那么古板的，好生慢慢教你。学问上有什么不懂的，也只管来问我。他忍不住携了许纯的手，泪水落了下来。二弟，你都改了吧？祖母母亲一味溺爱，你须自立才好。许纯诧异，只好一笑，谢谢大哥教我。兄弟到底疏远已久，许纯虽然觉得这位大哥仿似忽然吐露衷肠，他却没有坦诚相交的欲望。小王爷冲着自己前来，但是谁不是呢？本来就是靠着砸钱，他才有朋友的呀。许纯本来也就是浑不在意的性子，全然没放在心上。他和兄弟姐妹们本来就不亲，随便应付了几句。散了小席，许纯到底在府里坐不住，回了竹枝坊，拿了书来看了看，又美滋滋找了今日九哥送回来的帖子。九哥写贺亲入太学，赠汝一字符。沈梦真才学极好，亲可好好学，亲美智良才，但凡用心去学，再无有学不好的。许纯看了眼书房上已挂了起来九哥亲手为他写的横幅雏凤轻生，原本那一点怕苦拒学的念头被压了下去。许纯原本十分担忧，太学里头规矩严格许多，必定不好再派人去点卯了。里头一堆宗室的少爷，一不小心就得罪了，自己又是个无权无势不够看的。他一时心中喜悦，九哥加冕他为雏凤，又一时忧愁自己学习跟不上。他实在是怕老师怕得紧，一时又想起上次九哥走后，自己那本画九哥的手记也不见了，想来是九哥拿走了，但却又只字不提，也不知九哥是恼怒他色心不死，还是嫌弃他不学好没收了。他也不敢问，只是每天半夜醒起来想到此事，都羞恼懊悔，辗转反侧。接了通知，次日他就去了太学。他看了下，这次在荐生中选了25人，除了恩印的，竟然颇有一些地方进谏的生源，这些生源不少是寒门，平日里在国子监内也是默默无闻，学问虽然不错，但国子监内大多为高官子弟，勋贵姻缘，哪有他们说话的份？这次竟然借着考学选拔入了太学，这于他们显然十分荣耀，人人面有喜色。此次新选的荐生设在右席，左席仍然是原本太学的宗室子弟们。许纯坐下去后，便悄悄四处张望，却不知他样貌秀逸，明明和其中的国子监生一般都结着一模一样的银冠顶幞头，穿着香青罗圆边蓝罗袍，一双猫眼清亮溜圆，顾盼之间十分引人注目。太学那边早已悄悄议论起来，那杏圆眼孝纯的少年是哪一家子弟？你不识得他？沸沸扬扬10万银子买诰命那个晋国公府世子，前些日子闻说
被李梅牙席上给了个好大没脸。原来是他，风仪如此，看来传言不实。都说纨绔荒唐，绣花枕头只能看。呵呵，绣花枕头能答出那2道题？前日那考试能答出来的有多少？这国子监25人可是全都答出来了的。闻说他母亲是商户之女，想来家传渊源，自然在那商贾算学上有些本事了。那可是皇上亲出的题目，小声点！取死勿要拉上我。说起来，皇上为什么会出那样题目？害得我那天背了好一堆诗，结果交了白卷，回去我父王罚我跪了好久，月银减半了。都说皇上嫌宗室糜费过多，要用宗室子办差了。嫌宗室子太多白吃饭呢？不会吧？如何不是？听说太后去了皇庙，一应超额供给全都捐免了，只剩下原本宫中那点太后份例，比起从前尊荣，那可真是半分体面不给了。也不知如何又闹到这般地步。经上面冷心应着呢，当初为着端王，嘘，真别说了。许纯没听到那些议论声，这边的国子监生都极严肃沉默，也并不交头接耳。毕竟都是好不容易得了千载难逢的皇上考察的机会，得以进入太学就读。太学里授课的博士全都是饱学素儒，更不必说今后前程和授官，必定是不一般的了。他一眼看到谢斐，果然是宗室子中的翘楚。太学生们的袍服是金冠顶幞头青罗袍，其中宗室子袍边都镶着金龙纹。谢斐正襟危坐，一丝不苟，面容清俊，却又不知为何感觉到了许纯的目光，转眼看了他一眼，然后微微一笑，拱了拱手。许纯也还礼，心下想着，不知为何九哥和大哥都对谢斐如此忌惮，确实看着温温君子，如玉似竹。不过比起九哥还是差远了。忽听到庆声清脆，助教博士进来道：“肃静，迎先生。”所有人都站了起来。沈梦真走了进来，面上颇为和气，穿着深青色官袍长服，戴着凉冠，进来微微还了半礼。显然是因为左边上手坐着的都是宗室子，然后坐在了讲台前，举止徐淑，雍容泰然。下边倏然一静，显然对这位新上任的祭酒脾性不太了解。都知道他出身儒门世家，学识渊博，尤其擅长相伪之学，来日必定是要入阁的。人人都知道皇帝让他去礼部，是去磨性子，去锐气的。任了几年，一提拔就是国子监祭酒这样重要的职务。听说朝中不少人有些微词，但也无法，都知道这位皇上说一不二。前任祭酒还是谢斐的外祖父林文端，姓刚正，动必遵礼。如今只说是称病请辞，但人们都知道，一贯祭酒都由前任祭酒在博士中推选。林文端端方迂直，若是他举荐，绝不会举荐素有轻狂风流名声的沈梦真。这就是皇上的任命。自皇上撤藩命各宗室藩王回京居住，宗室子入太学就读后，这还是第一次对太学有了明确的指示。这让人们不由都微妙的联想起了金上如今年近30，尚且无子，且并不纳后宫的事实来，但无人敢宣诸于口。沈梦真倒是仍然是那副才高气雄、藐视一世的样子，张嘴便道：“皇上命我来为诸公子讲学，既要讲尧舜汤武武帝三皇之明君之道，又要讲伊吕周赵之功勋德业，礼乐行政无所不讲，正为期待诸公子赫然有为，闻于天下，做王者之星。今后由我为大家主讲《大学演义》。”一时下边颇有些激动昂扬起来。要知道，这可是赤裸裸和大家说，皇上命我来教导你们帝王之术吗？《大学演义》乃帝王为治之序，帝王为学之本，这可是赫赫有名的帝王之学啊！要说他们自己私下自然也有修过此书，但由皇上亲自任命太学祭酒博士来为他们主讲，其意深远。一时众人都振奋起来，打算好好听这个传说中学富五车的沈先生如何讲课。
沈梦真也只转手让人发了课业下来给朱生。许纯一贯在这经学上一塌糊涂，但看周围人的兴奋，也知道想来这本经书很重要。既然是《大学演义》，想来应当是演示《大学》了。他想起来，九哥除了第一次让自己念了《明信传》以外，正儿八经教导自己读书，却是从《大学》开始的，不仅通讲了，还要求自己逐句默写背诵。若不是如此，今日一来就学《大学演义》，恐怕自己都听不懂吧。九哥，许纯忍不住摸了摸腰间的香囊，从里头摸了一粒丸子放入了口中。他平日只要一上经文课就打瞌睡，九哥希望他学好。他今日才第一天来太学，绝不能又重蹈覆辙，读不成书也罢，还要被人鄙薄。他心中嘀咕着，那丸子化在口中，一股刺激清香的味道直透大脑，鼻尖冲去，脑子瞬间清醒振奋起来，而他两只眼睛瞬间也就泪汪汪起来。他吃的什么？在沈梦真身后的帘后，谢意微微皱起了眉头。六顺在一旁小心伺候着，轻声道：“应当是龙脑提神醒脑丸，那东西可不好受。我听东海哥哥说是世子让配的，说是要认真上课，怕精神不好要睡着，因此才让配的。”谢意眉毛蹙得更紧，让人去找东海取了来，让太医验一验。六顺轻声应了，连忙悄悄退下。苏怀连忙道：“陛下不是说世子身边有医术高明的大夫吗？还听子兴说过，世子身边还有舌头极灵敏之人，应该是害怕被毒害。盛家给世子身边放着的人。”谢一微一点头，是没错，盛家考虑十分周到。春熙身有神力，出入佩刀，必有武艺在身。夏朝机灵善变位，这是防止饮食被暗害，又有一双灵力腿，应当是负责奔波通消息的。秋胡即便善应酬，我看他言辞虽然谦卑委婉，看人却目光犀利，定然是有任人记面容的本事。东海自不必说了，医术高明，善急救。盛家对这个外孙是极重视的。苏怀笑道：“那陛下还担忧？”谢意道：“正是因为野路子大夫只重药效，我才担忧。民间提神的药，若只是冰片、薄荷、芥辣、苏合香等也还罢了，就怕加了槟榔、罂粟，甚至五蛋散，不可不防。”苏怀笑了：“陛下这是关心则乱了。盛家既然能在世子身边安排这样的书童，岂有在这入口的东西上不在意的？”谢意想了下，也有些自嘲道：“这孩子如一泓清水一般浅显，与他母亲都十分良善忠厚，以至于总让人觉得他们没有自保之力。”苏怀道：“奴婢倒是觉得陛下这些日子更有人气了些。从前啊，真是一丝人气都没有的圣人，每次只按部就班，让人怀疑随时要离去。”谢意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苏怀笑盈盈，也不再说话，听外边授课。沈梦真命人发完了课业纸，开口道：“朱公子在家中应当也都学过这《大学演义》了，因此我也不必逐字逐句讲解，先请一位太学生来先试讲一卷吧。”“谁先来？”帝王为质之序。课堂上一片沉默，许纯拼命低着头，生怕被沈梦真看到。对面谢意看着他漆黑发顶上的银冠顶花，忍不住又笑了。幸而此时谢斐站了起来：“学生愿试讲一二。”沈梦真笑道：“极好，请。”前边早已让人另设了一座席，适才众生还不解，如今却都明白了。谢斐起身到了坐席上，斯斯文文开始说起经义来，几乎不看原文，侃侃而谈。许纯长长松了一口气，坐直起来认真听起来，然后发现自己好像居然听得懂，越发高兴了，拿了笔来开始记录。谢意在后头坐了一会儿，便起身静悄悄离开了。太学日子与从前不一般，自许纯老老实实去上课后，似乎连柳生等人也不大找他了。但因为太忙回来又要做功课，
又要担心被先生点到，他便连写信给谢意的话都少了许多，一则担心九哥觉得自己学识浅薄，二则看起来九哥真的很忙，自己之前哪些问题。认真听了讲以后，才发现原来还真能听懂，尤其是沈梦真的课，竟然大半课堂都是在让学生辩经，即一人阐述观点，其他人提出问题或者驳斥或者补充都可以。而太学课堂确实比从前要自由一些，先生直接细细讲读的不多，反而时常会举一实证、一判例或是一地实物来让他们讨论。沈梦真也给他提问过，提问的却大多是实物和税收漕运等计算，经文很少为难他，显然是知道他不长于此，这让他感觉到了放松。尤其是太学里头，竟然有不少人主动与他结交，且不似从前纨绔子明着就是等他做冤大头请吃饭，而是真与他交流经书、画画技巧、颜料购买、税法计算得失等，至少看着表面无轻蔑之色，是个真心折节结交的样子。他却不知道，从前诸生只以为他庸俗为鄙、挑荡不堪，如今一并上学，看他样貌俊美、勤奋乖顺，并不是一味纨绔无知，才知传言大谬。再接近攀谈些，发现这徐小公爷性子慷慨好义，言谈可喜，竟是锦绣簪缨队里难得人才，亲近的人多了起来。一时他竟接了不少文会宴会的帖子，闻知他好话，便是画展、画会也有人下了帖子来请他，不少都是不好拒绝的，他难免也多了些应酬。给九哥的信象较从前难免疏了些，毕竟看的书越多，越发现自己是如何的才疏学浅。一想起之前自己问的那些简单问题，这让他很是羞愧，觉得之前耽误了不少九哥的时间。日久不见，之前对九哥那敬畏之心又占了上风，他自卑自厌的兴起了，心想九哥性情高洁，无端消失的那本画本，恐怕已被九哥嫌恶的烧掉了，只是为了还自己那救治之功，周全自己面子，容忍着罢了。这些日子渐渐疏远，恐正是应有之意，自己还恬不知耻去打扰，就有些不自量力了。谢意忙于春闱和政事，一时也不太注意，等到会试结束，大臣们开始阅卷，而他也难得的有了一丝闲暇，这才忽然想起来，好像好几日没看到有功课疑问送来了。他便找了苏怀问，苏怀回话道，这几日没见功课送来，问过六顺那边，说没看到送来，以找东海拿药的名义打听了下，据说是入了太学功课紧张，课业很多，而且新认识了许多太学生，几乎日日都收不少帖子，也不好都拒了，但不拒更麻烦，这家去了那家不去就得罪人了，因此竟忙得很。谢意脸色淡了些，问道，要验过了吗？苏怀道，岳药房拿去后验了好些日子，不踏实，又让六顺去多拿了些来验，结果许世子以为是九爷药，干脆把方子都包了，连着一大匣子的成药都送了过来。岳药房对着那方子也自己试着做了一批，仔细验过了，确定无害，不会成瘾。方子您要看看吗？奴婢看了，多是石菖蒲、五味子和薄荷之类的提神增质药材。谢意看了看天色，验过就行，难得无事，朕出去走走。苏怀连忙道，我去叫方子兴大人陪同。谢意淡道，他在外边办差呢，不必兴师动众。朕自骑马后山湖边走一圈就回。苏怀听到后山湖边，便知是竹枝坊了，心领神会，下去安排内侍给陛下换衣裳不提。虽然知道到了竹枝坊不一定能见到许纯，但他也并不让人提前去通知，只骑着马溜溜达达到了后门，竹枝摇曳，朱门斑驳。谢意在马上拿着马鞭垂下扣了扣门，老仆听到立刻过来开了门，上来牵马，眉花眼笑，九爷来了，可用过饭没？厨房有鱼汤，鲜得紧，给您下碗面，还有葱烧蚕豆，
新包的嫩嫩的春蚕豆，配点甜酿黄酒，香啊！谢意一笑，忽然对这市井烟火有了些亲近，仿佛自己真是远游归来的游子。进门先问吃了没，一碗热汤慰肠胃，这就是百姓家居吗？他道：我用过了，你家少爷呢？出去了吗？盛老六道：您来得巧，前些日子天天都出去应酬，今儿少爷得了一套宝船，爱不释手，在楼上玩着呢。饭都不想吃，正好九爷来了，一起开饭罢。这个点还没用饭。谢意看了看天色，可不能随着你们少爷胡来，用餐还要定时才好。盛老六道：还有我们少爷就是那孩子脾气好一阵坏一阵的，谁敢管他呢？他考上了太学，太太高兴的赏了3天的鞋，现在他就是太太心头宝呢。没事儿，厨房都热着菜，他还是心里有个分寸的。饿了自己就下来摸去厨房找吃的了。谢意便道：摆饭吧，我陪他用。盛老六笑的皱纹都散开了，这就叫老婆子安排。一边说着，一边指着2楼最右边的房间：九爷自己上去吧，春熙他们出去办差去了。送礼的送礼，回帖的回帖，还有国公府那边也络绎不绝，天天来人找。入了太学士就是多。不过少爷之前说过，你来就开门，不必让你等候的。盛老六一路絮絮叨叨去了后厨，谢意看楼里果然静悄悄的，几个书童也没再伺候，想来办别的差事去了。阮底靴走在木楼板上悄然无声，他一路上了2楼，进了最右边的房间。看到这房间十分宽敞明亮，四壁搭着架子，架子上林林总总摆着不少木雕、珊瑚等物，其中木质的宝船不少，看出来这是许纯玩乐消遣的地方了。许纯正趴在一个巨大的扁圆长缸旁，身上只穿着加长纱袍，正全神贯注凝视着水面上的一套小木船。那一套海船竟然会自行开船，威风凛凛在水面行进，船尾波纹泛起，浪花翻涌。许纯伸着手指去捞了一只船起来，伸手要去拧发条，忽然感觉到门口有人，猛一抬头看到谢意进来，又惊又喜：九哥！谢意莞尔一笑：玩什么呢？还以为他不是刻苦学习，就是在热衷于郊游赴宴，却原来一个人悄悄在这里玩，简直如孩童一般，心性未泯。许纯手里尚且握着湿淋淋的船，面色涨红，仿佛被严师抓到了贪玩懈怠。讷讷道：九哥，我就今儿刚得了一套船，平日不这样的。谢意道：我又不是你先生，不必紧张成这般，我也是左右无事出来逛逛，路过你这里进来看看你罢了。谢意低头去看许纯那套船，做得甚是精巧，能自己走的。许纯松了一口气，举起那船，这里用牛皮筋绷上了，转着就能上发条，然后这个桨就会转起来，然后船就能行进了。谢意颇为认真看了一会儿，自己试着也装了上去，放入水面，果然突突突动起来。谢意道：还挺有意思的，哪里知道，倒比工部那些造的精巧些。许纯道：闽州那边我外祖父家开了个船厂，就只修给自家用的。小时候我回外祖父家，看到表哥有这小船玩，很是喜欢。后来每年船厂造了新船，就做一套小船送来给我玩。谢意看了眼博物架上的船，就是那些吗？都是油木制的吧？许纯道：对。谢意走过去看了看，有一组小帆船，通体洁白，十分醒目。许纯连忙过去给他介绍，如数家珍，这叫白狐号，是我起的名字。这船不大，块零便不能出远洋，只能在近海航行，大概能载20人，长90尺，宽20尺，吃水3尺。这种小船载客好使，这叫四海号，是外祖父家最老的远航用的船了。盛家先祖造的，如今停着没有远航了，只在港口留着咱们瞻仰缅怀先祖。这叫金陵号，是我出生那年外祖父命人做的船。
18年了，现在都还在远航呢。这是条大船，长185尺，宽30尺，吃水8尺，船上出海一次能载上百人。您看，这里还有炮台，这是预防着遇上海盗的。不过海盗看到是盛家的船，一般不上前滋扰，知道打不过。谢毅拿了一只船起来摸了下底，海船都是尖底的。许纯道：是，海船怕浅不怕深呢，尖底才好行远。谢毅放回船去，心中想着原本还在考虑修船政局，选址是在京还是在闽，如今看来在闽地恐怕能省好些力气，船政学堂、水军学院都合该一并办起来，但都非一日之功。不过他看了眼许纯，两眼亮晶晶，耳根尚且还有些红晕，但神姿焕发，显然得意非凡。他心想，还需要点时间等一等，这孩子长到能主政一方，而且孤掌难鸣。琼山先生不就是势单力薄吗？这几年得好好挑一些实干的大臣出来，做些铺垫。许纯意识到他目光一直凝视着他，转头看着他，有些不好意思。九哥会不会觉得不感兴趣？谢意道：不会，很有意思。我只是在想，前些天你给我写信说现在太学里头学的大学演义吧？许纯道：是的，多谢九哥之前给我讲过大学，如今学起来倒不是很吃力。谢一微一点头，我是觉得你既然对这海船海运如此感兴趣，应当也读一下秋训的大学演义部。许纯立刻道：好，这些天都还在看九哥给我的卓吾先生的书呢，我这就让春熙他们去帮我找去。谢意点头，一时半会是读不完的，那里头有新海曹的观点，依稀记得是治国用下的细目曹婉之疑，你可着重找来读一读。许纯诧异，什么叫海曹？谢意转身到了一侧屏风旁，设有一张极大极宽的长桌旁，从旁边拿了一张纸铺在几上，拿了笔几笔便画了一条弯弯曲曲的线，然后点了几个圈，给他解释道：邱训为琼州人，因此他提出来海运比和曹更省力方便。这一条是如今的漕运路线，江南之粮，春夏二运，南粮北运全靠河道，一旦河道淤塞，漕运就会受损，然后只能依靠陆道运输，耗费人力。若是行海运，则一路畅通，省时省力，而且不仅能运江南之粮，闽广之粮也能靠海道运输。谢意在一旁画了个海岸线，然后画了一条弧形海运线，直达京口。许纯诧异，这很有道理啊，海船装的多啊，费用又极省的。就是这条海运线路还得好生安排，否则海盗多。大海茫茫，海盗抢了就散了，还追不回来，比河道难管多了。加上海上旅行遇上风浪覆船的话，损失也很严重，人还没法救，尸体都捞不回来的。谢意道：他当时提出来河海并运，就被当时的首府强烈反对，认为海运极不安全，损害人命，以人命关天为由，不允许行海运。许纯道：但是若是以朝廷之力多派水军，组成船队护航，再多行几次，把航路走通走顺，养一些老水手，仔细观察海象天气，避免天气不好的时候出海，我觉得可行啊。谢意微微一笑，你说的对，因此你可以多关注这方面，兴许哪一日所学就派上用场了呢。许纯满不在乎，那是当官的人才想的事啦，而且我猜，你说那首府说是事关人命，我倒觉得那是另外开一条海运的路，得罪太多人了吧，所以才拿那大道理压人。当初修运河死的人那也不少啊，修长城也死人啊，修陵墓不死人吗？那些皇帝在乎吗？谢意有些诧异，转头看了眼许纯，怎么想到此处是利益之争的？不过皇帝要行仁政，那些穷兵黩武修运河修长城修陵墓的事还是顾忌的，咱们后来人不也说那是暴政，
皇帝也需要大臣们时时提醒仁政爱民的。他之前担心说太多会让许纯对朝堂心生畏惧，便没提这其中的利益纠葛。但许纯怎么想到这是利益之争上头的？许纯嘻嘻一笑，九哥，这和做生意一样的呀。做生意的一旦捞过界，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啊。就说前几天我表哥上京城，走的运河水路，按说走海道惯了，走河道那还不是易如反掌，不也得乖乖的一路给曹帮上供？这漕运一路除了要给朝廷各关口抽分子交税，还得给曹帮打点呢。各地曹帮后边全是各地豪强士族把持着，多少人靠这条运河吃饭呢？这是强龙不压地头蛇，捞过界是商行大忌啊。这邱先生想的简单了，另开海运，那简直就是动了这运河路过的这么多州县的钱袋子啊。他一个琼州人到了京城，能有什么势力？没人帮他的。他想要做成此事，至少自己要有船队，先免费帮朝廷运上一段时间，只收成本，海路走通了，赚不赚，死了多少人，货物损失多少，一年下来朝廷就知道好处了。而且还得和漕运这边商量好，海运这边利润分一分，对方也得有好处，这才能平安做成嘛。咱们做生意讲究的就是大家一起发财，若是自己发财却砸了别人吃饭的锅，那这生意做不长久的。许纯伸手在那点点画画，朝廷若是在这几个沿海的州县也放上几个港口，让他们也能分些港口税，这边百姓得了好处，那这地方州县的官员肯定也支持海运的，说不定为了这港口修建的地方还能打破头呢。这叫以利诱之，比以权谋之有用多了。他抬眼去看到谢意正看着他，眼神复杂，忽然又羞涩不自信起来。我瞎说的，九哥觉得我说的不对的，只管教导我。谢意摇了摇头，不会，你想的很对，提的解决思路也很不错。果然雏凤清于老凤声。许纯瞬间闹了个大红脸，不敢再看谢意。九哥夸赞太过了，我随便说说的。我看朝廷不会开海路的，你看朝廷每年科考都是江南举子最多，这一大片漕运是他们的根本，朝廷官员都是他们的人，怎会开呢？谢意淡道，天子临四海，若海路都不敢开，那也好意思称天子？许纯，九哥真的好亲戚一根反骨，他也不敢再接着这话头，只好尴尬转移话题。若是真开了海运，那我家太公一定高兴坏了。谢意一笑，如这孩子所说，朝中科举，诗文取士，果然取中的都是师生一党一地一方的臣子，这也是积重难返。要取些办实事的臣子，恐怕还得从科考试卷中改起。但臣子们只希望皇帝垂拱而治，并不希望皇帝革新谋变。窗外竹叶沙沙，却听到六婆在楼下喊：少爷，饭摆好了。许纯愣了下，转头看谢意，有些不好意思，六婆从小看我长大，这上头的规矩不讲究，九哥莫要计较。谢意鼻子里果然也闻到了饭香，对这种市井家常的氛围只觉得亲切，笑道：计较什么？是我让他们摆的饭，说你光顾着玩都没吃晚饭，一起下去用一点吧。许纯喜出望外，美滋滋紧跟着谢意下了楼，到了花厅用餐，一边问：今天怎么没看到方大哥来？还有五福六顺，您怎么又不带人？这样多不好啊！要是又遇到上次那是怎么办？谢意道：不会了，他们有事呢。许纯有些不赞同，但也没敢说，只赶着上前打帘子。谢意才坐下来，许纯便殷勤替他倒汤。九哥病好些了吗？这是鲜鱼汤，很鲜的，这里还有响螺，您看看这个用炙火烤的响螺，配上紫葱蒜蓉酱，这可是六婆的拿手好菜呢。这边还有用竹叶裹的粽子，九哥您尝尝，都是我这里院子里的竹叶选的，干净的很。六婆烧的粽子也是最好的，有咸的有甜的，
你一会儿带一些吧，顺便给子兴大哥一些也好呢。谢意伸了筷子，慢慢夹了一块嫩生生的葱烧蚕豆放入口里，清鲜嫩糯，滋味绵长。他道：“这蚕豆须得配酒。”许纯连忙道：“有甜酿的黄酒。”及醇后不屑补身子的，连忙叫了六婆。六婆过了一会儿，果然拿了一壶酒来，还叮嘱道：“热过了，配了乌梅和冰糖，只许喝一壶。九公子不是病也还没好吗？”许纯笑道：“一定一定。”一边替谢意和自己倒酒。谢意喝了一杯，只觉得身体暖暖的，微醺状态下悠悠然十分放松，又吩咐许纯再倒一杯。许纯自己也喝了一杯，却没有急着倒，只陪笑道：“九哥，您先喝点汤，这酒喝急了容易上头。”谢意从善如流，拿了勺子自己慢慢喝了，倒也不嫌弃许纯说话。许纯好容易见到九哥，之前那些患得患失的猜疑早都忘了，只恨不得把话都说了，一边喝酒一边津津有味说着话。谢意只听着他说，时不时还问一句：“所以你家为了你考进太学，摆了几天的席？”许纯脸都红了，是我以前太不争气，九哥莫要笑话我，只是家里人小贺了下，第二日是亲戚来贺了下，第三日是我和兄弟姐妹们自己小戏贺了下罢了。谢意道：“怎会，我也替你高兴，不是还给你写了贺符？你家兄弟姐妹很多吗？”许纯细细说与他听：“我家就2房，长房那边只有大姐姐一个已嫁了出去，平日里也不爱和我们这一房来往，因此我这也只是自家兄弟姐妹。我有2个庶兄弟2个庶姐妹，庶弟庶妹都也都不大，因此平日也不大玩一起的。”谢意点头：“你那庶兄是今年入春闱吗？”许纯道：“是，他才学极好的，只是人脾气古怪，平日冷得很，不太和我说话。前日倒是来贺我，敬了我几杯酒，还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什么于心有愧，对不起我娘和我，等将来春闱如能晋升，定要报答。又各种劝我改了恶习，与狐朋狗友绝交，好好在太学学习，千万不要结交宗室。”谢意道：“不说别的，这话倒是很有道理的。”许纯道：“九哥您可不知道，他前些日子刚到我祖母跟前，告了我一状，说我被李梅牙当面斥责过于奢侈，又说我结交宗室，还说我好南风到处寻男官捧戏子，害得我差点挨打。您说说看，他去祖母跟前告状，然后现在看我考上太学了，又来假惺惺给我道歉，说的真心实意的，跟谁稀罕他似的。”谢意忍不住笑了：“你们家也只有你祖母能管你吧？我看令尊令堂十分溺爱你，是不管你的。他若是真心想你改了这些坏毛病，也只能告到令祖母那里了，否则他考试在即，好端端挑唆你挨打做什么？”许纯睁大眼睛道：“九哥，您是不知道，他定是担心我阻了他锦绣前程，怕我得罪了御史，害他以后官场不顺，怕我把整个晋国公府连累了，被夺了爵位，连累他富贵荣华呢，他心气高着呢，他看不上我，你知道吧？九哥，他就是看不上我，他以为我不知道呢，他满脸写着出淤泥而不染，就是看不上我，现在假惺惺什么呢？”许纯拍了下桌子，越说越气，他看不上我，还想要拿出大哥的款来管我呢，我娇不娇难？他一眼看到谢意带着笑意的明亮眼睛，迟钝的舌头好像卡了一下，打了个嗝，笨拙的改了口：“朋友，关他什么事？”谢意听他振聋发聩，看他脸上通红，眼睛晶亮带着水色，便知道他其实已醉了，只忍不住笑，宽慰他道：“知道了，远着他好了，这些都是小事，重要的是你须得担心你家的爵位，庶长子德才贤名在外，你若是真太过荒唐，容易被做手脚，
参上一本。许纯道：知道了。说起来又有些伤心起来，他看起来倒像是有几分真心的样子，那天还哭了。其实，难道我不想多几个兄弟吗？你知道他怎么说吗？他说我的朋友都是冲着我的钱来的，虽然说的都是真话，那也很难受啊。他就这么看不起我。谢意忍俊不禁，倒也不敢笑，怕这孩子恼羞成怒。想了想，说起来，你入了太学，当还我一席才对。许纯眼睛尚且还湿着，唇角已翘了起来，连忙道：求之不得。谢意含笑道：那你打算去哪里请我？许纯道：去千秋园看戏吗？最近又上了好几出新戏呢。谢意摇头：你不是说你开了家书坊，临着春明湖，很是清幽吗？我明日正好有空，且和你去那边看看春和景明。许纯兴奋的眼睛亮晶晶：好，我明日就停课一天。谢意摇头：不必，找个他们看不到的地方，静静坐着赏景赏人不好吗？我就喜欢近处观闹。许纯越发高兴，任凭九哥吩咐。直到入夜，谢意才回了宫。苏怀完全不敢睡，只守着宫门。看到他来，才放了心，靠近了，闻到酒味，埋怨道：陛下，您这身子才康复呢，怎地喝酒了？谢意眼角带了些薄红，睨了他一眼，去鸿文院把那幅重平会棋图取来，明日我要送人。顺手拿了一个提盒塞给他，赏你和方子兴吃了罢。苏怀莫名其妙接了那提篮，奴婢谢皇上赏，这是什么？他打开一看，拎出来一串玲珑粽子，全是青翠竹叶裹的，小巧非常。苏怀笑眯了眼，原来是竹之坊那边的竹叶粽子啊。许纯一夜辗转难眠，好容易天微微亮，就一咕噜起了身，在衣柜里翻来翻去，找了一身鹅黄珍珠缎圆领袍，头发梳了换了3根簪子，嫌弃金银太俗，最后才选了白玉簪和白玉佩。香包挑了个佛手香的挂着，早饭也没吃，只随手拿了个胡饼，也不用马车，自己骑马就去了闲云坊。这日果然是难得的好天气，虽然尚是早春早晨，但春明湖畔碧柳如烟，桃李四物，踏春的帷幕已挂了起来。到了闲云坊，许纯上了楼，巴巴望着门口，果然到了约定的时间，便看到方子兴骑着马，跟着一辆马车，一直到了闲云坊门口。许纯喜滋滋跑下楼，看到方子兴，笑道：方大哥好。方子兴下马笑道：许世子好，多谢你的粽子。许纯上前看到五福下来打了帘子，谢意从里头下来，看许纯显然着衣打扮过，眉目熠熠，笑道：进去说话。书坊还没有正式迎客，特意定这个时间，却是为了先带着谢意走一圈。许纯一边引着他先看书楼一楼，整个书坊分成前后2进，第一进是2层的小楼，一楼是售的新书，2楼是售的旧书，多有长凳供客人阅看。谢意随意看了看，果然书10分多，都满满码在架子上，都是簇新的新书，书架下摆着光亮漆黑的油木条凳，一看就已用了些年头。到了2楼，有许多旧书，2层楼旁边都设有镜室，供书生抄录书籍，镜室上有着告示，写着抄一本书可换多少钱，若是带走的，则分文不取，只收纸墨费用。谢意站着看了眼，许纯道：这不赚钱的，就是为了吸引书生们来，人流就是钱啊。谢意一笑：人来了，但都是穷书生，一样分文不花。你赚什么钱？许纯嘻嘻笑了，引着谢意从2楼回廊往里头的书楼走去。我这有一良法，我这里有社费，1贯钱兑100张书票，这书票可以随时兑回，但用书票买闲云坊的书画和货品，一律打8折。另外能无限制的在茶室看书抄书。谢意笑道：你倒有办法，笔墨纸砚虽然满大街都是，但既然你这里便宜，还顺带有能免费看书抄书的好处，自然就在你这里买了。
书票换的钱既然到了你这里，相当于提前预支了成本，你银钱周转快了，自然也就有利可图了。许纯笑，九哥也知道这生意经啊，确实做生意看本钱，本钱周转的过来就能赚，不过我这生意不扎眼，毕竟经理高人多，一不小心挡人财路，得罪了哪路贵人都不知道。他带着他看一楼堂内的货品，笔墨纸砚都用很精美的竹盒装着，竹盒成本很低，但是这一看就比别家的看着体面。很多书生买来送人的货物都是从闽州进货，那边的东西比京城便宜多了，当然也只为着搭着我娘那边的货船省运费。但其实赚钱的并不是这些，靠的还是人多，赚的楼上茶室的茶水瓜子钱呢。谢意笑了，有什么好茶？先让人沏上。许纯道，三楼那早就备好了。谢意看了眼这里的货架上有精美包装好的茶叶，整套的茶壶，有裁好的彩笺、镇纸、笔墨纸砚等文房常用物件，还有驱蚊辟邪的香包、笔袋、书袋等物，十分齐全又精致。谢意伸手去捏了那精致的书签看，有做成金银杏叶，有高髻美人，有金桃花、金竹叶的，穿着精美的流苏和珠子做点缀，既能做书签，也能做腰间配饰。除了金银铜制的书签，也有象牙的、玉片、竹片制的，玲珑剔透，清雅美观。许纯道，九哥有喜欢的吗？谢意道，不必，我于这上头一贯不讲究。许纯看了眼谢意身上通身，除了一枚玉佩，什么都没有，衣着也仍是黑锦袍。讪讪道，九哥对自己太苛了些，会不会嫌弃自己过于奢侈呢？谢意看他一眼一笑，过于克己，可能是为了图谋更多，倒不如你想要什么就说出来，我更喜欢你这样全无城府的性子。谢意看着少年，因为自己一句肯定就眼睛大亮，耳根微红，果然单纯到一望即知，心道朕却是自幼就听那什么圣人见微知著，见相著而不得典故长大，什么克己守正，内圣外王，存天理灭人欲，做个圣君倒不如这孩子想要什么就要过得痛快。他们一路走上了闲云坊的2楼，这里果然是极清雅茶室，茶座之间有屏风分隔开来，四壁挂着字画。许纯道，另外贵客茶间，可预定了来办文会，3楼就全是我的地方了。有个房间既能看到这边1楼2楼经营的情况，也能看到外边景色。说完便带着他上去3楼，许纯引着他进了茶室内。果然里头整整一面窗都镶着玻璃，正好看着外边的湖上景色，极目望去，心旷神怡，甚至依稀还能看到对面的皇城。春夏秋冬4个书童今日都来伺候着，上茶的上茶，摆果子点心的方子欣却没进来，自己带着5副6礼在外边，只说要看看有什么好东西要买给家里人。许纯连忙笑道，方大哥看上什么只管说，我们打包好，到时候送去灯草儿巷去，一点不用您操心，或是要送人的只管说，我们替您送。方子欣笑道，我可当真了的，到时候拿多了可别哭。许纯道，怎么不真？方子欣笑了，自带着5福6顺下去了。许纯看又只剩下了九哥和自己独处，越发心内振奋，只看春熙下朝安排好了，也正要打发他们下去。谢意却道，等等，先替我把带来的礼挂起来，咱们赏上一赏。许纯大惊，九哥怎地又带礼？上次的话和书已很贵重了。谢意微微一笑，我有我的道理。说完点了点刚才方子欣放在桌子上的长条匣子，打开，让他们挂起来吧。春熙利索上来打开，从里头取出了一卷轴画出来，缓缓展开，果然去取了个矮屏风过来，挂在了屏风上，却是方便赏画。许纯站起来看那幅画，打眼猛一看，却是满满当当画了许多人，线条疏密有致，色调古意盎然，便赞不绝口。九哥，这画叫什么？谢意从桌上打开茶杯盖，
看这一套白玉杯子里沏着嫩绿茶叶，随口道：“叫《重平会棋图》，宋人摹本，原画是南唐周文举的。你这是什么茶？有些苦。”许纯道：“是竹叶的嫩心抽出来的。春天到了，竹枝方咱们家自己茶叶新摘的，难得一个干净，清火解毒的。九哥先尝尝，若是不喜欢，我们换一种。”谢意道：“你这日进斗金的，就拿这茶敷衍我吗？”许纯头都不回，两只眼睛仿佛只粘在了画上。九哥，我这只有自家人才用呢，这就吃个春意野意，图个脆脆嫩嫩的好看。九哥不是俗人，一会儿有好菜呢，您上刺中了毒，脾胃定然还不好。饭前别喝那些浓茶，就这淡竹叶挺好的，您少喝点，别一会儿吃不了正餐。谢意微微一笑，果然只浅浅抿了一口。许纯赞道：“这画好啊，画里又有画，屏风中有屏风，难怪叫重屏呢。这笔法也极瘦极硬，看这一文略带顿挫，应当是传说中的颤笔了。人物画得好，这几个人都风神如玉，面容娴雅，看起来就很安闲富贵。这是唐时人物的画法，风肌秀骨。”谢意道：“这四个人是有名字的。”许纯忙道：“九哥教我。”谢意道：“中间那是南唐中主李璟，就那个写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李后主的父亲。你知道李后主吧？就上次你那本南风本子里头那首后庭花。”许纯连忙打断：“我知道的，九哥，这是李璟。那另外三个呢？”谢意心中暗笑，但仍然道：“这另外三人呢？这边和李璟一起观棋的是他的三弟，太北靖王李景遂。前面两人对弈的是排行第四、第五的齐王李景达、姜王李景堂。”许纯道：“怎么老二不在吗？”谢意道：“老二叫李景谦，20多岁的时候死了。据说原本大臣们很支持他为太子，李璟的父亲也一直不太想传位给他，可惜最满意的次子死了，也就还是立了长。但李璟本人呢，是一直推辞太子之位的，并且在继位以后，仍然还是将自己的三弟李景遂立为了皇太帝。”许纯道：“兄中弟及吗？”谢意点头，站了起来，轻轻点了点中主李璟。中主本人一直表现出并不愿意做皇帝，而是非常想退隐山林的意愿，因此他才授意宫廷画师画了这幅画，向自己的兄弟，向臣子，向天下人，向后世表达自己兄弟有爱，传位于弟弟的决心。许纯猛然道：“原来是这样，怪到这棋盘上只有黑子，还摆成北斗样，北斗七星为中天最高星，这是表示君王之位吧？”谢意点头：“对，你能注意到此处很仔细了。淮南子云帝章四维，运之以斗，这四个人的位次，便是兄弟传位的顺序。你再看这后头，这后头屏风里又有屏风，画的老者也是有名的，却是江州司马白乐天。”许纯这却想不到了啊，白居易。谢意道：“白乐天有一首诗叫《偶眠》，放杯书案上。”枕壁火炉前，谢意点了点画上侧躺着的诗人，你看是不是一模一样？这是他妻子，妻叫谢乌帽，避雨斩青毡，他背后的山水画，也表达了他隐逸的愿望，便是屏风样和劳画古弦。中宗授意让人把白乐天的这首诗入画，画成屏风，这是表达自己隐退山林无心权位之意，好让几个兄弟安心。许纯道：“中主看起来确实对兄弟很信任。”谢意微微一笑，但是最后的结局是他的长子李弘济将三叔李景遂毒害身亡，自己惊恐而亡。李景达长时间称病不出，最终李璟去世后，他的六子李煜继承了皇位。许纯看着谢意有些发愣，九哥的意思是，这李璟当时这兄弟有爱的模样，是装出来的吗？谢意摇头，也许那个时刻他确实是真心的。
许纯沉默了，谢意又道：“这画是宋人摹画的，你看这上头也有宋徽宗的印，你知道为什么宋宫廷要收藏这么一幅画吗？”许纯道：“为什么？”谢意微微笑着，这又要讲到赫赫有名的烛影斧声千古一案了。总之，宋太宗是很想告诉天下，他与他的皇帝哥哥是感情极好的，兄终弟及，他的即位是合乎正统的。许纯看向谢意，似乎感觉到了谢意另有什么言外之意。然而这时，外面秋胡却来禀报：“少爷，国公府那边派人来请少爷赶紧回去。”许纯有些不满，抬头道：“不是说了人谁来也别理都推了吗？就说我忙着温习功课呢，不回去。”秋胡低声道：“少爷，今日是会试放榜日，大爷中了，不日就要殿试了。太夫人让你无论如何要回去贺一贺。”许纯脸上一下沉了下来，转头看向谢意，谢意微微一笑：“长兄得中，你该回去贺一贺的，你去吧，我们再找时间再吃。横竖今日我本来就为送画来的。”许纯看看含笑的他，又看了看那幅画，心中忽然一股热气升起。九哥是特意找了这幅画说给我听的吧？因为昨夜自己抱怨兄弟。谢意笑了，也许也有真心的时候，但无非都是利字当头。防人之心不可无，你为人极聪明，事情也通，自己当心就好。许纯回到晋国公府的时候，脸上表情并不高兴。大门还在响着鞭炮声，他从角门进了内院。盛夫人却已提前候在内院二门附近接着他，看了眼许纯衣着，微微松了口气：“衣服还行，你祖母和你阿爹都在前面了，你兄弟也在，你多少贺上一贺，切莫露出不高兴的样子。礼物我都准备好了。”许纯满心不自在：“多谢阿娘，我知道的。大哥得中了第几名？什么时候殿试？殿试以后就授官了吧？”盛夫人道：“说是53名，名次不错了。听你伯娘说，今上因为年轻，亲政后点的3甲，大多年轻，孤哥儿才20岁，若是殿试卷子答得好，都给士官选中到了前10，能够亲自御前对答，那1甲出身极有希望的。”许纯道：“那是好事，阿娘不如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西，与他点钱，替他谋金官吧。”盛夫人沉默了一会儿：“钱是小事，就是一会儿，无论你祖母说什么，你都别在意，别计较。”许纯诧异道：“能说什么呢？阿娘怎么这么说？”盛夫人道：“我也是才知道的，你祖母之前已和你父亲说过了，说连你伯父早丧无子，祭祀断了香火，你伯母守寡多年，无人供奉养老，你大姐姐在外面也没有个兄弟撑腰，打算将孤哥过继给长房，寄到你伯父名下，承4香火。你父亲已应了。”许纯站住了，满脸匪夷所思，转头看向盛夫人：“大哥读了这么多年书，一时进阶阿娘供给照应，严师备考，哪样不是阿娘操心？如今好容易中了进士，眼看要封官，长房就要摘桃儿，大哥也愿意？大哥也早就知道了吧？大伯母那边是翰林世家，世宦累世，祖母真是打得好算盘，先用二媳妇娘家的钱读了书，养大了孩子，然后再用大媳妇娘家在士林中的关系给大哥哥疏通官场，2个儿子都后继有人，这可真是许家好光彩。”盛夫人轻轻咳了声，左右看了看，低声道：“你大哥过继出去，对你是好事，少了个庶长子压在你头上，你就是正儿八经的嫡长子了。你一会儿仔细回话就好，莫要忤了你祖母和你父亲。横竖这事对你有好处，至于钱不算什么，莫说孤哥一个人用不了多少，便是整个晋国公府的用度也用不了多少。孤哥虽然性子清高些，倒也不会忘恩负义，他是要做官的，官声重要。再说阿娘也不把这些放在眼里。”许纯站着不动，
眼圈却微微红了。阿娘是生意行中难得的女陶珠，心胸又如孟尝君一般宽大高义，自然是什么都不放在眼里的。莫说不过是个庶子，便是我这个，他喉咙却哽住了，说不下去，又怕落泪，直接转了身就往内院走去。盛夫人心中大惊，料不到许纯反应这么大，连忙快步跟上去。然而已到了太夫人院门口，他也不敢再说什么，只好整了整衣服跟了进去。幸而这一路许纯到底将眼泪忍了回去，进去立刻做出了个笑脸。祖母，闻说大哥得中了，可是天大好事，我已让人早早备下礼了，就等这一天了呢。说完上前就给许姑作揖。太夫人喜气洋洋，是该好好贺上一贺，会试采取200名贡士。第53名，才20岁呢。我们许家后继有人，来日你们兄弟相互帮扶，光大门楣。极好的。许纯看许姑站在下面给自己还礼，面上倒也不怎么喜色，只自己亲爹懵懵懂懂，满脸憨笑。盛夫人悄无声息也走了进来，站在了太夫人身后。她身旁的白夫人满脸笑容，下面站着的几个庶弟庶妹们满脸羡慕。很快又有人来报，韩府遣了婆子过来道喜了。太夫人连忙一叠声叫上，却又忽然想起来，光高兴了，忘了问孙女婿这次中了没。白夫人面上微微一僵，让仆人一大早一并看的，韩家哥儿并没中，想来学问还要多磨个几年。太夫人有些得意笑了，韩家哥儿也还年轻，许多人考到号手穷经也未必能中呢，且耐心些吧。像我们姑哥儿一般年纪轻轻20岁便中进士的，能有几个呢？白夫人脸上僵硬笑着，并不接话。太夫人却又吩咐盛夫人安排家宴，好好先自家人贺一下，明日要大摆宴席。许姑连忙道：祖母还要准备殿试的，且若是殿试对答不好，也有可能要处落的，还是先不必大摆宴席了。太夫人满脸笑容，意犹未尽道：本朝就没有进了殿试还处落的先例，你就放心吧。贡士是已稳稳到手了，如今就看殿试能不能更进一步了。看这名次，至少2甲，老带媳妇到时候翰林院那边疏通，留在翰林院清清贵贵侍君上几年。白夫人连忙笑道：自是应当的，我写信回家和我阿爹说。我阿爹自然是无有不应的。许姑看大家满脸兴头，本不想说，但还是低声道：祖母伯母不必着急，殿试过了再说吧。太夫人道：你到底年轻，不知道等殿试名次后就未必来得及了。当然若是你能在1甲，那自然无碍，若是在2甲，那就须得好生谋了。正说着话，大姑娘许葵却已进了来，她笑道：祖母在说什么？怎地只敢想2甲？我看姑哥儿能展望1甲的。太夫人满脸笑容：可不是吗？我和你母亲说话呢，正打算让人活动，殿试后争取给你大弟弟谋在翰林院里。你弟弟还谦虚，说待殿试后再说呢。你怎的来了？不在家陪你夫婿，你弟弟中了他没中，你不陪他，只怕他要迁怒你。许葵笑了，贡士已稳稳到手了，以弟弟之才，殿试怎可能还处落？20岁的进士，谁见了不夸呢？便是我婆婆平日里看到我说要回娘家，都碎嘴个半天，今日却忙着喊着叫韩郎，说陪你媳妇回家去看看，也和你七弟请教学问。韩郎哪里会来，只说身体不舒服。太夫人这摇头：你婆婆这可不对，她不中心里正难受，你也当在家陪陪你夫君，还是莫要急着过来了。许葵呵呵一笑，竟然还有些幸灾乐祸，我早就说他不成。学问火候不到，果然又是名落孙山，但也是意料之中的，倒也没什么。我看家里也并没指望他，他也没觉得怎么样，还四处下帖子要举办赏花宴呢。弟弟难得中了，我自然要过来贺一贺的。
许纯一旁冷眼看着他们左一句右一句说的热闹，整个房里仿佛都是长房的荣耀，心中想着，果然这是必然是早有打算，筹谋许久了。光蒙着我们二房了，不对，兴许也只瞒着我娘和我。算准了，我爹万事不反对，我娘的万事不计较。他心中想到此，越发煎熬，看了眼亲娘，果然看到他娘也在看自己，满眼担心。他心想，不就是演戏吗？这有什么难的？花团锦簇，欢欢喜喜，锦上添花，谁还不会呢？当夜宴会上，许纯喝了个酩酊大醉，却也没宿在府里，醉醺醺，仍是坚持回了竹枝坊，之后便病了一场，接连半个月不曾回府，太学也告了假。谢斐随着苏怀小步走进了文心殿内，这里是皇上日常看书的地方，四处收拾都极简单，古董花瓶都无，纸书架上满满都是书。谢斐进去要行大礼，谢意正拿着本书在看，头也不抬。知道，起来吧，兄弟之间不必多礼。卿今日来，是太后那边有什么事吗？谢斐道：谢陛下。他小心翼翼不着痕迹的看着谢意脸色，回禀太后娘娘一直潜心清修，没有什么事，只有静妃娘娘写了手书，托臣面呈陛下。谢意淡淡道：哦，劳卿费心了，只是以后不必再接范氏的信。苏怀，拿去烧了。谢斐，臣遵旨。闻说这位静妃娘娘为太后侄女，自幼进宫陪伴皇上，与皇上青梅竹马，感情甚协，早早就已立为皇后。究竟是如何闹到今日这般，实在也猜测不出。但朝臣们都猜测与太后必有关系，毕竟如今母子情分也只剩下了面子情了。谢斐想了想，还是开口道：静妃娘娘说皇上恐不会看，只让臣面禀一句话，事关其幼弟。谢意道：他既深知吾的脾性，何必托你再禀这一句？你又何必冒着武君的风险，想要禀这一句？无非你也觉得范木村确实有才，此次会试得入殿试，恐朕因为范氏之事迁怒于他，触落范木村罢了。谢斐跪下叩首：臣不敢，范木村却与臣交好，其人才情过人，但臣不敢以私害公，陛下将诏印太后之重托交给臣，臣不敢私相传递，只能如实禀报。谢意微微一笑：你不敢因私害公，却觉得朕会因私怨而在国家选拔良才之大典上报复雪恨。谢斐不敢再说话，谢意淡道：朕若迁怒，他就没有参加会试的资格。谢斐连连叩头：臣死罪。谢意有些意兴阑珊：起来吧，来和朕下棋。谢斐起来，只敢在榻下站着，轻轻挨着榻边靠着。看已是春暖天气，数日晴好，谢意仍是穿着丝棉。这榻上冬日的虎皮垫也还未撤下，心下微微有些打突。再看棋盘上，本来以为皇上一个人坐着是在打棋谱，没想到棋盘上一个白子都无，只用黑子比了个七星北斗的星位。谢斐经营书画多年，已瞬间想到了那幅赫赫有名的重平会棋图，越发胆战心惊，心中瞬间浮起无数揣测，惊疑交加，面上也难免露出了一丝惶然。苏怀带着人过来把棋子收了，给谢斐上了茶。谢意慢悠悠拿了黑棋，随手下了一子：卿这些时间可办了什么文会？春日晴好，采采流水，蓬蓬远春，没去好好踏春游春。谢斐小心下了一子，只与人去了滨水之处的白家的别业，那里移栽了不少芍药牡丹，花繁而后甚美，略画了几幅画。谢意仿似很有兴趣，有空送来宫中给朕看看。朕记得上次卿说哪家国公府的公子也善画，不知可有新作，一并送来给朕赏赏也好。谢斐道：是镇国公府上的许世子，他得蒙皇上恩典，也才考入了太学，可惜这些日子春寒料峭，听说他是酒后着凉，病了10几日不曾进学了，邀他游春也是不能。
谢意捏了棋子顿了顿，抬头看了眼苏怀，苏怀连忙低头悄无声息退了出去。谢意这才说：“不是听你说他年岁不大吗？怎地少年人纵酒如此不知节制？”谢斐替许纯分辨道：“他进学以来是极勤奋的，平日也不去那等风流场所，应酬也极有分寸。听说是他长兄此次会试取了53名，家宴上想来是纵情了些。其实学里也有传说，他听说恕兄中了，觉得没脸，便数日不曾进学，但军前自然不能如此说。”谢斐倒是遣了人去问候他，送了些补品，只回了说身体不知，多谢关心，待病后必还席感谢。谢意道：“会试得中，那自然是该贺，但既然是世子，怎地上还有长兄？”谢斐解释道：“并不是同母，乃是庶兄，听闻是婢女所生。”谢意微一点头，如此说来，这晋国公府上的主母倒是贤德，容得下婢生子出头。谢斐怔了下，平日只听说晋国公为兄长去世，简陋成爵，夫人是商户之女，无甚见识，是晋国公老夫人当时为了填补亏空为二儿子娶了来的。如今看来，许纯既不是传说中的纨绔荒唐，庶兄又以弱冠之龄，以婢生子的身份会试得中，可知这主母确然贤良，不由赞同道：“皇上明鉴。”谢意下了一子，抬头看到了苏怀进来，便问道：“朕忽然想起来，昨日留宿来请平安脉，朕一时不得闲，叫他今日才来的。”苏怀心领神会道：“已在卧雪堂候着了，陛下可要宣进来诊脉？”谢意低头看了眼残局，这棋谢斐已连忙起身道：“臣先告退，陛下若是有诏，再来侍奉。”谢意微一点头，起身出去，谢斐连忙恭送，苏怀紧紧跟着谢意出去。沿路到了附近的卧雪堂，谢意才问：“怎么回事？不是昨日还送了功课来吗？怎么病的？”苏怀道：“是奴婢疏忽了，问了六顺，说是这几日都是夏朝亲自过来送的世子功课，并不曾到竹之坊。刚刚让六顺过去打听了下，才知道果然是会试放榜那日。家宴喝醉了，受凉得了风寒发热，养了10几日，据说是周大夫看了病开了药，也针灸过了，问题倒不大，只是世子不爱喝药，病情反反复复的，因此一直没去学里。许世子又严命着不许泄露，更不许和国公府说，向来是怕高堂长辈担心。虽是病着，看书功课倒是没落下。谢意在心下算了下日子，这已将16日了。一个风寒怎的，这许多天，便起身道：“朕去竹之坊看看。”苏怀连忙道：“可要带太医？”谢意摇头：“不必，风寒的话，周大夫足够了，只恐是心病。”当下换了衣裳，谢意只带了六顺从后山过去，仍如从前一般敲门进去。春熙下来接了马鞭和马：“九爷来了。”少爷在楼上歇着，我们上去通禀。谢意问道：“不必了，他不是病了吗？我上去看看就好，怎么病的？听说酒后着凉。既是家宴，自有长辈管束，如何喝醉的？”春熙原本口舌算不上极好，见谢意这么一连串问题，竟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只笨拙道：“只是小风寒。”世子说：“没关系，歇一歇就好了。”家宴，世子大概多敬了几杯，谢意也没打算得到答案。快步走上了楼，看到许纯倒也没有躺在床上，一个人懒洋洋坐在躺椅边上，并未束冠，腿上盖着张青锦被，正侧着脸看着躺椅下，垂下手指逗着一只玉色狮子猫。那猫浑身雪白长毛，双眸为蓝金宝石鸳鸯眼，面对着许纯手里的小鱼干，并不着急，只是慢悠悠喊了一声，看到外面来人，起身转头便沿着矮脊、矮柜清洁跳上了多宝阁顶，居高临下往下窥视。许纯一抬头看到谢意，惊喜交加：“九哥，您怎么来了？”便要站起来，谢意伸手按他肩膀坐回去，看他脸上
果然瘦削苍白，一双眼睛陷了些，显得大了许多。他坐在了躺椅对面的贵妃榻上，问：躺着吧，我坐这儿说话就行。听说你病了，过来看看你，哪里来的猫？许纯道：二表哥那边托人从闽州送过来的，说是难得见到这样品相好的狮子猫，血统又纯，就让人送过来了，也抓不了老鼠。一只耳朵是聋的，也不大亲人，我还想着恐怕养不熟。谢意道：是听说过这种狮子猫，如果是蓝色眼睛，多半都是聋的。这猫既是异色瞳，想来蓝色这边眼睛的耳朵就是听不见的。许纯抬头看了眼猫，佩服道：九哥您真是渊博，怎么什么都知道呢？谢意原本担心他心中郁结，没想到在自己跟前尚且还活泼着，只是到底眼里有些郁色，伸手摸了摸他额头，还发热吗？许纯道：好多了，九哥您别担心，我就是稍微着凉了一点点，养几天就回来了，周大夫说了不妨事的。谢意道：六婆说你是为着家里的事不开心，药也不喝，饭也不吃，所以病好不了。许纯脸上浮起了心虚，眼神不由自主躲闪着，六婆年长了。瞎说呢。谢意原本就是诈他一诈，看这样子果然是有事了，便问道：所以什么事？总不能是你嫉妒你叔兄会是中了，心里不快吧？我看你可不是这样的人。许纯低着头嘟囔着：谁嫉妒他？他才学好，凭自己本事考上的，我犯不着嫉妒他。我心里不快活，是我祖母说想要把他记到我伯父伯母名下，成了长房的嗣。庶子又不是只有他一个，现成的还有三弟徐伟，独独挑大哥，还不是因为他中了举？这许多年衣食读书，哪样不是我阿娘照应？虽说如今已有了诰命，但若是没有呢？大房怎么好意思伸手摘桃子？谢意有些意外，你祖母倒是个精于此道的，你大哥是婢生子，又放出去过，血脉存疑，你祖母认回来养在你母亲膝下，大了又过继到长房夫人名下，这一番操作便将婢生子变成了长房成嗣子了，大概也是为了他前程。毕竟婢生子不好听，你母亲有你这个嫡子，绝不会将他这个长子记在名下。你父亲想来是同意的了，你母亲怎么说？许纯没精打采，将躺椅原本靠着的方枕无意识拉了出来，抱在怀里揉搓着。他说大哥走了是好事，我就变成了嫡长子，没个数字压上头，将来分家出去也清爽，钱他也不在意，他挣的钱多着呢，才不在意这些，倒是我枉做小人。谢意道：你既不高兴，和你母亲说说，你伯母家既然平白享受了这么个进士儿子，白家总不能一点意思没有吧？你母亲不在意，白家也这么不懂事？白家世宦世家，我听说他们京城有个温泉别业，种了几百本牡丹芍药，很是有名，就拿了这别业。也可以。许纯揉着手里的方枕，唯你不振。算了，这样的庄子我娘手里多着呢，他恐怕还嫌我眼光不大气。谢意慢慢问道：我看令堂极宠溺你，如何看着你们母子倒有些隔阂，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母子连心，有什么事早日说开也好，这点小事何必伤了你们母子的情分？许纯低着头半日不说话，谢意却看到他手里的抱枕上哒哒落下几滴水印，迅速在方枕的墨绿色缎纹上晕染开来。这委屈看来大了。许纯只啪啪的落眼泪不说话，谢意只好从袖中拿了帕子递给他。许纯接了过来，胡乱擦了擦，低声道：九哥不知道，我阿娘才干胸襟，视如男子一般的，他是不屑于这些内宅的蝇营狗苟的。谢意，令堂想必很是有些经营才干，但内宅这些琐事也事事关你的爵位，岂能不在意？许纯低声道：还有我身上的爵位也对盛家很重要。除此之外，他对许家是毫无留恋，也绝不介意的。
谢意慢慢问道：“此话怎讲？”许纯擦了擦泪水，定了定神。这话要从晋国公府我祖父那一辈说起了。我祖父当时还任着滇州布政司，当时滇边缅蛮来犯，朝廷派了大军去抵抗。祖父当时负责军需、军饷事宜，却不知如何，听说是被奸猾下属蒙骗，遗失了一批军饷，听说达80万银之多。当时负责将兵的滇州总督便力逼着要我祖父补回，否则就要上奏朝廷，问我祖父一个贪污军饷的罪，抄家杀头。谢意道：“遗失军饷，事关重大，若是败仗，全都会推在你祖父头上。一时也查不出这么快，压着补上，确实是当时最可能的。”许纯道：“除去80万军饷，尚且还要20万银上下打点。祖母当时在京里接到了消息，惊吓之极，四处筹款，借遍亲朋好友，但也不过是杯水车薪。”谢意点头，想来便是这时候和盛家结的亲。许纯道：“是，盛家当时根基并不算稳，我外祖父当时作为家主，同样也十分艰难，当时也是得罪了闽州的巡抚，生意处处受打压钳制，养的船夫也都被高价挖走，海外的船还翻了一艘，赔了许多。盛家其他亲戚就说我外祖父掌家无方，闹着要分家出去，怕外祖父得罪了官员，全族一起被连累。”谢意点头，果然一方要权，一方要钱。许纯低声道：“外公和我说，他当时膝下就只有舅父和我娘2个孩子，我娘从小就于算术上天分极高，自幼就替我外公理账，替我舅父分担生意，经营生意。只是闽州那个地方极看不上女子的，一家若是儿子少了，便要被欺负。我阿娘出头露面主持生意，族里的人少不得看不上她，背后诋毁着，想逼着我祖父把阿娘嫁走，不许外姓人染指家里的生意。”谢意点头：“天下熙来攘往，皆为利字。想必你娘锋芒毕露，在家里替父兄掌管生意，得罪了不少族老吧？”许纯道：“是。因此当时闽州那边官商势力早就没盛家什么事，长期以往，盛家必然要衰败，在中间人说和下，当时的伯父还是世子，便想法子找到了外祖父这边，说了可纳我母亲为妾，盛家出银解决了军饷亏空的问题，保住爵位，许家则保盛家这边生意无恙。”谢意点头：“你祖父显然心疼你娘，到底还是选了许家二房做正头夫人。”许纯道：“这是我娘自己定的，她亲自到了京城，隔着帘子看了许家兄弟，转头回来便和祖父说了2个条件：一是不为妾，嫁许二公子做正头夫人；二是祖父这一房家财一分为2，一半作为陪嫁，许家这边的亏空银子从他自己这份嫁妆里出。”谢意微微点头，这是把自己当成儿子了，承担了家族责任，为了家族牺牲，因此便要和你舅父平分家财，果然心气非同一般，是个女中丈夫。他的选择看来也十分正确，定了婚事以后，银子想必也给了。老国公回到京城，到底受了惊吓，很快病逝。许家长子接了国公之位没多久，又没服死了，这国公的爵位到底落在了你父亲身上。许家收了盛家这许多银子，也无法反悔，只能捏着鼻子迎娶你娘。若是你娘当时同意为长房妾，这生意可就赔了夫人又折银了。许纯饶是满心烦闷，也忍不住笑了出来。谢意问：“这些话是谁告诉你的？想来不会是你母亲。”许纯低声道：“是我外祖父。”谢意温声道：“想来是你和你母亲有了什么误会，你外祖父才告诉你这些吧？包括你身边这些书童，都是精心挑选的。”许纯沉默了一会儿，道：“我从小其实生出来便养在祖母身边的，祖母对我十分娇宠，又不许我学那些商贾之事。
从小便和我说我是世子，要尊贵，不可与外祖父那边太接近。学上一肚子小家子铜臭气。我阿娘要管家，外边又有偌大一摊子生意，因此也顾不上我。太夫人当时手把手教我识字，教我背书，宠溺非凡。经理高门，能养在长辈身边的晚辈都说是福气，因此阿娘也不太管我。谢意点头，之后呢？看你如今对你娘还是亲近的。许纯道，大概到5岁这般吧，我祖母请了个名师来，说要教我和大哥读书。那贾先生十分严苛，我日日被打戒尺，哭着回去，也背不下书，学不下去，反倒是大哥十分聪慧，一学就会。我去和祖母告状，祖母说严师出高徒，说大哥也被打，怎地不诉苦？谢意，你大哥不是大你2岁吗？7岁比5岁，那可懂事太多了，这么比可不大公平。许纯道，我当时极委屈，就跑着想去和阿娘说不学了，因为怕老太太知道了，把我抓回去，继续去上家学。我躲着人，悄悄去了我阿娘的房里，她不在，我想等她，便在房里等着。因着哭累了，就在床上睡着了。谢意意识到了什么，没再追问。醒过来的时候，听到屏风外，我娘在和花妈妈说话。花妈妈在劝我娘和我爹再生一个儿子，说我爹一个接一个的生庶子庶女，我娘就一个儿子，不牢靠，太夫人这边恐怕要不满。妯娌也有话说，而且退一步说，为盛家着想，也还是再生一个嫡子，爵位更保险。谢意看了眼许纯，如今盛夫人仍然只有一个嫡子，想来是有缘由了。许纯一双眼睛望着窗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闷热的午后。窗外床上都热得喘不过气来，他被热醒了，浑身都是汗，纱罗袍都粘在了身上，红肿的手掌突突跳着热痛。他原本满腔委屈，气涌如山，那一刻却神灵附体一般，安静沉默着。透过那花鸟暗纱屏风，他看着母亲在外坐着，手里拿着算盘，发出了轻蔑的一声冷笑。盛许两家横竖不过是联姻，各取所需。许家要钱，盛家要权，我要的不过是个能驾驭的丈夫。伺候老太太算什么？不过是听听训导，服侍1、2。他们要面子，说那些阴阳怪气的话，可真是可笑。能做什么？比盛家那些如狼似虎的族老婆婆妈妈们满嘴的污言秽语，可差远了。这也是只要面子的人家的好处，凭他们怎么看不起人？也不好意思撕破那所谓高门士族的脸。许家想要我手里的钱，就只能装着看不到我在外边做生意。我不必和嫁给别人一般要3从4德，以福为天。我还不知道这些道理吗？什么恶婆婆、刻薄小姑子、难缠的妯娌，谁耐烦和他们争短长？不过是当成难缠的客人罢了。但是唯做夫妻相敬如宾，子孙满堂，这点我再不能了。妈妈，我太累了。许安林就像一条狗，和他做夫妻就得随时勒紧那根绳子，但凡眼错不见，绳子松点，狗就去吃屎了。幸而一举得难，否则我还得继续陪他吃屎。你知道再生一个孩子和他长得一模一样有多恶心吗？我嫌脏。许纯一字一句将这话重复了出来，他甚至很惊讶自己当时不过是5岁懵童，这么多年了，原来居然还能够一字不漏复述出来。谢意抬眼去看许纯，他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微微发抖，眼泪像串珠一样滚落了下来。他低声重复：9哥。我娘说他嫌脏。谢意胸口忽然涌上了一波巨大的痛然和内疚。谢意想起了第一次遇到许纯，他上来搭讪自己明知道他认错了人，又看他明明极少，就沉迷酒色，嫖宿花船，包养难关，便讥讽了他2句脏。当时看他反应十分大，直接回身就走，如今看来，竟是狠狠戳到了这少年的数年未愈的伤疤。5岁这儿对这话记得如此清楚，
想来刻骨铭心。这些年来反复回忆，时刻反省。谢意伸手握住了许纯的手，温声道：“说的是你父亲，你阿娘明里知道你是无辜的。”许纯低声道：“我那时候还小，不知隐忍，起来就推翻了屏风。我阿娘当时脸就白了，我放声大哭跑了出去。但是后来祖母问我，我也只说是手疼。那时候也觉得不被亲娘喜欢不是什么好事。”谢意叹气：“你还小，不要对自己苛责。”许纯眼皮太薄，已微微肿了起来，低声道：“我后来就破罐破摔了。学堂去就闹学堂，赌先生的水烟往他水烟里头塞鸟屎。逃课，每天上一会儿就逃课，他要打我我就跑。后来他也不管我，只要我不闹，他就当我不存在。我不去学堂，他也不告状，我干脆就天天逃学。我娘很是后悔，后来找我说话，我那时候小不懂事，一心只觉得祖母说的对，盛家果然是贪图许家的权位，斤斤计较，只不理我娘。但是看到我爹，又隐隐觉得我爹确实混账，不怪我娘嫌弃他。每次我看到我爹在外边荒唐，就想起我娘说的我爹像狗吃屎的话。有次在家里园子里，他请客，当着门客宾客的面，我看到他又搂着歌妓的腰，让人家喂他酒，忍不住嘲讽他像那苍蝇一样，哪里有脏的臭的就凑过去。我爹大怒，觉得折了他颜面，狠狠打了我一次。那次我也什么都骂了，骂他吃软饭，骂他荒唐没出息，不像个男人。后来我娘抱着我哭了整整一夜。病得厉害的时候，我阿娘和我说，若是我有个万一，她也不活了。知道我虽然年纪小，但是心里什么都懂了，所以就把我当大人一般解释。她确实不喜欢我阿爹，她当时嫁过来是有不得已，但也是托大了。她看我阿爹面容俊秀，性格软弱，便以为能治得住我阿爹，能把我阿爹调教好了。只是没想到狗改不了吃屎，这是他自己的错，但绝不是我的错，让我原谅阿娘。又和我说可以和阿爹和离，若是我愿意，他愿意带着我出去过日子。谢意摇了摇头，国公府绝对不会把嫡子放走，他也绝和离不了，只会被休弃，然后把你也害了。告到京兆尹也会判从父，和离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个极度的罪名就能判休弃。国公府会立刻再娶一个继妻，再生下嫡子，到时候你就更难了。而一个被休弃的女子回到娘家，就算父兄庇佑，也不好过，总会有人各种办法谋夺家财的。许纯道：“是，后来我身体好了些，外祖父大概知道了我娘和我这里闹得不像话了，派了舅父亲自上了京来，只说是接去散散心，调养身体，把我接到了闽州。外祖父亲自带着我和3个表哥教养了2、3个月，给我说了阿娘的难处，又带我出海看风景，带我去拜天后庙，教我盘账，教我如何做生意。之后每年年冷，外祖父就托人来接我去闽州住上2个月，只说京里太冷，我身子不好，受不住冷，去闽州那边暖和，正好调养身子。”谢意点头，原来如此，难怪上次见你和你表兄要亲近许多。你小小年纪就对经营之道如此擅长，另外祖父也是有大智慧之人，你能从他学商也是福气。许纯点了点头，眼泪也慢慢止住了。其实我大哥，我和他本来就不亲近，他过继出去，想必我娘也觉得干净，省了许多心，将来成婚分家都不干咱们的事了。我不过是意难平罢了，我娘付出了这么多，偏只我一个人做小人。我娘连我都不在意，说起来我也不讨人喜欢，这么多年我偷偷学着经商，其实是想让阿娘知道，我也不是蠢笨的，我也不是和阿爹一般的读不成书，可能我真的没什么天分，也觉得那些书没什么用。好难封，其实就是试试，我觉得我不喜欢女子，就别祸害人家好娘子了，到时候又是一堆怨偶。
生下孩子与我一般，何苦来哉？但是我确实也没有什么好朋友，这京里大半子弟也是这般吃喝玩乐的，我娘也待我很是宽和，兴许对我失望了，兴许觉得平安是福，横竖是要继承爵位的。我也不知道我如今要怎么做，毕竟我不管怎么样，都是我爹的儿子，身上流着阿爹的血，我都这么大了，还为了阿娘喜欢不喜欢我的事伤心，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太懦弱了。谢意看他仍然十分低落，想了想道：其实这事你要问我，我也不知道如何讨亲娘欢心的，毕竟我也不得我亲娘的喜欢。许纯抬眼去看谢意，睫毛上尚且湿漉漉的。谢意笑了下，我从前也只以为母亲待我严苛，是对我好，后来发现她待我族弟十分宠爱，我又以为她是觉得我是要继承家业的，所以要严格些。许纯看着他，难道不是吗？谢意道：后来我才知道，我那族弟是我亲娘和族叔通奸生的，所以他百般宠爱，还想着要把家业给族弟。谢意顿了顿，我娘和我去世的先父也是感情非常不好，十分的恶劣。许纯大惊失色，九哥，谢意道：没什么，后来我那族叔英年早逝了，我亲娘就开始动歪脑筋，我当时也年轻，没什么耐心，就把我那族弟给弄死了。谋逆之罪，证据确凿，为了掩盖亲娘的丑事，没连累其他人，只是赐死，已算便宜他了。许纯，九哥明明面无表情说着杀人的事，他却无端觉得九哥非常可怜。他反握着谢意的手：九哥，不是你的错，所以上次那毒蛇。谢意道：我娘记恨我许多年，也想把我杀了，给他最喜爱的小儿子赔命，他待我那族叔想来是有几分真情在的。许纯瞬间已忘了自己适才那些酸楚，一双眼睛牢牢盯着谢意，如今怎么办？你须得小心他。谢意道：没事，回去后我就把他送去家庙修行了。许纯松了口气，知道京里高门都这般，家里女眷有错的，都是私下送家庙幽禁着，绝不会对外公开的。果然九哥门第贵重，他也不打算探听九哥的根底，只真心实意道：如此最好，咱们横竖也都成人了。其实亲娘不喜欢也没什么，如今看史书才知道，便是皇帝也会遇上偏心的娘啊。前些日子读《史记》，那什么郑伯克、段于鄢也挺可怜的。谢意听他老气横秋，无意中说中了真相，却还宽慰自己，明明适才还伤心的不得了。这孩子就这点好，心大，再难受也尽力宽解，这般伤心，却自己一个人躲起来舔舐伤口，还努力也来治愈自己。他忍不住伸手摸了摸许纯的头，所以你娘第一是真心为你谋爵位，第二她给你钱，第三知道你好难封，也并不曾就硬熬着你。我看也行了，毕竟你是他唯一儿子，可能在他人生中你不是他最重要的，但是在他如今亲人中，显然你是要继承他的所有的，不必太伤心了。许纯讪讪，我知道，就我如今这般，钱随便花，想开什么我娘都由着我，偷偷经商也只让掌柜们都配合我，我还不满意，太不知足了。谢意道：不知足很正常，因为你很如慕他，所以想要全部的所有的爱罢了。我当时杀了族弟，恐怕也是这个想法，不过真杀了，也就那样，后来也知道自己可笑。不过当知道族弟是母亲所生的时候，我那时候也已16岁了，但还是觉得天都没了的感觉。虽然知道父亲母亲感情不和，但从未想过在母亲心中，我是可以过河拆桥赶紧死的，还是权力更迷人心啊。所以你那时候才5岁，觉得很伤心也很正常了，但是你现在也18岁了。谢意不说话了，因为他发现哪怕是长大了，好像也不可能变出来一个爱他的娘来，只能是看清楚了这人间的本质，还是利字当头罢了。
但是他并不想在徐小公爷再强调这一点了，这孩子还能这般胸无城府的，很难得。他笑道：说完了，咱们该去吃个饭了吧？上次你还欠我一席。许纯连忙跳起来：我让六婆准备。说完也顾不得穿鞋，几步奔出了房门，在楼上趴着栏杆喊：六婆，六婆，摆饭，我和九哥一起吃。六婆在厨房遥遥应了一声，许纯才转过头来看着他笑。狮子猫不知何时也从高架上跃了下来，一丝声音没有的走到了许纯脚边，悄悄蹭了蹭他的脚踝。雪白长毛拂过许纯喂着袜的脚背，许纯怕痒一般缩了缩脚趾。春风淡荡，谢意看着少年衣衫单薄，袍袖纷飞，背靠着栏杆站在如酒春光中对着他笑，眉梢眼角全是笑意，肌肤透明似玉，心里叹息念了句莫放春秋佳日过。熏得半透明的腊肉与刚抽出来嫩黄色的蒜苗炒得相得益彰，咸带鱼煎到焦脆，香味逼人。滚白的胡椒羊肉汤，鸭肉炒嫩姜，蒸鲈鱼，蟹黄酱拌豆腐，样样看着只是寻常菜，但难得六婆能干，精心烹制。热锅热油炝炒出来的热菜，新鲜脆嫩，这与在深宫中永远用到的只是慢炖清蒸菜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更何况还有许纯在一旁殷殷劝食：九哥尝尝这个糟石鱼，上次九哥说爱吃，我让下边掌柜帮忙从江南弄来的。新鲜石鱼是不易得，但这用红糟糟鱼的做法是闽州做法，风味也很是独特的。许纯一边说话一边拿了专门剪菜用的黄杨长筷替谢意剪了一块。谢意看了他一眼，并不解释，自从乳母被杖杀后自己再不曾用过石鱼。拿了筷子，果然挑了一丝肉慢慢尝着。夏朝提了热水进来，准备伺候世子洗手，准备热帕子。看许纯满脸笑容，眉飞色舞，时不时与那九爷说话，又亲自端了樱桃酱奶酪子放在九爷跟前。九爷平日一贯清清冷冷不大理人的，但对世子很是耐心，看得出其实他并不习惯与人同桌用餐，却也能对世子替他倒汤捡菜，很能容忍。竟然都吃了，夏朝心道：这下夫人可放心了，果然这是心病。夫人说去看他，恐他更不好，还是引着他见见年岁相近的同窗朋友，出去游游春，散散心就好了。果然这还是九爷有办法。看少爷前几日没精打采，啥山珍海味都说不想吃，如今这给九爷介绍起来头头是道。什么腊肉须得茶叶熏，什么鲈鱼极新鲜，这嫩姜如何如何，配上紫苏盐渍，仿佛那是什么极难得的真传。两人融洽用了餐，起身便往竹枝坊后的湖边慢慢散步。看着远处已是日暮时分，红霞笼罩着湖畔所有楼榭，湖边种着杨柳和桃树，碧柳如烟，粉桃盛开，远处徐徐吹来带着花香的暖风，十分宁静祥和。许纯看到日落，忍不住和谢意道：在京里看日落总觉得惆怅，但在海上看日落却觉得雄壮。九哥，有机会我带你去海船上看看大海吧。谢意沉默了一会儿，道：好。许纯站在湖边，极目远眺望向皇城，那里是皇城吗？听说皇上极年轻，因此这几年殿试挑出来的都是青年进士，所以我祖母觉得我大哥20岁便中进士，定然很有可能殿试上被皇上看中。光大许家门楣。谢意回忆了下过去调的进士，想不到朝野竟然这般传他。他是如此肤浅之人吗？平日他是不在乎的，但此刻却忍不住为自己辩白，不是皇上年轻所以才挑年轻的进士，而是皇上主意经世务实，锐意改革之人，而这些人往往比较年轻。毕竟殿试之时，老成些的考生会答得四平八稳一些，青年举子便振聋发聩，语不惊人死不休，毕竟他们时间多，一科不中尚可带下一科。许纯哦了一声，并不如何在意。那我觉得我大哥进不了一甲。他和那贾先生学习，满脑子的礼义，
虽则年轻。写出来的文章像块入土一般，一股陈腐老朽味。贾先生还夸他精益娴熟，少年老成，锋芒不露。谢一笑，他是庶子，自然只能规行矩步，不敢出错。瞧着酸味，但他喜欢这少年毫不遮掩的直接。谢意道：你希望他能中吗？还是希望他被触落？许纯道：自然还是希望中的了，都是兄弟嘛。他触落了，难道我面上有光彩？谢意点头：你倒是宰相肚里好撑船，全部嫉妒。许纯样样，其实我从小也想过，要不是我娘一嫁进来就有他，是不是对我爹恶感就没那么差？毕竟太没脸了，后来也知道这是迁怒。谢意点了点头，如果和你说的一般，他写的太循规蹈矩的话，确实进不去一甲。许纯嘻嘻一笑，我在太学听他们说，金上虽然年轻，但是个圣君，明辨是非，重用能臣，是个尧舜一般的君主。谢意平日宋圣的话听多了，这一听却很是有些通身舒畅，问道：哦，如何说？许纯慢慢踩着湖畔砌好的红砖上走着，晚风吹过，袍袖飞扬，他踮起脚跟去折了几枝桃花拿在手里，选了一根枝花最繁色最浓的给谢意。谢意道：这桃花好好长着，你去折它作甚？许纯笑嘻嘻摇着手里的花枝，这里道旁的柳树桃树都是我花钱让人种的，正好折一些回去插瓶，攀条折其容，将以遗所思。谢意心中微微一动，点头看了眼花枝，笑道：不要避开话题，刚说了皇上圣君之事。许纯吐了吐舌头笑道：皇上不修宫殿，不喜大兴土木，上行下效，官府不修衙门，简朴度日，不抢征徭役，听起来确实是位大大的明君。谢意看许纯笑容别有意味，心中一动，秦皇修长城，隋帝修运河，都亡了国，难道做皇帝的不喜横征暴敛，大兴土木，还不好？许纯把手里的花枝揉搓着，笑嘻嘻：九哥是自己人，我就随口闲聊几句，这话只能和自己人说，在外边我可不敢胡说。九哥你也知道，长城聚鲁于外上千年，运河到如今尚且惠及我们百姓，从南到北，水陆货运不知方便多少，便是荒年。从南方调粮到北方也方便许多，您说是不是？秦三世败不因长城，隋二世亡也不见得就是运河。谢意道：长城运河乃是军备和民用，自然有用。铺桥修路，挖渠修城墙，这些朝廷也并未禁止。修宫殿修陵墓，奢侈无度，难道不该禁？许纯随口道：自然该禁，做明君吗？青史留名，皇帝自然该做。谢意看他面上不以为然，拿了花枝轻轻拍了拍他肩膀：不可敷衍。你意思是皇帝好虚名，不务实？许纯一笑，目光狡黠：九哥你好生大胆，怎可非议君上？谢意却拿了花枝在手心敲着，明明是你在腹诽君上，好大胆子。许纯笑嘻嘻：九哥，你们学的是君子道理，只说什么独善其身，兼济天下，我这是商贾之道。只说我那闲云方，你看那书票能在闲云方兑社费，一个月能无限制看书、抄书，用我这里的茶室办文会，买我这的书签、纸笺、花帖，随时能兑回现钱。只是用书票才能买我这里的东西，你知道这赚钱的奥秘在哪里吗？谢意道：书票预支增本，同时圈养固定客源。许纯点头道：可不是吗？九哥，您看，原本我若不发这闲云书票，这些东西恐怕放着也没几个人买，但现在我压根没有出现银，只要钱在我的店里花了，我就总是有的赚。这与赌坊的筹码道理是一样的，你看赌坊里也卖吃喝玩乐的东西，那利润可大了。许纯摇头晃脑，眉飞色舞，
假设皇上想要修座宫殿，那必然是广收天下木材、石料、花树、摆设、古董，对不对？钱从官府源源不绝流出，各地采办后，这钱就会给到商人手里。商人为了赚这钱，就会提前和农民、匠户四处收了来，哪怕他们收到的银钱不多，层层盘剥，那这官府的钱也是流向了各地百姓手里。老百姓手里有了钱，才会去买别的东西，否则那些树、那些石头也只能长在山中，谁人去挖去砍？只有朝廷要修东西，有利可图，才会有供应的。而京中修宫殿，征发民夫，流民这才有活干，否则流民没有土地，只能活活饿死了。九哥不知道吧？哪怕是这京城里没有土地的佃农多得很，到处找活糊口。你说官府横征暴敛，恐怕官府给的钱比那绅士地主的还要多一些呢。您可能不知道，佃农一年到头种地，最后剩下的粮自家都养不活。朝廷官府修宫殿高楼，只要钱花出去了，就会在京城里流转着。若是解决两件事情，这钱就会一直流转着，百姓有活干，有钱花，有饭吃。谢毅微微颔首，若有所思，是有先贤提出过，才在上不如在下。宋代范仲淹的《荒政三策》和你这异曲同工了。灾年大兴公司土木之意，以工代赈，修寺院，纵民进度，抬高粮价，出其不意，力挽狂澜。但他当年可是受了许多非议和弹劾，晚年不太好过的。你能和这千古名相想到一块儿，说明你也算有些智慧。说说看，解决哪两件事情？许纯得了谢意嘉许，双眸亮晶晶，伸出手指。其一，官员不要太贪心，让大部分的钱能分润给到百姓一些。其二，不直接发银钱，以免钱被囤积起来，想法子让人把这些钱尽快用出去，流动起来。横征暴敛固然贪官之过，若是这修城造桥、挖渠补堤做得好的，不仅能造福百姓，官府还能不花钱。可惜绝没有不要钱的官府，不贪钱的官儿。谢意看他满脸嬉笑，忍不住逗他，我就不信这世上就没有清官了。许纯摇头道，九哥你不知道，清官必是有的，但是清官不要钱，手下自然不肯卖力，清官独立难支。要么一味苛刻压榨属下，被反噬一事无成，要么一味避世，但求中庸，满袖清风，无功无过，这般只是清廉，却做不成能力。当然，若是这事让我来做，就能让官员贪不上多少，官府又不需多少钱就能做实了。谢意道，你说说看。我姑妄听之，姑且先以修这京城的城墙和护城河为例。正好京兆尹这边刚上了奏，要开修了，到底是一大笔钱，不如听听这少年有什么稀奇古怪的办法。许纯道，简单，先将这城墙、护城河分成4段，以4门为界，每一段分别由不同商户来负责，商户负责石料采购，民夫的组织监督。朝廷只出官员监督，一半民夫，一半囚犯。所有修建的材料都由商户负责，工程进度要过半，才支付工程银钱的一半。也就是说，开始所有的工料全部由商户垫支，官府只给个契书价格。其二，另将这3段各择一交通方便之地，搭建棚屋，修建一关卖杂货店和食铺，将此关卖杂货店和食铺放出，召集城中大商户来拍卖专营权，可以设定货品和食物的具体要求和价格，一律要比外边的便宜30%，关卖期间可与工期相同，一般是3个月到半年吧。这笔收到的费用留着支付工程款，这其中安排官员计算清楚，只要无人贪污克扣，定然是够的。其三，到城中招募民夫，做一批铜头竹筹，但凡应募的，以此提前预支给民夫1贯钱数目的竹筹，然后可提前在关卖店里购买粮食、布匹、
农具、油盐酱醋等杂货，剩下一半逐筹，做1日发1日。官卖专营店收了逐筹，可同样到官府中兑回现银，但要3个月后才一并结算。官卖专营店同时也可用现钱对外售卖，价格商户自定，必然会比用逐筹的贵一些，但又必然比市面上的便宜一些。这般折合下来，他们利润也绝不小。如此下来，只需要把好管发逐筹的人以及管官营的人就好。采买食料、徽浆的环节没了，克扣民夫银钱的可能性也少了，绝少现银，官吏贪也没什么机会。公开拍卖，价高者得，一进一出都是明数，都在上官把控下。而民夫拿着逐筹在手，在外边也没啥用，且专营店东西便宜，只会尽量把钱都换专营店里的东西。如此算下去，朝廷到最后工程款必是用不完呢。谢意笑道：听你说来确实挺不错，就只真施行起来。拍卖上联合串通一气，货物供应上食料以次充好，发逐筹的时候私下收取保护费，这也仍是难免。许纯一拍手，可不是吗？一件事但凡经手的人和环节越多越乱，但已比从前好许多了。这法子其实是我看我外公船工那边码头采用过的，以盛家的铜皮逐筹计算码头工时，但若是不对成钱，用那逐筹能直接在盛家店铺买东西，便宜不少。如此运作，其中省下不少银钱周转。谢意眸光微闪，心道：果然这民间商人脑子变通，比朝廷大臣们要机变许多。若有这等善运营人才替朕筹谋，何至于日日被什么赈灾军饷修和来回腾挪？他注目许纯，夕阳中的少年摇着柳枝，被流金晚照镶了层边，霞光一映，秀骨珊珊，容色摄人。他心里想着，这孩子品性纯良，昂昂千里驹，不可耽误了他。好好栽培上几年，朕得了这帮手，是真可高枕无忧，垂拱以志了。第二日见阁臣们议事的时候，谢意便问欧阳慎：朕记得去岁月地有位官员，似乎私将粮道库银私下发商户取息后，冲回库房，以填补亏空，最后被上级巡抚参了一本。欧阳慎道：陛下英明，是青州同治赵玉，被参后停职查办，吏部议了。赵玉虽将库银发商户，却与商户并无私弊，发回的银两也都登记在案，并无贪避之情，因此你的是革职。因他为京城人，如今正闲在家中。谢意道：明日宣他觐见。欧阳慎道：陛下是想用他？谢意道：是，朕看江显过于板正迂直，修个城墙和工部商量了半日，也拿不出个章程来。不是说这里少，就是说那里没物色到合适的人，且找个能干些的相助于他。你下去详查赵玉本人履历品格，看他人品才气如何，居官办事如何，如能用，且给他个工部主事，协助江显主持修了城墙再说。欧阳慎道：陛下英明。之后欧阳慎又禀了殿试筹备的事，谢意道：礼部已成了殿试题来让朕选，朕不大满意，退回去让他们重新拟了。如今蛮江要抚，水旱灾疫要平，河要治海要开，又有矿山学堂屯田等事，国库捉襟见肘，军饷钱粮要筹，民生国计，百业待兴，正是用人之际，莫要选拔那些只会读书精通经义的，需挑选些经世致用的干员能力方可。你与礼部再参详1、2，重新你提上来。欧阳慎又只能应，陛下孜孜求治，臣等惭愧，心下暗自发愁。谢意又道：李梅衙办朕得宜，行事妥帖，可着其回京办差，降旨包家，余下安置之事交由地方巡抚接手。欧阳慎道：李大人赈灾，谈何他刻薄造进，悖谬乖张，过境扰民，滋扰地方，钱粮收支不清的奏折不少。谢意道：
又无贪劣之事，多为琐碎事体，无关轻重，不必追究。谢意想了下，又道：另有一事，年初祭天时，朕觉得北郊斋宫也太过破旧了，须得修一修。欧阳慎道：臣令工部商太常寺修缮。谢意道：斋宫不大，用不了多少银子，关键是须得成。简述身心，不可懈慢。欧阳慎觉得皇上的心思越发难猜了，臣命工部安排承进官员主持修建。谢意道：朝中人手太少，命吏部在勋贵中挑一挑，择些人选来。欧阳慎试探道：祭祀亦为宗庙大事，或从宗室子中挑几个可堪用的。谢意摇头：宗室子还得好生读书，需挑选那些成爵后尚未当差，壮年却不能为国分忧，白白享用国禄的勋贵。欧阳慎又听到了皇帝这熟悉的论调，大为头痛。要知道皇上历年来都如此，日日嫌弃识君之路的勋贵官员太多，须得裁撤删减，最是看不得人闲着白吃饭的，只得应道：是。好容易议事议程结束，欧阳慎走出来时已觉得疲惫不堪，每天面君都觉得地心深不可测，一眼看到苏怀正站在廊下伺候，心中一动，连忙上前塞了银子给苏怀，笑道：苏公公，陛下让寻主持修斋宫的勋贵，不知公公可有见教？苏怀笑道：相爷客气了，前些日子我看顺亲王世子陪侍皇上下棋，皇上心甚悦，说笑间匪世子说似乎是晋国公府上两位公子，一位刚刚会试考中，预备殿试，一位入了太学，极聪明好学。有子如此，想必晋国公本人也是个勤勉能干的。闻说似乎身上并无差事。欧阳慎忙笑道：有劳公公指点。却见一个小内侍跑着来：苏爷爷，御医膏供奉到了。苏怀忙笑着对欧阳慎鞠躬，亲自迎了出去。欧阳慎想着闻说过年的时候陛下病了一场，也不知如何了，心下微微忧虑，也只能退了出去。回了官衙，却先找了属官来问这晋国公许安林如何，得到的结论却很意外，贪欢好色，骄奢淫逸，学问荒疏，十分不堪。属官笑道：不知大人如何想到要用他？此人乃是先晋国公的胞弟，晋国公因故忽然没了，这才让他成了爵，又娶了个商户人家的女儿做妻子。听说一直吃软饭来着，倒是花钱如流水。欧阳慎却忽然想起来了，等等，前阵子礼部给了晋国公府夫人一个诰命吧？属官道：是有这事，闻说是晋国公府那夫人的嫡子给工部捐了10万两银子，朝廷才加赏的。欧阳慎沉思了一会儿，晋国公2个儿子，听说是一个会试中了，一个入了太学。属官道：应该是3个，小的尚未长成，长子20岁，今年会试53名，次子因了渐生，前些日子入了太学。欧阳慎道：如何是次子阴间？属官道：次子才是嫡子，长子却是庶子。欧阳慎道：庶子科举出身，年轻有才，嫡子又在太学学识优秀。如此说来，这位晋国公夫人果然贤德，教子有方，当得起一品诰命。属官倒不好再说，听说那嫡子也和乃父一般声名狼藉，入了太学，恐怕是走了什么狗屎运。但除了捐款为母砸诰命一事，倒也无什么劣迹。只一笑，但晋国公本人只能说是少有的福气之人了，如今连相爷也打听他，是有什么好差事呢？只恐这人荒疏放纵，倒误了差事了。小的倒觉得不若推荐几个宗室子，他们也感激相爷。欧阳慎呵呵一笑：你还年轻，可不知道这福气运气，可比才学勤勉不知要重要多少呢。晋国公这福气显然是妻贤子孝啊。他没有继续说下去，心知这恐怕却是皇上想要用晋国公的儿子了，又嫌这晋国公太不成样子，怕坏事了。他慢悠悠道：
就北郊斋宫，年久失修了，我看就让晋国公领了这差事吧。你个折子来！皇上都说了，斋宫事关宗庙祭天大事，须得诚敬谨慎之人主持修缮，那自然是要住到北郊去，督促主持，移入斋宫。那就得禁绝酒色，清心寡欲，静心斋戒，不食荤腥。至于修缮嘛，也不太急，慢慢修着去。国库紧张，土木石材这就未必一时能到位，劳役如今都要紧着修城墙。那斋宫修个3年5年也很正常嘛。文心殿，苏怀带着御医进来，为谢意把脉了半日。御医擦了擦汗，低声道：“陛下饮食如何？夜间睡眠如何？”谢意道：“今日略进了些肉食，胃口一般，口舌苦涩。夜间还是有些神气不安，魂梦纷乱，神若远离，仍是畏寒多汗，四肢冰冷，十分困乏疲惫。”御医低头道：“陛下这是心血过亏，劳乏过甚，肝气不舒，肝血难济，恐是此前病根未除，还需慢慢调养，放宽心怀。不过今日看脉象，陛下心情舒畅，似乎好了许多。继续如此徐徐调养，少劳心，放宽心怀，愉悦身心。臣再开些调养的药，但因陛下胃口不好，少服药，多以膳食补之才好。”谢意微微点了点头，御医行了礼推下去了。谢意坐了一会儿，难得的笑了笑，愉悦身心吗？自己确实忽然发现了，除了日复一日批奏折理国事外，还有了点别的事情能够让他放松着。只是做一下某人的酒歌，吃点家常饭菜，说些闲话，偷得浮生半日闲，确实不错。窗外庆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这是到了下一个行程。今日却是要去翰林院听讲经言，他起了身出去，心中却想着那小少年如何还没有交功课来。许纯却是忙得很，病愈后回了太学上课，沈梦真显然很看不得他闲，单独给他安排了好些经义背诵、实务策论的任务，他一时忙得不可开交。回到国公府，又听说晋国公竟然忽然得了个修建北郊斋宫的差事，先去了太常寺领了差事，又从工部领了对牌，回到府中说了，国公府上下颇为振奋，派了得力家人先去打点了一番上下。许安林先是去了一次斋宫看了看，回来有些面如土色，毕竟这修缮期间只要进出斋宫，就必得斋戒，这可要了他老命。回来便和太夫人诉苦，原来是桩苦差事，怪到落到我这闲人头上。太夫人自然是耳提面命申斥了他一遍，这可是正经差事，从前这斋宫亦因是，那都是宗室司、太常司的差事，竟然如今能派到你这里，可见如今传闻皇上要整治宗室勋贵是真的了。你成爵以来从未办差，如今好容易办上一件，自然要诚心办好，来日自有你的好处，切切不可懈怠，甚至心怀侥幸去那风月之地，小心被御史参上一本，一不小心便要夺爵。许安林抱怨道：“哪里就到夺爵的地步？”太夫人道：“你懂什么？早有风声，皇上对宗室勋贵耗费国帑不满已久，早就命了礼部，不许再亲授爵位，已受了爵位的，也不许世袭罔替，需要降等袭之，便是宗亲也要如此。你当御史们闲着无事，日日参勋贵宗室做什么？自然是迎上所好。你久不当差，若是办差办不好，可不正给人添了画饼。”说完又安排了几个国公府能干的老仆跟着许安林过去，必定不许国公爷在外边胡搞，省得被御史参了去。许安林无法，只能老实斋戒，日日去北郊斋宫。后来又嫌来回麻烦，索性在附近别业住下。这夏国公府上下瞬间省下好大一笔花用，府里也清静许多。如此忙忙碌碌，转眼便到了殿试之时，整整殿试了1日。到了晚上，许姑才回来，面上有颓色。待到打听，才知得了2甲43名，险些落入3甲。太夫人和白夫人都有些纳闷，
是电视题目出偏了吗？出的什么题？许姑摇头，茫然道：今亦是。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白夫人诧异，这也不难啊。以取之有道论之，君子谋道不谋食。许姑道：是，我以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论之。出来也与先生对过，但听说三鼎甲分别以国富则名贵，富者非财也，贵者非宝也，君之富藏于民者也等论之。太夫人忙问：状元榜眼探花都是谁？许姑道：状元贺知秋，京城人士，出身贫寒；榜眼江南名士张文珍，探花范木村。太夫人听到范木村，惊道：范家竟然还能起富？白夫人道：虽说都知道范家被皇上饿了，太后娘娘去了皇庙清修，但到底没撕破脸。那范木村年少闻名极盛的摄政王薨了后，他听说出去游学了，猜测是避祸。后来范国舅也病死了，他回来守丧在家，也一直闭门不出。探花尚且屈了他了。太夫人叹息道：能有一个已是极好了，姑哥儿也不必气馁，得中已好许多了。白夫人却问道：诗文和策论呢？许姑道：诗文是以天子宅中以临四海之意作诗或赋，史论是论张骞出使西域，策问是汉唐以来税制。以今日情势正之。白夫人和太夫人对视了下，太夫人喃喃道：这是要开海路，与蛮夷通商，改税制吗？白夫人道：今上励精图治，雄心壮志，恐目光不仅限于国中。太夫人忧心道：圣人不言，而百姓轻万邦宁，莫若垂拱而治。白夫人连忙转移话题道：不管如何，得中了就好。如今且先安排打点下琼林宴，只是拿不到一甲，翰林院要留就须得早日打点起来了。便是不能入翰林院，也当谋个京官。太夫人却被提醒了，知道这时候得用上白家的关系了，这甜头就得给上，便也道：此事应当，琼林宴是大事，老二媳妇安排好，此外过继之事也当办起来了。明日我请族长过来做主，早日将这事办了，如此姑哥入了官场也好看相。没想到许姑却忽然下跪道：禀祖母，我已想好了，此次名次也不好，还是离京外放，谋一任实官，在地方好好任上2任，再谋进京。如今朝廷显然也是重视经世务实之官，我系经闻多年，此次殿试才知，突然高谈虚论，不涉事务，纸上谈兵，时于架色不知，于国际不解，更是不知天下之大，四海之物产，藩夷之经济，还当先治好一县一州，方知民间疾苦。太夫人喝道：你懂什么？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庶吉士乃是储相，你不在军前伺候，哪个知道你的才华？白夫人道：姑哥儿，你年轻不知道，多的是外放后就再也回不来的。去做县官、县丞，哪有如此好做？你以为是父母官吗？其实是芝麻官，什么都管。许纯听着他们议论，早就枯燥困得打呵欠。此时看许姑忽然神来一笔，睁大了眼睛，好奇看着许姑。许姑只是沉默不发一言，而一旁的晋国公则也早就打着呵欠。他白日在斋宫主持修建，苦不堪言，今日殿试才专门回了来，吃奶以来就没受过这样的苦，早就累得打盹。而一旁的盛夫人也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只是时不时看看许纯，看他面容红润，神采并无颓然之色，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也只觉得欣慰，并不在意许姑如何。在他心目中，这个数字本就可有可无，自己只尽了主母的职责，如今去哪里都可以。结果太夫人和白夫人劝说了半日，许姑才磕了个头道：殿试前和同年去拜作诗时，我已与作诗张如圭大学士说了，要谋外放，
作诗已应了，还夸我办事踏实。太夫人和白夫人气结，最后盛夫人出来打了个圆场。姑哥儿，今日殿试忙了一日，想必辛苦极了，还是先回去歇着，日后再细细思量，打算好了，这才不欢而散了。但许纯十分幸灾乐祸，回来便当成一件奇事，写与九歌。平日只以为他读死书，自以为是，没想到考次科考回来，便幡然悔悟，良心发作，要做地方父母官，要知社稷之间了。可知人叫人教不会，事叫人一次会，另还有我阿爹，朝廷一个差事就把他治得死死的。俗话说，人有良心，狗不吃屎，这朝廷的名利，原来才是能催发人的良心啊！谢意收到信，看到这大白话，忍俊不禁，放了信，拿着笔袋要批奏折，一眼看到社稷之间的奏称，立刻又联想到许纯的人有良心，狗不吃屎来，笑得手抖，索性放了笔，笑着转头问苏怀：琼林宴定哪一日了？苏怀看着道：就明日呢，绝好日子。却是心花怒放，还是小公爷这信有办法，每次皇上看了就龙颜大悦的。谢意笑道：朕倒是要看看晋国公府上的俊杰了，传旨命谢斐明日陪宴。苏怀连忙应了。第二日一大早，果然春风日暖，御花园内桃李正芳，嫩白妖红，烂漫如云。御花园内花若鲜染，草若荣枝，蝶舞莺啭，春光甚好。内庭梨园成直，奏着清乐婉转，吹弹的十分优雅。宴上煌煌簪服，灿若金星，尽皆是金章子告，翰林俊才。紫红袍服映如云霞。除去经科考中的进士，朝中3品以上文臣、翰林各部学士、侍讲、监视御史等都参加了宴会。谢意到御花园的时候，谢斐陪着亦步亦趋，谢意与他低声说话。他今日一身飞罗盘绫窄袖吉服，彩绣金龙，轩然遐举，神光爽迈，谢斐全然不敢直视。三鼎甲带着本科进士都拜见皇上，谢意和颜悦色，替三鼎甲都簪了金花，勉励了一番，又命众进士作诗。这也是惯例了，所有进士本就是满腹才华，自然都是一挥而就。呈上御览来，谢意便先拿了状元贺知秋的诗来看了，再次看到那字，他微微一笑，问贺知秋：此身愿在道良途，办事修得桃花源。状元郎虽然这诗写的寻常，但倒是志向远大。朕记得你策论答得极好的，字字俊俏，句句铁硬。得此品评，贺知秋不骄不躁，出席沉稳下拜道：臣虽才智繁陋，愿单结于臣，为国为民，九死无悔。谢意含笑，心道这贺知秋倒是能屈能伸，写南风本子时明明辞藻斐然，显然诗赋上是下过苦功的，偏偏故意这琼林宴上在诗文上藏拙，只以这大白话来表志向，必是看出了自己不好诗文矫饰，只重实干。不得不说是个聪明人，在朝廷想来是能如鱼得水，用好了倒也是治世之才。他将诗放了回去，翻了翻，看了榜眼张文珍的诗，却竟然短短时间内写了100字赋，骈4离6，十分华美。他不由赞叹道：果然好文章，字也极好，可堪传世。传与一旁的谢斐看，谢斐果然也叫好，反复品读，又于宴上传递观看。张文珍出身江南世家，雅好古道，自恃才高，没拿到状元之位，原本十分不忿，但此刻不由面上有光。皇上点评状元的诗道写的寻常，却大加赞赏自己的诗赋，这果然是圣明烛照。他连忙伏倒在地，叩谢圣恩，又说了一番颂圣孝死的话。谢意少不得也温言勉励了一番，却又捡了探花范木村的诗来看，慢慢念道：红尘紫陌入东风，桃花千树刘郎来。他看了眼立于下的范木村，
笑道：“东野是要做刘郎吗？”却是直呼范木村的字。范木村为太后侄儿，自然是时常出入宫闱，又是少有才名，他自幼便与范木村认识，如今却君上臣下，云泥之别。范木村上前抬眼，一双漆黑眼眸如清亮雪光，朗声应对：“前度刘郎金重道，问玄都千树花存否？陛下素心夜寐，孜孜求至，敢不甚免相视，以求稍疏陛下消干之忧。但凭无主驱策，敢不粉身碎骨？”谢意微微一笑：“范家显贵冠朝，门第鼎盛，一门才俊，家世兴旺，如今后继有人，可喜可贺。”范木村面色微微变了，但仍然也低下头叩首谢恩。他为探花，今日一身深蓝圆领大袖进士袍，纱帽上簪着金花，音容娴雅，样貌极清俊，拜下时只如玉树当风，姿容皎皎，场中人不由多为之注目。谢意只淡淡将诗放到了一旁，却去慢慢翻着诗稿，有咏春的，有颂圣的，有歌志的，他偶尔品评，又是只是递给身旁的谢斐，谢斐便也笑着读了品评一二。不多时，谢意翻到了许姑的诗，拿起来读了读，不由微微皱眉。心道许纯说他的诗文一股老朽气，我还以为是有偏见，如今看来快落到三甲，实在是他真实水平，倒不必朕出手。他笑着将手里的诗递给一旁的谢斐道：“卿看看，这就是前日卿说的晋国公府上的公子了吧？”谢斐拿了诗来看，看到那尧舜生平君此日，敢笑捐哀报圣恩的颂圣诗，实在太过端重老成，全无年轻人锐意奋发之意气，不由也微微有些皱眉。他对许姑原本也只是数面之交，对许纯印象才好些，但此刻是在君前，只是笑道：“正是晋国公长公子许姑。”下边许姑原本敬陪末座，只求不过不失，此刻慌忙起身出席下拜行大礼。谢意问道：“前日听顺王世子与朕说，晋国公府上两公子，长子会试得中，次子考入太学，如今看许卿果然年纪甚轻，看来晋国公府后继有人，晋国公也算教子有方了。”许姑心跳如雷，激动万分，连忙叩谢道：“臣是代受君恩，敢不孝死以报？”谢意和蔼道：“卿为钟鸣鼎食之家出身，身为长子，却不受恩应，反从科举晋身，实在是志向可嘉，堪为经理簪缨世家的表率。”许姑连忙道：“臣为庶妻所生，臣弟许纯方为嫡世子，蒙圣恩因入国子监。”谢意恍然，原来令弟才是嫡世子，如此晋国公治家有道，国公夫人贤德淑惠，嫡庶一世同人教养，显亲扬名，当赏才是。他仿佛又想起什么似的，转头去问下手的欧阳慎：“朕似乎记得晋国公许安陵似乎前阵子也领了什么差事，颇为勤勉。”欧阳慎忙起身回话：“是，晋国公领了修缮北郊斋宫的差事，实心办差，很是勤勉。”谢意点头，宣晋国公也来陪宴，也是一段佳话。他身后的苏怀连忙派人去传召。欧阳慎此时心中洞明，原来为着这今天依着呀。一时谢意却温言拷问了许姑几句经义，许姑本就长于此，自然是应答如流。谢意才笑着对谢斐说道：“难怪前日你和朕说，晋国公两位公子都聪明能干，少年有才，果然如此。如今看许姑果然精益娴熟，可见是经过一番苦读的。”谢斐固然没有说过这话，但此刻也只能含糊顺着皇上的话道：“伯玉少年老成，温厚和平，性子极慎重端方的。”谢意一怔：“伯玉？”谢斐道：“是，许姑字伯玉。”说完微微一诧，李伟云：“庶长称梦，许姑是庶长子，缘何用伯？”但平日来往，只是偶然听介绍，一掠而过，倒不曾细究这细微差别。谢意笑容淡了些，看了眼许姑，沉默了一会儿道：“
这字不好，朕赐你一字，自恩礼吧。许姑脸色苍白，仿佛听到了席上窃窃私语声。他从前读书也知自己这字不大妥，但却为先生赐，平日也并无人当面指摘，如今君前赐字，他面上火辣辣，愧惭不已，却只能下拜谢恩。正是心中惶悚难安之时，幸好看到内侍禀报，晋国公许安陵到了。一时众人注意力转移，许安陵并不知状况，在内侍的带领下进来，便大礼参拜，一边心中暗喜，幸而今日斋公那边说材料没到，他不用去，否则还不能来到这般快，哪能得这么大的脸呢？长子中进士，天子赐宴，一门荣耀啊！谢意见到许安陵，面色也温和了些，勉励他道：“朕闻说你有3子，如今长子次子具有才干，可见你用心之家了。近来斋公办差也极好，当嘉许才是。”许安陵面上激动的容光焕发，一个头结结实实磕下去，臣谢皇上嘉许。谢意看他果然生得好皮囊，偏只是一说话，那草包之呆蠢气便冒了出来，惨不忍睹。他平日就不爱应酬蠢人，只得按捺着不耐温声，又嘉许了几句，这才徐徐问道：“朕幼时依稀记得尔兄许安峰有进宫回事过，也是明白老成，才华过人的，可惜英年早逝了。如今想来，这性情样貌依稀与许姑颇有些相似，若是尔兄有子，想来也与许姑一般无二了。可惜当时闻说身后无子，却有嫡兄弟，这才令你成了绝。”许安陵连忙挤出几滴泪来：“臣兄待我极好的，可惜身后无子成绝，我如今想来，时时悲伤。”谢意看着有些唏嘘：“如今你既已有3子，须得上报高堂祖老，为尔兄过继承嗣，这才是孝悌守礼的人家。”许安陵忙道：“是有此意，臣母正在操持中。”谢意微微点头含笑，看了看许姑：“朕看许姑年少有才，不若朕做主，赐亲庶长子许姑过继于令兄，为其承嗣香火，如何？”许安陵一听正中下怀，连忙道：“臣全家谢皇上天恩，臣兄在地下也定能含笑九泉了。”谢意听他回话语无伦次，惨不忍睹，但也只做没听见。问许姑道：“许姑觉得如何？”许姑连忙也拜道：“臣谢皇上天恩。”谢意这下满意了，勉励他道：“虽则出继到长房，奉养4母，但不可忘生父母生养教习之恩，尤其是嫡母之恩情。”许姑汗流浃背，深深叩首：“臣领遵君命。”谢意点头命他们都起身，转头命礼部尚书道：“礼部回去拟旨，加冕晋国公，晋国公夫人治家有道，教子有方，当赏。再赐许姑出继为许安峰4子，祭其香火，奉养4母，不令勋臣后继无人，身后凋零。”礼部尚书慌忙出列领旨。谢意这一番造作后，才欣然命他们都返宴上，又命梨园进来献了一番歌舞，这才徐徐起身，在众人恭送下离开了琼林宴。又过了几日，算着太学是休沐日了，谢意才又选了个时间去了竹之坊那里。许纯看到谢意眉开眼笑：“九哥，九哥，您这几日可好？”谢意看他穿着大红麒麟真红纱袍，顾盼神飞，有些意外，这是去了哪里，穿这么好看？许纯一怔，耳根立刻染红了，今儿开了家庙，行了过祭礼了，才刚刚回来，热得我受不了，官府连祭祀文书都开好了。谢意看他眉目都带着笑，不觉得憋屈了。许纯摇头晃脑：“不是给您写了信吗？皇上下旨出继我大哥，现在算堂兄了。”“嘿嘿嘿，皇上真是好皇上啊！本来大哥过继，长房拿走了所有好处，领的却全是祖母的情，二房白白养了这20年一个进士，没等到反哺，就去供养长房去了。如今皇上下旨，恩赐上出，这人情都落在爹娘上，加冕我爹孝悌仁爱，我娘贤良淑德的圣旨，
今日直接供在家庙了。有了这个圣旨，许家轻易再动不得我娘。我娘这个国公夫人的位置，如今才算是稳当了。许纯额发都还是湿的，显然累得很，但整个人都是兴奋的。还有许姑，他今后再怎么做官发达，全朝堂都知道他是我阿爹阿娘教养出来的。他怎么也不能忘了根本，虽然祭祀长房，奉养伯母，却不能忘了爹娘的生养恩义。谢意微微一笑，许纯压低声音道：而且我在太学听到传闻，那日皇上听到我鸽子伯玉，面露不喜，当即赐字改为字恩礼了。这又是恩又是礼的，显然是要他知恩守礼。可惜原本顺王世子恐怕是要见他，如今反倒丢了脸。他这几日待我爹娘，比从前还要恭谨上3分，待我也十分客气。明明中了进士出身，等着受官了，却闭门不出，极少出去。谢意道：庶长子如何能用伯？你和你爹就是不读书，你娘又是商户出身，平日在内宅，才被人这么光明正大踩在脸上，白白欺负了去。我平日劝你读书，没说错吧？许纯脸一红：九哥，我知道从前荒唐了，如今回想起来，多半是我祖母早有打算要过继，但看着我娘在庶子庶女上十分大方，伯母那边又要顾着大姐姐，就拖着了。当然也可能是不是还想挑一挑，不过三弟从小读书也不太行。谢意道：论理长房五子成嗣，过继这事应有长辈，妻子早早办了。他作为庶长子，在二房本来就尴尬，应当在你娘嫁过来之前就过继出去，如此对你娘也算尊重，长房自幼抚养，也有感情，两全其美。如今孩子长大成才了，才要过继，反使得两房生怨。许纯道：可能原本就是要办的，就是故意留个庶长子先压我娘一头，之后又看我爹糊涂，我娘宽慈大方，索性就拖着。哎，我祖母从小待我真不错，但如今看来，她其实是有点偏心长房的，也怪我爹不成器吧。谢意笑了：你也说了，连皇帝都能碰上偏心的娘。许纯嘻嘻一笑：今日天气晴暖，他这一身大衣服一直没换，热得厉害，便和谢意说道：九哥您先坐坐，我去换身衣服，马上回来陪您。谢意点头，看许纯转身回房去换衣裳了，他便将许纯案头写的字拿起来，看着写的如何。翻到一页，上头赫然写着：问世间情为何物？子曰：废物。谢意扑哧一下又笑了出来，将那卷纸拿了起来，想起前日的人有良心，狗不吃屎，这少年古灵精怪，心思实在跳脱。他将那卷纸拿起来，却见许纯已换了一身轻纱袍出来，一眼看到他手里的字符，面红耳赤：九哥别看，我是新笔随手写的。谢意唇角含笑，看他面上窘迫之极，耳根红透，肌肤莹润，也没有继续逗他，只是慢慢道：是什么新笔？许纯松了一口气，却又不敢去抢谢意手里那张纸，只能从一旁拿了一套笔来给谢意看，是蓝天笔，九哥喜欢就拿一套回去试试。我觉得有些硬度，好写，从前我偷懒练字少，如今沈先生总嫌我字没筋骨，但这也不是一天能练成的。许纯顿了顿，看到谢意若无其事将那卷纸塞到了自己袖中，然后接过那匣笔打开，取了一支起来，对着光看笔锋，面越发烧得厉害，但却没胆子要回来，只能结结巴巴说话：幸而掌柜们给我推荐，说蓝田笔好，用山野兔子的毛做的笔才好写硬，专门帮我订了几套子豪的，昨儿才送来的，刚刚开笔。九哥要试试吗？谢意点了点头，提了支中豪起来。许纯连忙将砚台移过来，谢意蘸了墨水随手写下：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许纯看谢意一挥而就，将那首摸鱼儿、雁丘词流水一般写下来，笔力纵字，潇洒求美，一气呵成，只写到来访雁丘处，这才住了笔。
许纯盯着那生死相许，心砰砰跳如雷一般。直到谢意转头看他，他才匆忙掩饰着喃喃道：“九哥写的真好，我要裱起来挂墙上。”谢意微微一笑：“既要挂，那还是给你盖个闲章吧。”腰间取了章下来盖了上去。许纯看那张和之前给他写雏凤轻声的章一样，是篆字岁雨堂主。许纯道：“岁雨堂主，这是九哥的别号吗？”谢意道：“这笔是不错，写细楷极方便，送我一套吧，比贡笔都还好用，顺手些。”许纯连忙叫秋胡包上2套，拿给跟随的人，一边又和谢意说：“九哥，眼看天气要热起来了，上次和您说过，我在京郊有个庄子，去年我在那里酿了不少樱桃酒，如今正好能喝了。这个时节划船钓鱼也好玩，九哥一起去散散心不？”谢意道：“好，等我看看哪日有空告诉你。”许纯高兴极了，说定了，九哥可一定要赏脸。定下了钓鱼之约，许纯便开始积极准备收拾那别庄。酒字不必说，除了樱桃酒，令屠苏酒、菖蒲酒等都备了好几种。又命人送绝好的羔羊来，要烤全羊，要做野餐的铜锅子。一会儿又命人挑那健壮高大的鹿圈养好，说是要做鹿血羹。除了吃喝，如何既要住得妥帖舒服，又不能让九哥看了觉得自己奢侈无度。许纯亲自己看了房间，反反复复竟是将别庄上下指挥着命管家们收拾了好几次。一到休沐，便往别庄跑去了。这日回闲云坊去看了看，却被管事罗宇洲叫住了：“少爷，之前那位贺书生来找您，已来找了几日，因您不是在太学，就是去了别业，我们只以别的借口搪塞掉了，但他这2日天天来找。”许纯一怔，罗管事却拉了他的手，低声道：“派人悄悄去打听了，他中了状元，听说已受了翰林院侍读的官职，但是他来还是穿着从前那布袍，恐是不想引人注目。”许纯这才回忆起来，对了，是听说状元姓贺。他那天听许姑说话，全然没放在心上，如今忽然对应起来，赞道：“果然我就说他能屈能伸，必能足孽风云。果然朱衣点额，皇榜标明。”他心中一想，顿时暗叫不好，状元郎恐怕是要来找自己要回那几本书。他可是状元，将来要青史留名的名臣，这几本艳情书虽然是隐名写的，到底也是个隐患。但那几本书自那日九哥看过以后就不见了，后来问了秋胡东海，都只说似乎是九爷拿走了。九哥当时觉得自己不学好，那几本书多半和自己那本画册一般下场，不是烧了就是毁了。他心中叫苦不迭，命罗宇洲请贺知秋去书房，自己换了衣服，心内打叠了一套说话，这才上去见贺知秋：“先生好，好些日子不见，可是还有新书？令堂病情如何了？”他面含微笑上前行礼。贺知秋看天气渐热，这许少东家又长高了些，换了薄衬衫，那少年气退了些，但容貌仍然十分出挑，笔挺唇薄，色夺春花，双眸看着自己时有些闪烁回避，行礼之时也不比从前自然大方。贺知秋便知道他应当是知道自己已中了状元，他作揖回礼道：“多谢少东家关心，好叫东家知晓，我如今家里已缓了过来，母亲病情也已愈，最近得了一笔进项，回想起来之前书稿流落在外，殊为可惜。如今且又不缺钱了，只想与少东家讨个便利，将之前的书稿双倍价格赎回。若是以刻板复印的，能否全数收回？所有损失，我一并双倍赔付给少东家。”许纯面上变红，窘迫作揖赔礼道：“贺先生，不是在下不愿。时是先生文采飞扬，词藻精美，小的便将先生的书放在案头反复品读，不料被家兄看到。家兄性情严毅，又有些过科好节，见了我看杂书，只斥责我不务正业，疏忽功课，因此将那几本书都收走烧掉了。我悔之不及，亦未能补救，
至于刻板印刷，因着被收走，也并未刻板，因此也无什么损失，还请先生包涵。钱都是小事，书稿确实是在下保管不慎，白白糟蹋了先生一番心血。贺知秋沉默了一会儿，看许纯面上通红，十分惭愧，拱手道：“少东家不必自责，书稿既已被毁了，那也实在无法。那在下就先告辞了，今后若有需要，再烦劳少东家。”许纯连连作揖，亲自送了贺知秋出门，又赠了他1年的闲云社卡，承诺他随时可来书坊借书看书，购置所有货物都打7折。总算完了这事，许纯松了一口气，回国公府去看了看。盛夫人看到他就提点他，不必去你祖母那边了，他被孤根气到了。如今只说心里憋闷，谁都不许去扰他，就连你大姐姐专门回来看他，他都没见呢。许纯笑了声，怎么，大哥还是不肯留京？盛夫人道，也不知怎的，忽然牛心左性起来。你祖母、你伯母反复劝了他几日，连才过继就远离4母不孝的名头都提了出来，他就是光跪着不说话。我这几日也不去讨嫌，你伯母恐怕以为是我教唆的，看到我说话都阴阳怪气的。许纯嘿嘿一笑，我看大哥一直是怪里怪气的，兴许出去有他的道理。至于伯母嘛，他心里当然不痛快了，如今他可要成咱们2房的情。满京城现在谁不知道晋国公夫人贤良淑德呢？盛夫人看儿子满脸笑意，心中一宽，不知为何心里有些酸涩，但仍是笑道：“我听清前说了，你想找个大掌柜，依我说，我看如今府里事情也少了，正想着放他出去，不若让他去你那里练练手，也不必再找别人了。”许纯一怔，清前姐姐不是母亲得用的吗？给我了，您可没人使。再说我这里太小了，委屈了清前姐姐。盛夫人却道：“我这人手多着呢，不差她一个。我问过她了，她是愿意的。她还不想嫁人，在府里就太扎眼了。你祖母都反复在我跟前说了几次，丫鬟到了岁数就该放出去。国公府的规矩如何如何，又一直说要配府里的管家，如此才能长远留着人。府里这些人，他哪里看得上呢？不若就放店里去替你掌着生意，久不在府里了，自然也就淡了。”许纯笑道：“那太好了，有清前姐姐帮忙，那我可省心了。”盛夫人看儿子不反对，心里又放松了些。这些年他一个人不敢往儿子身边放，只担心儿子多想，误以为他是要监视他，只剩太公那边亲自挑了4个得力的小厮跟着。如今看儿子一点不抗拒，心下不由有些唏嘘。许纯又问亲爹，盛夫人笑了声，自那日得了皇上亲自召见，当面加冕，他可真算是荣耀大发了。如今是酒也不喝了，丫鬟也不许近身伺候了，言必称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竟是不修好那斋宫，都要一直斋戒着呢。真要做个忠孝兼全的臣子了。天后娘娘保佑！许纯哈哈哈笑了起来，一边又悄悄和盛夫人巧声道：“阿娘，您千万不要给他钱去修斋宫，那是皇家的差事，皇家多的是钱，您可别自掏腰包帮他往里头填啊，就让他慢慢修去。”盛夫人又好气又好笑，知道了。许纯便招了招手道：“清前姐姐准备好了，您和我说，我亲自来请她。”嘻嘻。说完一溜烟便出门了，在门口偏偏倒霉遇到了许奎刚刚从内院出来，身后跟着贴身丫鬟，是要上马车回去夫家的样子。又不好不叫，只好叫了声大姐姐。许奎却没像从前一般见了他视而不见或者冷嘲热讽，而是站定了道：“纯根去哪里？”许纯硬着头皮站着道：“顺王世子那边邀我，说晚上在千秋园那边邀了太学的同窗们聚一聚，商量下端午的活动，推举社柳、蹴鞠这些队员吧。听他们意思是想组队，在东院献祭尝尝脸。”许奎道：“
倒是长进了，正有一事要烦劳你。你大姐夫不是落榜了吗？这些日子在家闷闷不乐的，你那边太学的同窗有什么文会、宴会什么的，你带上你姐夫去散散心。许纯心里哈一声，但面上只是笑道：大姐姐有交代，自是遵从，只是今晚都是太学同窗。许奎道：自然是不是就今晚？只看着后边的宴会，不单你们同窗的，或者你办一场两场。如今叔父不在家，你若是要请，婶婶定是替你操办的好的。这般你姐夫过来也合适，还能帮帮你接待客人。正好你大哥哥等授官也还要一段时间，你这时候何该请一请同窗好友的？许纯道：大姐姐说的是，只是我听说祖母那边似乎身子不大舒服，且过几日等祖母身体康健便好了。许奎道：还不是姑哥不肯留京，祖母这才心里不舒服。老太太年高了，舍不得孙儿也是常事。要我说，姑哥这打算挺好的，出京有什么不好？韩家这边都说皇上只看重务实的，这几年外官做得好，调进6部的还少吗？只要经查弄几个着役，便能进京摩堪述职，这还不好操作吗？我娘也是一时转不过弯来。许纯听他这一套话，倒是竟有些道理，有些吃惊，点头赞许道：大姐姐这话说得很是。许奎笑了声，便道：从前是大姐姐不对，对你急了些，也是着急你，看你只是终日游荡好玩，不干正事儿。如今你既考入太学，竟是我小看你了。如今看来，纯哥也是栋梁之才，来日许家门楣还要靠你光大。许纯看着许奎这一套漂亮软话说下来，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一时脸皮厚度竟还不够，只能唯唯诺诺应了几句。许奎又叮嘱了几句，好好读书，注意身体，少去风月花柳之地等等，才上了马车回去了。许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忍不住问一旁跟着的夏朝：你说大姐姐这是哪里吃了斋，竟这么能屈能伸了？夏朝呵呵一笑，悄声对许纯道：刚才您去见夫人，我在外边听到的闲话。大小姐回来和大夫人要钱，听说是想去看那什么妇科圣手，听说诊费贵，还有那边的老夫人要过寿，也要钱置办寿礼。你也知道大小姐一贯手撒慢的很，用度大，大夫人每年月银多过了她了。结果今儿来，听说只给了诊费，还教训了大小姐一通道理，让她节俭些。从前只敬着你，如今你弟弟过继过来了，谋京官也好，外放也好，上下的赏钱、盘缠行装，同仆管家总要打点。再则后边还有娶妻的费用，这些都要盘算起来了，总不好再让二房出了。圣旨明明白白，如今姑哥算大房的人了，我若是再总是禁锢着你，就算如今姑哥才过继过来，不计较这些，太夫人可看着呢。你还不知道你祖母什么人吗？可把那点国公府家财看得紧。当初你的嫁妆，好大一部分都是我嫁妆贴进去的，宫中就出了5000两。说起来，还亏你婶子也给你添装了2000两，送了一对贝母屏风，否则不知道多难看。夏朝惟妙惟肖学了一通，许纯忍不住笑出来，问他这谁这么粗侠，这样私密话都告诉你了。夏朝呵呵一声，有钱能使鬼推磨，平日里大太太谦令的很，待下边人十分苛刻，大房那边的奴婢便是陪房过来的，都想着换地方当差。更何况如今府里这般明白，皇上下旨加冕，咱们国公爷孝悌仁爱，咱们夫人贤良淑德，大爷二爷都有才干，还把大爷给过继去长房了，这不以后国公府就是世子爷您的了。分家是迟早的，他们自然要讨好未来的国公府主人。现在不讨好世子爷您，讨好谁？如今您那院子可是何府最清省的了，谁不想去？许纯看了眼天边暮色，笑道：快走吧，我这真要迟到了，
只怕要被罚酒了。许纯一进千秋阁就被起哄，东道主还迟到，必须罚酒，罚酒3杯。许纯只好笑着拱手团团作揖，抱歉抱歉，家里长辈有事，耽误了点时间，我喝酒，我喝酒。一边说着，已有人送了巨公盛着满满一杯酒过来。许纯一见就慌了，伸手一边拦着一边笑道：“求换小杯。”小杯，小弟确实酒量不行。众人起哄道：“这么多人等着你，至少一杯。”说完，平原伯的世子熊文甫、殷王家的世孙谢济便以攘臂吕秀跃跃欲试，要上去要灌他酒。谢斐终于笑了道：“大家饶了思远吧，今儿其实本是我做东，奈何最近京城里各大酒家大一些的包间全都被定下了，没办法，还是思远主动提出来他来做东找包间，好容易才有这样宽敞的包间，这样好的看戏的位置，还有这菜肴点心，哪样不好呢？又出钱又出力的，还被罚酒，我也是不忍的。”这时归德侯世子苏林玉也便帮衬，正事还没说呢，把思远灌醉了，可怎么行？大家这才笑着放了许纯，换了小杯来，许纯这才一饮而尽3杯下去，顿时面上浮起红晕，双眼都有些迷离起来。谢斐命他来自己身边坐着，笑着道：“找了大家来，也是为着这端午的东苑，按例都是要给皇上献祭的。国子监这边组队的今年不多，我想着咱们要不组一队，射柳、蹴鞠、马球、龙舟都报上，军前也争些荣耀。”一时众人都赫然应了。宣德侯家的二公子袁光清拿了笔来做记录，开始先议论着让人报名。许纯一贯是文不成武不就的，射柳、蹴鞠、马球、龙舟这些他都不大精通，身材又不甚魁梧，加上3杯酒喝急了，也不说话，只一个人悄悄吃着点心。结果排到最后，却发现龙舟队凑不齐人，原来划龙舟却是要求须得会水性。这北方时的水性的人却不多，凑来凑去，只要会水性的都先报上，还是差一人。谢斐看许纯一直在喝茶，便问许纯：“思远可会水性？”许纯道：“幼时和表哥学过一些，却也许久不游了，只能说勉强淹不死罢了。”谢斐便一锤定音道：“便如此定了。你参加，这龙舟队也就凑齐了，这还有大半个月呢。你好好在家练上一练便好了。再者，你是东道主，不参加可说不过去。”一时众人轰然起哄道：“可不是！”许纯心知肚明，这拉上自己凑数，不过是为着自己手里有钱，排演之时方便罢了。这些宗室和勋贵子弟表面个个光鲜，其实人人都被家里拘束的紧。但他自幼早就习惯了，人们结交他都是为了钱，也不觉得有什么，只含笑道：“诸位大哥不嫌小弟力弱拖后腿，弟便勉力为之了。”一时队伍凑齐，大家欣然作乐。许纯私下早安排好了，尽捡那等精巧好看的新戏，如《牡丹亭》《玉楚记》等等花枝招展的。待到那些细脚扮上来，姿容绝世，花枝招展的，曲子又极清雅，只捡着笛箫轻轻的吹起，乐声飘渺，响彻云际。待到放声一唱，歌喉嘹亮清圆，声恶行云，一时叫好声都起来了。谢斐呐喊道：“平日只听说这千秋阁的戏好又有趣，只这来的人太杂，位置又偏了些，没想到今日来了听，竟还不错，看来以后可常来。”许纯笑道：“世子满意便好。”得这一声赞，少不得这满座的贵人们以后回多来这里定席，那今日请的客迟早又全都赚回来。许纯想到这里，笑得也分外甜了一些。谢斐道：“都说了别叫世子了，看看这满桌子多少个世子，便是你也是世子，叫我飞羽便好。”许纯从善如流：“飞羽兄，可还要来些葡萄酸酪解酒？”谢斐越发觉得许纯这人着实想快，十分会做人，笑问他：“怎地今日不叫令兄来？”许纯道：“
他正等着授官后便要外放出京呢，因此家里事多。但若是飞羽兄下帖子邀他来，他定是来的。谢斐笑道：这话说的奇怪，如何我下帖子他便来？明明我与你更亲厚显，和令兄不过世数面之缘。许纯道：不是都说飞羽兄您在御前推荐了我大哥吗？谢斐捂着嘴有些尴尬，咳了2声，笑道：这却不是我特意提的，还是上次许兄弟在我那里画的梦蝶图，因着皇上让我陪着赏画，一眼却看这画入了眼，夸我画得好，我如何感叹了许兄弟的功劳？连忙解释道：这是晋国公世子画的，我只画了那只蝶罢了。皇上当时就赞说品格高意境妙，画得极好。许纯一怔，脸红道：飞羽兄实在是过奖了，我那几笔如何能入圣目？谢斐道：这如何不是？那画现还在宫里，皇上看来也不打算还我了。后来那日又命我进宫试棋，我才下了棋子，皇上就问我最近可画了什么画，我只说略略画了些花鸟罢了，他便问上次说的晋国公府的许世子不是善画吗？可有新画？可惜你当时病了，我只能和陛下回说你因着兄长会试中了贡士，多饮了几杯。病了，皇上这才好奇晋国公府上居然兄弟都如此有才情，这才有琼林宴上见了令兄的一番加冕呢。众人都笑道：可不是一段佳话。归德侯世子苏林玉笑道：要我说思远这一席何该请的，若不是飞羽这一番铺垫，哪里有今日晋国公府满门光彩呢？一时众人都起哄道：敬酒，敬酒！许纯只好起身敬酒。谢斐忙笑道：都是陛下圣目如炬，不敢贪天之功，大家一起喝，一起喝。一时席上热络起来，直喝到月上中天，宾主尽欢，这才散了。这之后，许纯除了去太学点卯、写功课以外，每日还多了一桩事，便是与龙舟队的队员一起练划龙舟。而回到竹之坊，也不敢松懈，将游泳重新捡了起来。幸而4个小厮都是闽州本地人，水性极熟练的，日日陪着他在竹之坊后的湖水里练习游泳不提。这日谢意却难得奏折早早批完了，看天气晴好，便也趁着夕阳漫天，想着去竹之坊看看，便自己骑了马溜溜达到了竹之坊后门的路上，却看到岸边柳树下，春熙和东海站在岸上看着湖里。瑶瑶听到马蹄声，抬眼看过来，然后都忙不迭向他行礼：九爷。他不由大奇，骑在马上问2个书童：在这里做什么？春熙道：回九爷，我们家世子说是报了龙舟队，要参加端午朝廷的北苑献祭，这几日日日不仅练划龙舟，还说要把水性务必给练精熟了呢。现在夏朝和秋胡正陪着世子在湖里游呢，趁着今日日头大，水还暖，不容易着凉。谢意微微一笑，这却是正事，每年都有龙舟翻了落水的，水性不熟万不能参加的。你家世子这小身板去龙舟队，可不是要拖后腿吗？春熙笑道：可不是呢，只是听世子爷说了，说数来数去大多都是旱鸭子，咱们世子好歹在闽州学过游泳，好歹跳上冲数了。龙舟这一项是不指望夺魁的，只求不丢脸罢了。谢意忍俊不禁，坐在马上也看向了湖心，果然看到湖心3个人正往这边游来，一左一右的，想必是夏朝和秋胡了，看着姿势都娴熟，显然都是护着许纯。许纯在最中央，正奋力挥着臂膀。许纯哗哗哗的游进了，喘着粗气，抬头看到谢意，惊喜极了，远远便叫了声九哥，然后又埋头挥舞着手臂游到了岸边。哗哗哗从水里接着春熙东海的手上了岸来，浑身湿淋淋，对着谢意笑：九哥您来了。夕阳灿烂，熔金一般的目光将那少年挺拔修长的身躯镀上了一层晶莹的色泽，充满勃勃生机。
他已接近成年，肩宽腰窄，肌肉紧实，湿漉漉的水滴往下滚落，透出丝滑细腻的莹润肌骨，像是抽调到恰好时候的春柳。那对杂糅了琥珀的晶莹和蜂蜜的甜蜜的眼睛向他看了过来，一如从前一般的热情和坦率，仿佛能够随时为他奉上一切。谢意目光落在了少年精窄的腰腹、修长笔直的双腿上，忽然从心底涌起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仿佛是累积经年的干渴，又仿似发自魂灵深处的战栗，那像是一个甜美的嘉赏，又像是一道残酷的裁决。他忽然感觉到了畏惧，像是幼时狩猎，在山林里忽然遇到了一头老虎。他伏在草丛中，金黄色的树瞳与他对视良久，在他悚然的静默中静悄悄退走了。那是能够毁灭他一切的存在，却偏偏有着震慑他魂灵的美。